玉女宗，盘龙峰。林洛尘躺在摇椅上自斟自饮，看着杯中自己一如当年的倒影，感慨万千。如果只看着年轻俊朗的外表，谁能看出自己快要死了呢？他叹息一声，自己此生诠释了什么叫末期少年穷，末期中年穷，末期老年穷，如今就差一个死者为大了。不过也快了，因为今天就是他的大限了。林洛尘自幼被弃在荒山野岭，被无儿无女的老猎户捡到，跟在他身边长大。养父林昌盛死后，林洛尘无依无靠，本想离开深山娶妻生子，平凡度过此生。谁料天不遂人愿，那日他在岸边垂钓，天上突然掉下个仙子，他救了那身受重伤的玉女宗圣女冷月霜，又跟着他一路逃亡，出生入死。两人最后还阴差阳错有了夫妻之实，本以为是一段奇妙仙缘，能开启不凡人生，不曾想那竟然是他此生噩梦的开端。他被玉女宗宗主顾清寒抓回玉女宗，囚禁在这盘龙峰上。因为玉女宗所修的太上忘情诀必须断情绝爱才有望大道，他跟冷月霜的露水情缘动摇了他的道心，成了他的心魔。顾清寒希望冷月霜能斩杀心魔，封心所爱，稳固道心，突破更高境界。冷月霜却根本下不了手，不断哀求顾清寒放林洛尘离去。但他越这样，顾清寒就越火大，将林洛尘囚禁于玉女宗，等冷月霜下手。玉女宗对林洛尘予取予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尽数传授，唯独不教他修行。林洛尘知道顾清寒是想让冷月霜看着他一天天老去，从而放下心中执念。但可惜冷月霜在当初报答他的时候便送了一颗驻颜丹给他。林洛尘虽然不会老，但还是会死。这100年间，林洛尘用尽各种方法，却也没能逃出玉女宗。冷月霜全力帮忙，却没能把他救出去，还因此受了几次责罚。林洛尘只有冷月霜传他的炼气入门之法，炼气大圆满后根本不懂如何突破。他尝试自创功法，但他压根不懂修道之法，胡乱折腾了几次，林洛尘差点把自己玩死，老得更快了。如今100年过去，炼气大圆满的他寿元将近。这100年间，冷月霜每次来见他，都是在顾清寒的陪伴下远远看着他。一开始他还是泪眼朦胧，泣不成声地说着对不起。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冷月霜似乎逐渐麻木，每次都是一言不发看着他。林洛尘看着他的目光从愧疚变成平静，最后变得毫无波澜。他知道冷月霜的太上忘情诀也越来越高深了。此刻回想起自己滑稽可笑的一生，林洛尘忍不住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仙缘，孽缘。突然他的余光看到2道流光向自己飞来，却是2个飘然若仙的女子。林洛尘把酒杯放下，眼中顿时闪过一抹恨意。顾清寒、冷月霜，2人飘落在他身前不远处，其中一个女子复杂地看着他，缓缓向他走来。女子容颜绝色，身材曼妙，气质清冷，身着一袭蓝白长裙，仿佛9天仙子一般，让人见之忘俗。林洛尘神色复杂地看着冷月霜，自顾自倒了一杯酒，自嘲地笑了笑。终于要动手了吗？你再不动手，我都要老死了。冷月霜停在他身前，眼中闪过一抹伤感和无奈，最后轻启红唇。你还有什么遗愿未了？只要我做得到，我都会满足你。林洛尘瞥了一眼远处的玉女宗宗主顾清寒，眼底闪过一抹极深的恨意。他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冷月霜。100年过去，他一如初见，甚至气质更加出尘，让人不忍亵渎半分。这大概就是顾清寒想让他成为的仙子吧，不食人间烟火。林洛尘嘴角划起一抹邪气的笑容，抬手挑起冷月霜的下巴，语气略带嘲弄。冷月霜，我死前想爽一把，你也要满足我吗？冷月霜眼中闪过一缕错愕，似乎没想到他会提出这种要求。他们2人虽然有过夫妻之实，但只是阴差阳错，此后再没有亲近过。此刻面对林洛尘的要求，他一时之间竟然不知如何是好。而顾清寒更是气得发抖，哪里不知道这家伙是故意来恶心自己。他正打算上前去教训这不知死活的家伙，但耳边却响起冷月霜的传音：师尊，你这香了，躯体不过一具皮囊罢了，有情无情，与此无关。顾清寒闻言不由惊讶看了他一眼，没想到他居然到了这种境界。也许这对双而言是跟过去做了断的最好契机。林洛尘见冷月霜没反应，嘴角带着一抹冷笑，认真看着冷月霜：怎么，不是说只要你做得到都会满足我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也许死在你身上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冷月霜抿了抿红唇，认真道：如果这是你所愿，我成全你。顾清寒正想说什么，冷月霜的声音再次在他耳边响起：师尊，这是我欠他的，你放心，我会亲自送他上路的。顾清寒闻言只能冷哼道：林洛尘，你还有力气吗？这家伙看着不老罢了，
身体机能早就不行了吧？林洛尘哈哈笑道：“你要不要来试试？”你，顾清寒再次被气得够呛，林洛尘却吊儿郎当道：“你什么你，不服气来啊？”眼见两人要吵起来，冷月霜只是轻声道：“走吧，进房间。”林洛尘看着他这风轻云淡的样子就来气，直接一把将他搂了过来。进什么房间？这盘龙峰除了你们也没人会来，就在这里就行。冷月霜闻言眼中出现了一丝慌乱，而林洛尘则直接对着他的唇粗暴地吻了上去。他知道林洛尘是想要恶心顾清寒，心中悠悠一叹，没有推开他。冷月霜单手施法，四周云雾涌动，将两人的身形给遮掩起来。他显然远没有自己说的那么阔达，至少他不希望除眼前男子以外的其他人看到自己的身躯。顾清寒最后只见那可恶的家伙看了自己一眼，而后邪笑着将自己徒弟的衣裙一撕。他有心要上前阻止，但想起冷月霜所说，又止住了脚步。片刻后，里面响起了冷月霜的闷哼声，以及某人得意的笑声。玉女宗的圣女又如何？还不是我林洛尘的女人。冷月霜嘴上说的冰清玉洁，身体还不是很诚实，少摆出这面无表情的样子，看着像你那死人师尊，看了就火大。顾清寒听着里面传出来的声响，情不自禁想到里面的画面，气得咬牙切齿。这混蛋真该千刀万剐。他想过去将那家伙揪出来暴打，却担心自己会看到什么不该看的。踌躇良久，那边动静越来越大，自己徒弟极力压制的声音也传了出来。顾清寒握紧袖拳，迅速转身离去，干脆眼不见为净。老妖婆，你跑什么啊？你不是清心寡欲吗？哈哈，老妖婆，你心不静啊，修的是哪门子太上忘情？老子要是有下辈子，非让你跪着哭爹喊娘！哈哈哈！林洛尘张扬而猖狂的笑声从云雾中传出，仿佛要将这些年的憋屈尽数发泄。顾清寒气得发抖，在远处度日如年，坐立不安。这老东西临死也不安分，也不知道是不是回光返照，林洛尘格外生猛。半个时辰后，冷月霜擦去身上沾染的污泥和草屑，换上一身干净衣裙。随着衣物遮住身上的淤青和欢好痕迹，她又变回了清冷高贵的玉女宗圣女，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不是脸上还留有潮红，全然看不出刚刚她还被林洛尘压在身下予取予求。林洛尘冷笑道：“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老实啊，你不会有其他男人吧？”冷月霜想起刚刚的事情，神色有些不自然，却很认真地回答他：“除了你，我不会跟任何男子亲近，你放心就是。”林洛尘微微一笑，木字形躺平，看着蓝天白云，平静道：“你动手吧。”冷月霜坐在他身旁，看着他气息越来越弱，神色复杂至极。“林洛尘，你后悔救我吗？”林洛尘嗤之以鼻道：“你说呢？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老子绝不救你这丧命星。”冷月霜眼神愧疚，低声道：“对不起。”林洛尘闭上眼睛，有气无力道：“别废话了，再不杀我，我可死了。”他感觉到冷月霜握住了他的手，将什么东西塞入了他手中，与他十指紧握。“这是你我结缘的逆命杯，我知道你不喜欢它，但传说它有逆转宿命轮回之能。”冷月霜略微哽咽的声音传来，而且似乎有什么滴落在他脸上。“若有来生，你不要再遇到我这个扫把星了。若有轮回，我一定还你。”他不是不在乎他，但他越是表现出对他的在乎，顾清寒就越不放过他。冷月霜只能表现出无欲无求的样子，暗中玩命的修炼。可惜他还是没能在他老死前将他救出去，只能亲自送他一程。林洛尘想睁开眼，却无力睁开，只能死死握住他的手。冷月霜回握他的手，嘴中念着什么，像是想帮他缓解痛苦。林洛尘仿佛在无尽的虚空中飘荡，冷月霜没动手，但他大限已至。冷月霜的声音仿佛隔着时空传来，在虚空中不断回荡。他下意识跟着一起念诵，两人的声音逐渐合一，宛如一人在念诵。宿命为弦拨前尘，轮回为刃断往昔。溯光阴长河而上，道因果大道为刃。无关青莲战于苦海，照见三生业障。无执轮回斩落前尘，重塑真我命轨。此身作悲震宿命长河，此念为火焚天道枷锁。纵万劫加深，唯见青莲不灭。无见宿命，无极宿命，故我见真我。真我宿故我，此乃宿命，亦是轮回。随着最后一句念出，一道亮光划破虚空，只见黑暗中一颗圆润的种子缓缓发芽。下一秒，一条宽阔无比的黑色长河流淌而来，他此生的画面在眼前流淌。靠，这都走马灯了！林洛尘左右乱看着，寻找自己素未谋面的爹娘和林猎户在哪里向自己招手，但他没找到他们，却被一股力量给拉扯，猛地撞入那条黑色的长河之中。操！林洛尘瞬间惊醒，睁开眼睛看着眼前的破木屋，有些茫然。我没死。木屋，这女人把自己丢木屋，自生自灭了。不对，
这木屋怎么这么熟悉？自己的声音好像有些不对劲。林洛尘坐了起来，看着眼前的景色，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满是难以置信。片刻后，木屋内传出他似癫又似狂的大笑声，久久不能平息。黄粱一梦，恍如隔世，不，就是隔世了，哈哈哈。不知道过了多久，林洛尘才冷静下来，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重生。难道逆命碑真有逆天改命的力量？还有冷月霜念的那段经文是什么意思？林洛尘下意识地复述了经文：宿命为弦拨前尘，轮回为刃断往昔。下一秒，他被拽入一片漆黑的海洋之中，立于一块黑石之上。漆黑的海面上一片死寂，只有一朵含苞待放的青莲在轻轻摇曳。它其中一片含苞待放的花瓣亮起，仿佛一盏油灯一般照亮四周。林若尘好歹在仙门混吃等死了100年，知道这里是自己的识海和灵台，但自己的灵台为什么会有一株青莲？它似乎在缓缓亮起，当它全部亮起之际，又会发生什么？林若尘伸手触碰了一下，那青莲只是晃动了一下，没有其他反应。他心念一动，再次念动那段经文，青莲果然有了反应。只见他挥洒出一片青光，上面文字浮现，赫然是一门名为宿命轮回诀的功法，而自己所念诵的正是他的开篇总纲。此诀是从逆命碑参悟而来，具有窥探命运、逆转因果、踏入时间轮回的恐怖伟力。修炼者能窥命、欺命、改命，甚至还能踏入时空之河，在轮回中夺得一线生机。当修炼到极致之时，修炼者体内孕育一片世界，化为天道，超脱三界之外。林若尘看完全文以后，只觉得创造此诀的人是个疯子，但也是个天才。若是平常，他定然嗤之以鼻，当这创造功法之人在吹牛逼。此刻他却不能等闲视之，因为他的确因此而重生了。有这等神奇的功法，自己何愁大仇不能报？但林若尘很快就冷静下来，因为他发现自己面前的功法只有前面3篇，这功法只能修炼到金丹境界，后续的篇章消失不见了。难道后面的几篇法诀在那逆命碑之上？又或者是要修炼到对应境界才会出现？总不能是创造者压根没有创造出来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不管如何，这是林若尘目前唯一的选择。毕竟此诀能修炼到金丹，自己大不了后期再更换法诀。搞清楚体内情况后，林若尘缓缓睁开眼，环顾破败的木屋一圈。林家世代在断月妖峡边缘打猎为生，到了林昌盛这一代，穷得没人敢嫁。这正应了那句古话，穷不过3代。毕竟穷了3代都特么绝后了。眼看要绝后之际，一只巨大的白鼠从断月妖峡爬出，给他送来了林若尘。在林昌盛抱起林若尘以后，那白鼠不舍得看了一眼，拜了几下便消失了。林昌盛因此非常笃定林若尘不是凡人，给他起名洛尘。林昌盛心心念念仙人会来接走林若尘，再赐予他无上仙缘和荣华富贵，但他至死也没等到心心念念的仙缘，而林若尘等到老死也没等到父母，大概他们已经死了吧。林若尘不算正宗林家人，林昌盛临死让他以后下山另谋出路，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固执的在山上为他守孝3年。如今林若尘通过屋外嗷嗷待宰的野猪，大概知道了时间。3天后便是自己养父林昌盛的忌日，这猪便是自己准备的祭品。3年期满，自己本打算祭拜完养父就下山的，谁知道在山上遇到冷月霜那倒霉娘们，自己当时还以为是老爹显灵给自己送娘子了，谁知道是送终身免费食宿。重活一世，林若尘第一反应就是想离冷月霜那娘们远远的，不再重蹈覆辙。自己走得远远的，求仙问道，等自己修道有成再去找玉女宗算账。但自己不去救那傻女人，她怕是淹死在湖里面，自己找谁算账？她死了是一了百了，完全没给自己这100年囚禁赎罪啊！囚禁自己100年，这笔账得算，狠狠的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身上还有那块逆命碑，上面可能有宿命轮回诀的后半部分，还关乎自己的重生。这种至宝绝对不能再落在顾清寒那娘们手上。只是自己若是再去，怕是要重蹈覆辙，深陷泥沼了。要不救起那女人，抢了逆命碑就跑。但正邪都在抢这玩意，自己拿了真跑得掉吗？林若尘有些无奈，自己虽然重生了，但留给自己的只有3天时间，自己就算争分夺秒修炼，对实力提升也有限。林若尘抬手一拍脑袋，叹息道：有没有能尽快提升实力的方法？随着他的动作，一块血色的断刃被他碰掉在地板上，发出叮的一声轻声。那断刃像是一把长剑的剑尖，剑身不翼而飞，只剩下这巴掌大的剑尖，剑尖晶莹剔透，如同琥珀一般，有一抹血光，仿佛染到了什么鲜血一般。林若尘欣喜地弯腰捡了起来，脸上满是失而复得的喜悦。这把断刃据林昌盛所说，是掉在林若尘包被之内，跟他一起捡回来的。断刃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反正削铁如泥，锋利无比，并且水火不侵。林昌盛曾经用火烧过，但烧了3天3夜，还是触手冰凉，甚至都没发烫。林洛尘自幼便把这断刃当飞刀用，用来打猎那是无往不利。但是上一世在玉女宗逃跑的时候，暴露了他的不凡，也就被顾清寒没收了。此刻林洛尘轻轻擦拭着断刃，嘴角带上一抹失而复得的笑意。老伙计，好久不见了。他不知道这断刃跟自己父母是什么关系，但既然剑都断了，想来也是凶多吉少了。从这断刃能割断灵气，还能伤到修士，可见他的确是仙家法宝。这么看来，自己父母应该也是修道中人，只是出了什么事才丢弃自己。林洛尘叹息一声，伸手在断刃上一划，断刃顿时泛起一抹诡异的血光。他机缘巧合下发现，只要吸收了自己的血，这断刃便会锋利无比，而他的伤口更是会很快愈合。自此以后，林洛尘便时常以鲜血喂养他。林洛尘突然灵光一闪，笑道：有了。他将手中断刃收起，迅速起身收拾东西往山下走去。既然不可力敌，那便只能智取了。自己虽然打不过他们，但自己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啊。3天后，深山内的湖泊边缘，林洛尘靠在一座孤坟旁边喝酒，身前支招一根鱼竿正在湖边垂钓。他落寞地拿酒壶碰了一下目前打开的酒壶，语气有几分惆怅：老林，好久不见，但我很快就又得走了。你一个人寂寞的话，回头我再烧几个仙子给你，活的。你放心，我有空会回来看你的。你在天有灵，可得保佑我逢凶化吉啊。林洛尘将酒水一饮而尽，而后戴上一个半遮面的铁面具，拿起鱼竿垂钓。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最后再陪你钓一次鱼吧，这一定是条大鱼。时间缓缓流逝，一直没有鱼咬钩，但林洛尘一点也不急，他手持鱼竿，目光淡然地看着天空，喃喃道：差不多该来了吧。当年自己就是在这里钓鱼，跟林昌盛开玩笑，让他送自己一个娘子，别跟他一样打光棍。结果话音刚落，那傻娘们就突然出现在半空中，直接砸进水里面。这可把当时的林洛尘吓坏了，一度怀疑林昌盛是不是在阴间当官了，这么灵验。没想到一入豪门深似海，从此自由是路人。就在林洛尘胡思乱想之际，一股剧烈的灵力波动出现，湖面上空突然一阵扭曲，一个身穿蓝白宫装的女子凭空出现。女子蓝白色的宫装都被鲜血染红，刚出现就一头栽进林洛尘身前的湖泊中。林洛尘目光淡然地看着湖面激起大片的水花，嘴角划起一抹冷冽的笑容。你终于来了，冷月霜，我等你很久了。他静静坐在岸边垂钓，淡然看着冷月霜在水中挣扎，鲜血很快染红了湖水。冷月霜灵力被禁锢，无法内循环，又不属水性，只能无助地看向岸边。救命！我不会游泳。但林洛尘无动于衷，仍旧淡定地钓鱼，让冷月霜心生绝望。不是，朋友，你救一救啊！难道这家伙是个瞎子？他无力在水中扑腾了好一会，但又身受重伤，实在没有力气游到岸边。很快，冷月霜力气耗尽，一点点地往湖底沉去，心中满是不甘，自己就这么莫名其妙淹死了。就在这时，扑通一声，一道身影从岸边一跃而下，带下无数气泡。冷月霜只见那人头戴半遮面的面具，面具下露出一双深沉似水的眼眸，眼中寒光闪烁。这一眼仿佛隔着无尽的时空，让他有种似曾相识之感。但很快，那人就绕到他身后，从背后抱着他往水面上游去。片刻后，林洛尘将呛水昏迷过去的冷月霜从水中救了上来，将他放在岸边。此刻冷月霜全身湿漉漉，美眸紧闭，俏脸煞白，仿佛9天仙子落凡尘一般。林洛尘看着我见犹怜的冷月霜，眼底闪过一抹复杂的情愫。喂，醒醒醒醒！冷月霜没有一点反应。林洛尘见状，嘴角微微上扬，扯开他的衣领。他看到了他胸前的雄伟风光，以及那块深陷深渊之中的逆命碑。林洛尘将那块小铁碑从深渊中拯救出来，拿出另一块几乎一模一样的铁碑。这是他根据记忆找城中最好的铁匠仿造的逆命碑，为此几乎倾家荡产。冷月霜才刚刚得到这逆命碑，根本没来得及细看，又修为被封，察觉不出区别。此刻正是偷龙转凤的好机会。林洛尘飞快将2条挂着逆命碑的项链互换，而后在冷月霜胸口中间重重按了几下。冷月霜，你可别死了，小爷还没找你算账呢。他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忌讳，他身上每一寸除了他自己，怕是自己最熟悉了。过了一会，冷月霜侧过脸咳出2口水，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双手按在自己胸前的林洛尘，冷月霜的美目顿时瞪大了，一脸的慌乱。林洛尘淡定地收手，云淡风轻道：行了，你可别误会，我只是在救你。还有，你可别想让我负责，不然我就把你丢回水里，听懂了没？冷月霜都懵了，但死里逃生，下意识点了点头。
呛水的感觉可太难受了，他宁愿被砍死，也不想淹死。林若尘满意一笑，将他扶起，而后猛地一撕他背后的衣衫，但这破烂的衣衫居然坚韧无比，他居然没能撕破，显然是一件法衣。冷月霜被吓到了，惊恐地捂着领口，后退了几步，警惕地看着他。你想干什么？自己都伤成这样了，这家伙还要对自己下手吗？林若尘拿起地上的酒水，淡淡道：你的伤势再不处理，我就可以趁热了。他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玉女宗，但跟着林昌盛学了不少荤话。林昌盛虽然对外八竿子打不出一个屁，但私下闷骚得很，骚话层出不穷。冷月霜虽然没听懂趁热，却知道这家伙是想帮自己。我自己可以。你确定你能够得到？那就有劳公子了。冷月霜苍白俏脸红了起来，不好意思地脱下外衫。他如今灵力尽失，根本拿不出储物界的丹药，再这样下去还真撑不到灵力恢复。冷月霜脱衣的时候扯到伤口，疼得冷汗直冒，眉头紧蹙，让人看之心碎。林若尘看着那几道深浅不一的伤口，把烈酒浇在他背上，洗去上面的血污。冷月霜倒吸一口凉气，娇躯微微颤抖。林若尘面无表情，冷静地拿出小刀点燃纸钱，烧红后给他刮下烂肉。这一次他提前做了准备，倒不像上一世那般手忙脚乱，握刀的手沉稳无比。啊！冷月霜哪里吃过这种苦，疼得眼泪汪汪，感觉自己要死了。片刻后，林若尘将早准备好的金疮药倒上去，一连倒了几瓶，才将血给止住。林若尘又拿出绷带，给他简单包扎了一下。虽然冷月霜的伤口都在背后，但包扎时候不可避免绕到他身前。林若尘以大毅力、大智慧扭开了视线，自己不能再泥足深陷了。一通操作下来，冷月霜冷汗涔涔，气喘吁吁，过了好一会才缓过劲来。谢谢公子。林若尘一言不发，收起金疮药，拦腰抱起冷月霜往自己的小木屋走去。冷月霜顿时惊慌失措，连忙道：公子，我自己能。闭嘴！你除非能飞，不然别乱动，否则我把你丢回水里面。林若尘眼神凌厉，语气冰寒，吓得冷月霜小脸煞白，缩成了一团。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林若尘有种熟悉的感觉，有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但他记忆中自己完全没见过他才对，这种熟悉感哪里来的？还有，他要带自己去哪里？总不能是扛回去当压寨夫人吧？完了，自己灵力被禁锢，也打不过他啊！想到这里，冷月霜连忙疯狂运转功法，不断冲击自己体内的灵力枷锁。林若尘哪知道他的胡思乱想，心中不断回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上一世这傻女人就是非要强撑着自己走，结果把伤口撕裂了，还浪费了不少时间，这导致后面追兵追来时候，他半死不活的，差点要了自己小命。这一世自己可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必须得让他尽快突破灵力封印，恢复战力。林若尘快步将冷月霜抱回木屋，将她放在自己床上。你尽快疗伤，伤好了赶紧离开。看着不近人情、冷漠地坐在桌边的林若尘，冷月霜有些懵逼。过了好一会，他才回过神来，弱弱道：公子好像很不喜欢我。没有，我对谁都这样。可是你在湖边一副想看我淹死的样子。林若尘淡淡道：你突然出现，我以为你是山精水怪呢，哪敢靠近。冷月霜无言以对，你当时那淡定的样子也不像是怕鬼的样子。他挣扎着下床，虚弱地行了一礼。公子，月霜正被人追杀，不便久留，公子救命之恩，日后若有机会定涌泉相报。林若尘嘴角划起一抹嘲讽的笑意。你的确涌泉相报了，但也害我被关了100年。他自然知道冷月霜在被人追杀，目标正是他身上的逆命碑。数日前，断月妖峡有阵阵仙光投影而上，照亮了半边的天空。断月妖峡周边的兰州和玄州强者闻讯而来，在玄州的玉女宗率先赶到。他们一行人虽然秘密夺得逆命碑，但消息不知怎么被妙音门得知。玉女宗在离开之际被妙音门埋伏，前来的高手几乎全军覆没。冷月霜失手被擒，最后还是顾清寒拼死救回他，用罗衣服将他送走。而顾清寒则往另一个方向突围，带走了大部分的妙音门弟子。妙音门大部分修士都以为逆命碑在顾清寒身上，纷纷追击而去。冷月霜虽然逃出升天，但落在这穷山恶水中，灵力被封印，还跌入了湖中。如果不是林若尘相救，她堂堂玉女宗圣女，怕是会憋屈地淹死在湖中。按林若尘上一世的记忆，妙音门的人很快就会追上来了。见林若尘一言不发，冷月霜迟疑道：公子。林若尘只是把房门让开，淡淡道：慢走，不送。直到出门，看着木门啪的一声关上，冷月霜都没回过神来。我是谁？我在哪里？他居然完全没挽留，真让我走了。虽然他也没指望林若尘留他，但他挽留都不说一句，还是让他心中落差。从小到大，他哪里受过这种冷遇？
冷月霜不由委屈的回眸看了紧闭的木门，步履蹒跚离开。林洛尘看着冷月霜离开，并没有阻拦，因为他知道这女人倔得很，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而且既然东西已经到手，他也没有阻拦冷月霜的理由和必要了。外面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跟林洛尘印象中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他没追出去。林洛尘从怀中拿出一条铁质项链，上面挂着一块古朴铁牌，这正是他趁冷月霜落水昏迷之际从他身上调包的逆命碑。这面小铁碑正面镌刻逆命二字，背面有密密麻麻的小字，根本看不清。林洛尘用血色缎刃在上面轻轻一划，虽然发出刺耳的声音，却根本伤不到分毫。他往逆命碑内注入灵力，但他才勉强踏入炼气一层，灵力如泥牛入海。林洛尘也不气馁，低声念诵宿命轮回诀，果然逆命碑发出阵阵亮光，但似乎是他的灵力不足，无法开启，逆命碑很快就又暗淡了下来。林洛尘确定这的确是那块逆命碑，将它重新揣回兜里。东西到手，他看了一眼木屋，迅速起身离开这是非之地。但林洛尘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倒在雪地之中的冷月霜。这女人跟上仪式一样，离开没多久就伤重倒在地上了。林洛尘看着慢慢被雪花覆盖的冷月霜，又看了一眼天色，无奈摇了摇头。他上前一把将冷月霜抱起，往远处的群山中飞快走去。看天色，那姓罗的妖女还没来，自己先把她丢到山洞，也算仁至义尽。一夜夫妻百日恩，自己跟她有2次露水情缘，就她2次扯平了。冷月霜被他抱在怀中，寒意被驱散，迷迷糊糊睁开眼看着他。这家伙既然讨厌自己，为什么还要救自己呢？林洛尘跟上一世一样，将冷月霜带到了山间打猎灵石住的山洞。山洞很深，他把洞口略微遮掩，在洞内点燃枯木。林洛尘扶起迷迷糊糊的冷月霜，拿着酒葫芦对着他的樱桃小嘴灌酒。冷月霜被烈酒呛醒，瞪大眼睛无助看着他，小手乱抓，感觉自己都要呛死了。林洛尘这才松手，冷月霜被烈酒呛得咳嗽连连，小嘴微张，嘴角挂着酒水，一脸潮红。看着他这表情，林洛尘突然想起众生前的那一幕，不由暗骂一声：喂喂，你是玉女宗圣女，能不能别摆出这么色气的表情？片刻后，随着篝火和烈酒驱散寒意，冷月霜终于缓了过来。公子又救我一命，月霜无以为报，日后。林洛尘喝了一口酒，驱散寒意，淡淡道：我缺个娘子，以身相许如何？冷月霜看着他用自己喝过的酒葫芦，顿时满脸通红，尴尬不已。公子说笑了。说笑？我认真的。林洛尘上下打量他，吓唬道：丑是丑了点，但看样子也饿不着孩子，而且屁股大好生养。这样吧，我救你2回了，你就以身相许，留下来给我生孩子吧。冷月霜 Sigma， 他连连摇头道：公子，我是玉女宗的，终身不嫁的。林洛尘浑不在意，我管你玉女宗还是玉女宗，你就说你是不是女人，能不能生孩子吧。是，但林洛尘打断道：是女人，能生孩子就行，我不介意你长得丑。冷月霜哪里见过这种霸王理论，更是第一次被人嫌弃丑，整个人脑袋嗡嗡的。坏了，这家伙不会霸王硬上弓吧？这位公子真不行啊，你换个要求吧。磨磨唧唧的，算了，反正你长得这么丑，我也不喜欢。林洛尘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而后终于图穷匕现了。这样吧，你们不是有什么丹药、灵石、功法、符箓、法宝吗？都给我来点。冷月霜再次被他吐槽丑，也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生气。他尴尬道：我灵力被禁锢，东西都在储物间，拿不出来。林洛尘没好气道：那你还磨磨唧唧什么？赶紧突破禁锢，把宝贝给我啊！还不赶紧突破，回头罗瑶瑶那妖女追上来，你连跑都没机会。冷月霜啊了一声，劝说道：公子，真有人追杀我，你还是快走吧。林洛尘恶声恶气道：少废话，我看你分明是想赖账，赶紧的，拿了东西我就走。冷月霜脑袋一缩，不敢吭声，老老实实盘膝坐定。可恶又不讲道理的野人，等妙音门的妖女来了，我看你还蛮横不蛮横。但冷月霜还是担心连累了他，只能疯狂冲击体内的封印。之前顾清寒送走他时候，已经给他冲破大部分封印，他只需要时间即可破封。林洛尘看着冷月霜，神色有些复杂。这蠢女人不仅分不清楚轻重缓急，还一点脾气都没。她太上忘情诀境界不够高深，还是第一次外出，不谙世事，清澈又懵懂。正是最好骗的时候。也不知道顾清寒为什么这次会带她出来，还放心的把逆命碑交给了她。上一世林洛尘没深思，此刻却察觉到了不对劲。难道这女人跟逆命碑有什么关联不成？林洛尘想不明白，只能喝了一口烈酒，暖了暖身子。曾经他不喜欢喝酒，但在玉女宗多年，却养成了戒酒消愁的习惯。
这在城中随便买的烈酒，自然比不上玉女宗的琼浆玉露。但在他看来，这便宜的烈酒却更有人间烟火的味道。冷月霜在冲破封印，林洛尘又看了一眼天色，确定妙音门的罗夭夭应该还没追来。罢了，送佛送到西，自己等他突破封印再走吧。自己可不是担心他，只是想从他身上拿点灵石和宝贝，方便日后修炼罢了。至于冷月霜恢复修为会不会恼羞成怒，林洛尘跟他知根知底，又怎么会不了解这个时期的他呢？他要是能杀自己，就不会跟自己纠缠100年，至死不忘了。想到这里，林洛尘怅然地靠在墙边，默默运转宿命轮回诀。此刻他识海中的那朵青莲即将全部亮起，让他好奇当他亮起之际会发生什么。难道是再次时间回溯，又或者是发现一切不过是黄粱一梦，只是死前的幻想？不知道过去多久，随着一股灵力波动散开，冷月霜缓缓睁开眼睛，他体内的太上忘情诀重新运转，修为失而复得，心境也平复下来，眼眸平静如水。冷月霜看向林洛尘，却惊讶发现这家伙身上居然有灵力波动，他是修士。想到这里，他眼眸一寒，警惕地看着他，俏脸一片冰寒。林洛尘虽然知道太上忘情诀能影响心境，但看到他这眼神，还是气不打一处来。看什么看？修为恢复了，你还想赖账不成？清冷若仙的冷月霜顿时破功了，连忙摇了摇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林洛尘看着冷月霜的眼神迅速变得清澈，伸手道，东西呢？冷月霜乖乖拿出不少灵石、符箓、一次性法宝放在地上，忐忑看着他，这些够吗？这家伙虽然是修士，但修为实在是太低了，大概是某个散修的后人在这深山中的修炼和打猎吧。林洛尘不满道，你的命就值这么点？冷月霜连忙又往外掏了不少宝贝，就差没把自己的贴身衣物交出来了。公子，玉女宗的功法我不便外传，而且我还得留点东西应对敌人。林洛尘虽然成功骗到宝贝，但看着他清澈又愚蠢的眼眸，又恨铁不成钢。冷月霜看到他的眼神，忐忑道，公子，我身上只有这些了，我若侥幸逃出升天，日后定然回来报答公子救命之恩。林洛尘点了点头，用他给的储物袋将地上的东西收起来。冷月霜连忙道，此地危险，公子还是尽快离开吧。林洛尘看了他一眼，嗯了一声，淡淡道，记住你说的，可别死了。他站起身来，毫不迟疑地往外面走去，把冷月霜看傻了。原来你守着我这么久，还真就为了拿我的宝贝啊？亏我还心存幻想，觉得你是冷面心善，想保护我呢。这一刻，冷月霜终于知道话本里面都是骗人的。不过看着林洛尘离开，他心头大石还是落下。虽然这家伙态度不好，但终究救了他2次，他不希望连累他丧命。但冷月霜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脸色微变，扭头看向山洞外。另一边，林洛尘出了山洞，把洞口遮掩一下，便迅速离开。经过上一世的毒打，林洛尘对英雄救美没兴趣，毕竟他才刚刚炼气1层，而即将到来的妖女罗夭夭那可是出窍境的修士。要知道，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出窍、合体、洞虚、大成、渡劫9大境界，每隔一个境界差距都是巨大的。连元婴巅峰的冷月霜都不是罗夭夭的对手，自己拿头跟那妖女打啊。如今在自己的帮助下，冷月霜提前恢复修为，自保无虞，自己也可以功成身退了。想到这里，林洛尘抬头看去，而后瞬间头皮发麻。只见一道紫色的流光从远处飞来，而后悬停在群山之上。来人是一个衣着暴露的女子，一袭紫裙只能堪堪遮住要害，胸前大气磅礴，呼之欲出。她目光在群山之间扫过，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林洛尘迅速躲在树后，一脸难以置信，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来得这么快。此女不是别人，正是妙音门的妖女罗夭夭。在林洛尘的印象中，这妖女明明是在今夜虚时才追上门来的，但如今才有时，刚刚日落啊，她为什么就提前来了？冷月霜提前恢复修为，你也提前过来，这他妈合理吗？你是在她身上装了心灵感应是吧？林洛尘冷汗直冒，心思急转，只想尽量隐藏自己的气息。上一世他在虚时被冷月霜赶走，结果在离开途中遇到了罗夭夭。罗夭夭直接以瞳术控制了林洛尘，借他找到了冷月霜的藏身之所。冷月霜不敌罗夭夭，被迫带着林洛尘用魔衣服离开，结果误入断月妖峡。两人一路躲藏，最终还是被罗夭夭追上，中了他的罪禁烟。最后林洛尘跟冷月霜阴差阳错有了夫妻之实，本以为会落入敌手，谁料恰逢血月出世，断月妖峡的妖兽集体暴动，给冷月霜争取到了时间。最后在林洛尘的倾囊相助下，冷月霜突破出窍境，最终反杀了来敌。林洛尘本以为这一世自己提前离开能逃过一劫，谁知道罗夭夭也提前到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也只能祈祷罗夭夭千万别看见自己。但事与愿违，林洛尘隐隐感觉到似乎有东西在自己身上扫过，下一秒，一道紫光飘落，罗夭夭出现在林洛尘面前，把他吓了一跳。林洛尘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忐忑道：“你是人还是山精鬼魅？”罗夭夭轻移莲步，整个人贴在林洛尘身上，凶气逼人，呵气如兰。姐姐啊，是天上的仙子，下来问小哥你一件事。他这妖娆妩媚的模样，林洛尘装出一副色与魂兽的样子，目光随波逐流。仙子请问。罗夭夭眼中亮起紫色的光芒，笑道：“小哥，你可有见过一位身着白色宫装的女子？”林洛尘只感觉脑袋嗡的一声，似乎能为眼前女子付出一切。他正想脱口而出，但识海中的青莲猛地一摇，瞬间将他惊醒。林洛尘恢复了理智，却装出一副被失魂落魄的样子。什么女子？我不知道啊。罗夭夭眉头微皱，却又问道：“那小哥为何在这里？”林洛尘老实道：“我乃是山中猎户，在此打猎，准备回家。”罗夭夭看着他脸上的面具，突然伸手一摘，笑道：“没事带什么？”他话还没说完，就痴痴看着林洛尘的脸庞，忍不住喉咙微动。眼前男子剑眉星目，俊朗不凡，身材更是健壮而结实，充满阳刚之气。没想到这深山老林还有这等俊朗不凡的美男子，真是让姐姐欢喜。林洛尘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傻傻站在原地，有些啼笑皆非。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好看，只知道山下城中想招他入赘的女子不少，城中赵家那风韵犹存的寡妇更是愿意将万贯家财都给他，只为与他长相厮守。在玉女宗的时候，他也用美男计策反了不少女子，帮他逃出玉女宗。但林洛尘实在没想到，这长相居然又给他惹麻烦了。罗夭夭媚眼如丝的看着林洛尘，伸手在他脸庞轻轻抚过，舔了舔红唇。居然还是个元阳未泄的小初哥，难得遇到这么极品的美男子，可不能错过了。他脱下身上的上衣，显山又露水的倚靠了上来，轻抚林洛尘的胸膛。啊，这年轻又健壮的身体，真让人着迷啊！林洛尘虽然两世为人，但哪里见过这场面，差点忍不住想往后躲。坏了，遇到女流氓了！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居然要在这荒郊野外对自己行那苟且之事，礼义廉耻呢？道德呢？罗夭夭贴在林洛尘身上，却发现这家伙不识抬举，无动于衷，不由错愕，抬头看着他。林洛尘见他这恬不知耻的样子，顿时拳头都硬了。既然反抗不了，自己也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闯一闯这龙潭虎穴了。罗夭夭咯咯一笑，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上，俯身上来，略微遗憾：“如此俊朗的小哥，要不是还要去抓那小妮子，姐姐都不忍心吸干你了。不过你放心，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姐姐不会让你死得太痛苦的。”正打算以身似虎的林洛尘懵了，这是什么龙潭虎穴，如此凶险？林洛尘没想到这妖女居然想一次性榨干自己，不由暗骂一声：“这是货真价实的逼供啊！要不自己还是老实招供吧，反正冷月霜有挪衣符也死不了。”不想坐以待毙的林洛尘正打算开口，一道皎洁的月华从远处倾泻而来，直奔罗夭夭后背。与此同时，一声清冷的娇喝传来：“妖女，受死！”罗夭夭在冷月霜出手的那一刻就感应到了灵力波动，迅速回身施法。他飞快凝聚出数条紫绸挡在身前，但突然一只大手从身后环住他脖子。罗夭夭以为林洛尘被情欲控制向他求欢，正打算推开他，但下一秒他突然感觉脖子一疼，不由瞪大了眼睛，手中动作一顿，那只大手握着一把断刃插在他如玉的脖子上，而后猛地用力一划，鲜血喷涌而出。随着轰的一声，分神的罗夭夭被月华击飞出去，鲜血洒落而下。林洛尘割喉以后，第一时间后仰贴地。罗夭夭被击飞后，他更是片刻不敢停留，迅速翻滚到一旁。下一秒，一条紫色绸缎打在原地，在地面炸出一个大坑。林洛尘飞快起身，一道白色的身影掠过，拽起他便腾空飞掠而起。你，哼！罗夭夭捂着血流如注的脖子，想开口，却根本说不出话。他又惊又怒，没想到冷月霜居然还在这边，甚至就在他的附近。冷月霜之前被他们妙音门所擒的时候，中了他们的追踪印记，但不知为何，在冷月霜挪移后，追踪秘术只能感应到他的大概方位。直到不久前，印记突然显示了清晰的位置，罗夭夭连忙追了过来。虽然印记在半路上又变得模糊不清，但他还是锁定了这个方向搜查。结果来到这边以后，印记就彻底消失了。罗夭夭以为冷月霜早已经恢复修为，是故意用印记误导自己，才放心寻欢作乐。不曾想冷月霜居然没走，还暗算了自己。而这看着弱小的小子，居然能摆脱自己的媚术，甚至还能抓住机会把自己割喉了。要是他那把断刃再长点，自己怕是就要分头行事了。
割喉对普通人自然是要命的，但对出窍修士而言却并不致命。只是那断刃上似乎淬毒了，他的伤口一时半会居然愈合不了。喷涌的鲜血洒在雪山之上，很快将雪山都染红，看上去触目惊心。险些阴沟里翻船的罗夭夭不敢轻举妄动，警惕看着四周，直到发现冷月霜居然逃了，罗夭夭才回过神来。这女人根本没恢复，还是重伤之躯。那这不是陷阱，只是他迫不得已的救人之举。这小子对他很重要吗？罗夭夭顾不上穿衣，迅速腾空而起，向着两人追去。此刻他恨不得将林洛尘碎尸万段，那双妩媚的眼睛中满是杀意和愤恨。罗夭夭果断放出信号弹，而后对着两人紧追不舍。与此同时，他挥手甩出一条条紫色的绸缎，向着冷月霜和林洛尘绑去。冷月霜手中握着一把泛着白光的长剑，不断挥舞，将袭来的紫绸给逼退。他一心想逃，罗夭夭虽然想留他，但一时半会也奈何不了他。妙音门最为出名的，当属配合声音施展的神魂攻击天魔音了。但如今罗夭夭被割喉，话都说不了，更别提用天魔音了。林洛尘看着上半身被鲜血染红，如同美艳女鬼一般穷追不舍的罗夭夭，不由暗暗啧舌。该死，这些修士的生命力真顽强啊！这白馒头都变血馒头的一幕给他内心造成了阴影，更加坚定了林洛尘道心，自己绝不能再重蹈覆辙，阴沟里翻船了。片刻后，罗夭夭终于止住了血，突然妩媚一笑，银铃一般的声音在四周回荡：月霜妹妹，你不惜舍命相救，这小子该不会是你的小情郎吧？他的声音妩媚撩人，千回百转，仿佛情人在耳边轻语。林洛尘脑中嗡的一声，眼神瞬间迷离了起来，顿时各种幻觉纷至沓来。冷月霜也神情恍惚了一瞬间，心中暗道不妙。妙音门的天魔音。罗夭夭趁机口中吐出一股粉色的迷雾，飞快笼罩四面八方。月霜妹妹，还有那可恶的小子，你们就别逃了，乖乖束手就擒吧。林洛尘闻到一股芳香扑鼻而来，身体一阵燥热，满脑子都是男女之事。他识海中青莲摇曳不断，艰难地为他找回一点清明。冷月霜连忙道：小心，这是妙音门的醉情烟，能催动情欲。他第一时间屏气，手中长剑挥舞不断，想将滚滚的粉色烟雾给驱散。但一道道紫色绸缎从雾气中窜出，如同灵蛇一般从各种刁钻角度袭来。冷月霜本就不是罗夭夭的对手，身上的伤势也没恢复，很快就落入下风。此刻罗夭夭妖娆的声音在雾气中回荡，带着一股勾人心魄的力量。月霜妹妹，你没享受过作为女人的快乐吧？今天姐姐给你上一课，包你回味无穷，再也不想回去当那清心寡欲的剩女，你意下如何？冷月霜骂道。恬不知耻。罗夭夭故意喘息几声，娇笑道：怎么就恬不知耻呢？阴阳调和乃是根本之道，没有你眼中恬不知耻的男女之事，你从何而来？要是人人都像你们玉女宗那般，人族怕是早就灭族了。冷月霜不再与他争辩，因为这短短片刻，他身上的伤口再次裂开了，他体内的灵力没完全恢复，又带伤作战，根本不是罗夭夭的对手。林洛尘艰难道：快走，他的援兵快来了。眼看自己都开始被醉情烟和天魔音影响，冷月霜飞快拿出一张符箓激活，随着一阵空间扭曲，冷月霜带着林洛尘迅速消失在原地。挪移符。罗夭夭冷笑道：小妮子，我看你有几张挪移符，你逃不掉的。他在原地等候片刻，十几道流光从四面八方飞至，却是一个个美艳动人的女子。罗长老。罗夭夭此刻已经穿好衣服，但一身血污掩盖不住，整个人带着一股煞气。走，跟我追。他们在断月妖峡内，虽然印记已经被冷月霜抹去了，但他还是凭借醉情香的残留气息锁定了大概的方位。众弟子不明所以，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吗？但他们不敢多问，应了一声，跟着罗夭夭向着断月妖峡深处飞去。断月妖峡内一片荒芜的深山老林中，冷月霜带着林洛尘出现在半空中，而后往下坠落。远处一只巨鹰留意到两人，翅膀一收，向两人俯冲而下，利爪泛起寒光。冷月霜迅速反应过来，手中长剑化作流光飞出，带着一道道剑气。巨鹰长鸣一声，羽翼一展，迅速拉高，而后一阵狂风席卷而下，剑气穿透狂风，直接刺中那巨鹰，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鲜血混杂着羽毛洒落而下。巨鹰意识到他不好惹，悲鸣一声，迅速振翅离去。冷月霜接住倒飞回来的长剑，带着林洛尘落在地上，张口吐出一口血来。但他顾不得更多，迅速跟林洛尘拉开距离，警惕地看着他，唯恐他兽性大发，毕竟这家伙可是吸入了不少醉情烟，自己都差点扛不住了，更何况他。林洛尘面红耳赤，目光灼灼看着他，感觉身体燥热无比，想找地方宣泄。该死，罗夭夭那妖女怎么这么快就对自己用醉情烟了？
难受，极为难受。林洛尘完全扛不住这醉情烟，身不由己扑了上去。冷月霜想要推开他，但全身乏力，反而显得有几分欲拒还迎。不要！美人如此模样，林洛尘再也控制不住，直接吻了上去。冷月霜嘤咛一声，体内醉情烟感受到男子的气息，瞬间爆发，让他意乱情迷。林洛尘贪婪吮吸着他的气息，恨不得将他跟自己融为一体，情不自禁翻山越岭。冷月霜傻眼了，仅存的理智推了推他，口齿不清道：“不要！”林洛尘理智却已经阵亡，感觉隔靴搔痒不舒服，正打算撕开他的衣物，直接开门见山。就在林洛尘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此刻他识海中的青莲终于彻底亮起。青莲摇曳不已，林洛尘只感觉一股清凉之意从头浇灌而下，而后怕不已，自己不能再探虎穴了，这是真要命的。这股清流不仅流经他体内，更是通过他的嘴渡给了冷月霜。冷月霜也迅速冷静下来，太上忘情诀终于生效。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林洛尘，下意识推开了他。林洛尘踉踉跄跄后退几步，感觉那股清流在体内流转，整个人都轻松起来。他本能的运转宿命轮回诀，那股清流迅速向着他的双眼汇聚而去。刹那间，他眼中的世界变了，眼前冷月双头悬一轮明月，身上笼罩一股圣洁的月光，仿佛月神降临一般。但此刻这月神有淡淡的粉色烟雾，周身更是有一朵朵桃花盛开的意象。冷月霜推开林洛尘后，失去清流的镇压，残留的醉情烟又发作了。他发现眼前的林洛尘身上有股飘逸出尘的感觉，被他看得脸红心跳。这家伙原来长这样啊！自己还以为他长得太丑，才以面具遮脸呢，谁知道长得这么好看。被醉情烟干扰的冷月霜感受到异性的魅力，眼神有些迷离，说话都如同梦呓一般。你没事吧？林洛尘回过神来，抬起手中血色断刃，警惕地后退2步。我没事，但你好像有点不对劲。冷月霜被戳破心事，顿时俏脸红得跟血一样，赶紧服下一颗解毒丹。没有的事，你别胡说。他不敢再看林洛尘，也不敢提及刚刚的事情，悄悄摸了摸红唇。冷月霜扶着一旁的树木，微微喘息着，极力运功逼出毒烟。林洛尘也不敢看他，扭头环顾四周，发现四周飘散着一股浓浓的青色气息。他错愕不已，自己居然能看到妖气。当看到不远处的一棵参天巨树，以及远处的云间的黑山，他脸色微变。这是万福山附近上一世，他跟冷月霜也是落在了这棵参天巨树附近，最后逃到远处的万福山。这次两人的落点跟上一世有所偏差，但大差不差。但按以前冷月霜跟自己所说，每一张挪衣符的落点都是随机的才对，为什么自己两人又出现在这里？此刻林洛尘感觉到了命运对自己的深深恶意。该死的，这贼老天就非要自己鼎力相助，倾囊相授吗？但很快林洛尘就冷静下来，猜到了大概缘由。虽然每一张挪衣符由于符文有细微不同，导致彼此挪移方向和距离不一样，但其实每一张挪衣符在画好的那一刻，挪移方向就已经固定了。冷月霜用的估计是同一张挪衣符，使用地点也差不多，所以落点也偏差不大。不过这挪移的落点跟上一世基本一致，倒是对林洛尘没什么害处，起码这条路线他还算熟悉，不至于两眼一抹黑。林洛尘回看冷月霜，却见她周身的粉色气息淡了不少，月华再次笼罩，但月光下她蓝白色的衣裙在被渗出的鲜血染红，看上去触目惊心。林洛尘知道冷月霜的伤口再次裂开了，不由叹息一声：你为什么要出手救我？直接走了不好吗？冷月霜抬头看着他，老实道：你救过我，我不能见死不救，而且我也只是想试试罢了，如果是不可为，我也会用挪衣符逃走的。林洛尘知道他追求道心无碍，念头通达，但他这样让他念头不能通达了。你还有挪衣符吗？冷月霜摇了摇头道：没了，刚刚是最后一张了。根据上一世的情况，林洛尘知道最多2天罗夭夭就会追上来，自己如果不干预，这傻女人肯定得失手被擒。罗夭夭有些心理变态，就想要看冷月霜这玉女宗的圣女堕落。自己如果一走了之，谁知道那妖女会去哪里找个男人来折磨冷月霜呢？万一她再变态点，找个不是人的呢？冷月霜终究是为救她暴露的，林洛尘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女人被人亵渎。最重要的是，他没得选，置身在断月妖匣内部，离开冷月霜，他会死得更快。想到这里，林洛尘无奈道：走吧。冷月霜茫然道：去哪？林洛尘淡淡道：当然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你还能走吗？冷月霜走了2步，勉强道：应该没问题。他话还没说完，林洛尘就上前拦腰将他抱起，吓得他惊呼一声：我自己可……他话还没说完，林洛尘就冷漠扫了他一眼：少逞强了，命都要没了，还矫情什么呢？
冷月霜也算了解他的性格，弱弱的哦了一声，老老实实缩在他怀中。反正已经被他抱过一次了，再抱多一次也不算什么大事吧。林若尘遮掩住地面的血迹，便认了一下方向，向着其中一个方向狂奔。他奔跑的动作不小，两人之间不可避免有肢体接触，但冷月霜发现林若尘尽量避免触碰他的伤口和敏感部位，不由心中微暖。这家伙不凶的时候也不算太可恶嘛。此刻他残毒未消，看着林若尘棱角分明的脸庞，不禁俏脸微微泛红，想入非非。林若尘突然低头皱眉道：你不赶紧调息恢复，看着我干什么呢？该死，这女人不会又看上自己了吧？冷月霜啊了一声，顿时面红耳赤，连忙默念太上忘情诀。自己在胡思乱想什么呢？还被抓了个现行，好丢人啊！林若尘抱着冷月霜继续前行，一路上尽量避开那些妖气浓郁的地方。有些妖气上方还有黑云，又或者泛着血光，他推断应该有妖兽潜伏在内。林若尘一路留意着周遭妖气的变化，小心翼翼游走在各种妖兽边缘，而他所过之处还真一头妖兽都没碰到，证明他的猜测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林若尘发现那青莲上的光芒正逐渐暗淡下来。这神奇的旺气术居然还有时间限制。冷月霜见他绕着一片沼泽行走，不由好奇道：沼泽中有什么吗？林若尘连忙压低声音道：小声点，里面有一条赤灵蛟。冷月霜愣了一下，错愕道：这怎么可能？赤灵蛟不习水，怎么会在沼泽中？林若尘淡淡道：赤灵蛟虽然不习水，但产卵的时候会在沼泽之中。你若是不信，大可以过去试试，被蛟追的时候可别往我这边跑。上一世两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踏入了正在产卵的赤灵蛟领地，冷月霜被迫与赤灵蛟交手，还引来了2个妙音门的弟子，燃血才得以脱身。不过也因此暴露了位置，引来了罗瑶瑶等人在地毯式搜索下被发现。最后强弩之末的冷月霜中了醉情烟，带着自己逃入了万福山。如果不是恰逢血月，妖兽暴动，两人怕是要大庭广众下上演活春宫了。冷月霜突破后恼羞成怒，反杀罗瑶瑶，但还是身陷重围。如果不是顾清寒及时赶到，林若尘跟冷月霜就落于妙音门之手了。冷月霜对此一无所知，听林若尘说的头头是道，这才想起了相关记载。那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赤灵蛟？林若尘云淡风轻道：我是猎人。涉世未深的冷月霜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小脑袋不断冒出各种问号。现在凡俗的猎人这么厉害的吗？他将信将疑，而林若尘走过沼泽后将他放下，从储物袋中拿出几枚灵果丢在沼泽中间。没等那几枚熠熠生辉的灵果落地，林若尘就抱起冷月霜一顿狂奔。身后沼泽传来动静，但林若尘早跑远了，沼泽中的赤灵蛟也就没露头。冷月霜心有余悸道：我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你不用这样证明给我看的。从刚刚沼泽下传出的气息，他已经确认了沼泽下的确有一条赤灵蛟灵。洛尘无语道：你想多了，我只是给妙音门的妖女留点惊喜罢了。冷月霜啊了一声，而后突然意识到什么，瞪大了美目：公子怎么知道他们是妙音门的？林若尘心中一惊，表面却稳如老狗：那不要脸的妖女说的，而且你刚刚不是说了那是妙音门的醉情烟吗？冷月霜哦了一声，但总觉得这家伙好像有哪里不对劲。林若尘抱着他，按着记忆中的路线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此地的妖兽大多有领地意识，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林若尘绕开妖气浓郁之地，七拐八弯地游走在妖兽领地边缘。冷月霜看得莫名其妙，不过两人一路上还真没碰到什么妖兽，让他又惊又奇。这家伙到底怎么做到的？但常在岸边走，哪有不湿鞋？林若尘突然发现远处一股妖气向他们两人涌来，猛地扭头看了过去。什么妖兽？至于这么饥饿吗？林若尘心中刚刚升起这个念头，眼前顿时浮现出一幅画面，那是一只丈长的剑齿虎，全身伤痕累累，斗争落败被驱赶到此的场景。他趴在雪地上，听到了林若尘的脚步声，兴奋地起身向两人狂奔而来。元阴镜。看到这幅画面后，他眼前的世界顿时恢复原样，再也看不到妖气了。那朱青莲也暗淡下来，再次积蓄力量。林若尘回过神来，二话不说把冷月霜扛肩膀上，拔腿就跑。有妖兽来了，准备动手，别留下你的痕迹，最好能模仿妖兽出手。冷月霜感受到屁股上的大手，顿时俏脸通红，却还是下意识长剑在手。但他神识扫出去，却没发现什么妖兽的踪迹。冷月霜正准备发问的时候，神识突然感应到一只巨虎向着两人直追而来。他都懵了，这家伙怎么比自己还先一步知道有妖兽？但来不及多想，他手中飞快掐诀，凝神以待。林若尘腾出一只手，不断向着远处林间丢出一颗颗灵果，口中发出阵阵狼嚎声。片刻后，林中风声大作，一只巨虎咆哮一声，
从林中窜出，向两人扑来。冷月霜早有准备，趴在林洛尘肩头，一指指出，锋刃将巨虎击飞出去。那巨虎爬了起来，咆哮一声，正欲再战，突然林中响着阵阵狼嚎声，却是这边的疾风雪狼群被林洛尘惊动，飞快从林间跑出来，足足10几只。林洛尘扛着冷月霜跃上树枝，不断在林间腾跃，迅速远去。而疾风雪狼兵分两路，其中几只追向两人，剩下的则不断围殴那只巨虎。一时之间，虎啸狼嚎，场中激战成一团。而林洛尘扛着冷月霜，趁机开溜。片刻后，林洛尘甩开狼群，气喘吁吁地来到极为隐蔽的丛林中躲着。冷月霜趴在他肩膀上，不好意思道：“你放我下来吧。”林洛尘将他放下，询问道：“你现在能对付元婴初期的妖兽吗？”冷月霜点头道：“应该可以。”林洛尘闻言，小心翼翼扒开被雪花覆盖的树木，露出一个极为隐蔽的山洞，里面是一头冬眠中的铁背熊，力大无穷，腹部和眼睛是他的弱点，速战速决，尽量不要散发出任何动静，不然就前功尽弃了。冷月双神识扫进去，果然察觉到了一股极为隐蔽的妖气在内。他甩下几面阵旗，将此地的动静给隐藏起来，而后小心翼翼走了进去。里面果然是一头巨大的铁背熊，正在洞中休眠，察觉到动静突然睁眼。冷月霜二话不说，手中长剑分化出上百道剑光，绕着那铁背熊狂轰滥炸。铁背熊咆哮一声，地上冒出一块块土墙将它护住，而后土刺沿着地面向他刺来。片刻后，冷月霜捂着肩膀走了出来，血水再次透过伤口渗透出来。可以了，但你怎么知道里面是头元婴初期的铁背熊？林洛尘走进来山洞中，拿出手中的断刃，熟练地将那头雄狮给解剖。不要用你的无知怀疑我的专业，我是猎人。冷月霜不明觉厉，但心中疑惑更甚。猎人真能站在洞口或者湖边，就连是什么妖兽都知道了。见林洛尘准备解剖，他好心提醒道：“这铁背熊皮糙肉厚，一般兵器。”他话说一半就住嘴了，因为他发现林洛尘已经从雄狮里掏出一枚金色的内丹。冷月霜感觉自己的世界观被颠覆了，怀疑自己跟不上时代了。现在凡俗的猎人这么厉害了吗？山洞幽深狭长，洞口隐藏在杂草之中，极为隐蔽。洞内有一口胀大的灵泉，此刻已经被寒冰冻结，冒着寒气。林洛尘取走妖丹后，让冷月霜拿出火焰符，将雄狮给毁尸灭迹。他砸开冰面，用酒葫芦装满泉水，而后洗了把脸才放心下来。有惊无险，总算没重蹈覆辙，应该能撑到血月降临吧。但林洛尘始终耿耿于怀，罗瑶瑶为何会提前到来？难道是冷月霜破风时候的灵力波动？还是说因为这一事自己取走了逆命杯？事实也正如他所料，逆命杯具有蒙蔽天机、隐藏气息之效。虽然他还没认主，但在一定范围内还是能干扰冷月霜身上的印记。但冷月霜离开林洛尘，昏迷在雪地中的时候，就将位置暴露了。林洛尘心中有所猜测，也就不敢离冷月霜太远了。谁知道他身上有没有在种什么追踪术法？你赶紧疗伤吧。冷月霜嗯了一声，却迟疑地看了一眼那一汪清泉。公子，我想清洗一下伤口，你能否回避一二？林洛尘看了一身狼狈的他，提醒道：这水很凉，你可别直接用来沐浴，你现在的身体扛不住，会生病的，我可不想照顾你。还有，水底直通其他地方，有暗流，还有妖兽，你小心点。冷月霜一脸茫然，这你也知道，这家伙居然还这么细心，会关心自己。林洛尘没理会他的惊讶，走到不远处背对着他，目光看着洞外。冷月霜虽然是修士，但根本不练体，体质并不比普通人好哪里去。他受伤在先，而后又是落水，又是中毒，再在这种寒潭中沐浴，根本扛不住。上一世就病得奄奄一息，害自己忙得手忙脚乱，还培养了该死的感情。自己必须将他对自己的感情扼杀在摇篮之中，不给任何机会。我知道了。冷月霜看着他的背影，嘴角微微上扬，丢出几面阵旗遮掩住四周。他脱下破破烂烂的衣裙，施展术法引动水流飞起，加热后才清洗伤口。冷月霜不时看向林洛尘，见他完全没有转过头的意思，这才放心下来。难道自己在他眼中真就那般丑陋不成？这深山野人什么审美吗？林洛尘听到身后哗啦啦的水声，看似不动如山，却不由自主脑补出身后的画面。他自然知道身后女子那严严实实的衣裙下藏着一具多么妖娆的娇躯。林洛尘血气方刚，又食髓之味，忍不住想入非非，但他还是按下心中旖旎，开始分析两人目前的处境。如今只要等2天后血月降临，顾清寒那娘们和他的援兵就会到来。自己没碰冷月霜，顾清寒总不能再抓自己回玉女宗吧？但他总觉得那女人不能以常理治之，还是更倾向于到时候找机会开溜。林洛尘宁愿冒着被妖兽吃了的风险，也不想再被囚禁在玉女宗上。
但万一罗夭夭追来了，自己该不该以身饲虎？想到这里，他心乱如麻，犹豫不决起来。片刻后，冷月霜清冷又动人的声线从身后传来：“公子，可以了。”林若尘回过头，只见冷月霜一袭蓝白的长裙，一头乌黑的长发放在胸前，清冷之中却又带着些许柔弱。虽然已经看过无数次，但冷月霜的绝世仙颜还是这么具备杀伤力。上一世，林若尘曾经无数次骂自己鬼迷心窍，小头控制大头，但每每看到冷月霜，他又觉得自己栽得不冤。哪个男子经得住这种考验？这女人长得好看就算了，那身材更是一绝，让人欲罢不能。冷月霜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感觉自己像一丝不挂站在他面前，忍不住躲了躲。公子，林若尘回过神来，暗暗后怕，连忙扭过头去，不敢多看。赶紧调息吧。冷月霜嗯了一声，递出一枚玉简。公子，这是敛息术，能收敛气息和生命波动。这本是玉女宗功法，但他也顾不得这些了。林若尘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不客气地收下了玉简。冷月霜盘膝坐下，给自己施展治疗术法，开始恢复起来。林若尘整理了自己手上的符箓和丹药以后，也默默坐下修炼那敛息术。不知道过去多久，冷月霜缓缓睁开眼，却见林若尘在默默啃着干粮，他这才想起眼前的男子只是练气，还做不到跟他一样不吃不喝。公子，你怎么随身带着干粮？林若尘总不能说自己当时准备下山跑路，只是随口敷衍过去。猎人进山自备干粮，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冷月霜尴尬道：“我没带屁股蛋，幸好公子你自带干粮了。”林若尘都懒得吐槽了，上一世他饿了2天，导致以静制动后都没力气跑了。你伤势怎么样？冷月霜老实道：“再调息2天，应该就能恢复七七八八了。打得赢那妖女？打不赢，只能逃。那妖女的醉情眼诡异得很，你有没有办法应对？”闻言，冷月霜认真思考了一会，不确定道：“也许解毒丹能有点效果。”林若尘闻言大失所望，毕竟上一世他们已经试过了，只能缓解罢了。这一次冷月霜只吸入了少量，下一次就不一定能管用了。那你给我来2颗。冷月霜给他倒了几颗解毒丹，他直接塞到腰带之中。冷月霜正想收回储物戒，林若尘却提醒道：“别全收回去，万一你灵力再被禁锢了呢？”冷月霜愣了一下，看着自己身上却不知道该塞哪里去。林若尘指了指胸口，冷月霜俏脸一红，转过身塞进深渊之中。公子多次相救，月霜还不知道公子尊姓大名吗？林若尘毫无诚意道：“无名。”冷月霜了一声，忐忑道：“我是不是给公子带来麻烦了？你觉得呢？”“对不起，我会想办法保护公子的家人。”“不用了，他们都不在了。”“啊。”冷月霜歉意道：“那公子以后有什么打算？要不跟我去玄州如何？”林若尘冷笑道：“去玄州？你要收我入门吗？”冷月霜连忙摇头道：“我们玉女宗不收男子，但我可以给你推荐去其他门派。”林若尘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他对正道没有任何好感，玉女宗都能囚禁自己一个男子致死，其他正道又能好到哪里去？修道一途，没什么正道和魔道，都是弱肉强食，只是吃相不同罢了。再说吧。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妖兽的嘶吼和炸裂声。两人对视一眼，施展敛息术到了洞口处，却见2道流光冲天而起，隐约可见是2个花枝招展的女子，身后一条20多丈的赤灵蛟腾空紧追不舍。赤灵蛟口中吐出一道火柱，精准地击中其中一人。那人不过金丹巅峰修为，瞬间焦黑一片，从天上坠落，被他一口吞噬。剩下那人花容失色，他们3人被那发光的果子吸引过来，不料下方居然有赤灵蛟在。那赤灵蛟不仅在元婴境界，更极为擅长隐匿，直接吞了一人。他们2人虽然逃出，但没想到这妖兽居然还能腾空，实在超乎他的想象。就在他慌不择路之际，一道乌黑的流光掠过，抓住那女子就冲天而起。女子惨叫不已，鲜血洒落而下，但很快就没了声息。那赤灵蛟愤怒地嘶吼一声，而后不甘地重新回到沼泽之中。冷月霜瞪大了美目，忍不住捂住樱桃小嘴，心中后怕不已。元婴境界的赤灵蛟和铁灵鹰，此刻林若尘在他眼中显得如此高深莫测，周身仿佛笼罩着云雾。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神秘，又仿佛无所不知？看到那3个妙音门的弟子相继陨落，林若尘淡淡道：“回去吧。”冷月霜嗯了一声，满心疑惑地跟着他回到山洞中坐下，欲言又止。林若尘突然想起一事，抬头看向他：“你有没有什么秘术能破境？”上一世在自己倾囊资助下，冷月霜成功突破出窍境，这一世他不打算再恶贯满盈了，只能寄希望于冷月霜提前破境。冷月霜尴尬道：“我若是能破境，早就突破了。”林若尘皱了皱眉头：“上一世你2天后可就破境了？
总不能你距离出窍近就差那临门一脚，捅破那层窗户纸吧？我劝你有什么手段，别藏着掖着，再藏可就入土了。冷月霜见他不相信自己，不满道：公子，我真没骗你。林洛尘皱了皱眉头，自己一个普通人的入股注资这么重要？他突然想起自己忘记时候见到冷月霜身上的异象，而后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他。上一世，冷月霜在那时候身上也曾发出皎洁月光，而后白光逐渐燃血。林洛尘心中咯噔一声，贼老天，你不会这么玩我吧？见林洛尘脸色难看，冷月霜安慰道：公子也不用太过担心，师尊能感应到我的方位，只要正道的援兵到来，他会来找我的。林洛尘嗯了一声，却觉得求人不如求己。他拿出冷月霜给的几本纸治功法翻了起来，开始病急乱投医了。若是上一世大字不识一个的林洛尘自然看不懂，但在玉女宗100年，他算是学富五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毕竟在那里无事可干，想造孩子都没办，也只能找事情打发时间。几本功法里面只有一本攻击类的剑诀，名为清平剑诀。林洛尘还是第一次真正接触攻击类的法诀，顿时如饥似渴翻阅起来。这剑诀不是敛息诀那种基础功法，里面有大量的修道名词，看得他眉头直皱。林洛尘试着用手比划了一下，却感觉运功不畅，怎么比划都不对劲。这件事要引地脉巽位之气入山中是何意？山中乃任脉中枢，怎与八卦方位相勾连？冷月霜有些尴尬，这剑诀他也是偶得的，不属于玉女宗的功法，他也没细看。他只能起身坐到林洛尘身边，认真看了看，才开口解释。这是指修士在踏罡步时承接震宫雷气，再通过山中血转化为剑士所需的旋风。林洛尘闻言又问到这件事需要清平浮水，又如何与后续狂风骤雨的建议衔接？冷月霜浅笑道：这清平之妙在于以柔化刚，起手时须含7分绵柔，待剑势。他神色专注，时不时拢一下鬓角垂下的长发，带动阵阵香风，倒让林洛尘浑身不自在。该死，这女人就不清楚自己的魅力吗？好不容易把问题都问清楚后，林洛尘赶紧把剑诀一合，离他远了点。谢仙子解惑，剩下的我自己再参悟就行了。冷月霜看着他这样，嫣然一笑道：公子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问我。林洛尘嗯了一声道：我知道了，你赶紧恢复吧。跟这女人相处比出去跟野兽厮杀还煎熬，他不想再挑战自己的软肋了。两人就这么在山洞内住下来，都感觉到时间流逝的极为缓慢。林洛尘只想尽快脱离苦海，离冷月霜越远越好。冷月霜则是第一次跟男子共处一室，浑身不自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幸好他已经辟谷，不用吃喝拉撒，不然他怕是要尴尬的再抠出一个山泉来。2天后的傍晚，冷月霜缓缓睁开眼，经过2天的调息，实力恢复的七七八八。虽然内伤还需时间调理，但他的外伤已经尽数恢复，疤痕都没留下一道。而林洛尘在山洞中挥舞着一根枯枝，剑招流转如风，枯枝迸发出寸许青芒。林洛尘身形飘逸灵动，初时剑势微弱如涟漪，数招后剑势叠加，如狂风暴雨一般。冷月霜眼中闪过一抹惊叹之色，这家伙的天资真不错，剑道的天赋更是强得可怕。自己只是稍加指点，短短几天他就练得仿佛浸淫多年，简直就是为剑而生的天才。可惜他不过练气境，很多剑招还无法从手中用出。眼见林洛尘沉浸其中，冷月霜转过身，伸手从深渊中抽出那块逆命碑。他总感觉这块铁碑跟之前有些不一样，似乎轻了很多，花纹也有细微出入。但冷月霜没怀疑到林洛尘身上，毕竟世间都没几个人见过逆命碑，此物又一直挂在他身上，怎么可能有冒牌货，还能被人调包呢？这一定是神物自绘，隐藏自身锋芒。暗中窥探深渊的林洛尘见状，心头大石落下，装作漫不经心的收剑。要不是亲眼所见，完全看不出这碑如此深不可测，藏得可真深啊。你伤势都恢复了？冷月霜嗯了一声道：情况怎么样？林洛尘淡淡道：还好，暂时还没找到这边，不过应该也快了。这2天天空中不时有流光掠过，也有焰火升起，群山中热闹非凡。那些妙音门弟子不仅没找到他们，反而被山中妖兽杀了不少，伤亡惨重。不过越来越多妙音门弟子赶至，开始地毯式搜索，找到他们这里只是时间问题，但目前的情况已经比上一世好多了，起码他们不是在追杀中度过。上一世由于他们暴露了大概位置，哪怕这里很隐蔽，也很快就被发现了。而现在在林洛尘的未卜先知下，两人躲在山洞中安逸得很。但林洛尘却没什么喜色，忐忑地走到洞口，看着逐渐暗淡下来的天色。今夜血月会出现吗？顾清寒和正道的援兵会来吗？随着天色暗下来，一轮明月升空，而后缓缓爬升。月正中天时，温柔的月光洒落而下，
为苍茫天地镀上一层柔和的光芒。但林洛尘心中却有些凉飕飕的。血月没有出现，妖兽也没暴动，顾清寒也没有出现。林洛尘看着那轮明月又逐渐落下，心也逐渐跌入谷底。冷月霜不明所以，忐忑道：公子，你没事吧？他不明白他怎么好像一下子暗淡了，眼神不甘却又无奈。林洛尘悠悠叹了口气，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没事，我今晚守夜，你回去歇息吧，接下来怕是有场硬仗要打。冷月霜还想说什么，但见他毋庸置疑的眼神，也就老实回去盘膝静坐，只是仍旧不时看着他。这家伙到底怎么了？在黎明的曙光照亮大地的时候，林洛尘终于彻底死心了。真被自己猜中了，那轮血月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跟冷月霜这傻女人有关。逆命碑大概率是能屏蔽追踪的，但这也让顾清寒根本找不到冷月霜。顾清寒应该也是通过那轮血月，又或者冷月霜身体的变化，才找到两人所在位置。林洛尘心中哀叹一声，这一下子又回归最开始的问题了。如今想要破局很简单，自己只需要一针见血，就能一劳永逸，终身在玉女宗躺平了。贼老天，你对我真好啊！林洛尘走回山洞内坐下，看着冷月霜不由心乱如麻。虽然不知道当初血月异象的覆盖范围，但冷月霜绝对来历不凡，否则又怎么会在破身之际造成血月悬空、妖兽异动的异象？这么看来，冷月霜之所以能突破，是因为元婴被破，体内力量外泄。想来此事对他影响绝对不小，不然顾清寒那女人不会如此气急败坏。说实话，林洛尘并不介意助冷月霜一臂之力。按上一世的经验，顾清寒是在血月出现后2个时辰后出现的，自己完事撒腿就跑，有逆命碑在身，还真有可能逃掉。但林洛尘不想被命运摆布，也不想冒着被玉女宗追杀的风险，他只想偷偷带走逆命碑，找地方猥琐发育，日后再找玉女宗算账。短暂思索后，林洛尘决定拼上一把，跟冷月霜拉开一定的距离。逆命碑失效的情况下，顾清寒应该能感应到冷月霜的位置，到时候就看顾清寒先一步赶到，还是妙音门的妖女先到了。但林洛尘没有马上行动，以他目前的情况，出去也就给妖兽送早点罢了，他得等识海中的青莲续能完成，才能在这妖兽横行之地保命。林洛尘吞下几颗聚灵丹，静静盘膝修炼，开始冲击炼气2层。如今多一分实力，就多一分保命的机会。冷月霜好奇地看着他，却不好意思开口询问。两人又在山洞中躲了一天，直到黄昏降临之际，林洛尘才睁开眼。他眼中的世界再次变得不同起来，因为青莲再次亮起了。这力量完全不受控制，只要续能完成，就不讲道理的直接使用了。林洛尘看向冷月霜，却见他头悬明月，身披月光，只是那皎洁的明月中隐隐泛着血光，周围还绕着一层粉色的云雾。得，血光之灾，桃花劫是吧？林洛尘起身走到水边，想看看自己，却发现水中的自己一切如常。他眉头微皱，普通人没有异象，还是说没办法自视？冷月霜好奇看着他道：公子。林洛尘蹲下身子，装了一壶水，淡淡道：既然你恢复的差不多了，我先走了。冷月霜震惊地瞪大了美目，错愕道：公子要走？林洛尘嗯了一声道：你我萍水相逢，我仁至义尽了。如果有敌人追来，你可以通过这口灵泉下方的暗流离开。出去以后，向那座黑色的山飞，不要缠斗，尽量拖延时间。上一世冷月霜重伤之躯都能拖那么久，躲入万福山中。如今他已经基本恢复，按他猜测，应该能拖到顾清寒到来。冷月霜闻言有些失落，他自幼没遇到过什么磨难，这次突遭此劫，幸好一路有这家伙陪在身边，不然他怕是这几天不知道怎么过。虽然两人没什么交谈，但有林洛尘陪在他身边，他心中踏实不少。此刻见林洛尘要走，冷月霜怅然若失，连忙挽留：公子，这段月妖峡很危险，要不你等我师门中人过来吧。林洛尘摇头道：不用，我能自保，仙子多保重。冷月霜有些失落，连忙转过身，从身前深渊中掏出5张金灿灿的符箓递给他：公子救命之恩，月霜无以为报，这几张符箓就赠与公子，可保公子周全。他说着细细讲解了那5张符箓的作用：能短暂飞行的羽化符，日行千里的神行符，能防御的金光符，隐去身形的幻肾符，以及能发出金丹一击的天剑符。林洛尘皱眉道：你居然还藏了这么多宝贝？冷月霜眼神闪躲，有些不好意思：公子，这是我打算在必要时候保命的，不过现在应该用不上了。林洛尘拿过带着余温的符箓，笑道：你倒是学得很快。冷月霜俏脸微红，再次问道：公子，你真叫无名吗？林洛尘翻了翻白眼，用屁股想都不可能好吧。冷月霜追问道：那公子尊姓大名？林洛尘头也不回向外走去，淡淡道：不告诉你。
冷月霜不满地撅起嘴来，这家伙真可恶，告诉我会死吗？他神识探出，落在林洛尘身上，却发现他身上似乎有一层迷雾。如果不是神识一直落在他身上，一不留神便会忽视他的存在。林洛尘虽然感觉有人看着自己，但也不以为意，以为是冷月霜的视线。离开山洞以后，他运转脸息诀，在夜色下小心翼翼前行，绕过了妖兽聚居之地。凭借能看到妖气，林洛尘有惊无险地在山洞对面的山头找个雪地趴下。雪花飘落，林洛尘很快就与周围融为一体，暗中观察着山洞。他可不是关心这女人，只是想伺机而动罢了。不管是妖女仙道还是顾清寒仙道，一定会引起骚动，到时候妖兽和人乱成一团，才是他离去的最佳时机。不过这雪真凉啊，激动得很。林洛尘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冷月霜看得清清楚楚，毕竟金丹境界才拥有神识，神识范围涉及他的知识盲区了。冷月霜感受着雪花将林洛尘覆盖，心中有些动容。这野人嘴硬心软，说是要走，却偷偷在外面守护自己。男人也没有师尊说的这么可怕，满脑子男女之事，只会图自己身子吗？难道因为他居住在深山中，没被世俗污染？为什么自己总感觉对他有股莫名的亲切之意呢？半个时辰后，林洛尘突然看到远处有血光涌动，更有乌云压顶而来。他连忙将手中的幻肾符给激活，运转宿命轮回诀和敛息诀，极力降低生命波动。片刻后，4道流光停留在上空，却是4个风骚的女子。林洛尘心中咯噔一声，居然是妖女仙来了。这4个女子在他看来，头顶血光，脸上笼罩着一股浓郁的黑气，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乌云罩顶，面带死气？为首女子手中拿着一个圆盘状的特殊法器，上面浮着一个血色珠子，这血影盘居然能感应到了，他就在附近，赶紧发信号通知圣女和长老。话音刚落，一道月华从下方倾泻而出，尽数倾泻在几女身上。那3个金丹境的女子连惨叫都没发出，就被月华切割，身首异处。只有为首女子及时召唤一面盾牌挡住，花容失色道：“你果然在这里。”冷月霜从山洞中掠出，如浮光掠影一般，手持长剑向女子杀去。但哪怕他速度再快，那元婴初期的女子还是在死前发出一枚信号弹。看着信号弹在夜空中绽放，冷月霜叹息一声，若有若无看向林洛尘所在。他虽然看不到他，神识也没找到他，却知道他一定在看着自己，脸上不由露出一抹笑容。冷月霜没开口，怕他会以为幻肾符失效了，只是在心中默念一声：“我们有缘再见了。”他没有犹豫，迅速折返回洞府中，听林洛尘的话，从水下逃走。林洛尘看着他离开，心中却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他自嘲笑了笑，自己在想什么呢？总算摆脱这女人了，自己已经仁至义尽，剩下就看他自己造化了。他只有血光之灾，脸上没有死气，应该不会出事。就在林洛尘胡思乱想之际，突然看到一股浓郁的妖气出现，一头全身咬痕、枯瘦如柴的剑齿虎从林间走出。这正是林洛尘见过那头落败的虎王，显然是被交手波动吸引过来的。他警惕地看着远处的山洞，突然鼻翼微动，低头在雪地上嗅着什么。林洛尘心中咯噔一声，不是，这幻肾符居然不能遮掩气味吗？叔弟，剑齿虎抬头看向林洛尘所在，虎目中满是疑惑。林洛尘心中大骂一声：“操，完呐，不入虎穴就只能入虎口是吧？”就在那具虎循着味道缓缓向林洛尘走来之际，远处突然有数道流光出现，很明显是妙音门弟子被吸引而来。竟有元婴境猛虎虎视眈眈，原有妙音门妖女前后包夹。在丧生虎口和勇闯龙潭虎穴之间，林洛尘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他激活手中的神行符，一跃而起，向着山洞狂奔而去。以自己跟罗夭夭的割颈之交，落到妙音门手中还不如丧生虎口呢。剑齿虎先是被他吓了一跳，而后两眼放光，向林洛尘狂追而去。他口中吐出一道道火球，把林洛尘逼得不断腾挪躲闪，却还是被泥浆和雪花溅了一身。如果不是有神行符，那剑齿虎又有伤在身，他怕是早已经命丧黄泉了。但哪怕如此，那剑齿虎还是越来越近，口中酝酿的火球蓄势待发。滚！生死之际，林洛尘迫不得已激活了那张天剑符，符纸瞬间金光大放，细密的剑气从符纸中飞出，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剑齿虎被剑气阻挡，瞬间只能提前吐出火球，将剑气尽数摧毁。林洛尘则趁机拉开距离，玩命向山洞冲去，身后远远地传来几声女子的娇喝：“站住！哪里逃！”林洛尘充耳不闻，激活金光符，在剑齿虎和妖女们之前冲入洞穴中。洞内早已经空无一人，而身后传来巨虎的咆哮声和挥爪的风声。林洛尘毫不迟疑地跃入泉水中，只感觉背后一阵剧烈疼痛传来，
他周身的金光迅速破碎，却还是险而又险地潜入水中，向着水底游去。那火属性的剑齿虎很明显不习水，入水后扑腾几下，很快就爬上了岸。他抖擞了一下毛发，周身热气蒸腾，回头看向山洞口的几个妙音门女子。随着一声虎啸，山洞前的几个女子慌乱招架，传出阵阵娇喝声。林洛尘挨了那剑齿虎一爪，如果不是冰冷的泉水刺激，怕是要腾晕过去。他在水中向下游去，血液在水中散开，却又诡异地向着他胸口涌去。那里有一块古朴的铁杯，正在悄然吸收他的血液，上面流转出一道道符文。林洛尘只感觉身体越来越沉，被水中的暗流带着向某个方向冲去，重伤的他根本就抵御不住这汹涌的暗流，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在暗河中乱撞。幸好这暗流中没有妖兽，否则他怕是要沦为妖兽的腹中餐了。好不容易从暗流中出来，回到正常的河道中，但林洛尘早已经撑不住了。他只是炼气2层，根本没办法长时间闭气，意识已经有些模糊。林洛尘在黝黑浑浊的河流无力下沉，迷迷糊糊看着上方。难道自己就这么莫名其妙死了？冷月霜，这女人居然跑得这么快吗？就在此时，他恍惚间看到一抹月光照下，一个身披月光的仙子在水中向他飞来。那仙子身后有一轮明月，衣袂在水中漂浮，显得如此飘逸出尘。他一把抓住了她，带着她迅速往水面上游去，仿佛要带她脱离这苦海。林洛尘迷迷糊糊看了他一眼，感觉自己肺都要炸了，心跳如雷。冷月霜看着脸色铁青的他，突然咬了一下红唇，捧着他的脸吻了上去。林洛尘感觉一口仙气渡入，整个人贪婪地索取着，情不自禁抱住了他。冷月霜瞪大了美目，一手抱着他，一手持剑斩杀河中妖兽，迅速向上游去。片刻后，两人在一条10几丈宽的河流之中冒头。林洛尘重获新鲜空气，剧烈喘息着，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冷月霜俏脸色微红地看着他，全身湿漉漉的，傲人的身材在水中若隐若现。你没事吧？有事，我头很晕。林洛尘说完，一头栽倒在他胸前。他并不是想占便宜，而是失血过多，实在扛不住了。迷迷糊糊中，他听到了冷月霜惊慌失措的声音：公子，公子。不知道过了多久，林洛尘被呼呼的风声和爆炸声惊醒。才刚醒来，他就感觉自己像是要爆炸了一样，不由气喘如牛起来。不是，这次起床反应这么大的吗？一道熟悉的妖娆声音传来：月霜仙子，何必抓着你那小情郎不放？只要你跟姐姐回妙音门，姐姐保证你日理万机，永不空洞。冷月霜一言不发，只是手中长剑挥洒出一道道剑光，继续驾驭飞舟向外突围。此刻罗瑶瑶带着10几个妙音门弟子对冷月霜包围夹击，想困住她。但冷月霜修为和伤势恢复，这等天之娇女可没那么容易被他们所擒拿。如果不是她要顾及非洲上的林洛尘，速度快不起来，怕是早已经逃出升天了。罗瑶瑶也乐于让他吸入越来越多的醉情烟，慢慢的温水煮青蛙，省得他狗急跳墙。而林洛尘的存在对醉情烟的生效更是大有益处。这不，这玉女宗圣女已经满脸潮红，眼看就要控制不住自己了。仙子为何一言不发？可是觉得跟万一啃食一样难受。仙子只要说一声，我们马上离远点，方便仙子跟你的小情郎成其美事。一群妖女纷纷咯咯直笑，发出阵阵令人想入非非的喘息声或调笑声。仙子该不会不懂吧？冰清玉洁的玉女宗怎么会懂？姐妹们教一下她啊！哥哥，你们别小瞧人家玉女宗，人家吃过的比我们吃的盐还多呢。冷月霜闻言气得一剑斩出，咬牙切齿道：无耻！就在他心神被各种天魔音扰乱之际，林洛尘终于回过神来，吞下一颗解毒丹。你别管他们，往万福山跑，先去那大树边，快走！不知道是不是昏迷的原因，此刻他居然还能看到周围妖气的强弱。冷月霜见他醒来，先是长舒一口气，而后情不自禁想起刚才那一吻，眼神迷离。但他还是默念太上忘情诀，微调方向，向着远处那棵大树飞去。林洛尘意识到冷月霜状态不对，知道他绝对吸了不少醉情烟，毕竟殃及池鱼的他都感觉自己要爆炸了，更何况被主攻的他。你的解毒丹呢？冷月霜气喘吁吁道。都吃完了。林洛尘从腰带摸出最后一颗解毒丹，塞他嘴里，给他缓解1、2。两人肢体接触，冷月霜下意识舔了舔他的手指，吓得林洛尘后退2步。仙子，请自重，我不是这么随便的人。冷月霜羞恼地瞪了他一眼，但此刻却显得如此妩媚，吓得林洛尘躲到他背后。你别看我，我怕你控制不住自己。可恶，谁会呢？反正不是我。你闭嘴，别开口了。闻言，林洛尘果断从善如流，闭口不言。男子出门在外，果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冷月霜很快就驾驭飞舟来到那棵巨树之前。林洛尘连忙道：
往树冠上打，而后贴地面飞。冷月霜依言照做，那树上垂落的藤蔓顿时飞起，如灵蛇一般缠绕而来。树上更是窜出不少妖蛇，背上长着大肉翼，在空中滑翔着扑来，吐出毒雾。冷月霜吓了一跳，迅速俯冲贴的飞行。但身后的妙音门妖女可就没这么幸运了，被藤蔓和妖蛇缠上。冷月霜趁机拉开距离，按照林洛尘的指示，不断带着身后的妙音门妖女烫雷。林洛尘选择的妖兽强度大都在元婴境界，不会对冷月霜造成太大阻碍。两人打草惊蛇后就跑，被激怒的妖兽只能将火撒在紧追而来的妙音门弟子身上。他们可分不清楚双方是不是敌对关系，只知道这些人类闯入了他们的领地。一路上的妖兽都被惊扰起来，到处鸡飞狗跳，惊叫声和嘶吼声此起彼伏。那些妙音门弟子追击被阻拦，绕路又浪费时间，越来越多的人掉队了。最后只有实力最强的罗夭夭带着3个元婴弟子追了上来，一个个灰头土脸的。你们逃不掉！罗夭夭娇喝一声，周身飞出一道道彩铃，如同花瓣合拢般想困住两人。冷月霜一把拉着林洛尘腾空飞起，操控那小型飞舟向着罗夭夭撞去。爆！那青色的飞舟发出亮光，剧烈的爆炸将彩铃都炸开，两人从中飞出。罗夭夭俏脸铁青道：我倒看看你还有多少法器能自毁。这些天之娇女简直是欺负人，一件中品法器级别的飞舟就这样自毁了。要知道清虚界的法宝分为5个等级：灵气、法器、仙器、神器、圣器，其中圣器只掌握在渡劫大能手中，可望不可及。至于神器也得具有机缘者才能获得，大部分在大成修士手中。普通修士一生的尽头大概就是一把宗门长辈飞升留下的上品仙器。罗夭夭身为出窍修士，手中也就一把极品法器，这女人拿中品法器当一次性法宝用，简直是暴殄天物。等自己抓到她，必须让她恶贯满盈，心满意足。冷月霜哪知道罗夭夭这么大怨气，此刻她已经山穷水尽，不然也不至于连带部飞舟都自爆了。她一边与罗夭夭交手，一边带着林洛尘向万福山飞，被打得俏脸煞白，嘴角一血。而其他地方也陆续有妙音门的弟子看到讯号赶来，情况越来越不妙。最要命的是，冷月霜体内的醉情烟被催动，感觉全身燥热得很，像是有无数蚂蚁在爬。他握着林洛尘的手本能的紧了点，吓得林洛尘也是面无人色。完了，这女人怕是火烧赤壁了。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是想让自己开仓赈灾啊。在冷月霜的破釜沉舟下，两人终于来到那座位于妖峡边缘的万福山。此刻夜幕早已经降临，月光下可见大量伏妖盘旋在万福山周围。这些伏妖有大有小，数以千万计，时聚时散，仿佛黑云般变化不定。而那座仿佛伏妖展翅一般的黑山上，有着无数密密麻麻的岩洞。冷月霜看得头皮发麻，忐忑道：往哪里飞？随便，用你的月华罩身上，进去乱飞就是。听到林洛尘的回答，冷月霜以月华笼罩周身，向着万福山飞去。那些伏妖见有人来，纷纷张开羽翼，向着几人飞来。他们口中发出听不见的声波，令人有种头晕目眩之感。冷月霜啊了一声，下意识御剑在前，带着林洛尘破开伏妖群向内飞去。但他却发现这些伏妖都绕过了他们，而是凶悍地向着后方的罗夭夭扑去。这些伏妖对他视若无睹，反而还帮他阻拦敌人，让冷月霜有些不明所以。别傻愣着，快走！进去后堵死洞口。听到林洛尘的提醒，冷月霜才赶紧随便找了个洞口飞了进去，而后将洞口堵死。山洞内倒吊着无数的蝙蝠，在两人进去后，纷纷用猩红的眼眸看向两人。但这些伏妖也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只是好奇看着两人。冷月霜虽然不明所以，却还是飞快向着里面飞去，想另找出路，但万福山内部四通八达，仿佛一座立体迷宫，他很快就迷路了。在林若尘两人进入万福山之际，万福洞旁边的断月妖峡内突然妖气暴动，下方隐隐传来阵阵的锁链的颤动声，仿佛有什么在剧烈挣扎着。片刻后，下方那滚滚的妖雾之中，一双猩红的眼眸缓缓睁开，随后一声巨响传出，像是什么东西被盖了回去。整个断月山脉都笼罩在不安之中，妖兽们都开始躁动不安起来。万福山外的罗瑶瑶等人率先发现，因为那数以万计的伏妖一下子疯狂了起来。这些伏妖仿佛无穷无尽，好不容易闯出来了，又是一大波伏妖冲出。等他们重新将洞口开辟，冷月霜两人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着四通八达的通道，罗瑶瑶回头吩咐几个女弟子：你们出去守好此地，布阵等圣女到来，别让他们逃了。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向着山洞内追去，却也只能跟无头苍蝇一样乱转。另一边，冷月霜带着林洛尘一路乱飞，却来到了一条岔路的尽头。冷月霜正打算掉头回去，林洛尘却拦住了他：先歇一歇，别乱跑了。
冷月霜早已经撑不住了，闻言直接在石壁上开辟了一个数丈大小的岩洞。他带着林洛尘飞了进去，甩出几面阵旗将这新开辟的岩洞给遮住，而后一把推开林洛尘，低头喘息不已。林洛尘往后退了几步，眼眸却死死盯着冷月霜，气喘如牛。不好，这女人怎么越看越美啊？这就是洞悉万物吗？冷月霜胸前起伏不定，艰难的盘膝坐下，运转太上忘情诀压制。你可别靠近我！听着他的声音，林洛尘肃然起敬，而后怕不已。他果断地活动了一下背后肌肉，疼得忍不住叫出声来。冷月霜错愕地抬头，却见他背上鲜血滴落而下，不由有些蒙圈。这家伙怎么感觉比自己更像是修炼太上忘情诀的？林洛尘牵动背后伤口，勉强找回几分理智。他连忙运转宿命轮回诀，试图消除体内的燥热，但他吸入的醉情烟太多了，而青莲早已经暗淡了下来。完了，自己身上有伤，就算真帮冷月霜根治了，怕是也跑不动了。难道要在根治和根除之间2选1吗？不行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林家不能在自己手中断后啊！冷月霜虽然全力压制，但肌肤开始涨红，眼神越来越迷离。林洛尘提醒道：“你冷静点啊，别乱来。”冷月霜又羞又恼：“冷静？你这叫我怎么冷静啊？要不你把我绑起来？”林洛尘果断摇头道：“不行，我不敢靠近你。”冷月霜都想哭了，略带哭腔道：“那怎么办嘛？”林洛尘灵光一闪，提议道：“这个能不能自给自足啊？”冷月霜有些茫然看着他，不明白他的意思。林洛尘神色认真道：“你放心，我背过身去，绝不回头。”冷月霜这才反应过来，脸红得快滴出血来，忍不住瞪了他一眼。谁会做那种恬不知耻的事情？而且这需要阴阳调和。林洛尘没想到这居然还需要阴阳调和，那祖传手艺岂不是毫无用武之地？如果不解会怎么样？冷月霜气喘吁吁道：“谁知道呢，我又没中过。”林洛尘感觉自己有些头晕，以为自己失血过多，也没在意。他没察觉到自己的血液正源源不断从伤口涌出，顺着皮肤表面流入胸前的逆命杯中。逆命杯内有一蓝一红2道流光正不断冲击，似乎想要从里面冲出来。林洛尘不知道这些，却灵光一闪，想起毒蛇出没之处7步之内必有解药。你看看那些妖女的储物戒里面有没有解药，或者有没有相关的功法。冷月霜闻言赶紧拿出那几个妖女的储物戒，抹去灵石，从里面倒出一堆东西。林洛尘看着那堆顾前不顾后的衣衫和脚先生，冕灵双头龙之流，目瞪口呆。好家伙，书中所说照进现实了啊！冷月霜虽然不懂，但看那形状都不由面红耳赤，连忙一挥手毁去这鬼东西。林洛尘翻找其中的书籍和丹药，虽然找到几瓶丹药，却不敢服用。万一是催情的，那不是雪上加霜吗？但在功法中，他却发现几人都有一本纸质的功法——阴阳合欢赋。有了！林洛尘欣喜若狂翻开，而后目瞪口呆。草，春宫图，里面赫然是男女那时的姿势，图文并茂，难怪要用纸质承载。污秽之物！冷月霜正打算毁去那书，林洛尘却连忙拦住他：“别，这是功法，没准破解之法就在里面。”他翻看那书籍，认真寻找其中的字眼，企图找到破解之法。冷月霜被迫跟着一起看，脸红的都滴出血来了。他第一次看这玩意，还是跟一个男子在这种情况下看，想死的心都有。还是死了算了。两人认真从头看到尾，除了长知识和加剧体内情况外，没得到什么解决方案。冷月霜脸色越来越红，有些炽热的气息呵气若兰吐在林洛尘身上。此刻林洛尘也感觉自己像要炸开一样，心中有2个声音来吵个不停：上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英雄救美的时候来了。就是这种以深田沟壑拿人命填天坑的事情，我辈义不容辞。赶紧的，你还磨叽什么呢？还真怕白虎不降不成？林洛尘却还是不甘心认命，自己真要大意失荆州了吗？有没有人救一下啊？说好的宿命轮回诀能逆转宿命呢，你倒是逆下。就在此刻，林洛尘突然感觉胸口一烫，四周天旋地转，他出现在一片灰蒙蒙的世界中，一面巨大的石碑耸立在眼前，碑内一红一蓝2条巨龙在不断冲击，逼得那石碑上浮现出一个又一个文字，阻拦这些文字似乎在讲述天地治理，又像是在阐述天道运行规则，揭示底层逻辑。林洛尘虽然不明所以，但看着那2条试图破风的巨龙，意识到大事不妙。宿命为弦波前尘，轮回为刃断往昔，宿光阴长河而上，道因果大道为刃。他念动宿命轮回诀，想帮忙镇压，但刚一开口，耳边却响起一个女子轻声的呢喃。女子所念的也是宿命轮回诀的总纲，声音由远及近，也越来清晰。而那2条巨龙更是跟打了鸡血一样，
发出2声震耳欲聋的龙吟声，破杯而出。眼看他们扑来，林洛尘下意识抬手阻挡，但那2条巨龙却只是绕着他旋转，卷起滚滚黑雾。一条巨大的黑河仿佛被召唤而来，在天际横流而过。一道黑色的身影如流星般从黑河坠落，直接一头撞在林洛尘身上。操，又来！林洛尘猛地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还在山洞中，眼前是娇喘不已的冷月霜。只是幻觉吗？他正惊疑不定之际，脑海中突然响起一个女子的声音：哎呦，这匿名碑把我送哪里来了？这里是石海，这模样倒是有点像轮回圣君，难道我成功了吗？不过这身体怎么好像不对劲，再不赶紧处理，好像要爆体而亡了。林洛尘听着这声音嘀嘀咕咕，哪怕是在欲火焚身的情况下，也不由吓出一身冷汗。该死，这是什么妖魔？意识到来人是在石海中，他连忙沉浸其中，在石海灵台中睁开眼，只见石海中果然多了一个一身黑裙的绝色女子，正一脸好奇的俯身看着自己。不仅如此，那株青莲下方居然还多了2尾锦鲤，一蓝一红，正欢快的游曳着。林洛尘脑袋嗡嗡的，自己的石海是客栈吗？什么妖魔鬼怪都往里面钻啊！他看着眼前的女子，警惕道：你是谁？为何在我石海中？黑裙女子嫣然一笑道：曲灵英，敢问道友此地何处？今夕何年？林洛尘闻言都懵了，此地何处？今夕何年？靠，问得这么刁钻的吗？这绝对是域外天魔啊！断月山脉，清虚历5202年，你到底是什么妖魔？曲灵英却没理他，喃喃念道：清虚历5202年，我好像来早了啊。林洛尘满心疑惑，再次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虽然不介意跟你解释前因后果，但你再不处理外面的情况，怕是要爆体而亡了。曲灵英抬手遮掩，巨大的指缝间露出一双狡黠的眼眸。你去忙你的，我绝不偷看，等你忙完我们再说。林洛尘苦笑道：等我忙完了，这局气也彻底走死了。外面那女子是……他也顾不得眼前女子是不是域外邪魔，将目前局面如实相告。哪怕是饮鸩止渴，自己也得先度过眼前难关，不然真爽完了，被顾清寒抓回去就万事皆休了。曲灵英听后也傻眼了，一上来就是生死局。林洛尘感觉越来越难受，艰难道：你有没有办法能解去这罪情念？曲灵英略微沉吟道：有，但会比较煎熬，这就看你们的意志力了。林洛尘没想到他居然真有办法，欣喜道：快说。曲灵英淡淡道：阴阳共济不一定要同房，只要神魂共鸣也可以的。我这有一门太虚神合经，能以口度阴阳之气，达到神魂共鸣之效。不过说实话，这功法是邪修用来骗涉世未深小姑娘的，功效有，但微乎其微。一旦阴阳之气交融，那就是最剧烈的催情药，练着练着就真刀真枪上了。更何况你们本就中了这所谓罪情烟，要不你还是认了吧，回头再想办法脱身。林洛尘果断道：传给我，今天他就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了。曲灵英嘴角微微上扬，一挥手在石海中投影出所谓的太虚神合经。这一来就有好戏看，真有乐子呢。我劝你先出去看看哦，不然就只能趁热了。林洛尘不明所以，睁眼却发现冷月霜不知何时将自己绑住。此刻他正分化出10几道剑光对准他自己，一副要自尽的样子。林洛尘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脱口而出道：冷月霜，你想干什么？上一世明明没这种情况，难道是自己没跟上一世一样直接扑过去吗？冷月霜看着他，突然意识到什么，错愕道：你怎么知道我全名？他倒不是想自尽，只是打算用剑气定死自己，省得自己做出什么有羞辱门庭之事。林洛尘了一声，答非所问道：你先松开我，我这有秘法能解决目前的情况。冷月霜后退几步，才将信将疑松开他身上的绳子。他实在扛不住了。林洛尘用断刃飞快在地上刻出太虚神合经，并给他解释了一番。冷月霜却连连摇头道：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会出问题的。他又不是不懂，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试试吧。你对我就这么没信心？不，我对自己没信心。冷月霜再次驱动那条绳索，打算再将林洛尘给绑起来。林洛尘可不想陪他死在这里，连忙道：你刚刚不是问我怎么知道你全名的吗？我可不只知道你全名，更知道你3岁拜入玉女宗，7岁筑基，13金丹。你如今不到24，已然元婴大圆满，被当成谪仙下凡，是玉女宗最有希望的弟子。冷月霜错愕地看着他：你到底是什么人？林洛尘缓缓向他走去，冷笑道：冷月霜，我是你夫君。冷月霜瞪大了美目，羞恼道：你胡说，我哪里来的夫君？林洛尘直接一针见血道：你是白虎，没错吧？冷月霜大脑宕机了，自己白璧无瑕的事情
他怎么知道？难道他在救自己的时候对自己动手动脚了？那也不可能啊！林若尘趁冷月霜心神动荡之际，一个箭步上前将她抱在怀中。冷月霜想挣扎，但在被林若尘抱住的一瞬间，全身一点力气都用不上。冷月霜，你要是不想破身，就配合我运转太虚神合金。话音刚落，他直接吻了上去。冷月霜呜的一声瘫软在他怀中，眼神迷离起来。这一刻，他就跟被点燃的火药桶一样，体内的醉情烟彻底炸了。直到林若尘掐了他纤腰一下，他才如梦初醒，运转太虚神合金。虽然冷月霜对林若尘所说的话满脑子疑问，但此刻已经没多余精力思考了。他体内那股躁动的气息终于得以宣泄，让他舒缓的同时又更加迫不及待。冷月霜不断自我安慰，自己是在运功化毒，自己是被迫的。林若尘也终于明白曲灵英所说，这怎么可能把持得住吗？他用最后理智喊道：那个谁，帮我！我要是被抓，第一个攻你这域外天魔出来。正吃瓜的曲灵英没好气道：我叫曲灵英，不叫那个谁，也不是域外天魔。话虽如此，他还是直接扎了林若尘识海中的神魂一下，刺激了他一个机灵。与此同时，两条龙凤锦鲤不断绕着青莲旋转，青莲洒出清辉，让林若尘冷静下来。林若尘二话不说掐了冷月霜一下，按住他乱跑的小手，死死压着他。意乱情迷的冷月霜看到他的眼眸，又冷静几分，继续运功阴阳调和。两人不断在清醒和沉沦之间挣扎，彼此监督，又时不时一起沉沦，离深渊更进一步。地上不时会多一件衣物，很快又被抓回去盖着，又被丢出去，周而复始。诚如曲灵英所说，这功法有效，但极为有限，反而更像是一种酷刑。两人都大汗淋漓，比跟敌人大战300回合还累，在天堂与地狱间徘徊不断。冷月霜，你冷静点。对不起，我控制不住自己。冷月霜，你手别乱摸，我不是这种人。可你不也乱摸我？堂堂圣女就这点定力。到最后，如果不是林若尘死死压着，冷月霜都想他给自己一个痛快了。这是什么酷刑啊？要不是心中还有那一点礼义廉耻，他都想翻身做主，让林若尘坐享其成了。林若尘在不断上山下山，如果不是屈灵英和青莲相助，他也扛不住了。识海中，曲灵英惊讶不已，这小子真是狼心似铁，可怜了这想坠凡尘却被推上来的仙子。不知道过去多久，冷月霜已经麻木了，认命的被他压着。累了，爱咋地咋地吧。他就像是过了戒断反应，整个人都处于一种茫然飘忽的状态。林若尘亦是如此，两人默默运转那太虚神合金，神魂居然高度共鸣。这一刻仿佛水到渠成，两人的神魂彼此交融。冷月霜顿时瞪大了美目，眼睛亮了起来。林若尘也有种飘飘欲仙之感，用力握紧了他的手。曲灵英傻眼了，错愕道：这破法诀居然还真能达到神魂交融，他们居然还进入悟道状态，还激活了逆命杯，这么离谱的吗？此刻随着林若尘两人神魂共鸣，阴阳二气在他们体内流转，两人神魂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入一种奇妙的悟道状态。这种来自神魂的直接刺激让冷月霜都懵逼了，他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感觉自己仿佛得到飞升了。林若尘也好不到哪里去，全身须发舒展，彻底沉醉在这奇异的感觉中。此刻天上明月光芒大放，柔和的月华如流水般倾泻在万福山上，月光穿透山石，向着林若尘和冷月霜凝聚而来，将两人包裹其中。林若尘身上的逆命杯被激活，飞出无数文字，带着两人悬浮于半空中。两人被月华和金色的文字包围，几乎化作一个巨茧。四周道音响起，月华不断涌入两人体内，两人修为水涨船高。林若尘通过阴阳二气流转，从冷月霜那得到的元阴之气滋补，获益匪浅。他水到渠成地突破炼气2层，而后很快进入炼气3层，还在攀升着，但林若尘心思却早已经不在这里。周围响彻的大道之音让他如痴如醉，在逆命杯的帮助下，他对宿命轮回诀的领悟不断加深。冷月霜跟他处于神魂共鸣状态，虽然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却下意识记了下来。他本就元阴巅峰，此刻周身散发道运，似乎随时能突破到出窍境。曲灵英也跟着沾光，在这道音之中如痴如醉，几乎彻底沉迷其中。原来逆命杯的传说是真的，里面居然真有一套完整的天道规则。外界在月华倾泻而下之际，断月妖匣内再次传出剧烈的锁链颤动声，发出砰砰的开合声。那双赤红的巨大眼眸再次睁开，龇牙咧嘴起来，露出一对寒光闪烁的大板牙。那庞然大物一跃而起，砸落在某物上，发出一声巨响，彻底将某物给盖严实了。他仰天厉叫起来，眉心发出剧烈的亮光，随后裂开，强大的妖气翻涌而起。断月妖匣四周的妖兽被妖气刺激，开始暴动起来，攻击所见一切。
不知道过去多久，一只毛茸茸的白鼠从那庞然大物的眉心爬出。那庞然大物眼眸暗淡下来，保持仰天长啸的姿势，飞快石化。白鼠不舍得回看了一眼，而后迅速跃下，顺着岩壁向上攀爬而去。数千里外，一男一女正在夹击一个清冷动人的女子，三人纠缠不休。那清冷女子看着倾泻而下的月光，瞬间脸色巨变。杀儿！她拼着玉石俱焚的风险，逼退了敌人，向着月光落下之地飞快掠去。那一男一女对视一眼，那一袭粉裙的女子冷声道：追！三人一前一后，在这段月山脉内呼啸而过，随手斩杀飞来的妖兽。而另一边，林洛尘两人正物我两忘，沉醉在神魂交融状态之中。突然，冷月双堂口微张，渡来一股纯阴之气，让林洛尘成功突破了炼气6层。这非一般的修炼速度，让林洛尘欲罢不能。正想再来之际，冷月双无力瘫软在他怀中，身上散发出一股特殊的香气。他神魂中传来一股求饶之意，不行了，再来自己要魂飞魄散了。林洛尘本能的想说再来最后一次的时候，冷月双身上一股道韵传开，两人从神魂共鸣状态惊醒，林洛尘被逼退，飘落在地上。他正惊疑不定之际，屈灵音的声音响起，他突破出窍了，天劫要来临了。冷月双误打误撞，在神魂共鸣之际领悟了何为出窍，只是也不知道是不是领悟歪了。此刻林洛尘举头望明月，感慨今天的月亮又大又圆，忍不住想起一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可惜那皎洁的明月很快被白云遮住了，天上的仙子还白了他一眼。虽然这一眼毫无杀伤力，只是让某人心神荡漾就是了。冷月双衣不蔽体，香汗淋漓，感觉身上黏糊糊的，迫不得已换了一身新衣裙遮住春光。林洛尘没有多余的衣服，只能把被仙子扯得破破烂烂的衣服穿好。幸好匿名背在衣服里面，没掉出来被冷月双看到，不然就麻烦了。林洛尘体贴地把地上仙子不要的衣服收拾了，收入储物戒中。这些你也不要了吧，我帮你收走了，下次别乱丢垃圾啊。冷月双傻眼了，欲言又止，却被他先声夺人。别废话了，快走，等一下天劫下来动弹了怎么办？冷月双想起刚刚的情况，有种想直接埋在这里的冲动，实在太丢人了。但他也知道时间紧迫，只能拉着林洛尘向外飞去。一路上，那些蝙蝠居然主动给两人引路，显得格外神奇。林洛尘闻着冷月双身上的香味，看似随意道：你有把握渡劫？冷月双啊了一声，才声如闻那道：应该没问题。林洛尘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刚刚还亲密无间的两人沉默不语，气氛尴尬又暧昧。识海中曲灵音乐的不行，这两个小家伙可真好玩。过了好一会，冷月双小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这话说的他自己都无地自容了，自己都跟他差点那样了，居然连他名字都不知道。林洛尘沉默了一会，才轻声道：林洛尘。冷月双喃喃念了2次，认真道：我记住了。很快，两人很快从山洞中飞出，冷月双在洞口将林洛尘放下。公子激活幻肾符躲起来，多加小心。林洛尘也做不到冷脸相对了，只能道：你也是。见他将那还未彻底耗尽力量的幻肾符再次激活，冷月双果断从洞口飞出。他以月光照耀四周，外面那些妖女根本没看清楚他从哪里飞出，连忙追上去。而冷月双果断引落天劫，那些妖女连忙退让开去，唯恐被天劫波及。林洛尘在暗中看着天上飘然若仙，仿佛月神降临一般的冷月双，眼神复杂至极。这女人看似清冷的仙子，实在就是个不善交际，只是个惜字如金的社恐。他摇了摇头，收拾了一下心情，果断往万福山里面继续跑去，想从山脚离开。山洞内的伏妖大多出去了，只有一些小妖，他还是能对付的。曲灵音忍不住打趣道：你小子倒是聪明，没傻乎乎在原地待着。林洛尘淡然道：把命运交给他人，不是我的习惯。曲灵音咯咯笑道：那我劝你跑快点，不然他师尊来了，你就麻烦大了。林洛尘不明所以道：为什么？曲灵音忍俊不禁道：你吸了他那么多阴气，这瞒得过外人，大概率是瞒不过他师尊的。你说你解毒就算了，还吸人家的纯阴之气干什么？害人家元气大伤。林洛尘错愕道：他不是元阴未破吗？曲灵音笑道：是啊，但阴气受损也是事实啊。你为什么不提醒我？我提醒了啊，但你当时太入迷，完全没听到。林洛尘欲哭无泪，操，那我辛辛苦苦憋那么久，图个什么啊？曲灵音笑个不停，有区别的，元阴破了绝对是不死不休。这个如果那个丫头帮你遮掩，大概问题不大，你就祈祷她聪明点吧。林洛尘闻言果断启动神行符，一路撒腿狂奔。他对冷月霜的智商持怀疑态度。此刻天空中电闪雷鸣，
一道又一道雷蛇从天上砸落。冷月霜手中持着一把银白长剑，正在高空中挥洒不断，如同仙子一般。罗瑶瑶第一时间从万福山内飞出，带着一众妖女不动声色将冷月霜包围。但出乎他的意料，冷月霜居然没趁机突围，反而老老实实在原地渡劫。这女人是吓傻了。罗瑶瑶突然想起什么，让麾下的妖女进入万福山搜寻林洛尘。冷月霜神色果然着急起来，更坐实了罗瑶瑶的想法。好你个玉女宗圣女，居然还想男人了！罗瑶瑶冷笑不已，只等冷月霜渡劫完毕，痛打落水狗。林洛尘埋头在万福山中狂奔，斩杀那些向他飞来的伏妖。如今他已然炼气6层，实力突飞猛进，身上的伤口更是被月华治愈，状态前所未有的好。在神行符的帮助下，他灵活地在洞中穿行，速度快若奔雷。听着外面雷声阵阵，林洛尘虽然有些担忧，却没有片刻停留。顾清寒按道理快到了，自己与其担心冷月霜，还不如担心自己娶林英是吧？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找不到我啊？幻肾符再好，迟早也得灵力耗尽，而且谁知道能不能瞒过高阶修士？屈灵英随口答道：“逆命杯有屏蔽天机之能，你只要往杯内注入灵力即可。”林洛尘没想到这么简单，连忙往逆命杯中注入灵力，而后继续在万福山乱跑。但这万福山道路错综复杂，他还真跑了不少冤枉路，自己都转得有些蒙圈了。就在此刻，一声滋滋声响起，吓了林洛尘一跳，手中断刃差点丢了出去。只见一只圆滚滚的小白鼠在洞穴之中出现，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它全身毛茸茸的，一双小爪子干净无比，短短的尾巴藏在毛发中，极为不显眼。林洛尘在那双黑葡萄一样的眼中看到了人性化的感情，不由也愣了一下。那小白鼠突然招了招白净的爪子，滋滋叫了2声，示意他跟上。曲灵英，这白鼠有问题吗？屈灵英啼笑皆非道：“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神仙。”林洛尘看着跑出去几步，又回头看着自己的小白鼠，犹豫片刻，还是跟了上去。反正他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跟着这白鼠没准就能出去呢。而且大概因为他就是被白鼠送养的，他对白鼠有莫名好感。外界一道耀眼的雷霆落下，仿佛将漆黑的苍穹撕裂成2半。随着一声巨响，雷霆四散，而后雷云缓缓散去，皎洁的月光再次洒落。冷月霜披着一层月光，服下几颗丹药，眼神冰寒地看着围上来的罗瑶瑶等人。罗瑶瑶舔了舔红唇，巧笑嫣然道：“月霜妹妹，男欢女爱的滋味如何？”冷月霜听她还敢提起，气得咬牙切齿，眸中寒光一闪：“妖女，闭嘴！”她猛地记起手中的长剑，化作几十道皎洁的剑光，划破长空，斩向罗瑶瑶等人。离得近的几个妖女避之不及，惨叫一声从半空中坠落。罗瑶瑶没想到冷月霜才刚刚突破，居然能强到这种地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万福山周围的伏妖居然悍不畏死地向他们飞来。罗瑶瑶脸色巨变，连忙道：“起阵！”周围的妙音门弟子迅速脚踩天罡步，阵阵粉色的烟雾环绕，各种幻象层出不穷。但众弟子忙着对付飞来的伏妖，阵法的效果大打折扣。而此刻冷月霜晋升出窍，实力与之前天差地别，月华笼罩周身，将毒气隔绝。他化作一道璀璨的流光，一剑向着罗瑶瑶刺去，想杀了这罪魁祸首。罗瑶瑶手中绸缎舞动，咯咯直笑，不断用天魔音干扰冷月霜。月霜妹妹如此恼怒，看来已经成其好事，尝到灵根的滋味了。啧，没想到冰清玉洁的玉女宗圣女，居然被一个凡人亵渎了。要是被玄州的年轻俊杰知道，他们心中的仙子与野男人在山中苟且，该多伤心。冷月霜忍不住想起刚刚的情景，又羞又恼，寒声道：“闭嘴，你这妖女！”他手中长剑亮起，剑光如同狂风骤雨，打得罗瑶瑶应接不暇。罗瑶瑶的醉情烟对同阶的他效果微乎其微，更何况此刻冷月霜已然圣贤如佛。在林洛尘的帮助下，他已经心如止水，无欲无求，只有深深的疲惫和自责。自己怎么可以做出那种有辱门庭的事情呢？自己不纯洁了。冷月霜化悲愤为力量，手中的玉女剑诀倒是用得越来越利索。罗瑶瑶的醉情烟失效，被打得应接不暇，口中却不饶人。妹妹如此恼怒，难道是那小子银枪蜡头，中看不中用？妹妹息怒，姐姐回头给你找几个气大活好的男人，包你满意。冷月霜气得够呛，却一言不发，只是出手越来越狠厉。罗瑶瑶被打得节节败退，又惊又怒，连忙厉笑一声，召集所有弟子。在万福山四周的妙音门弟子连忙腾空前来帮忙，但效果微乎其微，毕竟那无数的伏妖让他们都应接不暇，哪里能有余力去帮罗瑶瑶？而此刻万福山山脚处，林洛尘跟着小白鼠从其中一个岩洞走出，看着眼前的树林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去，
但却被巨大的万福山挡住，只能听到不时传来的斗法声。林洛尘如今没有忘气的本事，看着夜色下黑压压的森林，一时之间犹豫不决。吱吱吱吱吱，小白鼠叫个不停，不时挥一下小爪子，示意他继续跟着走。林洛尘犹豫片刻，还是把心一横，选择跟着这小家伙继续跑。他宁愿死在这林中，也不想再被抓回玉女宗。小家伙，你可别为虎作伥，带我去喂老虎啊！小白鼠滋滋两下，似乎再说他才不会呢。林洛尘提心吊胆地跟着他左拐右拐地跑了好一会，发现还真没遇到任何妖兽。小家伙，你没被妖兽吃掉，果然还是有几分本事啊！小白鼠得意地叫了两声，自己虽然舍弃一退，一身修为付诸东流，但哪里有妖气，自己还不知道吗？再说自己身上残留的气息还未散尽，那些妖兽自然避之无不及。要不是怕吓到你，自己都直接带你走直线了。一人一鼠跑出去老远，林洛尘突然发现远处有数道流光掠来，连忙躲到暗中。一股寒流从远处涌来，天上雪花飞舞，一道清冷的白色身影手持长剑飞过。他一袭白衣被风吹得紧贴身在身，傲人的身段一展无余，却让人生不起任何亵渎的心思。一位女子倾国倾城的容颜上一脸寒霜，那双眼眸更是冰寒彻骨，清冷如同九天仙子。林洛尘看着那女子在头顶掠过，握着树干的手微微用力，眼中露出一抹恨意。顾清寒。顾清寒仿佛察觉到什么，回眸看去，却没发现站在林中阴影处的林洛尘。他没有停留，飞快掠过，因为他身后还有一男一女穷追不舍。远处强弩之末的罗夭夭发现了援兵，欣喜若狂道：文主，周宗主。冷月霜心中顿时慌乱起来，要是被这些妖女说出去，自己还用见人？绝对不可以。想到这里，冷月霜眼中泛起一抹血光，用手抓住剑身一抹，鲜血染红长剑。一抹血色月光照耀四周，他背后浮现出密密麻麻的血色弯月，绕着他缠绕。冷月霜一剑插下，寒声道：血月斩。他周身璀璨而凄厉的血刃迅速旋转，而后飞快扩散，笼罩他周身。那些妙音门弟子被卷入其中，纷纷惨叫一声，被斩成血沫，增强血刃风暴的威力。罗夭夭在血刃中坚持了一会，岌岌可危，最后把心一横：冷月霜，你给我等着！他直接自爆身躯，将血刃风暴炸散，元婴从中掠出，向远处逃去。但冷月霜恨透了这妖女，怎么可能放她离去？眼中血光大炽，想逃哪有这么容易？他一剑甩出，长剑化作流光，穿透罗夭夭的元婴，将她彻底斩杀。冷月霜俏脸煞白的凌空而立，四周的所有妙音门弟子无一生还。眼看顾清寒将至，他迅速向下方的岩洞飞去，却没能在里面找到林洛尘。林公子，四周静悄悄的，他神识扫出也没找到人，吓得他面无人色。难道他被妙音门的妖女抓了？此刻一道流光落下，顾清寒皱眉道：韶儿，你在找什么？冷月霜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毕竟他知道自己师尊最是厌恶男子，让他知道怕是麻烦了。顾清寒也顾不得更多，一把拉住他腾空而起，就想要离开。但两人这一耽搁，那追来的一男一女已经趁机将两人包围。当着我的面敢杀我的人，你们好大的胆子！粉裙女子语气冰寒彻骨，跟那魁梧男子一前一后，契机锁定了顾清寒。顾清寒握紧手中长剑，周身寒气涌动，眼神轻蔑：那又如何？宋闲云，你要是不服再战。那宋闲云气得够呛，蛊惑男人他擅长，斗法他还真不如这女人。而且这女人在合体巅峰，离洞虚境也就一步之遥了。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两人也不至于跟他纠缠这么久，还没能拿下。顾清寒，我劝你乖乖把东西交出来，那东西你玉女宗把握不住。顾清寒冷笑道：我玉女宗把握不住，你妙音门就把握得住了。宋闲云闻言脸色难看，但看了身边男子一眼，不得不昧着良心开口：我妙音门自然不会如此不自量力，会将此物献给轮回圣殿。话音刚落，一声轻笑响起：宋门主对我圣殿忠心耿耿啊，值得嘉奖。宋闲云脸色微变，连忙躬身行礼道：闲云见过九幽圣女。那魁梧男子更是一脸恭敬到属下拜见圣女。一道身着黑色纱裙的女子缓缓踏步而来，嘴角挂着一抹玩味的笑意：顾清寒是吧？东西给我，我饶你不死。顾清寒也不由脸色微变，轮回圣殿6位圣女之一的夏九幽。这女人虽然只是洞虚初期，但身为轮回圣殿圣女，执掌着轮回圣殿那件圣器的一部分，而且此女身份不凡，身边应该有护道者跟随，这下倒是麻烦了。就在顾清寒犹豫之际，一道苍老的女子声音缓缓传出：夏九幽，你是当我们圣庭不存在吗？如此明目张胆打劫我圣庭麾下宗门。顾清寒如获大赦，连忙行礼道：周公主。
一个手持拐杖的老妪缓缓走出，几步之间就来到了他面前。顾宗主无需担忧，有我们盛庭在，这些魔道贼子嚣张不起来。谢周公主主持公道。虽然人是顾清寒叫来的，但她心中还是不免有些不甘。毕竟赔了夫人又折兵，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开始顾清寒是想私藏逆命碑的，但被妙音门埋伏后，就知道这是瞒不住了。他选择向盛庭请求支援，同时极力阻止逆命碑落于敌手，省得事后被追责。老妪语气平淡道：夏九幽，你是要让你的护道者跟老身打上一场，还是乖乖退去？那轮回圣殿的圣女夏九幽精致的耳朵动了动，不甘地转身离去。我们走。这姓周的老妖婆是大成后期，她的护道者不是对手。妙音门的门主宋贤瑜虽然不甘，却也只能跟着离去。老妪看向顾清寒两人，笑道：顾宗主还有小月霜，你们没事吧？顾清寒浅笑道：谢周公主关心，幸好周公主来得及时，才没让宝物落于敌手。他看向冷月霜，霜儿还不把东西交给周公主？冷月霜连忙把铁杯摘下，交给那周公主。那周公主细细查探，却发现这似乎只是一块普通的铁杯，老脸顿时皱了起来。就只有此物吗？就只有此物。顾清寒看向冷月霜，冷月霜连忙道：公主若是不信，弟子可以立誓。周公主闻言脸色稍缓，笑道：我自然信得过你们，说说前因后果吧。顾清寒解释道：断月妖匣出现异动，我担心有妖物出事，带弟子前来查看。恰逢此物从妖匣内飞出，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它截获，正想上交圣庭，没想到走漏了消息，被妙音门埋伏，前来的门人尽数战死，只剩下我2人。周公主人老成精，自然知道他想要什么，流露出一抹悲伤之色。顾宗主节哀，此次你玉女宗劳苦功高，老身会为你上报上去。至于此物，老身先上呈圣庭，若是确认无误，便让人送回来给你们。顾清寒嗤之以鼻，这送上去还能回来？但他还是不动声色道：有劳周公主了。周公主点了点头，笑道：走吧，别让那些魔道贼子又卷土重来了。冷月霜犹豫了一会，迟疑道：周公主，你看一下这万福山内还有人吗？那周公主闻言，强大的神识如同惊涛骇浪一般涌出，而后眼中寒光一闪。还是小月霜你细心，没想到洞内居然还有4只小老鼠。他猛地一抓，山石破碎，4道身影被从山洞内抓了出来。冷月霜吓出一身冷汗，正想开口说什么，却发现4人都是女子。这正是奉命去抓林洛尘的几人，却在洞内迷路了，错过离开时机。那4个女子连连求饶，但周公主随手一捏，几人瞬间化作血雾。好了，这些妖女居然敢戏你殷切，本宫帮你报仇了。顾清寒闻言脸色微变，伸手抓住冷月霜的手，发现她原因还在，才松了一口气。你体内的阴气怎么受损如此严重？这种情况下，冷月霜怎么可能把自己跟林洛尘的事情如实相告？难道还要把自己这么大个人还尿裤子的事情说出来吗？他现在都还感觉黏糊糊的，只想尽快回去沐浴，换一身干净的贴身衣物。我被他们追上来，吸了点阴气，不过已经不碍事了。顾清寒神色稍缓，要是再把弟子搭进去，这次真亏到姥姥家了。周公主也不再多说，带着2人在天空中呼啸而过，一下子将断月山脉甩在后面。冷月霜回看断月山脉，眼底闪过一抹担忧，他到底是自己离开了，还是被妙音门的妖女抓走了？想起林洛尘的神意，他更倾向于林洛尘是自己离开了。罢了，自己先离开，再找机会回来找他吧。下方林中，林洛尘看着他们离去，目光复杂，又有些嘲弄。还是跟上一世一样，竹篮打水一场空，图为他人做嫁衣。只是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上一世逆命碑最后又回到了冷月霜手中？这圣庭真这么讲道义，还是说他们参破不了逆命碑的奥秘，把主意打到冷月霜头上？林洛尘想不明白，也懒得深思。如今外忧已除，该解决内患了。好了，说吧，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听到林洛尘的问题，屈灵英无奈笑道：你小子过河拆桥倒是挺快。林洛尘语气平淡道：你在我识海对我虎视眈眈，还想我对你多客气？屈灵英笑道：你别急，出去再说吧，这里可并不安全。林洛尘想了想，也是这个理，正邪2道都走了，等一下这些妖兽发疯了怎么办？他跟着前面的小白鼠继续往前走，哪怕有修为在身，也累得够呛。突然，那小白鼠跑到一颗火红的灵果前，叫个不停。曲灵英赞叹道：火灵果，这可是好东西啊！林洛尘拿着断刃警惕地看了一圈，却连守护的妖兽影子都没看到。等他回过神来，那小白鼠已经捧着比自己还大的一颗火灵果献宝一样递到他面前。林洛尘见没有危险，顿时神色古怪，难道这守护的妖兽发狂外出了？那倒是天赐良机啊！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小家伙，这个你自己吃吧。林若尘说完，果断上前将灵果连根拔起，而后带着小白鼠扬长而去。一人一鼠走后，一条巨蟒才颤颤巍巍回来，看着地上的深坑，欲哭无泪。你这等境界的大妖，欺负我一条小蛇，合理吗？小白鼠觉得挺合理的，毕竟再过一段时间，他身上的残留气息就要散尽了。所以他带着林洛尘在断月山脉内东拐西歪，让林洛尘捡了不少天材地宝。林洛尘感觉自己跟做梦一样，走几步就看到一株灵药跟野草一样在路边种着，要么就是一大块岩晶在洞穴内镶嵌着，被他用断刃直接割下，整块带走。他整个人有些晕乎乎的，感觉下一秒就要从梦中惊醒了。小家伙，你到底什么来历？寻宝正欢的小白鼠一僵，坏了，这么快就露馅了吗？他瞪着圆滚滚的大眼睛，无辜的吱了一声，试图蒙混过关。林洛尘看着他这模样，也不像什么凶恶的妖兽，心中疑惑万千。这难道是送自己过去的那只白鼠的后代吗？但这不是多想的地方，而识海中的曲灵音更是让他不方便开口。林洛尘摆了摆手道：快走吧，等一下这些妖兽回来就麻烦了。小白鼠如获大赦，欢快地在地上奔跑起来，圆滚滚的身子看着格外可爱。曲灵音疑惑道：这倒是像古籍中记载的寻宝鼠啊。林洛尘喃喃道：寻宝鼠吗？他倒是名副其实啊。他一路跟着鼠鼠翻山越岭，沿途捡了一晚上的天材地宝，名副其实的捡到手软。林洛尘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捡了多少宝贝，但却乐此不疲。虽然这些东西对高阶修士不算什么，但对他来说绝对是天降横财。林洛尘一边寻宝一边赶路，走了一宿才回到断月妖峡外围。远离断月妖峡，他长舒一口气，找到了自己平常打猎的临时据点，一屁股坐在山洞中。看着那也是累趴下的小白鼠，他丢出2颗灵果笑道：小家伙，辛苦你了。小白鼠灵性十足的眯着眼睛，捧着那比自己还大的灵果，3下5除2就吃完了。林洛尘错愕道：这么能吃？曲灵音淡淡道：寻宝鼠只要有足够的天材地宝，几乎没有任何修炼瓶颈。不过他们晋级所耗费的天材地宝是一个天文数字，妥妥的无底洞，你养不起的。林洛尘随手又丢出几颗灵果，淡淡道：反正也是他找来的，无所谓。他服下1颗灵果，而后盘膝坐定，心神沉浸在识海中，缓缓睁开了眼睛。看着识海中一袭黑裙倾城绝色的曲灵音，林洛尘眼神有些警惕。说吧，你是什么人，来自哪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识海之中？曲灵音沉吟片刻，语不惊人死不休道：我来自1000年后的未来。什么？林洛尘条件反射道：你在开玩笑吧？曲灵音再次强调道：我没开玩笑，我来自清虚历6202年，也就是你的1000年后。林洛尘脑袋嗡嗡的，大脑有些反应不过来。哪怕曲灵音说他是域外天魔，他都不至于如此吃惊。如果他没有重生，那他一定嗤之以鼻，觉得这女人脑子有问题。但他都能重生了，那曲灵音来自1000年后，好像也挺正常的。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识海里面？曲灵音无奈道：我也不知道啊，我对着逆命碑念动速命轮回卷，那条黑河突然出现拽我进去，而后莫名其妙把我丢你识海来了。林洛尘闻言相信了大半，因为他何尝不是如此？区别只是他来自100年后，而曲灵音却是来自1000年后。但是个人就往自己识海丢，这合适吗？林洛尘突然想起，曲灵音并不是被丢进自己识海的，而是被丢在那片黑暗的空间之中，里面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他是被那2条锦鲤所化巨龙带过来自己识海的。那片黑暗空间难道是时空驿站不成？听你之前的话语，你是知道逆命碑的功效，带着目的而来。曲灵音嗯了一声道：传闻逆命碑有穿越时空之能，我来这里找人。林洛尘错愕道：找人？你来找你先祖吗？这女人拿着逆命碑，不会是自己的后代吧？难不成自己混得太差劲，子孙逆着时光来催促自己上进了？曲灵音啼笑皆非道：才不是什么先祖呢，我是来找传说中的轮回圣君的。但我来的时间好像早了点，这个时间轮回圣君似乎还未出现，逆命碑在你手中。林洛尘再次听到这个名号，不解道：轮回圣君，他是谁？曲灵音老实道：轮回圣君是人族圣人，有关他的所有记录都被彻底抹去了。但从仅存的文字来看，从上古年间开始，人族的很多重要节点背后都有他的身影。他仿佛操控世间的大手，控制着人族的走向，让人族一步步走到今天。更有人怀疑，轮回圣君可能从远古时期就出现，从那时候开始扶持人族。他神出鬼没，飘忽不定，有时高调现身人前，有时又销声匿迹数百年。他似乎不存在于世间，却又仿佛无处不在，
传闻不死不灭，能游走时空。这位人族圣人被称为太初圣君，与其余9圣并列，但他觉得不好听，自称轮回圣君。林洛尘喃喃道：太初圣君，这不是挺好听吗？挺霸气的啊。曲灵英摊了摊手道：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据传如此。林洛尘好奇道：你找他干什么？曲灵英眼中一芒一闪：我想确认他到底是不是真死了。林洛尘错愕道：你不是说他不死不灭吗？这妖牛还能死了？曲灵英有些感慨道：这世间谁又能真正不朽？他被强敌联手镇杀，宿命轮回诀和逆命碑就是他的遗物。林洛尘闻言有些傻眼，刚刚他还以这轮回圣君当榜样，觉得做人当如此呢，结果转眼就被泼了一盆冷水。这等人物都死了，自己呢？原来自己手中的逆命碑和宿命轮回诀就是那位轮回圣君所留吗？照你这么说，这个时间点，这位圣君应该已经陨落。那你怎么说自己来早了？曲灵英摇头道：不，他是死在与各族征战和对抗域外邪魔的过程中，这个时间点他应该还未陨落。你这逆命碑从何得来？你好像也会宿命轮回诀，你跟那位圣君是何关系？他探头探脑看着灵台中的林洛尘，神色古怪道：你该不会就是轮回圣君吧？林洛尘翻了翻白眼道：我倒是想，但可惜我不是，这逆命碑是从断月妖匣飞出来的。至于宿命轮回诀，这是我从逆命碑内所得，你自己不也会吗？他不知道曲灵英可不可信，自己重生之事断然不可能一股脑告知。曲灵英若有所思道：断月妖匣吗？我们去看看。林洛尘连连摇头道：你是不是傻？那是断月妖匣，大成修士都不敢贸然进去的地方。曲灵英错愕道：这个时期的断月妖匣这么危险吗？难道轮回圣君在里面沉睡？林洛尘耸肩道：我怎么知道，反正我可不进里面送死。你跟他又是什么关系？大费周章穿梭时空，就为了确认他的生死？曲灵英犹豫片刻，怅然道：我除了想确认他的生死，还想改变未来。改变未来？林洛尘错愕地看着他，曲灵英点头道：对，改变人族覆灭的未来。见林洛尘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曲灵英娓娓道来，给他讲了一下事情始末。据他所说，未来的人族在历经多次劫难后，盛极转衰，开始走向没落，人族传承几乎断绝，修士青黄不接，面临种族覆灭之危。他们几乎回到了远古时期，被各族猎杀和奴役，曾经的辉煌不再。众生将希望寄托于传说中的轮回圣君，希望他能回归，带领人族重新繁荣昌盛。虽然那位轮回圣君早被众多强敌镇杀，但冰解前曾留下豪言壮语：他不死不灭，终将归来。待他归来之日，必定横扫诸天万域，清算一切仇敌。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在故意震慑敌人，同时留给人族希望。未来的人族的确靠着这股信念支撑，艰难的苟延残喘着。曲灵英叹息道：数百年过去，轮回圣君仍旧毫无音讯，人族开始消沉。我担心人族的未来，也想知道轮回圣君是不是真死了，便对着逆命碑念了宿命轮回诀。其实包括我在内，已经有无数人尝试过，逆命碑对此都毫无反应。但这次我却被拉入那条黑色长河，莫名其妙就被他丢来你这里了。林洛尘仿佛听神话故事一般，难以置信道：你说未来人族有覆灭之危？你开玩笑吧？人族如今正是强盛，魔妖鬼灵巫等大族都不敢轻举妄动，怎么可能短短1000年间就到了你说的濒临覆灭的地步？你一定在骗我。他虽然一直被囚，但人族历史那可是熟读，对清虚的大概情况还是知道的。不过他想起上一世所听闻的风言风语，心中却还是有些担忧，未来怕是真没这么平静。曲灵英云淡风轻道：如今的人族的确强盛，甚至在未来200-300年会更强盛。那是人才辈出，天骄纵横的黄金盛世，但就是这样的盛世被打得一败涂地。林洛尘沉声道：敌人呢？魔族、妖族还是巫族？总不能是灵族和鬼族吧？曲灵英摇头道：不知道，因为那段历史被人为抹去了。但你说的这些种族未来都是奴役和猎杀的一份子，也许都有份吧。林洛尘虽然不愿意相信，却无法反驳，只是仍旧持怀疑态度。如果这轮回圣君是死于敌人之手，这逆命碑和宿命轮回诀为什么在你手上？曲灵英叹息道：为了夺回逆命碑，人族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性命，但这逆命碑没有一点反应。如果不是这次我激活了它，我都怀疑它是假的。林洛尘点了点头道：所以你来这里是改变人族的未来？曲灵英点头道：对，我要扭转人族衰落的命运。你不怕改变了未来，自己会消失吗？听到林洛尘的话，曲灵英慷慨陈词：若我之死能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虽死何惧？
林洛尘看着一脸悲壮的曲灵英，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的样子。这女人一看就不像正道啊，真能做出这种为天下赴死的壮举。曲灵英被他看得发毛，连忙转移话题。好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赶紧坦白，你跟轮回圣君到底是什么关系？林洛尘没想到这女人还怀疑自己是轮回圣君，无奈地翻了翻白眼。我跟他没任何关系，唯一的联系大概就是这逆命碑和宿命轮回诀了。事关人族生死啊，你别开玩笑了。曲灵英这急道，我真没开玩笑，我真不知道什么轮回圣君。林洛尘无奈至极，自己说实话怎么就没人信呢？不过他倒是有一个猜测，自己那生死未卜的父亲不会就是什么轮回圣君吧？但这事自然不可能跟曲灵英说的，谁知道这女人有几分真几分假，还得再深入了解，知根知底再说。曲灵英喃喃道，不应该啊，逆命碑在你手上，你又能激活，应该跟他有关系才对啊。林洛尘没好气道，你不也能激活逆命碑，你跟他也有关系不成？那不一样，我是实。什么？林洛尘怀疑地看着曲灵英，总觉得这女人有所隐瞒。曲灵英振振有词道，我所在的时空轮回圣君已经死了，逆命碑是无主之物，这个时间段逆命碑应该掌握在轮回圣君手中才对，怎么可能认你为主？你肯定跟他有关系。林洛尘呵呵一笑，那按你这么说，我岂不是轮回圣君？曲灵英看着弱小的林洛尘，竟然无言以对，只能挠了挠头。难道逆命碑有2块不成？还是说他真能游走时空，逆命碑只是锚点？林洛尘神色古怪，你们就不知道他长相、名字还有他的其他信息吗？曲灵英无奈道，没有，他很神秘，我们只有他一张背影的画像。林洛尘撇了撇嘴，有些酸溜溜，背对众生倒是逼格满满，我若能登顶世间，我也要这样玩。曲灵英娇哼了一声，你别想了，继续这样下去，人族没多少年了。这小子一定知道什么，就是不肯告诉自己。林洛尘自然知道他的意思，却故意装出不在乎的样子，洒脱一笑，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不知道呢，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曲灵英目瞪口呆道，你有没有点种族荣辱观啊？林洛尘哈哈笑道，人族未来轮不到我操心，我也没这个能力。好了，既然来错地方了，你是不是应该走了，顺便把这2条鱼也弄走？见他居然过河拆桥，曲灵英哼了一声，撇了撇嘴，这2条鱼可不是我弄来的，我弄不走。林洛尘看着那2条锦鲤，摆了摆手道，没事，那你先走也行。曲灵英气得牙痒痒的，不悦道，那你把灵台让开，把逆命碑给我。林洛尘警惕道，你这邪魔终于图穷匕现了，你果然是想占据我身体。曲灵英没好气道，我要你这臭男人的身体干什么？我没有逆命碑怎么走？但不管他怎么说，林洛尘就是不肯把灵台让开，交出身体的掌控权。曲灵英冷哼一声道，小子，你以为你不出来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他突然伸手，似乎想要拉林洛尘出来。林洛尘吓了一跳，幸好那株青莲及时洒下一片青灰，将曲灵英给罩住。曲灵英被困在青光之中，砸了几下也没能砸开这道看似脆弱的屏障。这是什么鬼东西？你到底是什么人？林洛尘见状顿时放下心来，灿烂笑道，我啊，就是一个普通人。曲灵英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在一个炼器小辈手中吃瘪，郁闷不已，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历？不仅能让逆命碑认主，识海中还有青莲异象，我真的只想借用逆命碑回去。我信你个鬼，老林说了，女人的话信不过。见他要走，曲灵英连忙道，小子，有话好好说，我们再谈谈啊。没什么好谈的，你先反省反省。林洛尘不理会气急败坏的曲灵英，果断退出识海，缓缓睁开眼睛。他拿出那块看似普通的逆命碑，眼中光芒明灭不定，心乱如麻。曲灵英说的到底是真是假？未来人族真有覆灭之危？所谓的轮回圣君跟自己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会回来取走这块逆命碑吗？小白鼠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着他，弱弱地吱了一声。林洛尘回过神来，摇了摇头，将杂乱的念头都抛诸脑后。管他那么多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他看向小白鼠，笑道，小家伙，我要走了，你要回山里面去吗？你如果想回去的话，我把东西跟你对半分，我们就此别过了。小白鼠连忙摇头。林洛尘伸手点了一下他的小脑袋，露出和煦的笑意，既然你不想回去，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小白鼠激动地点了点头，顺着他的手臂灵活地爬到他肩膀上待着。林洛尘起身走出山洞，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咧嘴一笑，眼底闪过一抹寒芒。自己总算自由了。顾清寒，你给我等着，总有一天小爷要让你付出代价。他大步地往山外走去，打算去找合适的宗门，拜入其中寻仙问道。修道一途，法、财、履、地缺一不可。
林洛尘是半道出家的野路子，想少走弯路，还得拜入宗门学习。玉女宗所在的玄州，他就不考虑了，打算前往魔道所在的兰州。那里虽然弱肉强食，强者为尊，但在生死压迫下，却是实力提升最快的地方。而他最缺的正是时间。兰州轮回圣殿之中，一个由数个圆环组成的魂天仪突然开始加速转动，散发出一道道诡异的光芒。一双清冷的眼眸睁开，看着眼前发出光芒的魂天仪，眼中异彩连连。数百年了，你终于又出现了。无独有偶，玄州圣庭，一个英明神武的男子闭眼坐于天宫之上，周身神光熠熠，恍若神明。他突然睁开眼睛，喃喃道：天命轨迹发生变动，世界变了。男子掐指盘算，却只能算出个大概，无法得出具体缘由，不由皱起眉头。居然能蒙蔽天机，到底逆命者应运而生，还是域外邪魔降临？魔族女帝回归在即，妖帝寿元将近，其余各族也不安分，真是多事之秋啊。除了2人以外，其他圣人亦有所察觉，但无一例外都推算不出所以然来。对此有人欢喜有人愁，巫族和魔族的圣人更是唯恐天下不乱。时间悠悠而过，1个月后，玄州玉女宗冷月霜回到玉女宗，花了1个月巩固境界，同时将悟道过程中听闻的法诀写了下来。顾青寒本以为断月妖匣一行一无所获，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顿时如获至宝。这些文字玄而又玄，像是瞎编乱造，但字里行间又似乎蕴含天地之理。见他如饥似渴，冷月霜趁机开口道：师尊，我想外出一趟。顾青寒愣住了，错愕道：外出？你要去哪里？冷月霜沉声道：师尊，这次断月妖匣之行，让弟子意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弟子以往都是闭门造车，境界领悟不够，感悟也不够，所以打算外出游历一番。顾青寒没想到他居然有此感悟，虽然不放心，但也不好阻拦他。双儿，你阅历不足，独自一人外出有危险，我让谢长老陪你一起游历吧。冷月霜想去打听林洛尘的下落，怎么可能还带上一个拖油瓶，果断摇头。师尊，我不是小孩子了，不想再处于常备庇护下，想自己出去闯一闯。顾青寒无奈，只能点头，又交给他一张挪衣符。行吧，你独自外出，记得凡事小心，有事传讯于我。是，师尊。冷月霜闻言连连点头，兴高采烈地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游历了。顾青寒自然不可能真放心他独自外出，吩咐宗门长老暗中跟随保护。冷月霜很快就发现了这尾随的出窍境长老，打定主意找个机会甩掉他，重回断月妖匣找林洛尘的下落。顾青寒正如痴如醉研究着那玄而又玄的法诀，哪里知道自家圣女到了叛逆期，或者说到了春心荡漾的年纪，跑去找男人去了。林洛尘对冷月霜来找自己一无所知，此刻正郁闷地坐在一座小城的酒楼中喝着闷酒。他雄心壮志，想要拜入仙门，让顾青寒和玉女宗等人付出代价。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林洛尘下山以后找了整整1个月，却愣是寻仙无门。山下都是些凡夫俗子，虽然知道修仙者的存在，却根本就不知道修仙门派在哪里。林洛尘在断月山脉附近的几座城池到处打听，却一无所获。他想到传说中修道者大多隐居山林，又兴致勃勃进了深山老林，而后败兴而归。之前在断月山脉满天乱飞的修道者，一下子全都销声匿迹，仿佛不存在一样。林洛尘没想到自己的雄心壮志居然折在了第一步，郁闷的想吐血。此刻他眼中泛起幽光，一眨不眨地看着下方走过的人，试图从中找到修道者。下方的行人身上都有一股气，或浓郁或暗淡，更有面带红光或者黑光者，但全都是普通人，身上没有任何灵气存在。就在这时候，小白鼠滋滋叫了2声，林洛尘回过神来看向他。这小白鼠妖气极淡，身上倒是有不俗的气韵，显然不是一般老鼠。此刻他敲了敲旁边的碗，一脸讨好看着林洛尘，你也想喝？见他点头，林洛尘试探性的给他倒了一碗。小家伙探头进去，喝得飞快，把林洛尘吓了一跳。鼠鼠，你喝慢点。他给这小家伙起了几个名字，他都不满意，还给他挖了一根的数出来。林洛尘试探性的念到鼠鼠的时候，他连连点头，至此他的名字也就定了下来。很快鼠鼠就喝得烂醉如泥，肚皮朝天地泡在碗中，吓得林洛尘赶紧把他捞了起来。鼠鼠，你振作点。鼠鼠靠着快桶坐着，眼神迷离看着他，也不知道想起什么，咧嘴直笑。林洛尘无奈摇了摇头道：小酒鬼。他继续看向下方街道，识海中的曲灵音有些好笑。小子，你在看什么？难道修道者头上还会写字不成？林洛尘不动声色道：没准还真写了字呢。屈灵音对此嗤之以鼻：你这样要是能找到修道者，你什么？
屈灵英想了想道：“你要是能找到，我教你一门剑诀；你要是找不到，把身体借我，让我用逆命杯回去如何？当然，这个是有期限的，必须在今天之内找到才算。”林洛尘犹豫了一下，突然眼睛一亮，嘴角微微上扬。行，一言为定。他自然不是把小命不当一回事，而是看到了远处有一男一女走来，两人周身有阵阵灵气波动，显然是修道者。林洛尘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洒脱一笑道：“你准备好剑诀吧。”屈灵英不明所以，毕竟他虽然与林洛尘共享所见所闻，却看不到气运，但当那一男一女出现在视线当中，他心中还是咯噔一声。这两人从神态和灵韵来看，还真像是修道者，特别是那女子顾盼生姿，灵气十足，一看就不是普通人。曲灵鹰嘴应道：“你别看见别人长得好看，就觉得他是修道者好吧？那我就证明给你看。”林洛尘将醉醺醺的鼠鼠揣进怀里，丢下酒钱便迅速下楼。这可是他难得见到修道者，看样子实力还不算强，他可不能放跑了。林洛尘走到门口之际，那一男一女正好从远处走来。男子一身华服，模样英俊，手中拿着一把折扇，算是风度翩翩。不过他脸色有些发白，眼窝凹陷，一副被酒色掏空的样子。女子一袭黑色长裙，周身裹得严严实实，连手上都戴着一双黑丝手套，美丽而神秘。她有沉鱼落雁之姿，月眉星眼，顾盼生姿，有些苍白的脸色更是惹人怜惜。两人身后还跟着两个随从，其中一人居然身上也有灵力波动，却极为微弱。林洛尘正打算上前套近乎，却连忙止住脚步，因为离得近了，他才看到那男子和一众随从脸上都蒙着一层黑雾，头上乌云遮顶。女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周身泛着一层血光，还隐隐有黑气缠绕，诡异无比。林洛尘暗骂一声晦气，好不容易遇到修道者，结果是死的。经过这半个月的摸索，他已经大概明白了这些异象所代表的意思。他们脸上的黑气是死气，死气越浓，代表离死亡就越近。眼前这几个倒霉玩意都浓得看不到人脸了，说明马上就要死了。那女子脸上的血光则代表血光之灾，但身上缠绕的黑气他还是第一次见，但怎么看都不像是好事。林洛尘因此望而止步，他这一眨不眨盯着两人，自然引起了两人的注意。女子看到林洛尘，不由眼睛一亮，下意识地多看了几眼，冲他嫣然一笑。男子见状，眼中闪过一抹嫉妒，而后示威一般转头与身旁的女子攀谈：“秋芷师妹，我们赶紧走吧，再晚城门就要关上了。”女子嗯了一声，轻声细语与他交谈，引得不少行人色受魂语。一行人在林洛尘面前走过，直奔城外而去。有几个男子互相打了几个眼色，暗中悄然跟上，似乎是被女子娉婷婀娜的身姿勾走了魂。在动身那一刻，几人脸上瞬间蒙上一层浓浓的死气，让林洛尘直摇头。色字头上一把刀啊，还好自己不是这种人。林洛尘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运转脸息诀，远远跟在几人身后。他倒不是想去劫色，而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修行门派的线索。实在不行，自己也只能上演一波英雄救美，用美男计来套情报了。当然，如果下杀手的人实力太强，林洛尘会毫不犹豫掉头就走。那一行人对自己被跟踪一事似乎一无所知，出城后径直来到城外一处荒废的驿站。此刻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男子站在破败的驿站中，左顾右盼，手中折扇轻轻拍打。秋芷师妹，你姐姐怎么还没来？女子脸上有些担忧。可我跟姐姐的确是约了在这里相见啊。青年看着美人如此，眼中闪过一抹情欲，恨不得将美人抱入怀中安慰，但他抬了抬手，却又放了下来，似乎在忌惮什么。秋芷师妹别急，夏竹师妹大概有什么耽误了，我们先处理了几只小老鼠先。女子愣了一下，似乎不明所以，而男子则是负手身后，朗声开口：“诸位跟了我们这么久，也是时候出来了吧？”话音刚落，十几个蒙脸的彪形大汉从四面八方走出来，将四人围在了中间。为首一人抬起手中大砍刀，指着那青年男子，凶神恶煞的样子：“小子，你若是识趣，乖乖束手就擒，把美人和财物交出来，让家里拿钱来赎。”青年周围的两个随从顿时警惕地看着来人，拿出随身携带的武器。青年手中折扇轻摇，轻蔑笑道：“我若是不识趣呢？”为首的劫匪眼中闪过一抹戾气，狞笑道：“那就休怪我们刀上不长眼了。”青年轻蔑笑道：“一群土匪都敢打劫到我头上来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将折扇一合，冷声道：“杀了他们！”两个随从应了一声，如猛虎下山一般，丝毫不惧地向着四周的劫匪杀去。场中顿时一片混乱，那两个随从以少打多，竟然打得有来有回。其中一个随从将一张符箓拍在刀上，长刀上顿时燃起熊熊火焰，在夜色中耀眼无比。有火焰刀的加持，
他在场中所向披靡，顿时杀得劫匪人仰马翻。一众劫匪脸色巨变，慌乱道：“不好，是修道者！现在知道怕了，迟了。”青年随手将来袭敌人击退，扇骨上的利刃在敌人身上一划，便是深可见骨的伤痕。他手中折扇不时旋转着飞出，斩杀敌人后又回旋着飞回来，显得潇洒不凡。秋芷师妹，你跟紧我，小心他们狗急跳墙。青年有意在女子面前卖弄，始终将她护在身后，完全不理会随从的死活。女子嗯了一声，轻声道：“文宇师兄，你也小心。那些普通土匪哪里是他们几人的对手？被杀几人后就慌不择路的四散而逃。”青年冷声道：“追，一个不留。”那两个随从犹豫了一下，碍于命令，还是向着敌人追击，却不敢追击过深。仙人饶命啊！我们只是一时啊！那些劫匪吓得屁滚尿流，连连求饶，但换来的只有无情的屠刀。青年看着劫匪尽数倒地，嘴角划起一抹冷笑，但他突然感觉后背一疼，难以置信地看着胸前的焦黑的黑洞。该死，他不是不能修炼吗？不对，他不是慕容秋芷。青年艰难回头，身后的女子仍旧带着温柔的笑意，眼底却冰寒彻骨，手中符箓缓缓暗淡。我哥不会。他话还没说完就倒地而亡。黑裙女子谨慎地斩断他的头颅，冷笑一声：“你哥不会知道的。”他向着那两个一脸骇然的随从掠去，身形飘若惊鸿，在两人眼中却像是索命恶鬼一般。慕容小姐，饶命！慕容小姐，我们绝不会对外泄露半句。黑裙女子却根本不给他们任何逃脱的机会，眼中杀意凛然，冷笑一声：“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场中最强的青年已经死在他手上，剩下两个随从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杀其中一人，剩下一人慌不择路，向林洛尘所在方向跑来。林洛尘对此很是郁闷，他本想英雄救美，谁知道这美人却是个勾魂使者。他弹出一颗石子打在那人腿上，反正那人也跑不掉了，没必要连累自己了。死道友不死贫道，道友你走好。片刻后，那摔了一跤的随从不甘的倒地身亡，到阴曹地府追随主子去了。黑裙女子捡起储物袋，用火焰符毁尸灭迹后，扭头看向林洛尘所在，嫣然一笑：“多谢道友出手相助，这位道友看了这么久，不知是想劫财还是劫色。”林洛尘没想到自己还是暴露了，二话不说拔腿就跑。这女子一看就是想杀人灭口，他可没这么傻还出去露个脸。从刚刚的交手来看，这女人虽然并不比他强多少，也就练气后期，但她显然受过系统的培训，懂得术法远比他多。林洛尘仅剩一张羽化符，实在没有把握正面能对付他，所以选择转移战场。黑裙女子周身环绕一股清风，脚尖轻点，便腾跃出老远，对他紧追不舍。道友这么急着去哪里？林洛尘的神行符早已报废，又没有修炼身法类术法，只能看着他越追越近。在下只是担忧姑娘安危才跟着，既然姑娘安然无恙，那我就不打扰了。黑裙女子身轻如燕，游刃有余地靠近林洛尘。公子别走嘛，人家还会跟你道谢呢。他挥手甩出一道符箓，化作一把半透明的金色巨剑，直刺林洛尘。林洛尘纵身一跃，躲过这一击，而头也不回地窜入树林之中，在树梢之间灵活腾跃。既然跑直线跑不赢，他也只能利用自身优势，尝试能不能在林间甩掉他了。在下并无恶意，姑娘真要赶尽杀绝吗？黑裙女子不为所动道：“公子是好意，可惜看到了不该看的。”他手中施法飞出一道又一道锋刃，却都被茂密的树木给挡住了。黑裙女子看着跟猴子一样忽左忽右，在林中乱窜的林洛尘不由皱紧了眉头。这小子是猴子吗？这么灵活？他迫不得已掠到树梢之上，借助高度优势捕捉林洛尘的动向，但灵力耗费巨大。林洛尘在林间不断腾跃，却并不慌乱，因为他还有一张羽化符。曲灵音，你输了，说好的剑诀呢？曲灵音没想到他这个节骨眼还有闲情逸致要战利品，不由啼笑皆非。你是赢了，但你也要死了，要不你把身体给我，我帮你反杀如何？林洛尘平静道：“你少做梦了，我就是死也不会把身体给你的。你有没有非刀类的攻击手段？不然就准备跟着我一起死在这里吧。”曲灵音无语道：“你这临阵磨枪有用吗？”林洛尘云淡风轻道：“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曲灵音郁闷的想死，这个一根筋的榆木疙瘩，对他而言，找一门炼气期能用的飞刀术法，可比找毁天灭地的禁术难多了。但看着紧追不舍的黑裙女子，他还是搜肠刮肚后给出一门运功手法。这招名为飞星，应该算是你目前能用的最强非刀类功法了。在这生死关头，林洛尘思路格外清晰和活跃，看了2次以后，心中大致有数。他故意卖了几个破绽，而那黑裙女子也没让他失望，抓住了其中一次机会。他娇喝一声，
周身狂风大作，整个人腾跃而起，10几道锋刃环绕周身。而林洛尘要的便是这片刻的滞空，突然一个回身，甩出手中的断刃，经过术法加成的断刃，顿时化作一道凄厉无比的血光，直奔女子的心脏。此术名副其实，的确快若飞星，转瞬即至。黑裙女子瞳孔一缩，连忙挥手释放周身锋刃阻挡，同时借力往一旁躲避。但血刃速度实在太快，击溃锋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贯穿她身体。女子惨叫一声，如同折翼的鸟儿一般从树梢坠落下来，跌落在地上。她虽然躲过了心脏，但断刃还是穿透了她的肩骨，破了她的术法。黑裙女子张口咳出一口血，捂着胸口艰难地爬起来，正打算往后撤，但林洛尘已经飞扑上来，一把将她按倒，一拳向她头上砸来，毫无怜香惜玉之意。他在山上打猎的本能，按到猎物先梆梆2拳往脑袋招呼，打懵逼再说。女子飞快扭头，耳边一声闷响，尘土飞扬，地面被砸出一个坑，吓得她花容失色。这一拳要是打结实了，自己脸怕是都要塌了吧。公子且慢，我有话要说。带着泥沙的拳头停在他鼻翼，带动阵阵劲风，吓得黑裙女子俏脸煞白。林洛尘二话不说，扣住她的手腕，将她反扭过来，半跪着按着她的身子。黑裙女子被按在地上，虽然有厚厚的缓冲，但扯动伤口还是疼得眼泪汪汪。疼疼疼，轻点，混蛋，你懂不懂怜香惜玉啊？林洛尘眼中冰寒一片，冷漠道：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他可不是什么圣人，没有什么以德报怨的坏习惯。女子弱弱地道：我们无仇无怨，刚刚是我一时糊涂，我知道错了。林洛尘冷声道：你不是知道错了，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你再不给我个不杀你的理由，就可以考虑该怎么跟阎王卖惨了。黑裙女子没想到这家伙这么狠，连忙道：别啊，我可以赔礼道歉的。林洛尘冷笑道：你别傻了，杀了你，东西一样是我的，不止你身上的东西，连你也是我的战利品，有什么资格借花献佛？黑裙女子傻眼了，连忙道：我家中颇有家资，可以让他们来赎我。林洛尘缓缓抬手开始蓄力，淡淡道：我对绑架不熟练，还是喜欢一锤子买卖。女子余光扫到他的动作，被他眼中的寒芒所摄，吓得花容失色。等一下，等一下，你想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林洛尘这才缓缓问道：你可知道如何拜入仙门？女子如获大赦，连忙道：当然知道，我就有一块登仙令。林洛尘眼中金光一闪，沉声道：哦，说来听听。黑裙女子有气无力道：公子，你先松开我，再这样下去我要死了。林洛尘看着染红地面的血迹，突然拿出一瓶丹药塞进他的嘴里面。女子被呛得连连咳嗽，皱眉道：这是什么鬼？林洛尘云淡风轻道：散魂丹，3天没解药，你会死得很凄凉。他说完在女子身上乱摸，吓得她惊叫连连。你想干什么？非礼啊，救命啊！呜，你别乱摸啊，我还是黄花闺女，你这样我嫁不出去了。林洛尘不为所动，在他腰间掏出了几个储物袋，又在他大腿根摸出一把短笔。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进他胸前摸了几下，果然在深渊中发现了几张符箓。黑裙女子顿时一动不动，呜呜地道：人家嫁不出去了。林洛尘松开她起身，警告道：你老实点，不然我随时能杀了你。黑裙女子眼泪汪汪地爬了起来，捂着伤口又羞又恼地瞪了他一眼。嗨嗨，给我疗伤的伤药。林洛尘打开储物袋，从中拿出2瓶疗伤的丹药丢了过去。黑裙女子正想转身上药，林洛尘警告道：不许背对我搞小动作。可是我要换伤药啊。你换，我又不拦你。那你又不转身，又不给我转身，你什么意思？林洛尘云淡风轻道：我从不背对敌人，你放心，你在我眼中跟猪肉没区别。黑裙女子气得想咬死这家伙，但伤口实在疼得受不了。她试图拉低衣领，但那绷得紧紧的衣裙实在拉不动，只能撕开衣领上药。幸好伤口在肩膀上，她勉强能撒到后背，不然怕是要求这家伙给自己上药了。林洛尘看着不远处的雄伟雪山，悠悠出神。他看似稳如老狗，实则眼神有些闪躲，却又本能看去。屈灵英与他共享视线，忍不住咯咯道：小子，你不是说跟猪肉没区别吗？林洛尘老实道：我承认跟猪肉还是有点区别的。黑裙女子将药粉撒在伤口上，却发现鲜血还是不断从伤口涌出。她手忙脚乱地用双手一前一后捂着伤口止血，连春光大泄也顾不得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林洛尘虽然知道断刃造成的伤口很难愈合，但没想到修仙者的灵药居然都不管用。之前罗瑶伤口恢复，让他以为这能力对修仙者不管用，原来也看修为的。林洛尘将掉在远处的断刃捡起，缓缓向女子走去，
吓得他花容失色。你又想干什么？不想死就别乱动。林若尘用断刃在掌心一划，而后直接按在他肩膀的伤口上，嘴中念念有词。但其实他是在念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纯粹是为了迷惑曲灵英和黑裙女子。林若尘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血能消除断刃的力量，但却明白不能让外人知道。黑裙女子感受到林若尘火热的手按在伤口上，疼得冷汗涔涔，心中更是后悔不迭。慕容夏竹啊，你说你惹这煞星干什么？这下被他看遍又摸遍了，以后可怎么嫁人啊？他想冲林若尘怒目而视，但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朗面容，又不由眼神闪躲地看向一旁，这家伙怎么长得这么好看？你重新上药吧，应该可以了。林若尘的话将慕容夏竹惊醒，他重新上药包扎，这回伤口果然愈合了。谢谢。话一出口，慕容夏竹就意识到不对劲，这不是他打伤的吗？该死，这张脸太有迷惑性了，让自己都迷糊了。林若尘不冷不淡地嗯了一声，用绷带在手上缠绕，省得被人发现伤口都快愈合了。说吧，什么是登仙令？慕容夏竹看着他冰寒的目光，感觉伤口又隐隐作痛了。这家伙到底是不是男人啊？每隔3年，兰州的修仙门派会联合举办一次登仙大会，招收弟子。持有登仙令者前往参与考核，通过者会被各门派挑选，收入门中。林若尘哦了一声，饶有兴致道：那这登仙令如何获取？慕容夏竹解释道：各地的修仙世家都有固定份额，还有各门派长老随手所赠。此令长期有效，并不绑定个人，只要是持有登仙令者，皆可参与考核。我手上刚好有一枚登仙令，愿将此令赠与公子，望公子高抬贵手。林若尘扫了一遍储物袋，却没发现有登仙令，又上上下下打量他。这女人全身上下哪里还能藏得了令牌？见林若尘变成了叮当猫，慕容夏竹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又羞又恼。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登仙令我没带身上，放在城中朋友那里。只要你给我解药，发誓不杀我，我就带你去找他，将登仙令奉上。林若尘点了点头道：可以，我自然会给你解药。慕容夏竹郁闷地撇了撇嘴，无奈道：好吧，我们先回去打扫战场先。两人向那处废弃驿站走去，一路上两人都没开口说话，也没询问彼此姓名，因为他们都知道，就算问了也是白问，得到的8成是一个假名。片刻后，慕容夏竹问林若尘要了张火焰符，将驿站附近的尸体尽数焚烧。林若尘看着他熟练的动作，不由感叹这兰州果然人杰地灵，民风淳朴。慕容夏竹留意到他的眼神，尴尬一笑道：其实我是被迫自卫的，这些都是见色起意的混蛋，都不是什么好人，全都死不足惜。林若尘漫不经心嗯了一声，询问道：你这么谨慎，跟你同行的男子来历不凡？慕容夏竹点了点头，尴尬道：他是世家子弟，族中有金丹修士，如果不是他想财补我，我也不想杀这种世家子弟，惹一身麻烦。曲灵英嗤之以鼻道：一个金丹也敢称世家，真是贻笑大方。林若尘没他这么狂，打定主意那世家公子的东西自己要小心处理。公子，慕容夏竹可怜兮兮地看着林若尘，开始撒娇卖萌。我储物袋里面的东西，你能不能给回我一部分？里面有我的衣物，那些都是女子衣物，你拿着也没什么用，而且我进城还得再易容呢。林若尘犹豫了一下，一件件将衣服拿出来，仔细检查后才丢回给他。慕容夏竹看着他神色古怪的摆弄自己半透的小肚兜，羞得差点在地上挖个坑把自己埋了。你是变态吗？林若尘面无表情道：小心驶得万年船，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藏什么宝贝在里面？慕容夏竹气的胸口剧烈起伏，伤口隐隐作痛，有种射死当场的感觉。别翻了，我都不要了，你在里面找一身男装和一卷绷带给我就行。太丢人了，他受不了了。林若尘丢出一身男装，神色古怪道：你还有这爱好？我这是为了行事方便，才不是什么特殊爱好呢。慕容夏竹气呼呼当着他的面用绷带束胸，而后直接将男装往身上套，自己就算臃肿点也才不要再便宜这家伙。片刻后，慕容夏竹换上男装，变成翩翩少年郎，只是胸肌有些浮夸。走吧，再不走城门就要关了。林若尘点了点头，跟着他往城内走去，心中警惕拉满。这女人信不过，谁知道她会布下什么埋伏等着自己呢？事实证明，林若尘的担忧并没有错。半个时辰后，他跟着慕容夏竹走进一条热闹非凡的长街，道路两侧到处都是花枝招展，衣着暴露的女子不断对着两人抛媚眼。好俊的公子，公子上来玩啊，奴家不收你钱。嘻嘻，公子，来奴家这，奴家可以倒贴你10两银子哦。林若尘虽然没来过，但也略有耳闻，
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烟花柳巷。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此地一无是处，绝不是他这种洁身自好者该来之地。他那有些慌乱的眼神没能逃过慕容下竹的眼睛。我那朋友就住这里啊，不来这里怎么呢？林洛尘迟疑道。你那朋友是男是女？女的。慕容下竹眨了眨眼睛，打趣道。青楼花魁哦，想不想见？林洛尘微微皱眉。你居然把登仙令交给青楼女子保管？青楼女子怎么了？慕容下竹振振有词道。公子，做人不能带有偏见，他们也是身不由己的，他们可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之辈讲信义呢。而且谁能猜到我放他们呢？林洛尘竟无言以对，只能硬着头皮跟他走进一间名为醉花房的青楼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今天他就豁出去了，看看老林口中的魔窟到底有多神。进门的时候，慕容下竹碰了碰林洛尘。喂，别傻愣着，把银票拿出来，你还真想靠脸白嫖啊？林洛尘微微皱眉。我们不是来找人的吗？那也得给小费和酒钱啊。慕容下竹说的有理有据，林洛尘也就从储物袋拿出几张银票递给他，反正这些都不是他的，而是那世家公子和慕容下竹身上的银票。慕容下竹不满道。不够，你再给点，我还得给他点辛苦费呢。林洛尘无奈，只能又给他10几张银票，慕容下竹才心满意足。两人走进醉花房中，潇洒不凡的林洛尘顿时吸引了众多女子的目光。一个风韵犹存的女子迎了上来，笑容满面地看着两人。两位公子面生，可是第一次来我醉花坊？慕容下竹摆了摆手道。少废话，把你们楼里的姑娘都叫来，供我家公子挑选。他随手抽出一张银票塞到那老鸨胸前，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我家公子不差钱，只要被我家公子看中，好处少不了你们的。那老鸨本就觉得慕容下竹俊美的有些过分，他这一开口就确定她是个女子了。这难道是哪个王孙贵族带着贴身丫鬟出来玩了？等到看到那张银票的面额，老鸨笑得越发灿烂。两位公子请到楼上雅间稍后，姑娘们一会就来，包你们满意。林洛尘莫名其妙被簇拥着进入雅间，皱着眉头看着慕容下竹。你这是干什么？慕容下竹笑嘻嘻道。我不想暴露跟他的关系，也想顺势帮他造势嘛。林洛尘欲言又止。你这造势是让更多人光顾他，不过此地以此为生，人家高山流水觅知音，你情我愿的，自己跟他们不是同道中人，倒不好多说什么。片刻后，一群莺莺燕燕站在雅间内，好奇地打量着正襟危坐的林洛尘。看到林洛尘，不少女子两眼放光，感觉自己又相信爱情了。这公子长得谪仙一般，哪怕是倒贴银两与他春风一度，那也值得啊。他们冲着林洛尘抛着媚眼，显山露水，静态极严，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林洛尘顿时如坐针毡，感觉自己像是被群狼环伺，差点拔腿就跑。慕容下竹向着那30几个女子走去，淡淡道：都在这里了。林洛尘想跟上去，但看着那些虎视眈眈的女子，顿时又止步了。这些女子怎么一副要吃人的样子？那老鸨满脸堆笑道：除了有客人的姑娘，都在这里了。慕容下竹拿出那一大沓银票，在众女亮了一圈，而后交到了那老鸨手中。我们先玩个小游戏，今天谁先亲到我家公子，这1万两就都归他了。话音刚落，本就对林洛尘虎视眈眈的女子们顿时一拥而上，连那老鸨都趁机冲上去了。这公子不仅长得好看，而且亲一口就有1万两啊！我家公子比较害羞，诸位姑娘可得伺候好了。慕容下竹笑盈盈地往外跑去，还不忘回头对他做了个鬼脸。拜拜了您了。站住！林洛尘想追出去，却被众多青楼女子包围，手中的断刃也被众多肉盾遮挡，没法出手。让开，别挡道啊！他气呼呼地拨开那些女子，但却有更多女子涌来，一个个嘟着红唇向他脸上亲来。我先，别挤我，我衣服都扯掉了。公子恩吗？林洛尘被一堆青楼女子淹没，眼前波涛汹涌，此起彼伏，煞是壮观。他随手一碰都是软绵绵，顿时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唯恐碰到什么不该碰的。你们让开，钱都给你们，你们别碰我，手别乱摸啊！但那些女子见状，顿时更来劲了，口中娇笑不已，小手在他身上乱摸。公子别害羞啊，姐姐不仅不要钱，回头还给你封个大红包。哎呦，什么东西咬我？连林洛尘怀中醉乎乎的鼠鼠都被薅了几把，茫然地从他怀中冒出个头。只见眼前白花花一片，白色的浪花翻涌，让他都有些懵。这把我干哪里来了？片刻后，一个个女子惊叫着从里面跑了出来，几个女子倒在雅间内，却是被林洛尘给打晕了过去。险些授人以柄的林洛尘整理衣衫，心有余悸地从里面走出来。老林没说错，这地方是魔窟，女人都是吃人的猛虎，逼急了，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屈灵英咯咯直笑道：小子，来都来了，钱也花了，
不风流快活。林洛尘黑着脸道：“滚！我不是这种人。此地一无是处，他可不想大意失荆州。”林洛尘看了一圈，场中乱成一团，却没见到慕容夏竹的身影。就在此时，他听到隔壁房间似乎有动静。林洛尘直接一脚踹开隔壁的房门，里面传出阵阵女子的惊叫声。床上一个胖子正泰山压顶，见他闯进来，顿时骂骂咧咧：“臭小子，你谁啊？敢！”林洛尘脸色一寒，手中光华一闪，手中多出一把长剑。那胖子一个哆嗦，默默把被子盖上。“大哥，您随意，您要是看上了，你先来。”林洛尘没兴趣刷锅，见里面不是慕容夏竹，转身就走。他把关着的房门都给打开了，却只见到几个正忙活的客人和善与人交的女子。此地端是井井有条，头头是道。林洛尘在官差来之前，黑着脸从醉花房离开，又好气又好笑：“臭女人，你给我等着！”鼠鼠不明所以的看着他，圆溜溜的眼睛满是茫然。林洛尘伸手戳了戳他的小脑袋，没好气道：“你这小酒鬼！”他突然想起一事，眼睛顿时一亮，从储物袋拿出一件黑色的纱裙。这跟慕容夏竹今天所穿的是类似的款式，在他的衣服里面比较少。“鼠鼠，你鼻子不是很灵吗？有没有办法根据味道找到它？”鼠鼠连连点头，凑到那衣服面前，小鼻子一阵抽动，而后跳到地上乱闻。但很快他就一脸茫然看着林洛尘，大眼睛中满是疑惑：“小主人，你确定是这味道？”林洛尘不懂他的意思，询问道：“怎么样，有没有结果？”鼠鼠只能硬着头皮带着林洛尘在城中转了一圈又一圈，却一无所获。林洛尘无奈地找了间客栈投宿，第二天早早来到城门口蹲人。这小城有2个城门，他也只能碰碰运气了。屈灵英忍俊不禁道：“小子，你这样要是能蹲得到他，我怎么都行。”林洛尘黑着脸，但就在这时候，一辆兽车从城外驶入城中。鼠鼠突然叫了起来，激动地从他身上跳了下去，追着那辆马车过去。“鼠鼠！”林洛尘连忙追了上去。鼠鼠比手画脚表示车上是他要找的人。曲灵英傻眼了，自己最近这嘴开光了。林洛尘将信将疑地跟上兽车，走在兽车旁边，不时向里面张望。但车厢被封得严严实实的，他看不到任何东西，反而引来驾驭兽车的中年妇女怀疑的目光。就在此刻，车厢内传出一声熟悉的嗓音：“周姨，到青山城了是吗？”林洛尘顿时眼睛一亮，直接几步追上那辆兽车，一跃而上。那赶车的女子错愕道：“你谁？”他话还没说完，林洛尘就直接打开车厢门，径直钻入了马车内。车厢内端坐着一个一袭黑裙的女子，脸上蒙着面纱，手中戴着黑丝手套。见她进来有些慌乱，虽然全身包得严严实实，但林洛尘还是一眼认出，这就是戏耍自己那女人。他咧嘴一笑道：“哼，没想到吧，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女子一脸慌乱道：“你是谁？”林洛尘冷笑一声：“你以为蒙上个面纱，我就认不得你了吗？”他伸手扯下那面纱，露出一张绝色的白皙脸蛋，柔弱中带着一抹楚楚可怜的气息。但林洛尘可不会再上当了，这女人可狡猾得很。那黑裙女子被林洛尘摘下面纱，不由瞪大了美目，一脸慌乱。林洛尘嘴角微扬道：“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女子慌乱以手遮面，弱弱道：“公子，我跟夏竹姐姐是孪生姐妹，你认错人了。”此刻门外那中年妇女厉声喝道：“哪里来的登徒浪子，赶紧出来，不然我报官了！”但他似乎忌惮着什么，哪怕着急也不敢踏入车厢一步，只敢在外叫嚷。林洛尘充耳不闻，看着眼前女子跟慕容夏竹一模一样的脸蛋，微微皱起眉头：“还装？我没装。哼，孪生姐妹，夏竹姐姐，按你这么说，你叫秋菊吧？”女子摇了摇头，温声细语道：“我名为秋芷，意为秋日芷草。”林洛尘见他说的有模有样，气质跟慕容夏竹的确不同，也不由有些迟疑。但看到他苍白的脸色，加上对鼠鼠的信任，他顿时心中有底了。狡猾的女人，还想戏耍我？林洛尘冷笑道：“编，使劲编，你现在身上的伤都没好呢。”话音刚落，他直接一扯女子肩膀的衣服，打算来个铁证如山。随着女子相间半路，林洛尘顿时目瞪口呆，一脸难以置信。女子肩膀光洁如玉，肌若凝脂，完全没有任何伤口。他这一扯，更是让一抹惊人的白腻露于眼前，若隐若现的勾人心魄。女子也傻眼了，苍白的脸上多出一抹红晕，呆呆道：“公子。”林洛尘难以置信地摸了摸他肩膀，触手滑腻，仿佛最上等的绸缎一般。不是幻术，真没伤口。见他居然上手了，女子终于反应过来，惊叫一声，一巴掌扇了过来。流氓！林洛尘连忙抓住了他的手，躲过一劫，干笑一声：“姑娘息怒，我真认错人了，不是有意的。”“你怎么敢动我？”“我是有意的。”“你怎么敢动我？”“我是有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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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有意的
女子一脸羞怒，却突然想到什么，连忙正了正手。公子，你快放手，跟我接触，你会厄运缠身的。林洛尘不明所以地松手，慕容秋芷将手抽了回去，慌乱地整理衣衫，重新戴上面纱。林洛尘细细打量着他，还是有些难以置信，世间居然真有这么相似的人。不过在上手验证过后，他细细查看，还是发现了两人的细微区别。慕容下主眼眸灵动，嘴角总带着一抹笑意，像在打什么坏主意，活泼灵动。眼前女子恰好相反，眼眸平静如水，气质温婉动人，给人柔柔弱弱的感觉。慕容秋芷整理好衣衫，开口跟车厢外的中年女子说了一声，才看向林洛尘。林洛尘歉意道：“在下并非有意冒犯，实在是认错人了，还望姑娘见谅。”慕容秋芷摇了摇头道：“我跟姐姐是孪生姐妹，常有人将我们认错。”林洛尘见他没追究，也放下心来，却总感觉他看自己的目光有些不对劲，同情和愧疚。不对啊，我冒犯了你，你愧疚什么呢？但他也懒得深思，询问道：“姑娘可知令姐在哪里？”慕容秋只摇了摇头道：“我才刚刚到达清水城，并不知道姐姐在哪里。”林洛尘也不指望他会说出慕容下主所在，无所谓的笑了笑。慕容秋芷有些忐忑问道：“公子似乎跟姐姐有过节？”“没什么过节，只是找她有事罢了。既然姑娘不知道她所在，我也就不打扰了。”林洛尘说完拱了拱手，从车厢内离开，跳下马车离去。慕容秋芷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叹息一声，摇了摇头。可惜了。外面那中年女子连忙问道：“小姐，你没事吧？”“周姨我没事，只是认错人了。”慕容秋芷轻声吩咐道：“我们继续走吧，在城内绕几圈，再出城一趟。”那周姨愣了一下，而后反应过来，应了一声，继续驾驭着那辆兽车前进。兽车走后，林洛尘不动声色地远远跟了上去。如果他没猜错，这两姐妹应该是约在这里见面，自己只要跟着慕容秋芷就能找到慕容下竹。就在林洛尘动身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识海中的青莲开始异动起来，它静静摇曳，仿佛在驱散些什么，又像是在摆脱什么东西。林洛尘不明所以，但也顾不得多想，带着鼠鼠跟了上去。“鼠鼠，这回你可别跟丢了。”鼠鼠连连点头，但心中冤得不行，自己真没找错人啊。他却不知道，林洛尘拿出来的纱裙就是慕容秋芷的衣裙，这是慕容下竹为了冒充慕容秋芷拿的。林洛尘拿的那件他还没穿过，全是慕容秋芷的气味。林洛尘不知道这些，只是远远跟着兽车。但慕容秋芷似乎猜到他会跟随，居然在城内绕起了圈子。林洛尘冷笑一声，这点雕虫小技就想甩掉我？但就在他嗤之以鼻的时候，突然有一根竹竿从天上掉落，滚到他脚边。抬头看去，一个美貌的女子撑着窗户，歉意冲他一笑，眉眼中满是春意。“公子，不好意思，能帮妾身捡一下吗？”林洛尘傻眼了，这么俗套的吗？那面容姣好、风韵犹存的少妇眉目含情看着他，让人不由想入非非。林洛尘却不为所动，捡起地上的撑杆，正打算丢上去就走。但他刚刚捡起来，对面小巷中就冲出一个手持杀猪刀的大汉，怒目圆睁。“好啊，老子蹲了几天，终于蹲到你这奸夫了，别死！”林洛尘吓了一跳，连忙夺下那人的菜刀，一个肘击将他击退。“这位朋友，你误会了。”那人不依不饶，嚷嚷道：“好你个奸夫，还敢还手了！兄弟们，上！”几个彪形大汉拿着杀猪刀一拥而上，林洛尘不明所以，迅速击退几人。就在这时，对面一排官差迎面走来，旁边跟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子。见到林洛尘，那老鸨尖声道：“官爷，就是这小子大闹我们醉花坊。”林洛尘暗骂一声，迅速踩着一个档口，腾空掠到屋顶跑路。“追！别让这小子跑了！”一众官差和杀猪佬紧追不舍，城中顿时鸡飞狗跳，乱成一团。林洛尘好不容易跳入一处宅院脱身，却又撞破了县老爷在关怀下属独守空房的妻子。于是林洛尘摇身一变成了穷凶极恶的采花大盗，被全城通缉。他一开始以为是慕容姐妹在搞鬼，但各种接踵而来的意外让他怀疑人生，自己这是犯天条了。远处慕容秋芷听到身后的动静，眼底闪过一抹幽芒。“我都叫你别碰我，现在吃到苦头了吧？”他似乎早已经习以为常，只是淡淡吩咐道：“周姨，换一辆马车。”半个时辰后，一辆截然不同的马车缓缓驶出城门，一道戴着兜帽的身影匆匆跟了上来。驾车的周姨警惕看着他：“周姨，是我。”那人抬起头，露出一张苍白的小脸。周姨这才放下心来：“大小姐。”慕容下竹跳上马车，连忙道：“赶紧走，出城。”车厢内，慕容秋芷欣喜道：“姐姐，你没事吧？”慕容下竹摘下兜帽，俏脸苍白，悠悠叹息一声：“我没事，但其他人都死了。”慕容秋芷眼眸暗淡下来，低落道：“
姐姐，他们是不是也是我害死的？慕容夏竹抓着他的手，安慰道：“你想多了，与你无关，都是命。”慕容秋芷不再多说，转而道：“姐姐，刚刚有位公子找你。”我知道，不然我也不会现在才赶来找你。慕容夏竹无奈道：“那家伙此刻就算不死，也脱层皮了吧？”话音刚落，外面马车突然震动了一下，而后似乎被人截停了。周怡惊讶的声音传来：“是你？”慕容夏竹打开车厢，看着拦在路上的俊朗男子，错愕道：“你没事？”林洛尘看着车厢内错愕的姐妹两人，嘴角划起一抹冷冽的笑容：“我没事，让你失望了。”林洛尘此刻心中火冒三丈，鬼知道他刚刚那半个时辰是怎么过来的。翻墙遇狗，进屋撞奸，踩屋顶都能踩他，简直是离谱。但凡他命不够硬，都死在这路上了。如今看到这两个罪魁祸首，林洛尘是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断刃在手。慕容夏竹见他杀气腾腾，顿时有些心虚，这小子什么来头啊，居然一点事都没有。慕容夏竹护在慕容秋芷面前，干笑道：“公子误会，有话好好说。他身上的伤还没好，还真没把握打赢林洛尘，而且实在怕了他的飞刀。”林洛尘冷哼一声，忌惮地看了一眼城内，握着断刃直接跳上马车走。他虽然不怕城中的官差，但也不想惹麻烦，还是先离开为妙。马车继续向前，林洛尘大摇大摆在马车正中坐下，占了主位。根据林洛尘之前对慕容夏竹的观察，这女人不善近战，全靠术法和手中符箓，但她身上的符纸都被自己搜走了，这个距离下她绝无半分胜算。慕容夏竹拉着慕容秋芷离他远远的，一副如坐针毡提心吊胆的样子，他可不想被殃及池鱼，此刻恨不得离这家伙越远越好。林洛尘冷笑道：“慕容夏竹是吧？你倒是让我好找啊。”此刻两女并排坐着，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是衣服和神态有区别，还真分不清楚。慕容夏竹眼睛滴溜溜转着，脸上挤出一抹笑容：“公子，你怎么找到我的？”林洛尘冷哼一声，并不回答。这次要不是属属立功，他还真被这两姐妹给跑了。我一会再找你算账。慕容秋芷，赶紧把我身上的奇怪术法解开。暗取林音所说，他身上绝对是中了什么术法，才会如此倒霉。回想起慕容秋芷所说，林洛尘怀疑他是在两人接触时候中了招。慕容秋芷有些为难道：“公子，我没有修为，又怎么在你身上下术法呢？”林洛尘愣了一下，但他要3天才能用一次旺气，还真不确定他是不是修士。而用灵力探测要身体接触，他还真不敢再贸然的跟慕容秋芷有肢体接触。你的意思是，触碰你就会招来厄运？慕容秋芷点了点头：“公子，我生来不祥，所有接触我的人都会遭遇不幸。”林洛尘还是不相信慕容秋芷这么邪门，微微皱起眉头：“这怎么可能？碰你2下就会倒霉？真有这么邪门吗？”“真有。”慕容姐妹同时点头，慕容夏竹更是一脸同情地看着他：“公子，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的，赶紧去做吧，不要留遗憾。”林洛尘冷笑道：“我还偏不信邪了。”话音刚落，前方周怡的声音传来：“小姐，小心，有埋伏！”马车剧烈颠了一下，林洛尘后脑勺撞在车厢上，疼得龇牙咧嘴。慕容姐妹也被颠得跟滚的葫芦一样。慕容秋芷惊呼一声，跌到林洛尘跟前。林洛尘下意识扶着她，虽然避免了她一头撞枪口上，却被她撞在胸口上。两人一上一下，针锋相对，面面相觑，气氛顿时尴尬无比。林洛尘顿感不妙，因为他识海中的青莲又疯狂摇了起来。靠，他自己撞上来的也算。林洛尘刚想什么，突然全身汗毛炸起，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感出现。他恍惚间看到一幅画面，一个壮汉紧追着马车，猛地向车厢投掷出一杆标枪。林洛尘本能地往一旁侧身，下一秒一杆标枪从车厢背后穿入，而后从车厢门飞出。一声女子的惨叫传来，慕容秋芷惊呼道：“周怡！”林洛尘吓出一身冷汗，如果他不是躲得及时，这一枪就直接爆头了。此刻他不信也得信了，暗骂一声邪门。放箭！一声大喝响起，四面八方顿时箭如雨落，传出箭矢与车厢碰撞的声音。拉车的马发出一声悲鸣，整个车厢前倾，正前方更是传来女子闷哼声。林洛尘艰难地抱着慕容秋芷保持身形，听声辨位，将射进来的流矢击飞。慕容夏竹紧紧贴着车厢，手中飞快施法，一股狂风环绕马车，紧张询问：“周怡，你没事吧？”但外面的周怡显然不像没事的样子，而四面八方响起脚步声，显然有人冲杀而来。慕容夏竹眼中杀意一闪，沉声道：“帮我看好秋芷，你要的灯仙令我会给你的。”他以狂风环绕四周，直接打开车厢门，从车厢内钻了出去。只见拉车的马被一箭爆头，倒在地上，彻底没了气息。那周怡倒在不远处，身上中了不少箭，
胸口还有一个大窟窿。而四周一群黑衣蒙面人提刀杀来，为首者手持一杆长枪，气势汹汹。高处更有一个魁梧男子手持大弓，正瞄准慕容夏竹拉弓射箭。慕容夏竹手中施法，咬牙切齿道：月华、罗耀，你们找死！马车四周的狂风化作一把又一把无形的锋刃飞出，收割一条又一条性命。那手持长枪的壮汉一言不发，手中长枪挥舞，击散了一道又一道的锋刃。而高处的那持弓大汉更是一箭射出，逼得慕容夏竹不得不全力扭转箭矢的方向。两人距离急速缩短，那铁塔般的壮汉突然跃起3丈高，右臂后拉如满月。他手中标枪闪烁着寒芒，正打算再次投掷出一杆标枪。就在此刻，车厢顶部炸开纷飞的木屑中，一道白影如蛟龙出海般破顶而出，手中握着一柄妖异的血刃。他轻轻一挥手，血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出，直奔半空中的壮汉头颅。壮汉根本没想到车上还有高手，而他可没有慕容夏竹那空中一位的本事。噗！西瓜爆裂般的闷响，壮汉的头颅瞬间炸开，无头躯体被惯性带着飞出几丈，重重砸进路边的碎石堆，抽搐了几下。飞溅而出的血液洒落在那群黑衣人身上，把他们吓得手冷脚冷，头皮发麻。这可是炼气后期的修士啊，这就没了。那道白色的身影落在车厢残破的顶上，衣袂翻卷如云，长发肆意飞舞，潇洒不凡。场中众人都被震慑住，慕容夏竹心中暗喜的同时，也不由有些后怕，自己得罪了他，该不会也是这样的下场吧？林若尘瞥了那面目全非的壮汉一眼，心中怨气散了不少。他最讨厌别人瞄准他的头了，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林若尘目光冰寒地看了慕容夏竹一眼，语气冰寒彻骨：记住你刚刚说的话，不然他就是你的榜样。慕容夏竹乖巧地点了点头，心中却慌得不行。坏了，明年今日该不会就是自己的忌日吧？林若尘丢给慕容夏竹几张符箓，淡淡道：上面那些人交给你了。他做不到跟慕容夏竹一样身轻如燕，追杀这种活还是交给他更合适。反正自己扣下慕容秋芷，也不怕他跑了。慕容夏竹看了一眼慕容秋芷，犹豫片刻，还是点了头：你照顾好秋芷。他脚尖轻点，驾驭狂风，如同蜻蜓点水一般向着山上掠去。林若尘看着车厢中的慕容秋芷，倒是有些犯难了。这女人碰又碰不得，丢在这里又怕被劫走了，该怎么带她杀敌？眼看那些黑衣人开始四散开去，林若尘把心一横，对他伸出了手：走吧。慕容秋芷看着居高临下向自己伸手的林若尘，傻愣愣道：去哪？林若尘语气平淡道：我带你去杀人。慕容秋芷呆了一瞬间，而后犹豫着伸手拉上了他的手。林若尘一把将他拉上来，慕容秋芷惊呼一声，被他一把搂住纤细的腰肢：抱紧我，别乱动。听到林若尘的话，慕容秋芷红着脸伸手抱着他的腰，尽量减轻他的压力。正在向上掠去的慕容夏竹回眸看去，差点惊掉了下巴：不是，哥们，你是真不怕死啊？而林若尘感觉到青莲又开始摇动不断，知道自己必须速战速决。他忍辱负重，拿出一把长剑，将灵力运于脚下，直接向外腾跃而去。林若尘虽然做不到跟慕容夏竹一样身轻如燕，但一步数丈还是轻而易举。那些黑衣人早就被吓破胆，一心只想逃，但根本跑不过他。林若尘手中长剑一挥，一道淡青色的剑气甩出，如同传说中的剑气外放。几个跑得慢的黑衣人被无形的剑气所伤，重重地摔倒在地，连连求饶公子饶命啊！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林若尘面无表情，手起剑落，继续向后方的几人追击而去。纵使对方有万般苦衷，与他何干？意味而处，敌人可会觉得他可怜而高抬贵手。那些黑衣人眼看逃不掉，大喝道：跟他拼了！这正合林若尘的意，他施展清平剑诀，剑气挥洒不断，如入无人之境。他虽是第一次用清平剑诀对敌，但很快就把握住诀窍，渐入佳境，挥洒自如。场中虽然还有几个炼气初期的修士，却根本不是林若尘的对手。林若尘在场中大杀四方，所向披靡，几剑便斩杀一人。如果不是搂着慕容秋芷，导致他不时出现失误，场中怕是早已无一活口。慕容秋芷没去看着血腥的场面，只是看着林若尘的侧脸，怔怔出神。这家伙居然不怕自己的体质，好像有点意思呢。希望他真不会死吧。林若尘哪里知道他的胡思乱想，正聚精会神地斩杀敌人。不得不说，怀中搂着美人，思路格外清晰，杀敌的姿态都潇洒了不少。林若尘暗暗告诫自己，在美人面前装逼，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片刻后，场中黑衣人几乎尽数伏诛，只剩2个炼气初期夺路而逃。林若尘斩杀其中一人后，对最后那人掷出手中长剑，结果却丢空了。靠，这运气可真背！
林洛尘一连丢了10几把长刀，才将那差点被扎成刺猬的黑衣人击杀。兄弟，我也不知道是我倒霉，还是你倒霉了。林洛尘谨慎地补了一圈刀，没有留下活口，也没有询问缘由，因为他不想掺和到慕容姐妹的事情中，只想拿到登仙令赶紧走人。直到林洛尘毁尸灭迹后，慕容夏竹才气喘吁吁赶了回来。见到两人都安然无恙，他长舒一口气，而后神色古怪看着林洛尘，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命这么硬？慕容秋芷此刻正在给周仪念往生经，神色肃穆，眼神有些暗淡和无奈。林洛尘靠着马车边擦拭断刃，见慕容夏竹回来，淡淡道：登仙令。慕容夏竹笑容一僵，尴尬道：登仙令在我家中，你跟我回去。我。林洛尘长舒一口气，将灵力注入断刃之中，眼眸冰寒，语气平淡至极：我就知道不能信你，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吗？慕容夏竹连忙道：我可以发誓的，我家中真有登仙令，那是父母留给我们姐妹的。林洛尘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眼中杀意越来越浓。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公子，你别冲动。慕容秋芷见状，连忙张开双臂拦在慕容夏竹面前。姐姐说的是真的，父母真给我们姐妹各留了一块登仙令，反正我也没办法修炼，可以做主把我的那块登仙令给公子。慕容夏竹吓得花容失色，连忙把他往后拖，瞪了他一眼，一人做事一人当，只要你跟我们回去，我一定给你一块登仙令。他可很清楚，这家伙根本不会怜香惜玉，得罪他真会死的。林洛尘却嗤之以鼻道：听你们的意思，你们父母应该已经不在了，如果我没猜错，这些人是你们族中派来刺杀你们的吧？他们根本不想给你们登仙令，而你们还想骗我给你们当保镖。慕容夏竹傻眼了，这小子怎么这么聪明啊？慕容秋芷却镇定异常，坦白道：公子猜的没错，这些的确是族人派来的，但这只是个别长辈的意思，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族人。按照族规，这登仙令在我们成年后必须给我们姐妹，只要我们安然回去，他们不给也得给，不然难以服众。秋芷以性命立誓，只要安然回去，不惜一切代价给公子一块登仙令。公子实力高强，想来保护我们也不过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林洛尘哑然失笑道：看不出你倒是伶牙俐嘴，但我信不过你们。慕容秋芷再次坚定地拦在慕容夏竹面前，轻咬红唇道：那公子把我一起杀了吧，你以为我不敢？林洛尘轻轻抬手，手中断刃泛起一抹血光：让开，否则我真不客气了。慕容秋芷只是闭上眼睛，慕容夏竹连忙把他拖到身后：那谁，你可别冲动，每个想杀秋芷的人都会死于非命，一人做事一人当，你真要杀就杀我，别动秋芷。林洛尘本想吓唬一下慕容秋芷，却发现青莲疯狂示警，心中直嘀咕：这女人真这么邪门？他郁闷地放下手中断刃，慕容夏竹顿时长舒一口气：公子，这次我真没骗你，若有半句虚言，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林洛尘冷哼一声：你说的是真是假？我不在意，这次算我倒霉。他说完转身就走，把慕容夏竹都搞懵了。哎，你去哪？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们找其他人玩去吧。林洛尘实在不想再掺和这俩姐妹的事情，打算去青石城碰碰运气。上一世他刚被关在盘龙峰时候，还有玉女宗弟子负责饮食起居。林洛尘从那女子口中得知，青石城出了一个万年难得一见的妖孽，据说此人为了修炼杀尽族人，更是血祭了青石城百姓，造成不小轰动。这若是在玄州，怕是十恶不赦，但在兰州却算不得什么大事。更何况此人天资横溢，是传说中的天魔圣体。兰州各大门派为争夺这难得的圣体，还爆发了一场争夺。最后此人拜入六道宗之一的天眼宗，成为轮回圣殿的一员，被倾尽全力培养。林洛尘打算去青石城附近转一转，没准能找到拜入宗门的机会呢。当然青石城他是不打算进了，万一被血祭了可不好了。慕容秋芷也没想到林洛尘居然走了，连忙开口挽留：公子，登仙令都在各大家族手中，普通人很难得到的。2个月后登仙大会就开始了，错过这次又得等上3年了。公子，你只要送我们回青石城，就能得到一块登仙令，为何舍近求远呢？林洛尘立刻止步，错愕地回头道：你说送你们回哪里？慕容秋芷连忙道：兰州青石城。林洛尘面无表情，心中却千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这还甩不掉了是吧？慕容秋芷见状，连忙趁热打铁：公子只要护送我们回青石城，剩下的事情我们绝不麻烦公子，行吗？林洛尘犹豫片刻，询问道：你族中最强者有多强？慕容秋芷对答如流道：家主是筑基大圆满，但他不会出手对付我们。慕容夏主也连连点头，补充道：
这次针对我们的是小叔，他是筑基后期，他肯定不会亲自出手落人画饼，他麾下就2个筑基初期罢了。林洛尘沉默了好一会，屈灵英忍不住打趣他：怎么，见到美人走不动道了？林洛尘自然不是扛不住美人计，而是怕耽误3年时间，而且这2姐妹来自青石城，这让他不得不产生多余的联想。那青石城的妖孽，该不会就是这姐妹2人吧？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己现在抱大腿来得及吗？曲灵英有没有办法能约束他们，避免再次上当受骗？曲灵英没想到他居然真心动了，心思也不由活络了起来。自己是不是也卖惨，用一下美人计？这个简单，你让他们发誓啊！林洛尘不明所以道：发誓有什么用？指望举头3尺有神明？你还真是对修道一无所知啊！屈灵英无奈解释道：普通人发誓的确没什么用，冥冥之中的约束力很低，但修道者本就是逆天而行，誓言不能随便发，轻则心魔入侵，重则形神俱灭。誓言又分为普通誓言、血誓、道誓，约束力各不相同。你们这境界也只能用普通誓言，对彼此的约束力也还行。林洛尘错愕道：普通誓言还有这么强大的约束力？曲灵英解释道：简单说，修为越高，誓言就越不能乱发。普通人乃至修为低的修士，誓言随便发，只要修为不继续提高，影响不大。但如果实力提升，记忆力就会越来越好，当年誓言开始萦绕心头，化作心魔。当你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可能一念之差便会生死报销了。林洛尘恍然大悟，普通誓言这玩意有约束力，但不大，发了不会马上一个雷劈死你，但随着境界加深，作用越来越大，主打一个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除非你一辈子都不打算往上走，不然还是要忌惮的。林洛尘问道：那血誓和道誓呢？屈灵英撇了撇嘴道：那是高阶修士用的玩意，越高阶修士约束力越强。你可以理解为，天道本就看逆天而行的修道者不顺眼，你还敢用天道发誓？当你违背了誓言，他还不赶紧弄死你？你们目前还没资格发这种誓言。林洛尘没想到还有这等弯弯绕绕，顿时豁然开朗，看向慕容姐妹：我丑话说在前面，若敌人不可匹敌，我会毫不犹豫地丢下你们。慕容秋只见他答应下来，如释重负，展颜笑道：这是自然，若是事不可为，公子尽管离去，我们绝无半分怨言。林洛尘点了点头，淡淡道：立誓吧。慕容姐妹对视一眼，而后当着林洛尘的面抬手对天立誓。誓言完成的瞬间，林洛尘识海中的青莲摇了摇，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力量落下。他还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天道誓言之力，不由有几分好奇。慕容夏逐见他愣在原地，朝他挥了挥手：公子。林洛尘回过神来，淡淡道：你进城弄一辆马车和地图，我们准备出发。慕容夏逐错愕道：我一个人吗？林洛尘点头道：我不方便再进城，你快去快回，我们在这等你。我还以为你真不怕厄运缠身呢。慕容夏竹扑哧一笑，在林洛尘手中拿走银两和几张符箓，就进城了。慕容秋只忐忑道：这位公子，你能帮我让周仪入土为安吗？林洛尘点了点头，扛着尸体上山挖坑，但挖着挖着突然遇到雪崩，吓得他拦腰抱起慕容秋芷，拔腿就跑。好不容易跑到安全地方，林洛尘心有余悸，气喘吁吁。这也太邪门了吧！慕容秋只环着他脖子，害羞道：公子，你还是先放我下来比较好。林洛尘这才发现青莲摇曳不断，不由暗骂一声，连忙把他放下。秋芷姑娘，你一直如此吗？慕容秋芷点头失落道：算是吧，除了姐姐以外，所有亲近我的人都会遭逢不幸。林洛尘无力吐槽，看来慕容夏竹才是最命硬的，难怪能跟你当同胞姐妹。你一直霉运缠身，怎么长这么大的？慕容秋只尴尬道：公子，其实只是接触我的人遭逢不幸，不是我。就像刚刚，公子若是不带走我，那雪崩大概率是会在我面前停下来的。林洛尘错愕道：那你的意思，我站着不动，岂不是什么事都没？慕容秋只摇了摇头，认真道：我不会有事，但公子大概率是会被埋的。林洛尘傻眼了，还能这么晚？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要找我护送你们？慕容秋只坦白道：我不会有事，但姐姐会被我波及，我不想她出事。林洛尘恍然大悟，慕容秋只无法修炼，可以名正言顺剥夺他的登仙令，这么看来，慕容夏竹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怪不得两女要互换身份，这是故意在借用慕容秋芷的诡异来对付来袭的杀手啊！你这种情况就没找人看过？慕容秋芷苦涩笑道：怎么可能没有？但来的人不是死于非命，就是离开后杳无音讯。族中有人觉得我不祥，想除去我这个丧门星，但他们却都死在我前面。
族中没办法，只能耗巨资将我送到玄州的浩然书院，借浩然正气镇压。但如今我们姐妹成年，不能再留在书院，而我又不能修炼，大概率只能留在族中。这次他们不希望我们回去，应该也是害怕我这丧门星回族中祸害吧。林若尘闻言倒吸一口凉气，怪不得他刚刚有恃无恐拦在慕容下竹面前。曲灵音，这种情况你见过吗？屈灵音在识海中连连摇头，神色古怪至极。没见过，小子，要不你再慎重考虑一下吧，这小丫头邪门得很。慕容秋只怕吓跑了她，连忙安抚她。公子，只要你跟我保持距离，不要有亲近我的念头，就不会有事的。林若尘指了指被迫入土为安的周仪，无语道：他不是保持距离了吗？慕容秋只尴尬道：这个大概是因为我对他有亲近之意吧。林若尘顿时冷汗涔涔，这特么防不胜防啊。秋芷姑娘，在下还想活得久一点，还请姑娘千万别对我有亲近之意。慕容秋只闹了个大红脸，看着他俊逸的脸庞，弱弱道：公子，我尽量。别尽量，是一定。林若尘神色严肃道：姑娘喜欢我哪一点，我这就改。慕容秋只扑哧一笑，掩嘴笑道：没想到公子还挺风趣。林若尘一脸茫然，我哪里风趣了？这可是性命攸关，会死人的。林若尘趁着慕容下竹不在，跟慕容秋只旁敲侧击慕容家族的事情，毕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慕容秋只知道他的意思，也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按他所说，慕容世家祖上也曾经辉煌过，出现过元婴境界的修士，但一代不如一代，老祖死后就开始青黄不接了。他们的父亲慕容南川氏族中唯一的金丹修士，可惜在修炼时候走火入魔，意外陨落。他们的大伯筑基巅峰的慕容东岳临危受命，成为了慕容世家的家主。没有金丹修士的慕容家族地位彻底一落千丈，沦为不入流的家族。他们被迫从繁华的大都城搬到靠近断月山脉的穷乡僻壤青石城。至此，慕容家族也没有从宗门获得登仙令的资格，族中仅存的几枚登仙令成了最后的希望。狼多肉少，自然就容易出现矛盾和争夺。慕容姐妹无依无靠，却有2枚登仙令，自然就成了众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玩意不好明抢，但只要姐妹2人不在，这登仙令自然就空出来了。林若尘听后也略微放下心来，原来是没落的家族，怪不得只有筑基坐镇。这种穷乡僻壤，真正的大家族怕是看都不会看一眼。秋芷姑娘，这次对你们动手的是你们小叔？慕容秋只点头道：应该是，之前追杀我们的都是小叔麾下的人。林若尘若有所思，这么说来，其他人也有可能参与争夺。2人谈话间，远处一辆马车缓缓驶来，驾车的正是慕容下竹。走吧。林若尘带着慕容秋只上了马车，主动接过了驾车的任务。毕竟跟慕容秋只待在一个车厢内，他怕自己会死得莫名其妙。鼠鼠见四下无人，也从他怀中探出个小脑袋，好奇的东张西望。林若尘拿出根灵参位给他，自己则开始清点战利品。这次算上从那世家公子和慕容下竹身上缴获的，他是收获满满。除了灵石和银两，还收获了众多基础符箓，下品灵器3件，中品灵器1件。那件中品灵器是那世家公子的折扇，这玩意林若尘用不习惯，也就丢到一边。除此之外，还有若干丹药、功法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以及部分衣物。林若尘只留下慕容姐妹的衣服，其他的直接一把火烧了，省得惹麻烦。他留下慕容姐妹的衣服，主要是想找机会还给他们，没别的意思。林若尘将那些灵草喂给鼠鼠，但鼠鼠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这让他很是无奈。这小家伙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刁。在有足够的天材地宝供应下，鼠鼠的境界相当可怕。短短时间，他居然已经炼气5层了。林若尘怀疑，再过一段时间，他怕不是要比自己还强了。为了避免人不如鼠，林若尘是争分夺秒的修炼，片刻不敢停歇。在林若尘等人走后，那处废弃驿站中，一只似狼又似狗的异兽正不断闻着。一个华服男子看着那徘徊不前的异兽，语气冰寒道：查清楚了吗？身后的随从忐忑道：查清楚了，二公子是跟慕容小姐一起出城的，再然后救了吴音讯了。青年男子蹲下身子摸了摸那异兽的脑袋，喃喃道：慕容下竹吗？别以为你慕容家在兰州，我就奈何不了你，敢杀我弟弟，你死定了。另一边，林若尘全然不知道危险来临，此刻正在荒郊野外烤火。这荒郊野外虽然有树林遮挡，但还是天寒地冻的，3人只能点起篝火御寒。林若尘靠着树边，手中拿着一本采阴补阳的功法，是从那世家公子楚无代所得。看来那小子真没安好心，的确想采捕了慕容下竹，只是被他所反杀了。据说此人还是他们书院的同门，平常就对他们姐妹颇为垂涎。这次不知道从哪得到消息，
知道慕容家不希望她们姐妹回去，打算行那奸淫掳掠之事，但被慕容夏竹识破，先下手为强，死得莫名其妙。慕容夏竹被林洛尘看得莫名其妙，等看清楚他手中书籍，更是毛骨悚然。这家伙不会保暖思淫欲吧？他好像不怕秋芷的厄运肢体啊，这可怎么办？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万一他只想爽一把怎么办？林洛尘哪知道他的胡思乱想，随手将那功法丢入火堆之中。垃圾，连妙音门的阴阳合欢赋都不如。他继续翻阅其他缴获的功法，这些大多是基础的五行术法和刀法剑法。林洛尘对五行术法感兴趣，尝试修炼，却郁闷地发现自己连最简单的都用不出来。不是，这鬼东西有这么难吗？他不甘心地试了又试，都开始怀疑人生了。曲灵英无奈道：“你别试了，你没有五行灵根，用不出来的。”林洛尘愣住了，曲灵英给他解释一番：“除了动用符箓以外，你想用出五行术法，必须以自身灵根沟通天地。你没有五行灵根，所以没办法催动五行灵力，用不出五行术法很正常。”林洛尘没想到还有这些弯弯绕绕，忐忑道：“我该不会没有灵根吧？”曲灵英翻白眼了，没好气道：“你要是没有灵根，根本无法修炼好吧？你应该是变异灵根，而且灵根资质应该不错，不然不会连 1.5 行灵根都没有。”林洛尘闻言顿时眼睛一亮，也想起了所谓的变异灵根。据他所知，灵根除了常见的五行灵根、金木水火土以外，还有冰风雷3种变异灵根。变异灵根不仅十分罕见，也比五行灵根更强。林洛尘虽然不明白这女人怎么突然这么好心了，但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他果断追问道：“那我该怎么判断自己的灵根？”曲灵英淡淡道：“除了专门的测灵仪，就是直接修炼对应的功法了。”林洛尘恍然大悟，而后目光灼灼地看着慕容夏竹，把他吓了一跳。“你想干什么？”林洛尘沉声道：“你会风系的术法？”慕容夏竹点了点头。林洛尘言简意赅道：“教我，我给你明天的解药。”慕容夏竹闻言顿时瞪大了眼睛，错愕道：“那不是聚灵丹吗？”他就是尝出了聚灵丹的味道，之前才这么大胆的丢下林洛尘跑路，结果你告诉我真是什么散混蛋？林洛尘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当然不是，那是伪装成聚灵丹的散魂丹。”慕容夏竹将信将疑，但还是不敢赌。“我可以教你，但不保证你学会，毕竟风系术法必须有风灵根才能学会。风灵根可是变异灵根，十分罕有，万中无一，而且风系法术学起来很难的。”林洛尘淡淡道：“我知道，你尽管教就是。”慕容夏竹只能老实教他风系法术，双手抱胸，准备看他笑话片刻后，林洛尘手中环绕着清风，疑惑道：“好像也不是很难。”本想看他笑话的慕容夏竹感觉自己像个笑话，脸色精彩至极。这家伙是故意来踩自己的吧？慕容夏竹虽然备受打击，但还是嘴硬：“你还不算太笨，这个是最浅显的，难的还在后面呢。”林洛尘信以为真，点了点头，全神贯注看着他：“看好了，我只教一次，这是烈风斩。”慕容夏竹手中飞快施法，挥手放出数道锋刃，斩在远处的一棵大树上。林洛尘一样画葫芦，斩出一道锋刃，问道：“然后呢？”慕容夏竹脸上火辣辣的，感觉这小子满脸就写了2个字：就这。“你别得意，看好了，这是御风诀。”他开口念出咒语，四周顿时狂风呼啸，吹得鸡血乱飞。慕容秋芷赶紧起身离远了点。慕容夏竹单手捻诀，周身环绕着风雪，凌空飞起几尺，挑衅地看着林洛尘：“你试试。”这招他可是学了将近半个月，摔得鼻青脸肿，就不信他也能秒会。林洛尘最眼馋就是这招，当即不再犹豫，也念动咒语，招来一阵狂风。他摇摇晃晃离得而起几尺，艰难地保持着身形，让慕容夏竹目瞪口呆。这是什么妖孽？这一刻，一向自诩天资不错的慕容夏竹见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参差。林洛尘还是第一次凭借自己的本事离地，脸上也不由露出笑容。但这一分心，周身的风顿时失控，向下方吹去，一时之间雪花乱飞。啊！一声惊叫声响起，慕容秋只压着被风吹起的裙摆，满脸羞红地看着他。林洛尘看着那缓缓飘落的裙摆，连忙道：“秋芷姑娘，我不是故意的。”空穴来风的慕容秋芷害羞地低下头，尴尬地想在地上抠出3室一厅。慕容夏竹连忙落了下来，将慕容秋芷抱在怀中，警惕地看着他：“我看你分明是故意的，流氓！秋芷，我们离这大色胚远点。”备受打击的慕容夏竹拉着慕容秋芷就跑，再也不想被这家伙打击了。林洛尘尴尬不已，想起刚刚所见，暗道人不可貌相。看不出来，这害羞的慕容秋芷穿衣风格还挺大胆。紫色果然很有韵味。两女回了马车中休息，林洛尘又练习了几次，
直到能平稳地保持身形才停下。学会了这招，他也可以做到跟慕容夏竹一样身轻如燕，短暂滞空一段时间了。虽然御风诀消耗的灵力不小，而且必须用一只手捻诀，相当自费一臂，但比起他强大的机动性和速度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林洛尘添了些柴火，将几乎被风吹灭的篝火重新点燃，才盘膝坐下。曲灵英，你之前输的赌注是不是应该兑现了？做人的雨露均沾，不能厚此薄彼，他向来很是公平。屈灵英闻言错愕道：我不是教了你飞星吗？林洛尘振振有词道：你输的是剑诀，而且你后面不是又输一次了吗？曲灵英郁闷道：但你当时找到的是慕容秋芷啊，你就说我有没有蹲到慕容夏竹吧。听到林洛尘强词夺理的话，屈灵英也没跟他较真，只是轻轻笑了笑。好吧，那你想怎么样？他算看明白了，这小子吃软不吃硬，自己想离开还得跟他打好关系，反正他只是一道神魂，对方也对他做不了什么，没什么好怕的。林洛尘没想到他这么爽快，这倒让他有些不好意思了。那个，你有没有宿命轮回诀的完整功法？他如今只有宿命轮回诀的前3层，想从屈灵英那得到完整的功法。谁料曲灵英摇了摇头道：抱歉啊，还真没有。林洛尘皱眉道：你可别装傻，你怎么可能没有？曲灵英哑然失笑道：这是轮回圣君的功法，我怎么可能会有？我真没骗你，我只有宿命轮回诀的总纲，没有完整的功法。林洛尘顿时大失所望，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忘记了。原来这女人根本没修炼过宿命轮回诀，那宿命轮回诀的后续功法到底会在哪里呢？屈灵英见他沉默，笑道：你换个要求吧。林洛尘认真想了想，问道：有没有办法能让我的断刃扔出去以后还能自己回来？曲灵英坦白道：你说的是玉物，我虽然能教你，但你最快也得筑基才能用，再换一个吧。林洛尘接连碰壁，郁闷道：那你有什么办法能尽快提升我的实力？曲灵英略微沉吟道：按我对你的观察，你喜欢一击毙命，但你的断刃出手就没了，而除了那断刃，你手中就那把折扇的品阶最高，所以我建议你祭炼那把折扇。你是风灵根，借助那把折扇能做到像你刚刚说的杀敌后自动回来。折扇平常拿在手上，随时可以防御和偷袭，正常对敌可以换剑，断刃只能用来当杀手锏，除非有一击必杀的把握，不然不要轻易出手。林洛尘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一旦敌人有所提防，杀手锏就不再是杀手锏，就像慕容夏竹就无时无刻不在提防他的飞刀，让他没把握一击必杀。受教了。林洛尘一向很务实，虽然觉得折扇有些卖弄的意味，但总比丢了性命要强。曲灵英满意道：你不算太死板，我再教你一套身法，起码保命无忧。他在识海中站起身，轻移莲步，脚下隐隐浮现出太极八卦的印记。此为八卦游龙步，此不循天理，顺阴阳，对应八卦方位，变化多端。林洛尘聚精会神看着，只感觉他身形如鬼魅，飘忽不定，诡异无比。屈灵英故意为难他，一边传授口诀和心法，一边脚下走得飞快，最后停了下来，学会了几成。林洛尘冷汗涔涔，坦白道：只学会了2成左右。多少？屈灵英错愕道：2成。林洛尘说着，在现实中站起来，脚步迈动，神似而行不似，却隐隐把握到了精髓。曲灵英神色古怪道：才2成，悟性还是差了点，我再走一次吧。他心中暗骂一声怪胎，看一遍就能学得有模有样，这小子什么来历？他该不会真和那位轮回圣君有关吧？林洛尘哪里知道这些，他也没见过其他修道者，也就信以为真，更加认真学着。曲灵英教了3次，林洛尘只能粗略记下，再慢慢的琢磨。就在他在雪中走着的时候，一道倩影从马车上下来，手中抱着一床被子。公子，天寒地冻的，这被子你将就着用，别着凉了。林洛尘从衣着认出是慕容秋芷，笑道：那姑娘你们呢？慕容秋芷嫣然一笑道：我们姐妹共用一床就好，车上没那么凉。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林洛尘虽然是炼气修士，但终究还是肉体凡胎，还无法无视严寒。慕容秋只挽了一下被风吹乱的长发，不好意思道：公子，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林洛尘淡淡道：林洛尘，双木林，落雪的落，尘土的尘。慕容秋只念了2遍，看着俊朗不凡的他，展颜一笑道：公子真是人如其名啊。林洛尘不知道该说什么，尴尬一笑，两人站在雪中对视，气氛有些尴尬。慕容秋只俏脸微红，款款行了一礼：公子，我先回去休息了，你也早些休息吧。看着他慌慌张张离去的背影，林洛尘忍不住微微一笑，而后悚然一惊：冷静，冷静，这女人可是真要命的。就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听到了响动声，
只见一头似狼又似狗的异兽从林中缓缓走来。作为猎人的林洛尘敏锐察觉到那异兽的敌意，毫不犹豫折断一根枯枝甩出。那被用上飞行手法的枯枝如同利剑一般，瞬间穿透了那异兽的脑袋。异兽没想到自己就咧一下嘴，对方就痛下杀手，死得冤枉无比。那异兽倒地后，林洛尘听到了林间传来脚步声和呼喊声。他追上回眸看来的慕容秋芷，一把拦住他的纤腰，向着马车腾跃而去。这一看就来者不善，贸然留在原地，可能会落入敌人的包围。怎么了？慕容秋芷错愕地看着他，但话没说完就被林洛尘塞进车厢里面。有敌人，快走！林洛尘一边说着，一边把车辕搭在马匹身上，迅速驱车离去。慕容夏竹闻言，手中飞快施法，减轻马车的重量，同时提防弓箭手。林洛尘发现马车速度飙升，连忙道：“教我！”慕容夏竹也顾不得藏私，将施法的法诀和口诀传授。两人一起合力施法，那匹马顿时脚下生风，跑出了前所未有的速度，站住，别跑！身后传来了阵阵声响，数道身影迅速追击而来，手中长刀泛着寒光。林洛尘交给慕容夏竹几张符箓，让他驾车，又激活了几张厚土符贴在车厢四周。他自己持剑站在马车顶部，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衣袂在风中猎猎作响。四周风声呼呼，雪地一阵翻涌，像是有什么东西以极快的速度正在雪地中穿行。林洛尘甩出几张爆破符，雪地顿时爆炸声四起，几只奇怪的野兽从雪中露头，猛地张开口，吐出铁钩向马车勾来。林洛尘才发现，这居然是几具傀儡兽，形似穿山甲一般，周身附着铁甲。他虽然击飞了2道铁钩，但还是被3条铁索勾在了马车上。那几只傀儡兽四肢死死抓住地面，一下子减慢了马车的速度。受死！随着凄厉的风声，2个青袍男子从树梢跃下，手持大砍刀向着林洛尘劈砍而来。林洛尘持剑迎击，刚刚学的八卦游龙步现学现用，手中清平剑诀出手。3人在狭窄的车顶交战，一时之间刀光剑影，凶险异常。车厢内的慕容秋芷只听到脚步声和兵器交接的声音，不由捏了一把冷汗。而驾车的慕容夏竹却跟见了鬼一样，瞠目结舌。因为林洛尘神出鬼没，身法比起之前何止高了1点半点，自己只是教了他御风诀，没教什么绝世神功吧？这是怎么回事？与林洛尘交手的那2人更是心中惊骇，这小子滑不溜手，一下子没了踪影。林洛尘脚踏八卦游龙步，鬼魅一般出现在其中一人身后，一剑将此人斩落马车。另外一人大惊失色，也很快就步了另一人的后尘，被击落在地，生死不知。但2人争取到时间，马车已经被强行拉停，四周一道道人影团团将马车围住。曲灵英饶有兴致道：“有意思，居然是傀儡师，也不知道你是幸运还是倒霉了。”林洛尘也发现围堵上来的，除了少数武者打扮的以外，大多都是一个个面覆铠甲的傀儡。他们有持弓弩的，有持刀的，虽然动作僵硬，但进退有序，俨然就是一个小型部队。这6个武者配合10几个傀儡，将林洛尘等人团团围住，却没有动手，仿佛在等什么。随着阵阵脚步声，一个年轻俊朗的公子从林间缓缓走出，身后跟着一个驼背老者。林洛尘顿时瞪大了眼睛，因为这年轻公子跟那死去的世家公子长得极为相似。但他明明见到慕容夏竹将那人烧了，他的折扇和其他宝贝都在自己这呢。那年轻公子看着驾车的慕容夏竹，眼睛微眯，嘴角划起一抹残忍笑意。慕容夏竹，文宇是你杀的。慕容夏竹脸色微变，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追上来了。魏文轩，你可别乱说话，魏文宇可不是我杀的，凡事得讲究证据。魏文轩闻言淡淡道：“证据？你们兰州的人什么时候开始讲证据了？”慕容秋芷并不知道慕容夏竹此事，闻言从车厢中探出头来：“文轩师兄，此事应该有误会，姐姐怎么会杀文宇师兄呢？”魏文轩看了一眼他，淡淡道：“文宇死了，是不是他杀的不重要，重点是文宇生前很喜欢他，我送他下去陪他，他一定很高兴。”慕容夏竹吓得俏脸发白，色厉内荏道：“魏文轩，无凭无据的，你敢杀我，就不怕我慕容家找你算账吗？”魏文轩冷笑道：“一个没落的小家族，我有什么好怕的？更何况慕容家巴不得你们死呢。”他挥了挥手，动手，男的杀了，女的留一口气，我要带回去祭拜文宇。那黑裙女子没有威胁，但很诡异，你们不要对她出手，小心引火烧身。是。闻言，一众下属和傀儡顿时一拥而上，剑矢更是如雨般向林洛尘落来。林洛尘暗骂一声：“凭什么男的杀了，女的留一口气？男的就没人权吗？”他一手持剑，一手施法，将剑矢拨开，同时将来袭的敌人击退。而慕容夏竹也没闲着，甩出一道道锋刃，将靠近过来的傀儡击飞。
但这些傀儡铜头铁臂，他的锋刃落在傀儡身上，还真是不痛不痒。如果不是慕容秋芷时不时挡在他面前，导致那些武者和傀儡畏手畏脚，怕是早已经被擒。林洛尘面对这些不知道疼痛的铁疙瘩也头疼，全靠八卦游龙步在游走。不过被这么一逼，他的八卦游龙步倒是越来越熟练了。曲灵英提醒道：“那魏文轩身边的老者是傀儡师，应该是筑基修士。不过傀儡师一身本事都在傀儡身上，你如果能近身，也不是没机会。”林洛尘想擒贼先擒王，但傀儡们组成奇异的阵势，让他根本无法脱身。他手中长剑挥洒，脚踏八卦游龙步，一时半会也没有落败的迹象。那傀儡师操控着众多傀儡，同时攻击林洛尘和慕容夏竹，倒是游刃有余。公子，这小子招数有点门道，怕是来头不小啊。他好不容易修炼到筑基境界，可不想得罪什么来头不小的世家公子或者宗门天骄。魏文轩点了点头，沉声道：“小子，你姓甚名谁？来自哪个家族？”林洛尘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但他哪有什么家门能报啊？你还没资格知道。魏文轩脸一黑，冷声道：“先拿下再说，看看有没有护道者出手。”驼背老者点了点头，食指微动，弹出了10几颗圆珠飞在半空中。那10几颗突然发出光芒，化作一道道丝线，如同瀑布一般倾泻而下。林洛尘纵然有八卦游龙步，面对这铺天盖地的丝线也避无可避。那丝线如同蛛网一般密布，将林洛尘和慕容夏竹给粘住，让两人动弹不得。姐姐，林公子。慕容秋芷没被攻击，此刻不断扯着慕容夏竹身上的丝线，却根本扯不断。林洛尘也用力挣了挣，但这丝线极有韧性，他竟然挣脱不开。驼背老者微微一笑道：“公子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我这牵缠丝可没这么好挣脱。”他手指轻动，林洛尘手中的长剑顿时被丝线扯走，落到了老者的手中。公子虽然实力强大，但炼气跟筑基的差距远比你想象中大。你若是不想吃苦头，还是自报家门吧，不然老夫可不客气了。曲灵英连忙道：“林洛尘，赶紧把身体交给我，不然你就真危险了。”不急。林洛尘虽惊不乱，因为这些丝线虽然粘住了他，却没有束缚他体内的灵力，而且他怀中的鼠鼠正飞快顺着他的袖子爬上去，似乎想帮他咬断那些丝线。考虑到对方忌惮自己那莫须有的背景，林洛尘装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许清，还不赶紧出来，本公子都要被人杀了！”靠，臭娘们，都这个节骨眼了，你还不出来，我跟你没完！他骂骂咧咧，还真将魏文轩等人震慑住了，警惕地看着四周。而慕容秋芷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把小刀，割了几下慕容夏竹身上的丝线，却毫无效果。他把心一横，直接在自己手掌划出一道痕，一把握在了丝线上，血液顿时染红了丝线。一股奇异的力量顺着丝线向着施术者倒流而去，却没有任何人留意到。林洛尘装腔作势喊了一会，又目中无人地看着驼背老者，一脸狂傲：“本公子是妙音门的人，你若是识趣，乖乖把我放了，不然有你好果子吃的。”场中众人都愣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魏文轩更是哑然失笑，无奈地摇了摇头，原来是个虚张声势的小子。老者神色古怪道：“公子莫要说笑，妙音门都是女子，怎么会？”林洛尘却冷笑道：“本公子是妙音门的人，又不是妙音门的弟子。”老者愣了一下，好奇道：“此话怎讲？”林洛尘嘴角微微上扬：“你确定真要知道吗？”老者闻言顿时脑洞大开，以为他是妙音门哪位妖女的私生子。“不用了，那不知公子可有什么凭证能自证身份？”林洛尘硬扯着丝线，没好气道：“松开点，你不是要凭证吗？”老者略微放松了点丝线，林洛尘艰难的伸手从腰间储物袋拿出一物丢了过去。“你看这是什么？”老者谨慎的后退2步，等那物落在地上，才发现是一瓶丹药。瓶身上贴着一张符纸，似乎是做封印所用。瓶盖上赫然有一朵紫色的荆棘花，似乎是妙音门的印记。老者鬼使神差地踏前了一步，想看清楚上面的花纹，但瓶身上的符纸却骤然亮起。老者头皮发麻，大叫一声：“小心！”但为时已晚，那药瓶突然炸开，一股浓郁的粉色烟雾四散而来，这烟雾仿佛无孔不入。老者只感觉头昏脑胀，许久无动于衷的他竟然蠢蠢欲动了。他心中大呼不妙，这难道是妙音门的合欢散？老者猜的没错，这的确就是妙音门的合欢散。之前冷月霜在山洞中找解药的时候倒出来的，事后全被林洛尘收走了。这1个月来，林洛尘以身试毒，才识别出了几样。他故意在这合欢散上贴了爆破符，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此刻林洛尘袖中的断刃入手，毫不犹豫在上面一抹，用自己的血给断刃开封。他眼中杀意一闪，用尽全力硬扯着丝线，强行用飞星甩出那把断刃。死！老者只看到一道血光从粉色的雾气中飞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他头颅。
他虽然第一时间施法阻拦，但反应还是慢了半拍，被迫脑洞大开。林洛尘甩出断刃以后，就被丝线给拉了回去，扯得他生疼。魏文轩第一时间往自己身上贴了几张符箓，连连往后退去，手中施法，一片火雨向林洛尘落去，杀了他们。但老者已死，傀儡都一动不动，那些丝线更是拦在了双方之间。魏文轩的火雨大部分都被丝线给挡住，能落到林洛尘身上寥寥无几。那6个随从艰难地射出几箭，但隔着雾气，加上被合欢伞干扰，准头实在不咋地。毕竟面对这妙音门的合欢伞，连那驼背老者都枯木逢春，更何况他们。那些箭矢大部分都被老者的丝线挡住，就算穿过丝线，也被林洛尘轻松躲过。但后方突然传出一声娇呼，林洛尘回头看去，原来慕容秋芷挡在了慕容夏竹身前，有一支乱箭从他手臂上划过。慕容夏竹心疼道：“秋芷，你没事吧？”慕容秋芷皱着眉头，轻轻摇头道：“并无大碍。”林洛尘放下心来，一边躲闪箭矢，一边疯狂挣脱那丝线。因为那粉色雾气散了开来，虽然很淡，但还是将他们也覆盖了。由于老者已死，林洛尘在鼠鼠的帮助下，很快就挣脱了丝线。他强忍体内的燥热，第一时间施法将扩散过来的粉色雾气吹回去。好不容易跑出雾气范围的魏文轩又被雾气给笼罩，只能继续狼狈往外跑。小子，你给本少爷等着！魏文轩也顾不得找林洛尘算账了，感觉自己像是要爆炸一样。此刻他看到母猪都有种眉清目秀的感觉，只想赶紧下山找个女人，但他怕自己撑不到那时候了。其他几个随从也扛不住了，嗷嗷叫着拔腿就跑，想跑出粉色雾气的范围。林洛尘丢下鼠鼠帮慕容夏竹松绑，自己深吸一口气，冲入了粉色雾气中。最后在粉色雾气的助力下，他击杀了4人，只有魏文轩带着2个随从逃掉。林洛尘也蠢蠢欲动，不敢再继续深追，施法将粉色雾气吹散到4周。在他的帮助下，明明还是寒冬季节，山中却春意盎然，到处生机勃勃。林洛尘回去的时候，那匹马早已经拉着马车，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慕容夏竹已经被鼠鼠给解了下来，此刻正在按着乱动的慕容秋芷。林洛尘皱眉道：“秋芷姑娘怎么了？”慕容秋芷眉头紧皱，俏脸涨红，乱扯着自己的衣服，跟疯魔了一样。你说呢？慕容夏竹也好不到哪里去，死死抱着他，气喘吁吁冲林洛尘伸手：“混蛋，解药，快给我解药！”林洛尘面无表情道：“没有解药。”慕容夏竹自然不可能相信：“你胡说，怎么可能没有解药？你分明是想趁人之危。”林洛尘摊了摊手道：“也许其他人有，但我手上真没有。”慕容夏竹难以置信看着他，欲哭无泪道：“那现在怎么办？”林洛尘虽然也头大如斗，却还是云淡风轻道：“没事，忍忍就过去了。这合欢伞跟醉情雾不一样，只有催情作用，不用阴阳调和也能解开。”慕容夏竹喉咙微动，恨不得咬死这王八蛋。混蛋，你没有解药，乱下什么毒啊？听到慕容夏竹的控诉，林洛尘无动于衷，只是默默地搜刮战利品。他连地上的傀儡都没放过，尽数收了起来，主打一个勤俭持家。我们走。林洛尘回头刚想叫慕容姐妹离去，一具火热的娇躯就抱了上来，却是慕容秋芷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挣脱了慕容夏竹，不讲武德地带球撞人。林公子，我好难受。他没有修为在身，根本扛不住合欢伞，此刻轻点脚尖，本能地向林洛尘吻来。慕容秋芷那娇艳的红唇近在咫尺，林洛尘都能感觉到她那如兰一般的温热气息。他险些把持不住，先干为敬，而后果断地在他后颈轻轻一敲，好险，差点又深陷深渊，无法自拔了。林洛尘力度把握得很好，猛逼不伤脑。慕容秋芷顿时瞪大了美目，而后美目一闭，娇躯瘫软在他的怀中。林洛尘扶起他，省得他又一头撞在枪口上，云淡风轻地看向慕容夏竹：“你还能走吗？”慕容夏竹忍不住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道：“还行。这家伙到底是不是男人啊？吸了那合欢散以后，在美人投怀送抱，居然都能忍得住。”有同样疑问的还有屈灵英，心中直犯嘀咕：这小子似乎本能的对女子有抗拒，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能做到坐怀不乱？林洛尘拦腰将慕容秋芷抱起，淡淡道：“那就走吧。”慕容夏竹气喘吁吁跟着他，忐忑道：“秋芷不会有事吧？”林洛尘语气平淡道：“睡醒就没事了，只是会虚弱一段时间。”慕容夏竹嗯了一声，艰难地跟着他在雪地中前行，浑身难受的不行。他看着前方的林洛尘，只感觉这家伙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男人魅力。慕容夏竹不敢多看，不断默念四书五经，让自己冷静下来。林洛尘哪知道他的春心荡漾，正警惕看着四周，提防可能到来的厄运。青莲虽然还是摇个不停，但这一路走去却没发生什么厄运。难道自己被克多了，产生免疫力了？另一边，
魏文轩等人在山间看到一间木屋，兴奋地跑了进去，但屋子内空无一人，连山野村妇都没有一个。三人吸了特别多的毒物，此刻都扛不住了。其中一个武者哭丧着脸道：“公子，怎么办？我怎么知？”魏文轩咆哮了一半，突然发现这小子居然眉清目秀的，不由喉咙微动。小罗，那武者顿时化作武者，惊恐道：“少爷，不要啊！”一旁胡子拉碴的壮汉也发现自家少爷细皮嫩肉的，像个娘们一样。一时之间，木屋内的气氛顿时焦灼了起来。与此同时，林若尘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将慕容秋芷放下。慕容秋芷哪怕昏迷过去，还是不老实的乱扯，差点开门见山。林若尘只能按住他的手，却发现他手掌也有伤，缠着绷带。这是怎么回事？慕容下主解释道：“秋芷的血似乎有诅咒的力量，他刚刚割破掌心，想帮我们。”林若尘一阵后怕，对慕容秋芷的戒备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幸好刚刚自己把持住了，不然现在怕是危险了。谁知道一针见血算不算伤害他？万一莫名其妙死在他肚皮上，岂不是冤死？林若尘打定主意，哪怕慕容秋芷投怀送抱，自己也要敬而远之。他用布料把慕容秋芷绑起来，省得他弄伤自己。只是这么一绑，显得有些色气了。一定是阴阳合欢赋影响了自己，害自己绑法都不正经了。慕容下竹弱弱道：“要不你也把我打晕绑起来吧。”林若尘果断摇头道：“不行，我等一下还得去杀人，没时间照看你们。重点是，如果两姐妹都昏迷了，他怕自己控制不住心中的恶念。”慕容下竹错愕道：“你要追杀魏文轩他们？”林若尘嗯了一声，云淡风轻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既然得罪了，必须斩草除根。林昌盛教过他，想活得久，不能对任何敌人心生怜悯之心，最好斩草除根，最好蚯蚓都得竖着劈两半，但都给他摇散黄了。”慕容下主喘息着，轻咬红唇，可怜兮兮看着他：“那你再陪我一下吧，一会就好，行吗？”现在他们两姐妹这种情况，他可不敢让林若尘离去，唯恐遇到什么深山野人。林若尘心中古怪，这女人就这么相信自己？叔叔已经记住了三人的气味，他也不急着追杀，而且他现在行动也有些不方便。你放心，我等你恢复再走。林若尘吃下聚灵丹调息恢复。慕容下竹神色古怪地看着他，这家伙难道不难受吗？他目光下移，顿时俏脸通红，连忙移开了视线，一阵脸红心跳。原来他也不是无动于衷，只是克制住了自己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坐怀不乱，真君子吗？一刻以后，慕容下竹终于熬了过去，理智回笼。他吸入的和欢散不多，而且有修为在身，虽然反应激烈，但散得也快。林若尘见状，淡淡道：“你们在这等我，我很快回来。”他头也不回地走进黑沉沉的夜幕中，眼神冰寒，握紧了手中的断刃。魏文轩是吧？攻守易位了，你准备好受死了吗？但林若尘率不过3秒，没走几步就一脚踩空，掉进冰洞里面，不由暗骂一声：“靠！霉运虽迟但到。”慕容下竹发现自己眨了眨眼睛，林若尘就消失在夜色中，顿时充满感叹：来无影去无踪，这家伙好像越来越厉害了。慕容下竹连忙拍了拍自己的脸蛋，俏脸不由有些发烫。自己在想什么呢？一定是和欢散还没散掉，干扰了自己的思维。不过这小子命好像挺硬的，秋芷好像挺喜欢他的。慕容下竹扭头看向了慕容秋芷，也就因此没看到某人狼狈地爬起来的场面。半个时辰后，山间木屋处，呕死死！魏文轩咆哮连连，一边干呕一边乱剑砍着眼前的2具尸体。该死的小子，不管你是谁，本少爷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发泄以后，魏文轩捂着屁股一瘸一拐往外走去，却惊恐发现门外站着一个男子。月夜下，雪地之中，男子一袭白衣，肩膀站着一只毛茸茸的白鼠，站在风雪中如同仙人落凡尘。此刻他神色古怪而厌恶地看着自己，一副犯恶心的嫌弃模样。这是魏文轩看到的最后画面，因为一道血光飞过，瞬间洞穿了他的脑门。不是，哥们，露头就秒，你好歹给我一句说话的机会啊！魏文轩不甘地倒下，手中握着刚从储物戒中拿出的金色符箓，还未来得及激活。林若尘远远又补了一剑，才上前将储物戒捡起来，搜刮魏文轩身上的战利品。狮子搏兔仍需全力以赴，从小在山中长大的林若尘从不小瞧任何一个敌人。如果不是刚刚难上加难的动静太可怕，让林若尘都望而止步，魏文轩早死在木屋里面了。林若尘放了一把火将房子烧掉，才转身离去，一路上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因为他发现木屋里面的一个随从是之前乱箭射中了慕容秋芷的那人。之前林若尘还觉得奇怪，此人伤害了慕容秋芷，居然没有死，没想到是上天不想他死得这么痛快。这女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自己怎么老遇到这种不正常的女人？林洛尘回到山洞的时候，慕容秋芷已经醒了过来，裹着被子蜷缩在一角。见到林洛尘回来，他想起自己昏迷前做的事情，苍白的脸上染上一抹红晕。慕容夏竹见他安然无恙，询问道：“怎么样？”林洛尘轻描淡写道：“都死了。”慕容夏竹没想到他杀炼气后期居然如此轻松，不由暗暗啧舌。士别3日，刮目相看，但这家伙实力进步也太猛了吧！林洛尘看着瑟瑟发抖的慕容秋芷，皱眉看向慕容夏竹：“为什么不点火取暖？”慕容秋芷连忙道：“是我让姐姐别点的，万一引来敌人就不好了。”林洛尘无奈摇了摇头，找来柴火点燃篝火，火光照亮了山洞，驱散寒意。“过来烤烤火吧，别生病了。”慕容姐妹这才坐了过来，3人围坐在一起。林洛尘拿出酒壶喝了一口，暖了一下身子，向两女递了过去：“喝点驱寒。”慕容夏竹果断摇了摇头，自己才不要跟他喝同一壶酒呢。慕容秋只没喝过酒，加上实在觉得冷，有些异动：“我喝了公子的酒，公子怕是会倒霉的。”林洛尘心中暗笑，刚刚你跑来亲我的时候，怎么不考虑这点？他把酒壶塞他手中：“喝吧，你觉得我还差这点吗？”慕容秋芷想到两人的接触，不好意思的喝酒掩饰尴尬，却被呛得咳嗽连连。怎么这么辣？林洛尘看着他吐舌头的动作，微微一笑道：“多喝2口就习惯了。”慕容秋芷又浅浅喝了几口，脸色染上一抹酡红，在火光照耀下娇艳无比。林洛尘看得有些失神，赶紧默念心经。鼠鼠闻到酒味，馋得从他怀中爬出来，滋滋2声。反正之前救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暴露了，也就干脆不藏了。林洛尘拿出一个小酒碗，无奈道：“给这小酒鬼倒点吧。”慕容秋芷回过神来，迟疑的给鼠鼠倒了点，鼠鼠顿时眉开眼笑的探头进去喝起来。好可爱的小家伙。慕容秋芷美目亮晶晶的，想摸却又不敢伸手，只能眼巴巴看着他。林洛尘问道：“那魏文轩什么来头？会不会有麻烦？”慕容夏竹解释道：“魏文轩是玄州天星城魏家的人，族中有金丹修士，但其实跟我慕容家差不多，属于不入流家族，不然也不会在这边境之地。按理说他们不敢追来兰州这边找我们麻烦，但还是要小心为上。”林洛尘点了点头，好奇道：“浩然书院在玄州那边？”慕容夏竹嗯了一声，林洛尘恍然大悟，他之前就好奇兰州这种魔道聚集之地哪里来的正道书院，没想到这姐妹俩居然是被送到了正道的玄州求学。林洛尘看了一下天色，淡淡道：“早点歇息吧，今晚我守夜就是。”喝了酒晕乎乎的慕容秋只嗯了一声，枕着慕容夏竹的腿沉沉入睡。慕容夏竹看着林洛尘，低声道：“谢谢你没丢下我们跑了。”林洛尘淡淡道：“我只是没来得及，下次会跑的。”慕容夏竹啼笑皆非，林洛尘则拿出一枚储物戒和几个储物袋，清点此次的收获。这储物戒是魏文轩的，并没有神识烙印，魏文轩一死就变成无主之物。林洛尘暗驱灵音的指示，滴入一滴鲜血，储物戒里面的东西顿时显现在他眼中。魏文轩不愧是世家子弟，远比那筑基期的驼背老者更富有。他的众多宝贝里面，最珍贵的就是他临死前掏出的那张金色符箓。按取灵音所说，这是一张能爆发筑基全力一击的攻击性符箓，算是保命符。林洛尘听后一阵后怕，幸好自己没给他开口的机会，不然怕是危险了。除了这张攻击性符箓以外，还有一本浩然正气诀，一把中品灵气级别的长剑，以及若干炼气期能用的修炼丹药，让林洛尘如获至宝。至于那驼背老者身上有一本玉葵树，以及10来颗能激发丝线的特殊圆珠。这一次林洛尘收获颇丰，不由感叹杀人放火果然是发家致富的最快捷径。他将储物戒戴在自己手上，这储物戒虽然只有10来方，但总比储物袋方便。林洛尘将折扇插在腰间，把中品灵气级别的长剑放在储物戒，断刃藏于袖间。虽然储物戒取物很方便，但他还是习惯藏在袖中，这样出手会快上不少。做完这一切，林洛尘吞下一枚辅助丹药，拿出灵石吸收，用最奢侈的方法修炼。如果再磨磨唧唧下去，自己谈什么去找玉女宗报仇？林洛尘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0年之内打上玉女宗，让顾青含哭爹喊娘。事实证明，烧灵石的确很管用。第二天一早，林洛尘成功突破了炼气7层，虽然代价是用了上百灵石，他如今也就3000多枚灵石，按这个速度也就只能维持1个月的修炼。但林洛尘还是毫不犹豫，毕竟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实力上去了，想要资源还不简单吗？大不了去抢。林洛尘本来雄心壮志，却突然发现慕容秋芷状态不太对。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折腾，本就体质弱的他生病了。慕容秋芷弱不禁风的样子让林洛尘一阵头疼。叔叔，去把马找回来。片刻后，林洛尘看着那匹被吃的只剩下白骨的马，欲哭无泪。
你这是昨晚兽性大发，对狼群下手了吗？林洛尘看向慕容夏竹，要不你背他？慕容夏竹眼睛转了转，可怜兮兮道：你看我像背得动他的样子吗？公子，我自己可以走。看着慕容秋芷苍白的脸色，林洛尘无奈，只能认命地蹲下身子。秋芷姑娘，上来吧，我背你走。接触了这么多次，他算是看明白了，有青莲在，仅凭彼此接触，慕容秋芷克不死自己，最多让自己倒霉一段时间。为了登仙令，林洛尘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而且他已经发现了规律，只要自己跟慕容秋芷保持接触，厄运就不会降临，但只要自己离他远了点，那就是各种花样往死里整。既然如此，自己大不了一直背着他，直到拿到登仙令。慕容秋芷啊了一声，忐忑道：可是林公子，你跟我接触会倒霉的。林洛尘淡淡道：没事，我命硬，死不了。还有，秋芷姑娘，我只是为了登仙令，你可千万别对我有非分之想。虽然接触不会死，谁知道他喜欢自己，自己会不会死啊？慕容秋芷闻言俏脸通红，心虚道：我知道了。他小心翼翼趴在他的背上，用手撑着他的后背，努力保持两人的距离。但林洛尘的手落在他臀上的时候，他还是浑身不自在，如坐针毡。慕容夏竹见到两人的模样，眼中带着几分期待。小子，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这么命硬。他冲慕容秋芷眨了眨眼睛，羞得慕容秋芷跟鸵鸟一样低着头。很快，慕容夏竹发现林洛尘走的不是官道，而是不知名的小路。你是不是走错路了？林洛尘淡淡道：没走错，就是这条路。这一路过去青石城，大大小小的官道有十几条，但却有一条必经之路。除了会飞的修士，那座跨越峡谷的大桥是过往行人的必经之路。慕容世家如今大不如前，不可能条条官道都有人把持，绝对会在那里等着。毕竟慕容姐妹没有飞行灵宝，总不会飞吧？但好巧不巧，林洛尘虽然没有飞行灵宝，但他还真会飞。数日后，断月妖峡外岩群山小木屋中，冷月霜看着许久没人居住的小木屋，无奈叹息一声：这家伙到底跑哪里去了？他好不容易甩掉了跟随的长老，绕路来到这里寻找林洛尘踪迹。冷月霜在山下城中打听过林洛尘的消息，得知他曾短暂进城，很快又离开了，这让他放下心来。他没事，至少没落入妙音门的妖女手中。但除了知道林洛尘安然无恙，也没用假名字骗自己以外，冷月霜一无所获。不对，他还发现了一堆垂青他的女子，上到风韵犹存的寡妇，下到情窦初开的少女，都对这家伙青睐有加。冷月霜本可以就此打道回府，但没见到林洛尘，始终有些不甘心。他细心地在房间内找了一圈，终于在床上找到了几根林洛尘的头发。冷月霜把自己的头发和林洛尘的头发绑在一起，夹着手中，嘴中念念有词：相思魂牵引，灵犀化蓝蝶，已发为气念为媒，燃尽相思觅君归。片刻后，冷月霜手中长发被悠悠的蓝色火焰焚烧，化作一只蓝色的蝴蝶。啊，怎么还真有用？他俏脸微红，因为此术名为相思引，是巫族女子用来寻心上人的术法。这在玉女宗是禁术，冷月霜纯粹是看名字好听才记了下来。他没想到自己还有用这术法的一天，更没想到这术法还真能生效。这是不是说明自己冷月霜轻咬红唇，果断把这个念头抛之脑后？自己对他只是感激，只是想见他一面，确认他是否真的安然无恙。自己见他一面就走。他轻轻吐出一口气以后，蝴蝶迅速起飞，向着远处飞去。冷月霜不敢耽搁，凌空飞起，紧追在那蝴蝶身后，如同月宫仙子一般。与此同时，在那座跨峡大桥数百里之外，林洛尘跟慕容夏竹踩着树梢在森林上方掠过，身形飘逸，如同御风而飞。虽然没了马车，但林洛尘和慕容夏竹都能御风，速度还真不慢。来到了峡谷边缘，三人完全不走寻常路，虽然遇到不少豺狼虎豹，但并没有遇到敌人。见林洛尘还往峡谷上方掠去，慕容夏竹忐忑道：你不会想飞过这峡谷吧？林洛尘淡淡道：有何不可？慕容夏竹连忙道：这峡谷有数百丈多宽，我们只是御风，不是真正的会飞啊。我知道。林洛尘说完，还是自顾自地向着峡谷边缘掠去，让慕容夏竹不明所以。三人很快来到峡谷边缘，这道峡谷果然有数百丈宽，上面横风呼啸，飞鸟难渡。林洛尘将慕容秋芷放下，看着眼前的峡谷，微微皱了皱眉头。这峡谷上方的横风有些出乎他的意料，这峡谷上方一直横风肆虐。慕容夏竹摇头道：这倒不是，每天有时会停一个时辰。你不会还没死心吧？这绝不是我们能飞过去的，你冷静啊。林洛尘笑了笑道：如果我能飞过去呢？慕容夏竹神色古怪道：你有飞行灵气？没有。
慕容夏竹翻了翻白眼，没有飞行灵气，你能飞过去，你想怎么样都行。林洛尘嘴角微微上扬，笑道：这可是你说的。屈灵音想起自己赌输的2次，突然觉得这小子心黑得很。3人在崖边等候，林洛尘拿出那把折扇练习以折扇施法和杀敌。慕容姐妹一边逗弄鼠鼠，一边远处看着他。鼠鼠非常喜欢跟他们亲近，还特别喜欢慕容秋芷。林洛尘抓了几次，但他还是喜欢溜过去，林洛尘也就由着他去了。毕竟等吃到苦头，他就老实了。但鼠鼠却完全没受慕容秋芷的影响，这让林洛尘目瞪口呆。这寻宝鼠难道鸿福齐天？不管怎么样，鼠鼠不怕，林洛尘也就不管他了。经过这3天的休息，慕容秋芷身体状态恢复不少。此刻他一眨不眨看着林洛尘，眼中满是赞叹之色。林公子真是进步飞快，而且他用起折扇来当真是风流倜傥。慕容夏竹凑到他耳边打趣道：秋芷，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慕容秋芷闹了个大红脸，连忙道：姐姐，你别乱说。我哪里乱说了？你这含情脉脉的眼神瞒得住谁呢？姐姐，慕容秋芷撒娇道：你别开玩笑了，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慕容夏竹无奈笑道：就是知道才会问你啊，你没发现他命很硬吗？这小子跟你接触这么久，除了倒霉一点，还活蹦乱跳的，简直是你真命天子啊。慕容秋芷害羞的低下头：姐姐，我才跟他认识几天啊，谈这些太早了吧？慕容夏竹急切道：早什么呢？难得遇到这么命硬的，回头他就跑了。你再不主动点拿下他，回头他跑了，你可别找我哭啊。慕容秋芷闻言有些心动，含羞带怯的看向林洛尘。此刻林洛尘手中折扇突然失控，从他头顶飞过，差点把他脑袋削了。慕容秋芷连忙打消了刚刚的念头，弱弱道：我还是自己一个人过吧，不要祸害别人了。慕容夏竹恨铁不成钢，眼睛滴溜溜转着，不知道在打什么歪主意。林洛尘拔出插在树里面的折扇，看着已经减弱的罡风，差不多了，过来吧。姐妹2人走了过来，慕容夏竹担忧道：你不会真想飞过去吧？不然呢？林洛尘拿出一张符箓贴在身上，背后顿时张开一双巨大的半透明羽翼，这正是冷月霜给他的5张符箓中仅剩的羽化符，能让普通人都能御空飞行一段时间。慕容夏竹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用灵力激活的飞行符箓，不禁目瞪口呆。这种级别的符箓魏家也不可能有，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历？难道真是妙音门的妖男？走吧。林洛尘向前一步，一手揽住一个，在2女的惊呼声中羽翼一展，向着对岸飞去。罡风吹来，慕容秋芷连忙抱紧林洛尘胸膛，整个人跟树懒一样挂在他身上。慕容夏竹看着下方的万丈深渊，也有些发怵，只能伸手环着林洛尘的脖子。混蛋，你就不能一个个来吗？林洛尘左拥右抱，左右逢源，忍不住打趣道：不能，我喜欢比翼齐飞。谁知道这羽化符能不能撑得住往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抱着慕容秋芷，不然谁知道自己过去的时候会不会突然刮起罡风。慕容夏竹感受到2人的尴尬姿势，气呼呼道：我要是摔死了，做鬼也不放过你。林洛尘哈哈一笑道：放心，摔不死你的。3人在峡谷上方飞过，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和妖兽，倒是风平浪静。2女也放心下来，好奇的四处看着，一脸惊奇之色。慕容秋芷伸出一只手感受气流，眼中有一抹向往之色。这就是御风飞行的感觉吗？慕容夏竹也伸出一只手，豪情万丈道：秋芷，以后我带你飞遍天下。林洛尘无奈，只能将这比翼齐飞的姐妹俩抱紧了点，省得她们掉下去。同时上手以后，林洛尘发现慕容秋芷比慕容夏竹更圆润一些，腰肢更软，而慕容夏竹由于修炼的缘故，腰肢更加纤细和有弹性。林洛尘情不自禁想到，姐妹俩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有细微区别？该死，自己在想什么呢？片刻后，3人飞落在对岸，林洛尘松开在2女腰间的手。好了，可以下来了。2女脚踏实地，还有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不敢相信真飞过来了。林洛尘将那还能用几次的羽化符收了起来，玩味的看向慕容夏竹。你说了。慕容夏竹看着林洛尘，不满的嘟着嘴道：那你想怎么样？林洛尘上上下下打量他，吓得他连忙抱胸后退几步。你想干什么？林洛尘翻了翻白眼，无奈摇了摇头。我只是发现你一穷二白，没什么值得下手的，先欠着吧，日后再说。慕容夏竹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气鼓鼓道：哼，你可恶。林洛尘看着眼前的荒山野岭，淡淡道：走吧，还要翻过这一片群山呢。虽然已经到了对岸，但还不能马上回到官道上，还得翻过几座山，绕开敌人。经过前面一战以后，林洛尘在带着2个拖油瓶的情况下，实在不想再跟筑基修士对上。慕容姐妹点了点头，
跟着他一起往山中走去。而在他们数百里外一座几十丈宽的大桥上，10余人在桥头设置关卡，将往来的行人截停，查验一番才放行。路人中有人不服，但当为首的老者散发出助激进气息后，顿时就老实了。能走这条桥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还有少量炼气修士。就算有筑基修士随行，彼此打个招呼也就放过去了。在网上的修士都有自己的飞行灵气，根本无需走这条大桥。一行人不断地查着过往行人，想找到慕容姐妹，却一无所获。他们不远处有一伙人在暗中观察他们一行人，其中一个青年询问道：大长老，我们真不用出去跟二长老打招呼吗？那大长老摇了摇头道：不用，万一被他们发现，转移阵的就麻烦了。家主的意思是平安护送2位小姐回去，我们不要节外生枝，毕竟都在同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闹太僵也麻烦。那青年点了点头，感叹道：家主还是宅心仁厚，心疼2位小姐啊。大长老眼中闪过一抹意芒，笑道：毕竟是二爷最后的血脉，家主向来视如己出的。对了，罗京他们那边有消息吗？有没有追上罗耀他们？青年神色古怪道：没有，罗耀他们凭空消失了，2位小姐也不见踪影。大长老神色微沉，喃喃道：难道有第三方势力插手？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而林洛尘等人则早已经走入了群山之中。数日后，林洛尘走在群山之中，警惕地看着四周，犹如惊弓之鸟。毕竟这几日来他是越来越倒霉了，差不多到喝水塞牙缝的地步。走路能踩到冬眠的妖兽就不说了，修炼都能运气走差，让他苦不堪言。虽然慕容秋芷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林洛尘却完全不敢松开他，毕竟抱着慕容秋芷，林洛尘不会倒霉，一松手就霉运连连。要不是实在不合适，他恨不得晚上睡觉都抱着慕容秋芷睡。林洛尘发现自己骑虎难下了，自己还能抱着他过一辈子。最离谱的是，自从接触了慕容秋芷后，青莲再也没亮起来了，仿佛他每天的力量都用在不断摇曳上，实在没有多余的力量储存。林洛尘现在也不指望他忘记了，能保证自己不被克死就已经很高兴了。此刻他看向慕容秋芷的目光充满怀疑，这女人不会看上自己了吧？慕容秋芷将他最近的倒霉都看在眼里，心中很是心虚，自己不会喜欢上林公子了吧？慕容下竹的美目却是亮晶晶的，这小子命是真的硬啊，这简直就是秋芷命中注定的夫君啊！所以这一路上，慕容下竹不断撮合林洛尘2人，给2人创造机会。毕竟对他而言，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不能放跑了。只是每想到林洛尘对自己又看又摸的，他心中就很是别扭。这都什么事啊？哪有妹夫对姐姐这样的？但想林洛尘实在无可替代，慕容下竹也只能按下心中的古怪念头。暗中，一道冰寒的目光紧紧跟着3人。冷月霜俏脸都黑了，他没想到自己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林洛尘，却是这种情况。这家伙居然不是一个人，而是跟一对倾城绝色的姐妹花在一起。他甚至还亲昵地搂着其中一个女子，在群山之中御风而飞，风流潇洒得很。看到林洛尘那萎靡不振、脸色苍白的样子，冷月霜差点掉头就走。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纵欲过度吗？可恶，亏我还担心你，结果你却在这里风流快活。冷月霜一把捏碎那灵蝶，目光冰寒看着林洛尘，没有现身相见。他默默跟在3人身后，心中不断安慰自己，自己又不是他谁，没必要生气，自己才不是吃醋，只是确认这2个女人是不是妙音门的妖女罢了。冷月霜握紧了手中的剑，目光冰寒彻骨。你们可一定要是妙音门的妖女啊！林洛尘虽然感觉到寒芒在背，但却也没太当一回事，只当是妖兽虎视眈眈。傍晚时分，3人在山间的遇到了一处天然温泉。餐风露宿的慕容姐妹顿时都走不动道了，林洛尘也就是停了下来。我们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慕容下竹眼睛滴溜溜一转，笑道：天天吃屁股丹，都吃腻了，我去打点野味，我没那么快回来。你们要是孤男寡女干柴烈火，想做点什么也够时间的。他说完一溜烟跑了，让林洛尘一阵无语。暗中的冷月双小手顿时捏紧了，暗骂一声恬不知耻。这绝对是妙音门的妖女，要不是慕容秋芷身上没有灵力波动，他怕是直接出手斩妖除魔了。自己再看看这些妖女玩什么花样。此刻慕容秋芷俏脸绯红道：公子，姐姐她就是喜欢胡闹，你不要当真。林洛尘摇了摇头道：无妨。秋芷姑娘，你身体怎么样？冷月霜顿时小嘴一嘟，气鼓鼓的。这家伙就没这么关心过自己，原来不是暖男不暖，只是暖的不是自己。慕容秋芷温柔浅笑道：我好多了，这一路上辛苦公子了。林洛尘摆了摆手，而后神色古怪道：秋芷姑娘，你真没喜欢我吧？慕容秋芷脸一下子红了，
看着自己胸前的白腻，头都快埋到自己胸前了。应该没有吧？林洛尘皱眉道。真没有？那我怎么越来越倒霉了？慕容秋芷心虚道。大概你跟我接触太久了吧？林洛尘点了点头，坐了下来，语重心长对他循循诱导。秋芷姑娘，我这个人除了长得好看，一无是处，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暗中的冷月霜都听懵了，这家伙这是在干什么？慕容秋芷听着林洛尘每天对自己的例行抹黑，漫不经心的点头敷衍。我知道了，我不会喜欢你的。远处慕容夏竹见两人无动于衷，不由恨铁不成钢，这家伙是不是男人啊？如果不是没有合欢散，他都打算给他们下上一包了。想到这里，慕容夏竹在打猎之余，根据自己微薄的药理知识，在山中采了不少催情作用的灵草，还整了一条蛇的银囊回去。使劲补到这家伙受不了为止。慕容秋芷哪知道自己姐姐要对自己下狠手，正左耳进右耳出。好不容易等到林洛尘喝水润喉的间隙，他鼓起勇气发问：林公子，你这么怕我喜欢你，是有意中人了吗？暗中的冷月霜顿时一个机灵，连忙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听到这个问题，林洛尘下意识想说没有，但脑子却闪过一道歉意。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要打消慕容秋芷对自己的非分之想。有。闻言，慕容秋芷眼神暗淡下来，失落道：能让公子喜欢，她一定很漂亮吧？还好。慕容秋芷顿时又燃起希望，追问道：那她比我漂亮吗？林洛尘犹豫片刻，狠下心来嗯了一声。慕容秋芷眼中顿时失去了高光，却还是有些不服气。真有这么漂亮的人吗？公子不要骗我。没骗你。那你画给我看看。林洛尘傻眼了，怎么一说到谁更美，连向来温柔的慕容秋芷都执着起来。女人这该死的胜负欲啊！但为了让她彻底死心，林洛尘只能拿出笔墨纸砚放在平坦的青石上。慕容秋芷站在他身旁帮他研墨，显然是不服输了。林洛尘提笔回忆冷月霜的模样，开始在纸上画了起来。他没别的意思，纯粹觉得冷月霜好看，能让慕容秋芷死心。平心而论，其实两人姿容相差不大，但冷月霜由于常年修道，气质的确更胜一筹。冷月霜也不由好奇了，这家伙的心上人是谁？该不会是自己吧？他心痒难耐，施展月华笼罩周身，探头探脑看了过去。自己才不是想知道呢，只是不管了，看就是了。林洛尘在玉女峰学了100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凡间堪称大师级别。很快，如同月宫仙子一般的冷月霜跃然于纸上，眉眼之间极为传神。画中的冷月霜在月光下伫立，目光温柔而悲伤，眼中带泪，似有千言万语。这是上一世冷月霜来看林洛尘时候的画面，林洛尘一直记着，那也是为数不多他觉得无怨无悔的时候。冷月霜看着画中的自己，眼神恍惚，心底悲伤的情绪汹涌。那画中的自己仿佛走了出来，让他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自己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表情？为什么看了以后自己会心中如此难过？就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突然对那之前无法理解的法诀有所明悟。宿命轮回。慕容秋芷看到这幅画，整个人都吃了，不敢相信世间有这么美的人儿。那哀怨而深情的目光，别说男子了，她一个女子看了都心折。输了，输得一败涂地。公子能跟我说说你跟他的事情吗？我只是好奇，没别的意思。林洛尘看着画中的冷月霜，酝酿几分情绪，缓缓开口：我跟他相遇于偶然，但大概也是宿命。我那天在钓鱼，他从天而降，如仙子落凡尘一般。为了打消慕容秋芷对自己的非分之想，林洛尘进行了艺术加工，对冷月霜各种美化。在他口中的冷月霜，天上有地下无，纯粹就是不慎跌落凡尘的仙子，美的代名词。暗中冷月霜听得都不好意思了，伸手捂着脸，害羞的想跑，却又忍不住想听。原来这木头虽然冷言冷语，心中却是这样想的吗？哎呀呀，羞死人了！自己哪有这么好？就在冷月霜听得兴起，慕容秋只听得入神。林洛尘说的词穷的时候，慕容夏竹拖着一头野山猪回来了。林洛尘，快来帮忙，今晚我们吃的有着落了。此刻场中2个女子都有一种想法，吃就知道吃。林洛尘却如获大赦，因为他快编不下去了，自己都肉麻的不行。还好那女人没听到，不然自己就可以离开清虚生活了。林洛尘收起画像走了过去，皱眉道：你怎么不收进储物袋？才不要呢，臭烘烘的，弄脏我衣服怎么办？慕容夏竹振振有词，而后献宝一样把精心采摘的灵药拿了出来。今晚我们弄点汤补补。嘿嘿嘿，我非得补得你们嗷嗷叫。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林洛尘将那些灵药全挑了出来，丢到一旁。这些草药都有催情作用，不能乱吃，容易出问题的。本来还担心他中招的冷月霜顿时心中暗爽，干得好，
不要中了妖女的诡计。慕容夏竹郁闷的不行，这家伙是月老绑一根线就剪一根吗？本小姐就不信邪了。她眼睛滴溜溜一转，笑道：“那个，你会烤肉吧？”林洛尘点头道：“略懂。”那就交给你了，我带秋芷去泡温泉，你可千万别过来偷看。慕容夏竹说着，拉着慕容秋芷就想走。林洛尘连忙道：“等一下。”他仔细检查了一遍那温泉，确认湖中和周围没妖兽以后，才放心离去。可以了，有事叫我，我在附近。慕容秋芷嗯了一声，目光温柔似水。林公子真的好温柔啊！慕容夏竹撇了撇嘴，这小子谨慎的不像话，分明是怕月老拉红线。他拉着慕容秋芷下水，随便找了个借口，留了件遮羞的衣物在身。慕容秋芷以为他是不放心林洛尘，也就没多说什么。林公子那么正人君子，才不会做偷窥的事情呢。他很放心的脱得干干净净，姐妹两人在水中嬉戏，传出阵阵银铃般的笑声。林洛尘听着远处的声音，虽然心猿意马，浮想联翩，却还是克制住自己。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林洛尘虽然不是君子，但不屑于做这种偷看的勾当。他若是想看，需要偷看吗？林洛尘不为所动的在岸边处理着那野猪，同时暗暗警戒，以防有人靠近。冷月霜见林洛尘如此淡定，心中满是欣慰，自己误会他了，他果然是正人君子啊。就在这时候，一声惊呼传来：“啊，什么东西？”慕容夏竹的声音隐隐约约传来：“别怕，我潜下去抓住他。”林洛尘连忙跑过去，却不敢继续往前，沉声问道：“怎么回事？姐姐，姐姐你在哪里？”“啊，有蛇啊！”随着一声惊叫声，慕容秋只用衣服遮着身前春光，慌慌张张向他跑来。“林公子，水下有蛇！”但靠近林洛尘的时候，他踩到身前的衣裙，惊呼一声，一头扑倒在他身上。林洛尘上前一步想接他，却脚下一滑，被他整个人扑倒在地，重重砸在地上。靠，怎么回事？这时候来霉运？但不得不说，这霉运让他完全当了肉垫。慕容秋芷又自带缓冲，完全没伤到。林洛尘被带球撞人，手落在他背后，感觉到一个惊人的弧度，顿时多此一举。两人面面相觑，慕容秋芷脸越来越红，而后啊了一声，连忙爬起来：“对不起，对不起。”他顾前不顾后，顾此失彼，皱巴巴的裙子遮哪里都不够，急得快哭了。躺在地上的苗人凤，林洛尘被水光晃得有些慌神，半天回不过神。为什么自己这次倒霉居然如此香艳？难道上天觉得自己占他便宜会有性命之忧？但林洛尘的确觉得背后一阵发凉，却找不到源头。林洛尘扭头看向一边，起身脱下外衫给慕容秋芷递过去：“快穿上吧，小心着凉了。”慕容秋芷接过衣衫，低低道了声谢，起身将衣服披上。林洛尘看向温泉边，开口道：“夏竹姑娘，你没事吧？”远处传来慕容夏竹的声音，以及窸窸窣窣的穿衣服声：“我没事，有条小水蛇，你先别过来。”林洛尘皱眉，温泉里面居然还有漏网之鱼。秋芷姑娘，我可以回头了吗？可以了。过了一会，慕容秋芷弱弱的声音传来。林洛尘回过头，却见她面红耳赤，小手紧紧抓着身前的衣衫，渲然欲泣，一副被玩坏的样子。秋芷姑娘，你还好吧？听到这话，慕容秋芷低下头，如玉的脚趾扣地，差点哭出声来。这怎么能好？自己以后怎么有脸见林公子？林洛尘也不知该如何安慰，气氛一时之间旖旎而尴尬。片刻后，穿戴整齐的慕容夏竹抓着一条软绵绵的水蛇走出来，没想到这水底居然有蛇，还好是无害的。慕容秋芷啊了一声，躲到了林洛尘背后，小手抓着他的衣角，也顾不得中门大开了。他自幼最怕蛇了，不然刚刚也不至于吓得直接跑了出来。林洛尘看着那水蛇，满心怀疑，这真是漏网之鱼吗？为什么这蛇不像是刚死的样子？但慕容夏竹总不可能放蛇吓唬慕容秋芷吧？暗中的冷月霜默默捏紧了拳头，因为他很确定这蛇早就死了。这些魔道妖女为了勾引男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自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不然这家伙怕是要着了妖女们的道了。但自己该怎么出场，倒是让冷月霜头疼了。总不能说自己担心他，千里迢迢过来找他吧。就在这时，慕容夏竹鼻翼微动，迟疑道：“什么味道？”“我的烤肉。”林洛尘拔腿就跑，但还是为时已晚，他只能重新烤过。夜幕降临，三人围坐在一起，面前是烤得外焦里嫩的野猪肉和一锅蛇羹。慕容夏竹把那条可怜的蛇给炖了，美其名曰给慕容秋芷出气壮胆。慕容秋芷不敢吃，却不断往锅下加柴火，显然对他怨气极深。慕容夏竹有些心虚地吃着肉串，赞叹道：“看不出你还有这手艺。”慕容秋芷也连连点头，小口小口吃着，娇艳的小嘴满是油光。这又老又柴的野猪肉，
被林洛尘用虫味和辛辣的调料给盖住那股肉味，而他烤的火候正好，外焦里嫩，肥而不腻，搭配果酒，简直是一绝。林公子除了不喜欢自己以外，真是太完美了。林洛尘烈酒配烧肉，淡淡道：“我以前是猎人，在野外这是必备的。他小时候烤的肉，那是狗都不吃，没少被林昌盛嫌弃。但林洛尘是很倔强的人，在糟蹋无数猎物后，总算练出一手烤肉技艺。”慕容秋芷好奇问道：“公子真不是世家子弟？”林洛尘摇了摇头，慕容夏竹顿时眼前一亮：“不是世家子弟好啊，正好能入赘，也没那么多顾虑。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族人会不会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林洛尘哪里知道慕容夏竹已经在给他跟慕容秋芷的孩子想名字了，递出一串烤肉给叔叔：“小家伙，平常吃东西你不是很积极的吗？不尝尝？”叔叔看着那卖相极佳的烤肉，顿时提心吊胆，但尝了一口以后，他难以置信看着林洛尘，一脸不可思议：“这味道不对啊，怎么会这么好吃？难道小主人被调包了？”慕容夏竹好心提醒道：“林洛尘，我劝你还是省着点用灵石吧。修道很耗费灵石的，法宝、丹药、符纸、祭炼金身，乃至宗门食宿都要灵石。”林洛尘连忙打住：“等等，宗门食宿也要灵石？”慕容夏竹理所当然道：“不然，你以为宗门为什么要收你为徒？做好事。宗门老祖开宗立派的初衷，就是为了让弟子供养他修炼，让他免于琐事。宗门为你提供庇护和修行场地和功法，你为宗门做贡献，这是互利互惠。所以在宗门内，衣食住行都得花灵石，所有人都得做出自己的贡献。”林洛尘目瞪口呆，说好的仙家气派呢？怎么俗成这样？若是给不出灵石呢？慕容夏竹古怪笑道：“派往外门干活，若是还无法胜任，则会被赶出宗门。所以宗门最喜欢招收世家子弟，因为他们有世代积累的财富和资源。在宗门内，除了天资出众并宣誓誓死效忠宗门的天骄，普通弟子只有被压榨剥削。”林洛尘点了点头，看来这个世界一切都还是以利益为重啊。慕容夏逐渐他若有所思，眼底闪过一抹异芒：“小子，见识一下世界的残酷吧。”他不断对林洛尘讲述修道世界的残酷，资源的重要性让林洛尘有些莫名其妙，但他也想了解修道宗门，也就认真听着，不时提出疑问。三人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相谈甚欢，都默契的绝口不提今晚的尴尬。暗中的冷月双闻着肉香和酒香，喉咙微动，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为什么他们在吃着烤肉，欢声笑语，自己却只能在暗中吹着冷风，看着流口水？好气！无独有偶，识海中屈灵英看着三人，也差点馋哭了。我也想吃啊！当夜酣时，慕容秋芷睡着后，慕容夏竹悄悄向林洛尘走去。暗中的冷月霜顿时提高警惕，手中长剑随时准备斩了这妖女。慕容夏竹哪知道自己生死簿上的名字再闪，在林洛尘对面坐下：“喂，今晚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林洛尘看了一眼慕容秋芷，无奈道：“我不是故意的。”慕容夏竹哼了一声道：“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看了秋芷的身子是事实吧？”林洛尘老实点了点头。慕容夏竹咳嗽一声，一本正经的样子：“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给你指条明路，让你少走30年弯路。”林洛尘神色古怪看着他，因为这话当初城中寡妇也曾跟他说过。当时那风韵犹存的寡妇开出的要求是让他入赘，并且要个孩子。你想让我入赘？你怎么知道？慕容夏竹一脸惊讶看着他，嘀咕道：“你小子倒是挺聪明的。你意下如何？秋芷对你颇有好感，他人又漂亮又温柔似水。”林洛尘言简意赅道：“重点是还要命。”慕容夏竹撇了撇嘴道：“他要是不要命，还轮得到你？反正你也不怕他克你，你们两个简直是天生一对啊！我慕容家族上也阔过，父母除了登仙令，还给我们留了足够资源。只要你愿意娶秋芷，我可以做主把我那份资源也给你，你看如何？”不远处，慕容秋芷耳朵动了动，暗中的冷月霜更是紧张了起来。这美人计起手，道义紧逼，最后利诱，他扛得住吗？林洛尘终于明白慕容夏竹为何要对自己讲述修道之路的残酷，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吓唬自己，为入赘之事做铺垫啊！条件很诱人，但我拒绝。慕容夏竹顿时急了，这是为何？难道秋芷哪里不好？她很好，但我林洛尘绝不做上门女婿，更不吃软饭。凡事好商量，其实入赘之事可以再商量。林洛尘依旧摇头：“我有意中人了，姑娘的美意只能拒绝了。”慕容夏竹苦口婆心劝道：“你要考虑清楚，修道一途很烧资源的，你那意中人能给你提供资源吗？他能对你的修炼和前程提供帮助吗？”林洛尘淡然道：“不能，但感情之事强求不得。”慕容夏竹气呼呼道：“
你看光了秋芷，就这样算了。她以后怎么嫁人？林洛尘淡淡道：我不只看了你，还摸了你呢，你也要一起嫁我不成？不远处的慕容秋芷小手一紧，差点惊呼出声，脑袋一片混乱。暗中的冷月双俏脸一片寒霜，只觉得一股无名火直冲心头，险些一剑戳出去。搞半天，你小子竟想姐妹双收？慕容夏竹慌张的伸手捂着林洛尘的嘴，冷汗涔涔看向慕容秋芷。嘘，你想死啊？赶紧忘记那事，我们那是误会。林洛尘也发现青莲剧烈摇晃，虽不明所以，却也惊出一身冷汗。我跟秋芷姑娘也是误会，但终究是我对不起她。日后若有什么我能帮她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慕容夏竹见这招没用，只得换上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秋芷无法修炼，最多100年寿元，她那么喜欢你，你就不能成全她？这批资源起码能让你修炼到筑基境界，获得200年的寿元。这期间你不仅得了美人，还能提升境界，何乐而不为呢？林洛尘还是固执的摇头，他不是货物，感情也不能施舍，恕难从命。慕容夏竹没想到这小子软硬不吃，气得胸前剧烈的起伏着。哼，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林洛尘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无奈叹息一声，摇了摇头。在玉女宗的100年经历，让他在难对女子轻易动心，只求提升实力，一雪前耻。暗中的冷月霜不知道这些，只是神色复杂的看着他。他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夸他坐怀不乱，还是怪他拈花惹草。罢了，念在他对自己一片痴心，自己就送佛送到西，见他一面就走吧。冷月霜思忖良久，终于想到自己该如何与他相见了。既然自己不方便去见他，让他来见自己不就行了？自己在他的必经之路上等着，让他来偶遇自己就可以了。冷月霜对自己的机智相当满意，决定先帮他们走出这群山再说。于是在他的帮忙下，林洛尘一行人在山中迷路了，越走越深。虽然慕容姐妹并没说什么，但林洛尘已经开始怀疑人生。难道100年囚禁让自己连猎人的基本能力都已经丧失了吗？所幸在冷月霜的保驾护航下，三人没遇到什么凶猛的妖兽，有惊无险地走出了深山。数日后，青石城城门处，胡子拉碴的队长无精打采地盘查，几个兵卒贼眼乱瞟，伺机对过往女子揩油。就在此时，一辆马车缓缓驶来，车夫是个俊朗不凡的年轻人，正拿着一壶酒喝着。站住！一个尖嘴猴腮的守卫突然横出长枪，拦住了马车，目光在车厢上扫视。哪来的？车里装的什么？林洛尘淡然道：东岳城来的，车上是女眷，不便见客。他们一行人回到官道以后，便就近找了驿站休整，今天才回到青石城。听到是女眷，那守卫顿时眼睛一亮，贼眼在车厢上乱看。城中竟然有邪祟出没，过往车辆一律都得盘查。让开！他正要掀帘，林洛尘一把扣住他的手腕，令他动弹不得。哟呵，反了你，敢对官爷出手！守卫朝同伴使了个眼色，众守卫纷纷围上，想要借机生事。林洛尘正打算教训这些兵痞，一只握着令牌的芊芊玉手从帘中伸出。怎么，我慕容家的人回府，也要被你们这些阿杂货色盘查？那队长闻言顿时一个机灵，狠狠踹了那守卫一脚。王八蛋，瞎了你的狗眼！慕容小姐，你也敢惹？他转身又换上一副谄媚嘴脸。慕容小姐恕罪，这新来的不懂规矩。滚开！简简单单2个字，却让那守卫队长如蒙大赦，慌忙踹开几个守卫。慕容小姐慢走。马车远去，那挨打的守卫忐忑道：队长，不会是慕容家的那位小姐吧？其中一个守卫喃喃道：怪不得近来老是莫名其妙死人，原来是这丧门。闭嘴！队长一把捂住他的嘴，惊恐的四下张望。你不要命了！话音未落，一阵阴风卷着纸钱掠过众人脚边，远处传来凄厉的哭嚎声，隐约夹杂着又死了一个的惊呼。守卫们齐刷刷打了个寒战。林洛尘驾车而行，也发现城中行人神色慌张，整座城笼罩着诡异气氛。街道两旁几乎每隔几户就挂着惨白的丧帆，纷飞的纸钱更是在车轮旁盘旋不去。慕容秋芷透过车窗见此景象，茫然道：城中这是怎么了？难道是因为我回来了？慕容夏竹握紧他的手安慰：秋芷想多了，你才刚刚回来，哪有这么快见效？慕容秋芷轻应一声，仍忧心忡忡地望着窗外。林洛尘眉头紧锁，想起前世传闻，心中咯噔一声，坏了，莫非那所谓的天魔圣体已经开始动手了？他暗自决定，取得令牌后找个理由带慕容姐妹离开这是非之地。至于城中百姓，这阵仗是个正常人都走了，不走的自己也劝不动。而且自己出手坏了那天魔圣体的好事，谁知道会惹上什么因果。林洛尘在城中左顾右盼，忽见前方路边摊贩旁立着一位蒙面女子。那一袭蓝白长裙的女子正在挑选发簪，
阳光在她面纱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腰间玉坠随着动作轻轻摇晃。女子美得惊心动魄，却吓得林洛尘亡魂皆冒，一股凉气直窜脑门。冷月霜，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冷月霜有些紧张，暗自思忖待会该如何应对林洛尘的搭讪，该冷淡还是热情，还是不冷不淡呢？自己是玉女宗的，修的是太上忘情，要矜持不对，要断情绝爱，但太冷淡是不是不好？念在他痴心一片，还是给点浅浅的笑容吧。冷月霜在天人交战，林洛尘则连忙向曲灵英求救。曲灵英，我怎么好像看见冷月霜站在路边？我是走火入魔了吗？曲灵英忍俊不禁，说不定人家真在呢。林洛尘更慌了，他来找我作甚？曲灵英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怕冷月霜，忍不住打趣道：没准找你负责呢。林洛尘闻言死死捏着缰绳，你别吓我，他一定是来这里有事。对了，青石城出问题，他一定是来青石城执行任务的。想到这里，林洛尘连忙侧过脸，假装没看见，从冷月霜身旁过去。冷月霜脸上都挂上笑容了，却发现马车从身边驶过，顿时站在风中凌乱。他设想过千百种对话，唯独没想过他会视而不见。那摊主看着冷月霜手中变形的珠钗，额头沁出冷汗，小心翼翼地开口：姑娘啊，对不起。冷月霜回过神来，慌忙丢下银两，而后匆匆追向林洛尘等人。一定是街上人太多，他没看到自己。冷月霜再次出现在林洛尘的必经之路上，还特意将侧脸对着街道。谁料那马车不仅没停，反倒跑得更快了，气得冷月霜直跺脚。混蛋，你不是猎人吗？你瞎啊！别生气，别生气，自己戴了面纱，他应该是没认出自己。这次冷月霜索性扯下面纱，青丝飞扬间径直向林洛尘迎上去。林洛尘看着阴魂不散的冷月霜，心中慌的一批。完了完了，这铁定是来找自己的。难道这女人因为神魂交融，道心受到影响，要来抓自己回玉女宗吗？想到这里，林洛尘汗流浃背，余光不断扫视四周，生怕顾清寒突然从哪里冒出来。冷月霜露出倾城绝色的容颜，吸引了整条街的目光，偏偏林洛尘却视若无睹，看着他驾车再次跟自己擦肩而过。冷月霜忍不住握紧了袖拳，欺人太甚，实在是欺人太甚。自己都把面纱都摘了，整条街的人都看了过来，合着就你一个人眼瞎是吧？林洛尘，他一字一顿喊着林洛尘的名字，吓得林洛尘差点弃车而逃，但理智还是让他下意识勒住了马车，回头时已经换上惊讶神色。冷仙子，原来真是你啊，我还以为是错觉呢。慕容姐妹听到动静，好奇地从车厢探出头来。慕容秋只猛地捂住嘴，这不正是画中的仙子吗？慕容夏竹则被那清冷绝艳的容颜震得说不出话，世间竟有这等绝色美人。冷月霜的目光在三人间转了一圈，忽然浮至心灵，原来这家伙是心虚，他应该是怕自己发现他带着两个美人，才故意视而不见。想到这里，冷月霜觉得自己发现了真相，不由轻哼一声。错觉？有我这么大的错觉吗？林洛尘干笑一声，不知为何，他有一种被抓奸在床的感觉。你怎么在这里？我……冷月霜耳尖微红，信口胡诌道：我来执行宗门任务。听到不是冲自己来的，林洛尘顿时腰杆都挺直了。那自己有什么好怕的？他又不是自己的谁。原来如此，那仙子叫住我有何指教？冷月霜傻眼了，林洛尘的表现跟他想象中的天壤之别。但想到他跟慕容秋芷说起自己时候的态度，他心下又释然了。这家伙面冷心热，见到自己心里面不知道多高兴呢。哼，真是别扭的家伙。路过见着熟人，不该打个招呼吗？冷月霜故做好奇道：你们这是要去啊？我送两位姑娘回府，仙子若是无事。有事。冷月霜故意凑近两步，不好意思道：我初来乍到，尚未寻到落脚处。林洛尘不动声色往后仰，假装听不懂他的言外之意。城中有客栈，仙子可自行投宿。冷月霜气得牙痒痒，这不解风情的混蛋。仙子若不嫌弃，可暂住寒舍。慕容秋只是识得柔声解围，心里既酸涩又无奈。林公子遇到意中人以后，情商好像都降低了不少。自己这般命格，本就不该奢望什么，还不如成人之美。林洛尘顿时想死的心都有，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自己装什么深情人设啊？这下倒好，骑虎难下了。冷月霜没想到妖女居然会帮忙，顿时变脸似的绽开笑颜。那便叨扰两位了，自己得盯着点这两个妖女，不能让他们害了这单纯的小子。冷月霜轻巧跃上车辕，还不忘瞪林洛尘一眼，才钻入马车之内。林洛尘欲哭无泪，要不是知道跑不掉，他都想弃车而逃了。他叹息一声，认命一般继续驱车往前，
打定主意，拿完令牌就赶紧跑车厢内。三女面面相觑，彼此打量，似乎有莫名的暗流在汹涌。慕容秋芷浅浅一笑，率先打破尴尬，开口询问：仙子前来青石城，可是城中发生了什么事？冷月霜不过比他们早到了半盏茶功夫，哪知道城中发生了什么？可尚在查证，暂时无可奉告。慕容秋芷哦了一声，慕容夏竹却好奇问道：仙子来自何门何派？冷月霜再傻也知道不能说自己是玉女宗的，敷衍道：小门小派罢了。慕容夏竹知道他是不想说，转而问道：仙子与林公子是旧识，这小子不是说自己不是世家子弟吗？难道这就是他那所谓的心上人？但看刚刚的态度也不像啊。冷月霜嗯了一声，指尖绕着发梢轻声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慕容夏竹见他这模样，想起刚刚两人的对话，心中警惕性拉满。坏了，这是秋芷的情敌啊。秋芷，你引狼入室了？那不是巧了吗？林公子对我们也有救命之恩呢。冷月霜心中冷哼一声，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的浅浅一笑。他这个人嘴硬心软，估计看到路边阿猫阿狗受伤都会帮忙的。慕容夏竹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说谁是路边阿猫阿狗呢？这女人看着不食人间烟火，攻击力倒是很强啊。仙子好像很了解她呢，想来你们认识许久了吧？冷月霜嗯了一声，避重就轻道：应该是比你们久一点。慕容夏竹哦了一声，饶有兴致道：那不知仙子跟他怎么相识的？冷月霜看了一眼慕容秋芷，言简意赅说了一下两人的相识过程。慕容秋芷听着与林洛尘无二的描述，眼神顿时暗淡了几分。他看着冷月霜，开口问道：仙子，你也喜欢林公子吗？他所说的也是因为认为林洛尘喜欢冷月霜，但在慕容夏竹和冷月霜听来，却是他自己表明心意，主动宣战了。慕容夏竹一脸激动：好样的，秋芷没丢分。冷月霜被问傻眼了，有你这样突然暴击的吗？果然咬人的狗不叫啊。他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外面偷听的林洛尘汗流浃背了。慕容秋芷，我一路就你护你，你就这样报答我？林洛尘识海中的曲灵英吃瓜上瘾，看得直乐呵。好看，爱看，多来点。面对慕容秋芷突如其来的暴击，冷月霜不知所措，顾左右而言他：也，姑娘莫非喜欢他？慕容秋芷啊了一声，白皙的脸颊瞬间染上红霞，连耳尖都红得滴血。不是，我说的是林。他本想说林洛尘喜欢冷月霜，话到嘴边又咽下，这种话怎能由他挑明？见慕容秋芷支支吾吾的样子，搬回一城的冷月霜嘴角勾起一抹微笑。原来这些魔道妖女也不过如此，三言两语就能让他们方寸大乱。就在慕容夏竹准备再次参战的时候，林洛尘及时打断了三人的明争暗斗。我们到慕容府了。林洛尘如释重负，暗自庆幸青石城不大，而慕容府又离得又不远。这一路上他如坐针毡，生怕三位姑奶奶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虽然论实力，整个青石城加起来都不够冷月霜一剑之威，但慕容秋芷那诡异的厄运之体简直比因果律武器还可怕。谁知道他会不会突然暴走？车厢内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消散，仿佛刚才的针锋相对从未发生。慕容秋芷展颜一笑：仙子先请。冷月霜微微颔首，重新戴上面纱后飘然落地。慕容姐妹也紧随其后，带起阵阵香风。慕容府前的门房正打着瞌睡，见到冷月霜时眼前一亮，但当看清随后下车的慕容姐妹，她脸色刷得变白，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大小姐，二小姐。慕容夏竹嗯了一声，淡淡道：家主在吗？在。小的这就去通报。门房连滚带爬的往里跑，活像见了鬼似的。慕容夏竹无奈摇了摇头，回头向林洛尘两人笑道：我们走吧。四人往慕容府内走去，林洛尘两人好奇地看着四周。慕容家族不愧是祖上扩过的家族，府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假山流水相映成趣。虽不及玉女宗的仙家气象，却处处透着匠心独运，绝非暴发户的庸俗品味。一行人穿过九曲回廊，来到主厅，侍女们小心翼翼地奉上香茗。茶香氤氲间，一位身着威严的中年男子快步而来。慕容姐妹同时起身：大伯。此人正是两女的大伯，也是慕容家现任家主慕容东岳。慕容东岳见到慕容姐妹，眼中闪过一抹喜色和疑惑：夏竹、秋芷，你们可算回来了。这两位是我们的朋友，这位是林洛尘林公子，这位是……慕容夏竹介绍到冷月霜的时候，却尴尬发现自己还不知道她名字。冷月霜微微颔首：我姓冷，原来是冷姑娘。慕容东岳眼中闪过一抹惊艳，客气回礼。众人重新落座后，他一脸疑惑看向慕容姐妹：周长老呢？
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周长老，我们没见到他啊。慕容夏竹一脸茫然，让慕容东岳错愕万分。我明明吩咐周长老去接你们，难道错过了？慕容夏竹若有所思道。应该是吧，我们这一路都没走官道。慕容东岳恍然大悟道。你们平安回来就好，路上没遇到什么危险吧？怎么可能没遇到危险？这次要不是有林公子，我们都回不来了。慕容夏竹说着就来气，当即一股脑的将遇刺的事情都说了一遍。不过他还是省略了魏家兄弟的事情，避免被家族发现他们捅了大篓子。慕容东岳听后连忙起身向林洛尘道谢。这次因为城中出事，我无法脱身，只能让周长老前往接应夏竹他们。没想到他们居然错过了，多亏了林公子一路护送，慕容东岳感激不尽。林洛尘语气平淡道：慕容家主不用客气，我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罢了。慕容东岳错愕看着他，林洛尘选择直接点破，省得夜长梦多。我护送慕容小姐回来，他们答应给我一块登仙令。慕容东岳看向慕容姐妹，慕容夏竹点头，表示他说的是真的。大伯，我知道族中有人不欢迎我们姐妹，我们也不想继续留下碍眼。我们这次回来是想带走父母留给我们的东西，离开慕容家。慕容东岳顿时急了，胡闹！你们两个女儿家离开慕容家能去哪里？这次是某些利欲熏心的族人做的不对，我自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你们放心留在族中，只要我还在，就不会再让此类事情发生。慕容夏竹却仍坚持道：大伯，您心里清楚这次是谁在背后指使？我知道你对我们好，但你还能一直跟着我们吗？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再提心吊胆了，只想安静的过日子，还请大伯成全。他其实回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要带慕容秋芷离开慕容家了，他不想再过这种寄人篱下的憋屈日子，最重要是魏家始终是个隐患。既然如此，还不如尽快带走父母留下的资源，跟慕容秋芷远走高飞。如果魏家的人真找过来，就让慕容家跟他们慢慢狗咬狗吧，反正都没安好心。慕容东岳还想再劝，慕容夏竹却斩钉截铁道：大伯，我们心意已决。慕容东岳眼神变化不定，最终长长叹息一声：此事事关重大，我还得跟族中长老商议，你们先住下，再从长计议。慕容夏竹嗯了一声，看了林洛尘一眼：登仙大会在即，还请大伯尽快处理，别耽误了林公子参会。慕容东岳点头叹息道：城中近来多事，我尽量安排时间吧。慕容秋芷再次听到这事，好奇道：大伯，城中到底出了什么事？林洛尘两人也不由好奇的侧耳倾听。慕容东岳神色凝重万分。城中近来不知为何，不时有人癫狂，六亲不认，见人就杀，疑似入魔。我们寻找许久，也没能找到他们入魔的原因，而入魔者还是层出不穷。城中人心惶惶，我已经求助于最近的妙音门，但妙音门暂时还没有回复。林洛尘若有所思，前世那天魔圣体为了修炼，血祭族人跟侵蚀城百姓，这些入魔者难道跟他有关？他之前曾经怀疑慕容姐妹之一是传说中的天魔圣体，但一路相处，他觉得哪怕是慕容夏竹，怕是也做不出这种事情。而如今两人刚刚回来，城中已经出现入魔者，他们似乎真不是那天魔圣体。慕容夏竹突然眼睛一亮，扭头看向了冷月霜。冷仙子说是来此调查，莫非你是妙音门的弟子？慕容东岳闻言神色微变，错愕地看向冷月霜，似乎发现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冷月霜傻眼了，自己怎么成妙音门的妖女了？但之前话已经说出去了，他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点头。正是。慕容东岳闻言疑惑地看向冷月霜，恕在下冒昧，仙子可否出示令牌？冷月霜手中光华一闪，淡定拿出一面妙音门的令牌。别的令牌他没有，妙音门的令牌他可有太多了。慕容秋芷一脸难以置信，终于明白这位仙子为什么不说自己的门派了。原来这飘逸出尘的仙子居然是妙音门的吗？林公子喜欢的居然是妙音门的妖女。据说妙音门的仙子都吸人精气，那林公子岂不是危险？不行，自己不能看着林公子落入魔掌。本来已经放弃的慕容秋芷突然燃起熊熊斗志，要救林洛尘于水火。慕容东岳眼中也闪过一抹茫然，却还是起身行了一礼。原来是妙音门的仙子大驾光临，慕容东岳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冷月霜摆了摆手道：慕容家主客气了，我也是刚到。林洛尘看着慕容东岳，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却一时之间想不明白。慕容东岳察觉不到冷月霜的修为，对这位神秘的仙子忌惮不已。仙子既然来了，想必城中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我先替城中百姓谢过仙子。冷月霜心中忐忑，他初出茅庐，哪会什么降妖除魔啊？但想到自己的实力，他还是点了点头。这小小青石城，难道还有出窍境的高手不成？慕容家主，还请跟我说说目前的情况吧。慕容东岳点了点头，
正打算开口的时候，一个捕快神色匆匆进来。慕容家主，城中又有人入魔了，实力不弱，城主想请你出手相助。慕容东岳脸色微变，点了点头，起身看向冷月霜。冷仙子，不如我们路上再说。冷月霜嗯了一声。慕容东岳犹豫片刻，看向慕容姐妹。夏竹、秋芷，你们也跟着一起来吧。林若尘顿时神色古怪，看来这慕容家也不安全啊。眼下他的登仙令还得指望慕容姐妹，也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去。走出大厅后，一把巨大的阔剑落在慕容东岳脚下，他犹豫着看向几人。慕容家主先走，他们由我带上就是。冷月霜放出一艘飞舟，林若尘轻车熟路站上去，慕容姐妹也赶紧跟了上去。那就有劳仙子了。慕容东岳再上那捕快腾空而起，冷月霜驾驭飞舟紧跟其后，一行人御空而飞，很快就来到城北一角。此地惊呼声不断，不少百姓惊恐往外逃窜，守卫迅速将此地封锁，几人居高临下。只见一个赤裸上身的汉子在大街小巷中不断逃窜，他骨瘦如柴，双目赤红，周身肉眼可见的黑气缠绕，手脚并用，跟只灵活的猴子一样。身后一个持刀的华服男子紧追不舍，大喝道：不用管我，放箭，别放他出去。他话音刚落，四周围着的守卫纷纷放箭，一条条带着绳索的箭矢如雨下。那汉子身形鬼魅，夺过了大部分的箭矢，偶尔一两只落下，也被他击飞出去。但他还是被绳索阻拦片刻，那持刀男子趁机一刀劈下，将他逼落。双方在巷子中对峙，城中守卫拿着武器，战战兢兢地围着两人，根本不敢靠近。那入魔者口中流着黑色的咸水，咆哮道：你们都该死，死！他手脚并用，用锋利的利爪向着锦袍男子杀去，一副要将他碎尸万段的样子。锦袍男子发现了空中的几人，顿时从容不少，手持长刀与那人不断交锋。他虽然实力不弱，但对手体魄强大，又悍不畏死，他一时半会也拿不下。冷月霜看着场中的情况，皱眉道：每个入魔者都有筑基实力吗？慕容东岳神色凝重道：这倒不是，此人算是入魔者中较强的。一开始的入魔者只是体魄比常人强，但如今大部分都能比拟炼气巅峰修士，他们体魄远超常人，炼气修士稍有不慎也会败亡，只有筑基修士才稳操胜券。冷月霜心中暗暗心惊，真正的魔族果然不容小觑。一个普通人入魔都能比拟炼气巅峰，那修士又当如何？慕容秋只问道：大伯，他们还能恢复正常吗？慕容东岳摇头道：他们已经彻底入魔，就算不杀，很快也会死亡。冷月霜明白，这些入魔者虽然获得了力量，但很明显是在燃烧自身血肉。此人除非一直杀戮吸收他人精血，否则很快就会油尽灯枯而死。这就是入魔的可怕，一旦入魔，再难有回头路。先拿下此人再说吧。冷月霜素手轻扬，一道皎洁月光自他掌心倾泻而出，如银河垂落，将入魔者笼罩其中。月光渐渐收缩，形成牢笼。入魔者疯狂撞击光壁，却如困兽般徒劳挣扎，最终被气息压得跪伏在地，动弹不得。冷月霜出手，轻描淡写就镇压了那入魔者，看得众人目瞪口呆。慕容东岳倒吸一口凉气，暗暗揣测这位冷仙子到底是什么境界。慕容夏竹之前觉得冷月霜能被林洛尘所救，实力最多也就筑基，但现在看到他的表现，顿时背后凉飕飕的，感觉自己之前说话似乎大声了点。坏了，秋芷，你这情敌很是凶猛啊！但慕容秋芷目光却没有一分一毫的动摇，坚定的像是想加入仙级。很快，地上那锦袍男子将入魔者绑住，驾驭一片青色叶子飞了上来。他目光落在冷月霜身上，被他的容颜和气质所震慑，瞥了慕容东岳一眼。慕容东岳会意，介绍道：徐城主，这位是妙音门的冷仙子。徐震虎躯一震，一脸震惊和惋惜之色，但很快收敛了起来。原来是冷仙子，在夏青石城，城主徐震，多谢仙子出手相助。冷月霜淡淡道：不必多礼，我就是为此而来。徐城主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徐震得知冷月霜来帮忙斩妖除魔的，态度更加热情了。冷仙子远道而来，想必也累了。徐某今晚设宴为仙子接风洗尘，席上再说如何？冷月霜冷淡道：不用麻烦了，我喜欢清静。徐震闻言点头道：那我整理一份文案给仙子送去，不知仙子可有地方落脚？他言外之意很明显，冷月霜却瞥了一眼林洛尘，让林洛尘莫名其妙。你看我干什么？冷月霜淡淡道：谢城主好意，我跟两位慕容小姐一见如故，就在慕容府中叨扰即可。他可不想住什么城主府，自己还是得看着点这家伙，省得他被妖女吃了。但这一幕落在众人眼中，却变成了这位妙音门高徒已经选好了猎物了。徐震放下心来的同时，又有些莫名的遗憾和惋惜了。这等绝色佳人，为何偏偏是妙音门的？虽然他堕落了自己，
就有机会了。但别人春宵一度要钱，他要命啊！林洛尘留意到这一幕，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了。之前慕容东岳听到冷月霜来自妙音门，只有震惊和疑惑，却没有惋惜之意。这等仙子堕落风尘，正常男人不是应该惋惜吗？那他到底在疑惑什么？冷月霜询问得知，那入魔者是青石城中的官夫，一生贫困潦倒，近来重病缠身。谁知道本该等死的他今天突然入魔，一连残杀了数人，才被人发现。冷月霜想知道他是怎么入魔的，试图施法让他恢复神智，但此人已经彻底癫狂，只剩下杀戮的念头。纵然被捆住，还是不断挣扎咆哮，口中念着杀杀杀，形状恐怖至极。没救了！冷月霜摇了摇头，轻轻一挥手，那人就彻底断绝了气息。在他看来，与其丑态摆出苟延残喘，不如直接给他一个痛快。场中众人看着冷月霜神色如常，不由暗暗啧舌。这位妙音门的仙子不是什么善茬。慕容秋芷更加坚定了要将林洛尘救出虎口的想法。这妖女或许很厉害，但自己体质特殊，也不是全无胜算。冷月霜哪知道情敌已经磨刀霍霍，开始在城中寻找入魔的线索。按徐震所说，入魔者大多都是生活不如意的底层百姓，入魔原因未知，出现的极为随机和不规律，实力也有强有弱。有些是像今天这人一般被逼到极限后入魔，也有些莫名其妙入魔的。冷月霜还是第一次独自解决这种事情，有些小紧张又激动。他施法在城中寻找魔气和魔物的踪迹，但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魔气踪迹。倒是林洛尘发现，城中的建筑乃至路砖都是一种特殊青砖，像是某种特殊矿石。询问才得知，这正是青石城特产的青玉砖，质地上乘，坚固耐用，只有此地才有。但这青砖由来已久，应该跟此次百姓的入魔无关，林洛尘也没放心上。冷月霜静静站在原地，看似在思考，实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按理说，在自己月照术下，暗中的妖魔不是应该无所遁形吗？然后自己切瓜砍菜一样斩杀妖魔，在众人崇拜的目光中飘然离去。这怎么跟师姐们说的不一样啊？现在怎么办？这么多人跟着，找不到好丢人啊！林洛尘对他知根知底，看他尬在原地，无奈咳嗽一声。冷仙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之前入魔者和被害者的尸体？冷月霜如获大赦，连忙点头道：我正有此意。但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那停尸房阴森森的，里面的尸体更是面目全非。慕容秋芷看着死状恐怖的尸体，俏脸发白，捂着嘴跑出去吐了。冷月霜眉头紧锁，强忍恶心施法，却也发现尸体上没残留任何魔气。林洛尘发现这些尸体形容枯槁，想起上一世所知，直接上手掂量了一下，果不其然，所有尸体全都轻飘飘的，像是被吸干了一样。徐城主，这些尸体一直这么轻吗？徐震也上前掂量了一下，脸色微变，连忙叫来仵作询问。片刻后，他神色凝重道：这些尸体刚送来的时候还没这么轻。冷月双神识扫过，轻声道：尸体里面的血肉精华全被吸走了。林洛尘又问道：尸体都在这里了吗？有部分遇害者尸体被死者家属领回去了。徐振明白林洛尘的意思，沉声道：我这就让人去开棺验尸。林洛尘点了点头，神色却越发凝重。如果自己没猜错，这是血祭仪式的一部分，天魔圣体已经开始行动了。他看了冷月霜一眼，这女人虽然傻乎乎的，但只手镇压天魔圣体应该不难吧。但冷月霜面纱下那因恶心而泛白的俏脸，打碎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女人还是不靠谱。徐震带人去调查尸体情况，同时安排人盯紧今天那入魔者的身体。慕容东岳看出冷月霜的不适，主动提出先回慕容府等候消息。当一行人重新回到慕容府中的时候，府中大厅处多了3人。一个阴翳的中年男子端着茶坐着，身后站着2个与他有几分相似的青年。见到几人回来，中年男子站起身来，目光落在慕容姐妹身上，眼神阴沉似水。大哥，听说有助激进入魔者，没什么大事吧？慕容东岳摇了摇头道：幸好有这位妙音门的冷仙子在，有惊无险。三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妙音门的冷仙子，实力深不可测。他互相介绍一番，林洛尘才知道，眼前男子名为慕容西尘，正是慕容姐妹的小叔。据说其祖父想凑齐东南西北，但高估了自己的生育能力，至死都没生出北来。而慕容西尘身后的2个青年，则是他的儿子慕容博和慕容康。据说这兄弟俩参加2次登仙大会都失败告终，这才把主意打到慕容姐妹的令牌头上。这父子3人都对冷月霜很感兴趣，但冷月霜连笑容都欠奉，只是淡淡点了点头。慕容西尘察觉不到冷月霜的修为，也不敢动怒，转而看向慕容姐妹：2位侄女回来了，为何见到叔叔也不打个招呼？慕容夏竹阴阳怪气道：夏竹给三叔请安，祝叔叔长命百岁，
早日位列仙班。慕容西尘顿时脸都黑了，因为他看着年轻，但过一段时间却是100岁寿辰。浩然书院就教了你们这些？慕容下主也不装了，针锋相对道：反正书院没教我们同室操戈，对亲族下手。你……慕容西尘正打算发难，慕容东岳咳嗽一声打了圆场。好了，都少说几句，让2位贵客看了笑话。你们一路舟车劳顿，应该也累了，我先吩咐人安排你们歇息先吧。冷月霜嗯了一声，以都是女子，喜好清静为由，提出想住在慕容姐妹附近。慕容秋芷求之不得呢，更是主动邀请冷月霜跟她住在一块，多亲近亲近。双方都存着盯紧对方，避免对方暗中对林洛尘下手的想法，于是一拍即合，不顾慕容东岳的劝阻，住在了一块。林洛尘看得冷汗涔涔，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担心谁。他作为男子，自然不可能跟着住进去，但慕容东岳不知道出于什么心，安排他住在离3人较近的别院之中，大概是为了方便冷大妖女半夜去采捕谋韭菜。慕容姐妹跟慕容西尘相看两厌，以待冷月霜去歇息为由，主动离去。4人离去后，慕容西尘的眼神顿时阴沉了下来。这2个丫头居然跟妙音门的妖女相谈甚欢，这倒是麻烦了。大哥，这2人什么来头？慕容东岳脸色阴沉了下来，示意慕容伯兄弟出去后缓缓坐下。三弟，你是不是应该先跟我解释一下罗耀他们怎么回事？慕容西尘却吊儿郎当道：大哥，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慕容东岳道：三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不准再对下主他们动手。慕容西尘哑然失笑道：大哥，你这护犊子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她们姐妹是你生的呢。慕容东岳猛地一拍桌子，勃然大怒道：慕容西尘，你过了，下主他们再怎么说也是南川最后的血脉，你就一点兄弟情谊也不顾。慕容西尘却全然没放心上，站起身来，嘴角微微上扬：大哥，你少装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死的吗？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话说的太直白就没意思了。慕容西尘大步往外走去，只留下慕容东岳阴沉着脸坐着原地，一把茶杯捏碎。慕容姐妹住在慕容府的一角，环境清幽，与府中其他人隔开。宅院内布置雅致而干净，想来常常有下人打扫，没出现什么奴妻主现象。毕竟这2位姑奶奶，一位能打死人，一位能克死人，一般丫鬟也不敢招惹。小楼3层，1楼会客，2、3楼分别是慕容夏竹和慕容秋芷的房间。姐妹俩把3楼让给了冷月霜居住，自己2人则住在2楼之中。林若尘跟着过来，认真看了一圈，确认没问题才放心下来。酬劳还未到手，雇主可不能死了。眼看林若尘要走，慕容秋芷轻咬红唇，突然伸手拉住他的衣角：林公子，我送你过去吧。不用了吧，我自己过去就行。要的，来者是客，冷仙子就劳烦姐姐招待了。慕容秋芷说完，拉着林若尘的衣袖就走，让慕容夏竹傻眼了。这丫头怎么突然这么英勇了？慕容夏竹自然明白慕容秋芷的意思，让她看着冷月霜。天啊，我看着她。秋芷，你知道她是多么可怕的存在吗？但为了妹妹的幸福，慕容夏竹还是对着面若寒霜的冷月霜挤出笑脸。冷仙子，我带你熟悉一下慕容府好吗？冷月霜展颜一笑道：那劳烦夏竹姑娘了。她神识放了出去，一直紧跟着林洛尘2人那边的一举一动。哼，小妖女，我倒看你耍什么花招。你要是敢轻举妄动，休怪我剑上不留情了。另一边，林洛尘跟着慕容秋芷一路走去，主动开口询问：秋芷姑娘是有话想跟我说？慕容秋芷嗯了一声，轻声问道：林公子，你知道冷仙子的身份吗？林洛尘愣了一下，才恍然大悟，而后无奈一笑：你是指她是妙音门弟子？这个我是知道的。慕容秋芷担忧看着他：公子，妙音门弟子极为擅长采阳补阴，会吸食男子精气的。林洛尘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吧，他不一样。慕容秋芷顿时急了，紧张道：公子，你不要被他的外表给骗了。妙音门弟子擅长伪装成男子喜欢的类型，冷艳孤傲，风骚妩媚都只是他们的伪装，一旦男子动心了，跟他有发生亲密接触，就会被他们吸成人干的。林洛尘深以为然道：你放心，我心中有数，不会跟他有任何亲密接触的。慕容秋芷想起之前自己摔倒时被点穴的经历，心中将信将疑。林公子真能扛得住妙音门妖女的诱惑吗？另一边，冷月霜心不在焉，跟着慕容夏主走着，心中冷笑连连。好险恶的妖女，居然恶人先告状，还说我会吸人精气，我看你才会呢。等看到慕容秋芷体贴的给林洛尘铺床，冷月霜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些妖女套路真深，还抢下人的活，不要脸。傍晚时分，徐震前来告知开棺验尸的结果，所有死亡者尽数变成了干尸，
奇怪的是，并没有开关动土的迹象。冷月霜坐在大厅中，静静翻阅入魔者的资料，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完了，完全没头绪，怎么办？师尊说过，遇事不能慌，要泰山崩于前不变色，让敌人摸不透虚实。两眼一抹黑的冷月霜强自镇定下来，学着顾清寒的样子，云淡风轻开口：“我知道了，徐城主先回去吧，此事我自会尽快处理，还请使臣安宁。”徐震千恩万谢的走了。冷月霜起身看了众人一眼，拿着资料飘然离去。众人只觉得这位仙子高深莫测，似乎胸有成竹，那一眼更像是意有所指。林洛尘自然知道他在虚张声势，却被他这模样勾起了不堪回首的记忆。顾清寒那娘们不会躲哪里暗中观察吧？不过如果他真在，城中那天魔圣体也就翻不起什么风浪了。林洛尘心中不安，起身向冷月霜追去，路上询问屈灵英。屈灵英，城中的到底是不是血祭阵法？屈灵英一直默默看着，有些惊讶道：“你小子居然还懂这个？”林洛尘若有所思道：“这么说还真是，你能看得出来血祭到哪步了吗？”按他上一世的记忆，此事大约是在半个月后发生的，具体时间不确定。他当时刚被关进去，满心想逃跑，也没太过关心此事。曲灵英无奈道：“我又不是神仙，只是从迹象推断是某种血祭仪式罢了。你要是把身体给我，我亲自查看，应该看出来更多信息。”林洛尘毫不犹豫道：“那不用了。”曲灵英冷笑道：“小子，这一事不简单，你别以为有冷月霜在就高枕无忧了。”林洛尘皱眉道：“你什么意思啊？”屈灵英在识海中双手抱胸，冷哼道：“无可奉告，我劝你尽快离开。”林洛尘心中越发不安，连忙喊住前面的冷月霜：“冷仙子，请稍等，我有话跟你说。”冷月霜看了他一眼，又看着他背后跟来的慕容姐妹，突然展颜一笑：“好啊，正好我也有事找你，我们去你那里慢慢谈。”慕容秋芷下意识道：“我也去。”冷月霜似笑非笑道：“我们谈正事，秋芷姑娘不方便在场吧？”林洛尘嗯了一声，跟冷月霜走进院子中，留下心急如焚的慕容秋芷。冷月霜在进门之前还不忘示威一样，回头看了慕容秋芷一眼：“小妖女，别以为你真能挑拨离间，她可是知道我根本不是什么妖女。”慕容秋芷袖拳紧握，贝齿轻咬红唇：“坏了，林公子被这妖女蛊惑了，自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了。”慕容夏竹看着他坚定的眼神，连忙道：“秋芷，你冷静点啊，他很厉害的。”慕容秋芷认真道：“姐姐，你放心吧，我心中有数。这妖女已经对自己产生敌意，只要她产生杀意，自己克死她。至于怎么让她产生杀意，自然是坏她好事，跟她抢男人了。为了林公子的安全，自己要以身入局了。”林洛尘被两大波妖女包围，却全然不自知，一心只想赶紧跑路。进院子以后，他目光灼灼，开门见山道：“冷月霜，你到底为何而来？”冷静下来以后，林洛尘开始意识到不对劲了。玉女宗有什么事情，能让这女人千里迢迢来兰州？这女人不会是冲自己来的吧？冷月霜被吓了一跳，自己哪里露出马脚了？我说了，奉师命前来啊！真的。林洛尘将信将疑道：“玉女宗的手什么时候都伸到兰州来了？”冷月霜强自镇定，一本正经道：“我出来历练，师尊推算出这边有我的机缘。”林洛尘更慌了，冷月霜的机缘，完了，真冲自己来的，这鸡就非吃不可呗。你师尊和宗门长辈可有跟着过来？冷月霜摇了摇头道：“没有，就我一个人。”林洛尘既为顾清寒没跟来而放宽心，又为只有这不靠谱的女人而担心。冷月霜，如果我没猜错，有魔修在此地血祭，你最好小心为上。冷月霜好奇道：“你怎么知道？”这家伙总有种未卜先知的感觉，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林洛尘随口敷衍：“你别管，反正你信我就是了。”冷月霜哦了一声，不好意思问道：“喂，你是在担心我吗？”“是。”林洛尘看着他脸上浮起的红晕，毫不留情道：“因为我可不想再救你一次。”冷月霜气呼呼道：“你少小瞧人，我哪有这么没用？”林洛尘呵呵一笑，做了个请的姿势：“那你加油，我就不打扰你了，你继续去降妖除魔吧。”冷月霜傻眼了，可怜兮兮看着他，尴尬道：“那个林公子，你帮我好不好？”林洛尘知道他是冲自己来的，在伺机而动，此刻只想跑路，怎么可能还帮他？爱莫能助，我过2天就走了。那你走之前帮我吗？我没这本事，冷仙子另请高明吧。林公子，你别这样看着我，我不会心软的。半个时辰后，林洛尘跟冷月霜走在街上，凉飕飕的夜风吹过。先说好啊，等仙另一到手，我就走。冷月霜乖巧道：“好。”林洛尘怕打草惊蛇，特意与冷月霜悄无声息地溜出房间。临行前，他还不忘吹吸烛火，
造成两人一起入睡的假象。冷月霜如今顶着妙音门妖女的身份，反倒为两人夜间行动提供了便利。毕竟没人敢在妖女采阳补阴的时候进去打扰妖女的修行。你确定他们不会有危险吧？听到林洛尘的问题，冷月霜不满地嘟起阴唇。今晚月华充沛，整座青石城都在我的感知范围内，若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第一时间就能察觉。他顿了顿，语气带着几分酸意。你就这么担心他们？林洛尘神色淡然。我只是担心我的登仙令。这个回答让冷月霜眉眼舒展，他轻声问道：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林洛尘沉声道：先在城中看一遍，看看有没有血祭阵法的痕迹。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入魔者多在夜间出现，想必是阴气最盛之时，更易诱发魔变。况且夜深人静，百姓关门闭户，也更方便他们暗中调查。冷月霜嗯了一声，微微颔首，脚步轻盈地跟在林洛尘身后。寂寥的长街空无一人，连日来的恐怖事件让百姓们早早庇护。惨白的纸钱在风中翻飞，招魂幡猎猎作响，整座城池笼罩在诡异的寂静中。远处阴暗的角落里，一道窈窕黑影静静伫立。夜风拂过，那身影化作一缕黑烟，迅速消散无踪。冷月霜似有所感，蓦然回首，却只看到空荡荡的街巷。林洛尘警觉地握住折扇。怎么了？没什么，我们走吧。冷月霜收回目光，眉头却微微蹙起。片刻后，地底下某处地宫，一个黑袍男子匆匆走进地宫，看着眼前模糊不清的窈窕黑影，恭敬行了一礼。尊上，您终于回来了。那黑衣女子负手而立，冷声道：你安排的人怎么办事的？男子冷汗涔涔道：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废物，居然没有找到他们姐妹。女子冷哼一声：废物？你再说说，为什么妙音门的人会出现在城中？黑袍男子连忙道：尊上恕罪，我真的已经将求援者尽数杀掉，也许是有人用了其他渠道告知了妙音门，才会引来此女。女子一言不发。黑袍男子忐忑道：尊上没办法悄悄杀她吗？女子冷哼道：此女实力不弱，又是有大气运之人，哪有这么好杀？而且杀了她，万一引来妙音门其他人呢？你想办法让她尽快离开，别坏了我好事。男子迟疑道：想让此女离开，怕是要给个交代。女子冷笑道：那就给他们交代，你不是早就找好替死鬼了吗？男子干笑一声，有些忐忑不安地开口：尊上，慕容姐妹带回来一个小子，那妙音门的妖女似乎对她感兴趣，慕容姐妹也铁了心地想跟着她一起离开青石城，这可怎么办？女子毋庸置疑道：想办法留下他们，不能让他们离开。男子皱眉道：留下这小子倒是好办，但万一那妙音门的妖女也不走呢？不过是个玩物罢了。女子讥讽道：妙音门的妖女哪会动真情，最多采捕一番就会离去。若她执意不走，她眼中寒光乍现，等幻魔阵启动，就一起留下吧。目前最重要是不要再引来其他人，尽快让他们放松警惕。男子点头道：属下明白了，那我先告退了。他躬身退下时，贪婪地吸了一口空气中弥漫的血气，眼中闪过一抹沉醉之色。另一边，林洛尘两人在城中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阵法的痕迹，这让林洛尘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难道并不是血祭阵法？走，我们去暗中盯着那入魔者的身体。冷月霜嗯了一声，不好意思地伸手拉住他的手：我只是为了施法，你别误会啊。林洛尘握紧他的柔蹄，淡淡道：我不会误会，你别多想就是。冷月霜不满地哦了一声，拉着林洛尘腾空向着城主府飞去。月华如练，裹挟着两人凌空而起，将两人的身形彻底隐匿。林洛尘望着冷月霜被月光勾勒的侧颜，恍惚间真如谪仙临凡。他感觉自己像极了被仙子拉着飞仙的凡人，心中百感交集。若非遇见他，自己恐怕终生都困在那座小城。片刻后，两人飘落在树上，远远地看着那间停尸房。停尸房四周布满了暗卫，徐震本人更是抱着刀躲在暗处，等那魔物出现。但显然魔物并没有出现，四周一片风平浪静，格外静谧的同时显得有些诡异。冷月霜的实力远超场中众人，他们两人的到来没有惊动任何人。林洛尘陪他在树梢上站了一会，神色古怪道：我们为什么要站树梢上？冷月霜啊了一声，老实道：师姐他们说仙子要讲究风度，一举一动要飘逸如仙。林洛尘心中的仙子滤镜碎了一地，怪不得他的一颦一笑都那么完美，原来是经过特殊的仙子培训。你不早说，害我站得脚酸。林洛尘拉着他落到粗壮的树枝上坐下，无语道：能坐着为什么要站着？站着脚不酸吗？吹着风不冷吗？冷月霜与他并肩而坐，坦白道：一开始站着挺累的，现在习惯了。林洛尘无奈摇了摇头，哪有什么仙子，
全特么都是伪装。你们玉女宗就喜欢搞这些门面功夫，华而不实。冷月霜好奇道：你好像对玉女宗很了解，窥管见报罢了。林洛尘随口敷衍，而后岔开话题：周围有没有什么异常？暂时没有。冷月霜晃着双腿，好奇看着他。对了，那天你是怎么脱身的？我回去找不到你，还以为你被妖女抓走了。林洛尘随口道：我怕你们殃及池鱼，所以早早就走了。哼，不是让你等我吗？林洛尘半开玩笑道：我怕你看上我，抓我回玉女宗。冷月霜俏脸绯红，用小脚丫轻踢了下树枝。人家才不会呢，你不会，不代表你师尊不会。两人坐在树枝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聊天，一边看着远处的停尸房一夜风平浪静，直到东方既白，林洛尘两人才打道回府。林洛尘一宿没睡，又在树上坐了一晚上，只觉得腰酸背痛，打着哈欠从房中出来。冷月霜境界高深，倒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肌肤在晨光中莹润如玉。两人才刚出门，就看到了站在远处的慕容姐妹。同样一夜没睡的慕容秋芷看到两人这副模样，顿时小嘴一扁，男人的话不能信，傍晚才说好不会跟他亲近，结果晚上就睡在一起了。冷月霜虽然觉得她是妖女，但看到她这样，还是有些于心不忍。不好，这些妖女果然道行高深，自己都差点中招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啊！想到这里，冷月霜故做好奇道：两位姑娘怎么在这里？慕容秋只咬了咬红唇，重新振作，脸上挂上一抹笑意，战意盎然。冷仙子，林公子，早膳已经备好，大伯让我们来请二位。妙音门的妖女，我不会输的。冷月霜感受到敌意，果断回击，冲林洛尘笑道：洛尘，我们走吧。林洛尘听到这亲热的称呼，感受到空气中汹涌的敌意，差点落荒而逃。你们别这样啊，我害怕。就在此刻，外面有人匆匆赶来，看到眼前的情况，也不由愣了一下。冷仙子，不好了，那入魔者的尸体被人吸干了。林洛尘和冷月霜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他们明明盯了一宿，刚刚才回来，怎么一转眼就出问题了？林洛尘跟冷月霜也顾不得吃早膳，匆匆赶往城主府。慕容姐妹不明所以，却还是跟了过来。一行四人来到停尸房，只见那入魔者的尸体干瘪如枯柴，根本没有一丝血气。冷月霜难以置信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徐震也是一脸不可思议道：我们在外守了一晚上，今早进来就这样了。此人能瞒过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进来，起码是元婴修士啊。冷月霜脸色微变，昨夜他与林洛尘也守在这里，很确定没人进来。别说元婴，即便是出窍期修士，也休想在他眼皮底下动手脚。难道此地魔物修为尽在他之上？林洛尘上前掂量了一下，发现此人不像其他尸体一般完全干瘪，还有点重量。冷仙子，他体内还有残留血气吗？冷月霜施法一探，惊讶道：还残留些许，不过微乎其微。林洛尘想起那些被埋葬的受害者，也是在毫无动土痕迹下被吸干精血，眼中金光一闪。徐城主，有劳你派人去查查城中死去的动物，是否有这种情况。徐震没想到这小子还敢吩咐自己，但还是吩咐下属前去调查，毕竟没看人家冷仙子都乖乖听他话吗？这小子有点本事啊，不仅没被吸干，还让冷仙子服服帖帖。难道有哪方面特长很快？下属匆匆回报，城中的确有鸡鸭鱼肉放置一晚变得干瘪异常的怪事，但由于不是常常出现，加上大多牲畜都是现杀现煮，所以倒是没引起关注。林洛尘顿时心中有数，神色愈发凝重起来。看来此人根本没有亲自出手，而是用特殊的手段隔空吸取血气。冷月霜嗯了一声，喃喃道：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庞大的阵法，要么是特殊的法宝。他看向徐震，吩咐道：徐城主，你派人抓些牲畜，杀了放在城中四周观察情况。徐震明白他的意思，迟疑道：冷仙子，这个范围要多广？冷月霜毫不迟疑道：自然是越广越好。徐震依言照做，但几人围着那几只被杀的鸡，却没有看到血气流失。慕容下竹猜测道：会不会是晚上才生效？要是白天有用，大家早发现了。冷月霜深以为然，淡淡道：徐城主，你在这看着，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那阵法。徐震应了一声，冷月霜带着林洛尘等人向城外走去，试图找到那可能存在的阵法。毕竟法宝可以被收起来，但这么大一座的阵法可没这么容易藏。一行四人在街上走着，只见街上行人比起昨天又少了不少。虽然徐震极力封锁消息，但纸包不住火，还是不断有百姓出头。见冷月霜目的明确，向城外走去，慕容秋芷不由有些好奇：林公子，我们不是要找阵法吗？出城干什么？林洛尘摇了摇头道：阵法不一定在城内，
有可能在城外。慕容秋只愣了一下，林洛尘解释道：“那些遇害者没葬在城中，一样被吸干了。如果真是阵法吸的，这阵法能笼罩整个青石城，极有可能布置在城外。”慕容秋只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林公子，你真聪明。”林洛尘无奈道：“秋芷姑娘谬赞了，这只要懂点修炼的人都能想到。由于信息不足，而完全没想到的慕容下主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一行人火速出城，冷月霜驾驭飞舟腾空而起，俯瞰整个青石城。这青石城位于一个盆地之中，四面环山，山上多以青石为主，不少地方还被开采了，裸露出青色的土壤和山石。若说有什么阵法，最大可能便在四周的群山上，但四人找了一圈，依旧一无所获，根本没找到任何阵法的痕迹。林洛尘实在看不出端倪，只能求助外内援。曲灵音，你有没有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曲灵音语气有些凝重道：“你问问冷月霜能不能查探地下的情况。”林洛尘一言询问冷月霜，冷月霜随便找个地方落下，释放神识，却皱起了眉头。这里的土壤有些奇怪，我神识只能渗透10丈左右，不过10丈以内都没正文的痕迹。林洛尘若有所思，此刻鼠鼠从他怀中爬出来，指着地面滋滋叫了几声。林洛尘看着他那白嫩的小爪子，迟疑道：“鼠鼠，你还能钻地？”鼠鼠点了点头，从他身上一跃而下，小爪子刨地，一下子就钻进了地里面。林洛尘等人看得目瞪口呆，慕容秋芷担忧道：“鼠鼠不会有事吧？”林洛尘迟疑道：“应该不会吧。”一行人好奇围着地洞，冷月霜奇怪道：“你什么时候养了只灵宠？”林洛尘坦白道：“在断月山脉里面捡的，多亏这小家伙带我走了出来。”冷月霜恍然大悟，笑道：“你倒是福缘不浅。”林洛尘笑了笑没搭话，只是静静看着那土坑。半个时辰后，在林洛尘心急如焚，都怀疑鼠鼠是不是遭遇什么不测的时候，鼠鼠气喘吁吁从远处跑了回来，一身青色的泥浆带着草屑，显得狼狈不堪。林洛尘长舒一口气道：“鼠鼠，你没事吧？”鼠鼠摇了摇头，连连抖动毛发，而后指着地上青色的泥浆，滋滋叫个不停。林洛尘等人面面相觑，冷月霜好奇道：“他在说什么？”林洛尘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了笑：“我也不知道啊。”鼠鼠见他无法理解，开始在地上涂涂画画，画出一条条细细的管道。众人百思不得其解，慕容秋只是一道：“下面有地下暗河。”鼠鼠连连点头，显然他是在暗河中游了一会，才从其他地方上来的。众人看着他画出来的部分地下暗河，却看不出什么端倪。这盘根错杂的，根本不像是什么阵法，反而有几分像经脉一般。但这很显然不是什么阵法，倒是让林洛尘等人大失所望。就在他们打算继续扩大范围探查的时候，却见慕容西尘神色着急的御剑而来。他见到几人，明显长舒一口气，一边向几人飞来，一边大喊：“冷仙子，城中突然有数人入魔，我等实在疲于奔命，请仙子出手相助。”听说青石城出事，冷月霜二话不说，带上林洛尘等人，驾驭飞舟呼啸离去。慕容西尘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又看向远处，眼神有些挣扎和犹豫。片刻后，他还是握紧拳头，驾驭飞剑，继续向青石城飞去。青石城中，刺鼻的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百姓四散奔逃，哭喊声此起彼伏。数道全身缠绕着黑气的黑影，双眼赤红，指甲暴涨如刀，在人群中疯狂杀戮。慕容东岳和徐震虽然配合城中守卫极力阻拦，但入魔者太多，他们分身乏术。大伯，救我！慕容博手中长剑被入魔者打飞，眼看要丧命于入魔者之手，吓得屁滚尿流。孽畜，尔敢！慕容东岳怒吼一声，身边阔剑呼啸而出，化作一道流光，将那魔物钉在墙上。慕容博脱险，但慕容东岳却被另一个入魔者偷袭，利爪带着腥风狠狠拍在他背上。只听咔嚓一声，慕容东岳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被击飞出去。大伯！慕容博被吓坏了，踉踉跄跄往远处逃去，完全顾不得出手相助。那入魔者手脚并用，如鬼魅一般向慕容东岳扑去，锋利的爪子直掏他心房。慕容家主！徐震纵身跃起，手中长刀骤然亮起刺目金光，一道璀璨刀芒如雷霆劈落，偷袭的魔物生生劈成两半，鲜血溅在他的脸上，为他更添几分凶煞之气。但四周的几个入魔者闻到血腥味，竟如饿狼般蜂拥而来。徐震持刀而立，沉声道：“慕容家主，你没事吧？还死不了。”慕容东岳强撑起身，拔出长剑，与徐震背靠背站立，看着越来越近的魔物。就在两人打算拼死一战之际，一道清冷的女声如9天寒泉倾泻而下：“你们该死！”刹那间，皎洁月华如天河倒悬，笼罩整条长街。
入魔者仿佛被无形巨手按住，浑身骨骼咔咔作响，竟被硬生生压进青石板。半空中，冷月霜白衣飘飘立于非洲上，玉手掐诀，周身月光流转，宛如谪仙。青石城上空一道道皎洁的月华垂落，所有入魔者毫无反抗之力，瞬间毙命。慕容东岳震惊道：这绝非金丹能有的手段。徐震深以为然，毕竟他们见过的金丹绝对没有这种匪夷所思的手段。冷月霜却没理会他们，看着哭嚎声不断的城中，眼中闪过一丝不忍。他手中施法，皎洁的月光笼罩全城，城中百姓身上的伤口飞快愈合。徐震看着笼罩在月光中的冷月霜，喃喃道：仙子也不过如此吧。这妙音门的妖女要是都这样，难怪有那么多韭菜前赴后继了。连徐震都如此，更别提城中的普通百姓了，早已经下跪直呼仙子了。冷月霜顾不得人前显圣，带着林洛尘等人飘然落下。慕容姐妹看到鲜血淋漓的慕容东岳，连忙围了上去。大伯，你没事吧？慕容东岳虚弱道：还好，只是短时间怕是没办法再动手了。他虽然外伤被冷月霜治愈了，但断掉的骨头和内伤却还需要时间恢复。冷月霜则看向了徐震：徐城主，慕容家主，这到底怎么回事？徐震苦笑一声：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城中突然有不少人同时入魔，我们虽然第一时间阻止，但力有未逮，要不是仙子出手相助，险些酿成大祸。冷月霜皱眉道：没有任何征兆吗？徐震摇头道：没有。慕容东岳气喘吁吁道：难道是冷仙子的到来让那魔物慌了不成？林洛尘则怀疑是自己等人发现了什么，让那天魔圣体不得不阻止。难道阵法真在城外？就在这时候，一阵哭嚎声响起，打断了他的沉思。一个妇人抱着孩童尸体跪到冷月霜脚下，磕头不停，求仙子救救我儿。与此同时，更多百姓抱着死去的亲人围了上来，一个个伸出血淋淋的手：仙子，我娘子还有气啊！仙子，您发发慈悲，救一下我娘吧！冷月霜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他的术法只能治愈外伤，别说人都死了，缺胳膊少腿都没办法。林洛尘见状，一个箭步上前，宽厚的背影将冷月霜完全遮挡。他右手一展，折扇唰地展开，在身前划出一道凛冽的弧光。诸位节哀！林洛尘的声音不卑不亢：死者已矣，纵然神仙也回天乏术，莫要为难冷仙子。放屁！我娘子明明还有气！一个满脸血污的汉子目眦欲裂，挥舞着染血的拳头就要冲上来。林洛尘眸光一冷，折扇微微下压，一道无形气劲将那人逼退3步。他转头看向徐震，眼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徐震这才如梦初醒，急忙喝令城卫都愣着作甚，还不快维持秩序！待人群被守卫勉强隔开，林洛尘转身看向冷月霜，声音不自觉地柔和了几分：你已经尽力了，救不了的也不必耿耿于怀，苛责自己。他知道这女人太上忘情诀的境界还差得远，担心此事会影响他的心境。冷月霜看着难得温柔的他，长睫轻颤，轻轻嗯了一声：你放心，我有自知之明，我不是圣人，救不了天下所有人。林洛尘刚放下心来，却突然听到人群中有人捏着嗓子喊了一声：慕容秋芷，快看，那是慕容秋芷！众人一下子目光落在慕容秋芷身上，一个个情绪激动，破口大骂：慕容秋芷，原来是你这扫把星又回来了，一定是你带回来了霉运，害死我娘子！他们不敢惹冷月霜，但看到慕容秋芷的时候，他们的怒火一下子有了宣泄渠道。肃静，都肃静，听本城主讲2句。徐震在旁喊破喉咙，但上头的百姓知道他性格有恃无恐，越骂越烈。慕容秋芷被众人声讨，低着头不知所措。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慕容夏竹将妹妹护在身后，杏目圆睁：明明是魔物作祟，与秋芷何干？诸位，你们冷静点，此事与我侄女无关。慕容东岳也强忍疼痛，试图跟群情汹涌的众人讲理。你越是跟他们讲道理的时候，他们就越是蛮不讲理，就是他招来的灾祸。还我娘子命来！那丧气的壮汉抄起石块就要砸向慕容秋芷，但此刻一道身影如猛虎入羊群，随着一声惨叫响起，那个壮汉右臂呈诡异角度弯曲，石块脱身砸在他脚上。慕容秋芷抬眸望去，泪光朦胧中，只见那个挺拔的身影挡在前方，衣袂翻飞间自有一股凛然不可犯的气势。林洛尘一脚将那壮汉踹进人群中，一甩袖袍，冰冷的目光扫过全场：我能体谅你的丧妻之痛，但你不要得寸进尺，不然我不介意让你们夫妻团聚。那些打算借此撒泼发泄怒气的人都被林洛尘给震慑住了。有人壮着胆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扫把星，就是他带来的霉运。就是他才刚回来，城中就出现这种事情，
没准他就是那魔物。林洛尘哑然失笑道：“好好跟你们讲道理的时候，你们要讲拳脚。现在我动手了，你们又想跟我讲道理？谁有兴趣跟你们讲道理？”他折扇一开，直接在地上展出几道数尺深的痕来，语气冰寒至极：“3息内滚，否则休怪我不客气了。”那些人慌了，看向徐震，连忙道：“徐城主，这小子不讲理啊！”仙子，那慕容秋芷真是啊！林洛尘直接将开口那人扇飞出去，缓缓道：“2。”意识到他玩真的，那些人吓得屁滚尿流，顿时一哄而散，落荒而逃。那丧气的壮汉一瘸一拐地跑得飞快，连娘子的尸体都不要了。徐震连忙开口道：“喂，你娘子没带走？”但那人已经一溜烟跑了，徐震只能无奈吩咐道：“给他送回去。”百姓一哄而散以后，顿时露出了藏在人群后面的慕容西尘父子3人。慕容西尘尴尬迎了上来：“大哥，你没事吧？”慕容东岳叹息一声，虚弱道：“没事，回去再说吧。”他跟徐震告罪一声，而后被慕容西尘搀扶着往慕容府走去。林洛尘看着2人背影，无奈摇了摇头，一个个都心怀鬼胎啊！青石城内人心惶惶，街道上随处可见背着行囊、拖家带口的百姓，他们神色仓皇，脚步匆匆，仿佛身后有恶鬼追赶。徐震站在城门前，再三劝阻和强调，声音已然嘶哑：“诸位父老乡亲，如今城中有妙音门仙子坐镇，比外面安全100倍啊！”可那些百姓充耳不闻，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只顾埋头赶路。“徐城主，您就放我们走吧，我们宁可死在路上，也不想变成那种怪物。”徐震长叹一声，只得调派城卫将逃难的百姓编成队伍，一路护送。冷月霜站在城楼上，望着渐行渐远的队伍，素白的裙角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经此一役，冷月霜也不敢再随便出城了，唯恐城中再有入魔者出现。毕竟这幕后之人能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入魔，这手段简直防不胜防。几人如今都没搞明白，那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冷月霜想不明白，只能求助地看向若有所思的林洛尘：“洛尘，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林洛尘从沉思中惊醒，轻声道：“我总觉得百姓入魔的时机太过巧合，就像……”他顿了顿，像是故意打断我们的调查，故意把我们绑在城中一样。冷月霜蹙起秀眉，郁闷道：“我们当时也没发现什么。”林洛尘略微思索，开口道：“要不你在城中坐镇，我再出城一趟。”他手中还有羽化符，那些入魔者再强也不能飞，他自信自己还能自保。但话音刚落，冷月霜和慕容秋芷就异口同声道：“不行！”两女对视一眼，空气中仿佛有火花闪过，而后不约而同扭开脸。冷月霜轻拢耳边碎发，轻声道：“那人手段诡异莫测，你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此刻，刚刚走上来城楼的徐震连忙道：“冷仙子，在下愿陪同林公子。”他话还没说完，冷月霜看了他一眼，眼中寒意不言而喻：“你连入魔者都搞不定，哪里来的自信？”徐震讪讪闭嘴，而冷月霜看向了林洛尘，目光顿时就柔和了起来：“洛尘，你还是别贸然出城了，等今晚看看结果再说如何？”徐震被喂了一嘴狗粮，差点哭出声来：“同人不同命啊！这世道，长得好看果然可以为所欲为。”林洛尘想到城中还有受害者和入魔者的尸体，也点了点头。虽然自己没有得罪死那天魔圣体，但谁知道他会不会出手？一行人将入魔者的尸体集中放在城主府中，静静地等待夜幕的降临。与此同时，城中某处，一股无形的黑烟出现在房间中，凝聚成一道模糊不清的黑影。房间内的男子连忙起身行礼道：“尊上。”他似乎欲言又止，那团黑影中传出女子的声音：“想说什么就说吧。”男子忐忑道：“尊上为何突然提前发动？不是说了今晚再动手吗？”黑影有些气愤道：“本想引他们出城，但那小子身边有只老鼠，险些坏我好事。”老鼠？男子一脸难以置信：“你对付不了妙音门妖女就算了，老鼠也怕？”此刻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黑影察觉到他的动摇，冷哼一声：“那可不是普通老鼠，它能抵御我的魔气侵袭，极有可能是跟我一样退去旧躯重修的妖族大能。”男子闻言忐忑道：“那会不会影响我们计划？”黑影淡淡道：“不会，我虽然奈何不了他，但你杀他易如反掌。不过目前还是别轻举妄动，尽快让那妙音门的妖女离开才是。”男子点头道：“虽然计划被打乱了，不过已经有应对之策，只是会麻烦点，还请尊上按原计划行事，将城中微弱的血气汇聚于魔眼之中，但不要太明显了，也不要一下子让他入魔，数日之内让他入魔即可。”黑影哦了一声，又询问了几句缘由，才缓缓笑了起来：“你虽然资质不好，但手段够狠，也够聪明。
本尊身边就缺你这种人才，好好干，待本尊重生归来，定赐你不死魔躯，让你不死不灭，追随于我。男子眼中闪过魔纹，自己却全然不知，狂热激动道：谢尊上。黑影迅速消散，仿佛不曾出现过一般入夜。月色如练，又是月明星稀的一晚。林洛尘等人齐聚城主府中，冷月霜借助月光施法观察整个青石城。皎洁的月光照在一众入魔者的尸体上，尸体上笼罩着一股朦胧的血光，这是尸体中残留的血气，被皎洁的月华照出，变得肉眼可见。但随着时间推移，血气却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冷月霜似乎发现了什么，皱了皱眉头，轻轻咬唇，双手结印。霎时间，夜空中的明月大放光明，整座青石城都笼罩在柔和的月辉之中。众人只见在月光下，极为微弱的血气汇聚在一起。这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只见无数细如发丝的血气从四面八方升腾而起，在半空中汇聚成一片血色薄雾，如同活物般缓缓流动。冷月霜眼中闪过一抹激动，挥手放出飞舟，连忙道：我们上去看看。林洛尘等人纷纷跳上飞舟，而徐震也驾驭那片青叶腾空飞起。等等我！众人位于青石城上空，清晰可见血气如同洋流一般向着某个方向涌去。这股血气很稀少，但积少成多，如果不是今天死了这么多人，怕是微不可察。追！冷月霜一马当先，顺着血气方向飞去，但越飞众人神色就越是凝重。慕容秋芷更是难以置信道：怎么可能？因为这股血气涌去的方向正是慕容府。林洛尘倒是不是很惊讶，因为天魔圣体血祭族人和全城百姓，城中家族并不多，而能修炼的家族更少。他跟冷月霜昨天晚上第一个检查的就是慕容府和城主府，可惜没什么收获。一行人追着涌动的血气来到慕容府上空，却见血气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一座精致的阁楼。那是谁的住处？冷月霜声音冰冷，慕容夏竹则俏脸煞白，有些难以置信。那是大伯的房间。众人面面相觑，徐震不由握紧了拳头，咬牙道：怎么会是他？林洛尘感觉有些意料之外，又似乎在情理之中，却总感觉有哪里不对。他之前虽然对慕容东岳持怀疑态度，但总感觉这次似乎有些太顺利了。进去看看再说。眼看府中下人被惊动，冷月霜带着众人飞落，来到门前，直接推门而入。房间内，慕容东岳正虚弱地倚在床头，见到几人进来，错愕地坐起身来。冷仙子，徐城主，嗨，你们这是？冷月霜一言不发，手中施法，月光照入屋内，只见血气向着慕容东岳床上涌去。慕容东岳看着那血气涌入自己床头的玉枕之中，一脸难以置信。这是怎么回事？冷月霜眸中寒光一闪，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他玉手一抬，那块玉枕便凌空飞入他掌心，血气仍在不断涌入。冷月霜神识一扫，手中微微用力，玉枕应声而碎。一颗被符纸包裹着漆黑圆珠落在他手心，那圆珠表面布满血色纹路，中央有一道暗金色竖纹，犹如瞳孔，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光芒。冷月霜握着这漆黑的圆珠，心中顿时恶念丛生，连忙默念太上忘情诀镇压。慕容家主，你能否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慕容东岳难以置信看着那圆珠，额头渗出冷汗。冷仙子明鉴，老夫当真不知此物是什么，又为何会出现在我房中。但这话显然没人相信。徐震死死盯着他，眼中满是失望与痛心。老夫可以对天起誓。慕容东岳急得气喘吁吁，胸口剧烈起伏，声音嘶哑却坚定。老夫真不是那在城中为非作歹之徒，更从未用过此物害过人。冷仙子，徐城主，老夫是被人栽赃嫁祸的，你们要相信我啊。徐震迟疑道：你说你是被栽赃陷害的，可有证据？慕容东岳叹息一声，闭眼道：老夫没有证据，愿意束手就擒，听从发落。但老夫提醒诸位，那妖魔还在城中，诸位要提高警惕，别让那人得逞。徐震看着这位相交多年的老友引颈就戮，想起慕容东岳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心中动摇。慕容东岳举族搬来青石城后，拨款修路，修建城墙，开凿河道，可谓尽心尽力。慕容东岳严格约束族人，并没有因为族中修士众多而盛气凌人，在城中有口皆碑。冷仙子，徐震抱拳道：此事却有蹊跷，不如先将慕容家主软禁起来，静观其变，以免错杀好人。冷月霜看向林洛尘，林洛尘也觉得是有蹊跷，点头道：先这样吧。冷月霜嗯了一声，挥手释放出一条银锁，将慕容东岳绑了起来。慕容东岳乖乖束手就擒，没有一丝多余的反抗，任由灵力被封。林洛尘询问道：慕容家主，你说是别人栽赃嫁祸于你，那谁能进入你房间？慕容东岳叹息道：老夫房间没有禁止，任何人都有可能进来栽赃于我。
但能做得到神不知鬼不觉的人并不多，起码身手不凡，有修为在身。林洛尘皱眉道：“此物放在你床头，你就没感觉不是？”慕容东岳苦笑道：“今日确实感到头晕恶心，还以为是白天受伤所致。”林洛尘目光一凝：“今日才开始的。”慕容东岳嗯了一声，林洛尘若有所思，扭头看向了冷月霜：“冷仙子，你们不是有搜魂之术吗？能不能探查他的记忆？”这话一出，慕容东岳和徐震都被吓了一跳。慕容东岳脸色发白，却缓缓闭上眼睛，叹息一声：“若能自证清白，老夫何惜一死？”“不可！”徐震急声打断：“搜魂之术凶险异常，稍有不慎便会使人神魂俱灭。”林洛尘也只是道听途说，没想到这神魂之术对神魂损伤这么大，不由有些尴尬。这么看来，冷月霜应该是不会的了，这一看就是魔道之人的手段。事实如他所料，冷月霜一脸尴尬看着他，他的确不会搜魂之术，就算会怕事也下不了手。林洛尘放下一瓶屁股丹，淡淡道：“还请慕容家主不要外出，在此委屈一段时间。”慕容东岳点了点头道：“老夫明白。”林洛尘等人在房间检查一番，确定没其他东西以后，便离开了房间。冷月霜在房间四周布上禁制，以防慕容东岳有机会外逃。片刻后，几人站在院子中，一个个神色复杂。徐震还是难以置信，跟几人说了一声，开始在慕容府中调查了起来。慕容下主也是感慨万分，只有慕容秋芷是实打实的难过。毕竟慕容东岳虽然一直跟他保持距离，但对他的确不错。难道又是自己害了大伯吗？林洛尘没想这么多，只是好奇地看着冷月霜手中的珠子。那珠子仍旧不断吸取四周的血气，显得格外邪异。冷仙子，这珠子真是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吗？冷月霜点头道：“此珠里面有很浓的血气和魔气，还有众多负面情绪。此物不仅能让人入魔，更是带有一股嗜血之意，能吸取人的精血。”林洛尘眉头紧锁，这与他前世听闻的血祭大阵截然不同。他一直认为罪魁祸首是阵法，这颗珠子的出现让他措手不及。难道是以讹传讹，导致传言发生偏离？还是说此物是阵法的核心？冷仙子，你看得出此物是何来历吗？冷月霜摇头道：“看不出来，但此物应该被人祭炼过，只是又被斩断了联系。”林洛尘若有所思，想拿那颗珠子仔细看一下，却被冷月霜拦住：“小心！”他将珠子握紧，此物邪性不直接触碰还好，影响不大，一旦直接触碰，容易引发人心中的邪念。你修为尚浅。他虽然说得很委婉，但林洛尘还是尴尬异常，自己还是实力太弱啊。冷月霜想将珠子收入储物界，但却发现此物无法收入储物界。林洛尘皱眉道：“这是怎么回事？此物无法收入储物界，怪不得幕后之人没将它藏起来。”冷月霜解释道：“此物无法被收入储物界，要么此物等级很高，要么此物是活的。”活的。林洛尘下意识看向那道暗金术纹，刹那间天旋地转，无数血腥幻象涌入脑海。冷月霜及时遮住珠子，担忧道：“洛尘，你没事吧？”林洛尘时海中青莲轻颤，这才挣脱幻境，后背已被冷汗浸透。“我没事，此物当真诡异，真像活的一样。”冷月霜放心下来，提醒道：“你们修为低，不要看它。”慕容下竹迟疑道：“这东西不能收起来，难道任由它继续吞噬血气？”冷月霜看着天上的血色，淡淡道：“没事，我布阵屏蔽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回到慕容姐妹所住的小楼中，在阁楼内部下阵法，将魔珠放在阵法中。魔珠入阵刹那，天穹翻涌的血气不再涌来，如无根之萍一般在天空中飘荡，最后散在天地之间。冷月霜若有所思道：“看来此珠的确就是吸取血气和让人入魔的根源。”林洛尘嗯了一声，喃喃道：“接下来就是确定幕后黑手到底是不是慕容东岳了。”此刻徐震也在府中询问一番，一无所获的回来了。夜色渐深，冷月霜看着疲惫的林洛尘和众人，轻声道：“时间不早了，大家都回去歇息吧。不管慕容东岳是幕后黑手，还是有人嫁祸，暂时都应该不会再出手了。”林洛尘嗯了一声，慕容秋芷顿时紧张起来，唯恐林洛尘又勇闯龙潭虎穴去了。幸好林洛尘是孤身回去的，冷月霜则跟着他们回小楼中看守阵中魔珠。此刻慕容西尘房中烛火摇曳，他阴鸷的面容在火光中明灭不定，喃喃道：“大哥，你别怪我。”他发出一枚传讯，而后叫来慕容博兄弟，吩咐了几句。慕容博兄弟错愕万分，而后连连点头，匆匆离开。与此同时，幽深的地宫内，一道黑影时而化作窈窕女子，时而又溃散作滚滚黑雾。它四周奔涌着一条河流，河流内流动着的却不是河水，而是青色液体。女子轻笑一声：“人族的脑子还真不错，可惜了，终究是要被献祭的。”
翌日清晨，晨光微熹，林洛尘从打坐中醒来，眉宇间仍萦绕着一丝疑虑。昨日之事太过顺利，反倒让他心生不安。曲灵英，你可了解天魔圣体？石海之上，屈灵英正懒洋洋地趴在水面上，白嫩的小脚丫晃动，手指逗弄着2条锦鲤。天魔圣体，他歪着头，你问这个做什么？随口问问。林洛尘故作轻松道：你可知道这种体质有什么特征？屈灵英翻了个白眼，小脸上写满不信，这小子嘴里就没一句实话。天魔圣体身负天魔血脉，体内孕育魔种，能吸收负面情绪为力量。传闻他们在杀戮中成长，能吞噬他人修为化为己用，修炼速度远超常人。林洛尘皱眉道：那如何辨别这种体质？曲灵英随口道：天魔圣体体内有天魔血，出手时会有纯粹魔气外泄，很好认的。林洛尘若有所思，恰在此时，慕容秋芷轻柔的呼唤声从门外传来：林公子，你起床了吗？早膳已经备好了。林洛尘连忙匆匆洗漱一番，跟着慕容秋芷前往他们居住的小楼。如今慕容东岳被囚，自然没办法再招待几人。慕容姐妹也不想出去跟其他族人一起，早膳便设在慕容姐妹的居所。冷月霜向来不喜与外人打交道，对此自然是求之不得。路上，林洛尘看着慕容秋芷若有所思，有心探查，却不知道如何开口。总不能说：秋芷，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慕容秋芷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差点同手同脚，心中却暗暗窃喜。自己今天精心准备的这身，果然吸引了林公子的注意力，不枉自己一早起来梳妆。林公子，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林洛尘如梦初醒，笑道：没什么。片刻后，小楼内晨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在屋内。林公子，请用。慕容秋芷为林洛尘盛了碗灵米粥，米粒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灵气。我自己来就好。林洛尘连忙接过，慕容秋芷柔声道：这2日劳心劳力，该好好补补才是。冷月霜闻言，眸光一闪，小嘴微嘟，却忽然笑靥如花。是啊，这2天夜里你都没好好休息呢。他意有所指的瞥了林洛尘一眼，可得要多补补，晚上才有精神。林洛尘一口粥差点呛住，这话怎么听着这般暧昧？你真是玉女宗的圣女，不是传说中的合欢宗的。慕容秋芷指尖微颤，这不要脸的妖女，我让她补好，就是为了让你晚上吸的。但她表面不动声色，反而笑盈盈的为冷月霜也盛了一碗。冷仙子日夜操劳，也该好好补养才是。多谢。冷月霜受宠若惊，凝重的盯着粥碗。这碗粥不会下毒了吧？慕容秋芷神色如常，又给叔叔也盛了一碗，主打一个雨露均沾。叔叔捧着专属的小碗，吃得两颊鼓鼓，煞是可爱。冷月霜见状不由气闷，这小东西对慕容秋芷亲昵的很，却连碰都不让他碰。哼，真是宠随主人，可恶！想到这里，冷月霜狠狠瞪了林洛尘一眼，后者顿时如坐针毡。不是，我招谁惹谁了我？林洛尘只能埋头吃粥，不理会席间的暗流汹涌，吃得如同嚼蜡。但一碗粥还没吃完，外面突然传来嘈杂声，似乎发生了什么。慕容夏竹奇怪道：怎么回事？冷月霜神识外放，静静听了一会，眉头渐蹙。城中百姓好像是被人挑拨了，正围着城主府和慕容府，要求斩杀慕容家主。他将神识探查到的消息娓娓道来。不知道是谁的散播下，慕容东岳是城中作乱妖魔的消息不胫而走。想到之前慕容东岳维护慕容秋芷，城中百姓顿时深信不疑。百姓们义愤填膺，纷纷涌到城主府和慕容府，要求处死慕容东岳。如今慕容府的人正拦着门外的百姓，但却没有驱赶，似乎也在借此施压。府中，慕容西尘召集了所有的族老开会，唯独没叫慕容姐妹2人。见冷月霜足不出户就能用神识探索到外界情况，对府内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林洛尘与慕容秋芷对视一眼，突然意识到什么，双双僵住。既然冷月霜神识如此敏锐，那他们之前的私语岂不是也被他听到了？哎呀，吃了没见识的亏啊！林洛尘有种社死当场的感觉，还好自己当时没说喜欢他。慕容秋芷也有一种背后说人坏话，结果被当场撞破的尴尬。慕容夏竹没注意2人的异样，分析道：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三叔所为。三叔一直觊觎家主之位，这次大伯出事，他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林洛尘皱了皱眉头，都到这个节骨眼了，慕容家还在内斗，怪不得沦落至此。话说，你们大伯被关起来，小叔上位，你们的东西岂不是拿不到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还没拿到东西之前，就把站在自己这边的人给废了。这下这登仙令可就麻烦了。慕容姐妹也意识到这点，慕容夏竹看着冷月霜，干笑一声：林公子，你让冷仙子给你一块登仙令不就行了？冷月霜一个玄州正道，哪有什么兰州的登仙令，只能随口敷衍。
我还没资格给登仙令。慕容夏竹啊了一声，只能硬着头皮道：“我晚点再去问问情况。”林洛尘点了点头，淡淡道：“我陪你们去吧。”饭后，一行人来到议事大厅，慕容家的族会早已经结束了。厅内檀香袅袅，慕容西尘正襟危坐在家主之位上，嘴上带着一抹笑意。如今慕容东岳被囚，而一直支持他的周大长老在外没回来。慕容西尘作为族中嫡系唯一的筑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代理族长，代管族中事务。只要等慕容东岳坐实了妖魔身份，他就可以顺理成章成为慕容家族的族长。此刻见众人进来，慕容西尘立即起身相迎，脸上堆满笑容。冷仙子和两位侄女怎么来了？慕容夏竹单刀直入：“三叔，我们是为登仙令而来，大伯先前答应。夏竹侄女现在族中正值多事之秋，大哥他又……慕容西尘脸上露出为难之色，重重叹了口气：“我知道你们很急，如今大长老不在，这等要事总要等族老们商议。”慕容夏竹皱眉道：“那要等到何时？”慕容西尘歉意道：“我也不知道，但这事必须有家主主持。但你们也知道大哥他，除非族中重新选出家主，然后召开族中大会，经过众长老同意。”慕容夏竹气愤道：“三叔，你分明是在拖延时间。”夏竹，慕容西尘突然沉下脸，但看到冷月霜，他又立即换上痛心疾首的表情：“你这孩子真不是三叔推诿，这是族中规矩，你们这是要分家啊！三叔不是家主，没资格改变族规，而且我不知道登仙令在哪里。”最终在冷月霜的目光注视下，慕容西尘擦了擦额角的汗水：“这样吧，等周长老他们回来，我召开族中会议，定给你们一个交代。”他看向冷月霜，陪笑道：“冷仙子，你看如何？”冷月霜感觉慕容西尘说的挺有道理的，于是点了点头。这毕竟是人家族中的事情，他不好插手。重点是，万一林洛尘拿到东西以后带着姐妹花跑了怎么办？林洛尘能跑，他可做不到眼睁睁看着城中百姓死亡而无动于衷。慕容西尘见他答应下来，如获大赦，而后赶紧告辞离去。待他离去后，林洛尘皱了皱眉头。慕容西尘很明显是想用拖字诀把慕容东岳拖死，等冷月霜等人离去再说。他可耽误不了这么久，于是目光看向了冷月霜：“冷仙子，要不你打劫了慕容家吧？”冷月霜显然还没习惯兰州的风土人情，一脸错愕道：“这不好吧？”林洛尘知道自己让冷月霜去打劫，有些强人所难了。没有冷月霜帮忙，他跟慕容姐妹还真难从慕容家抢东西。而且家产好说，抢多了也不要紧，但登仙令在哪，自己不知道啊。林洛尘想走又舍不得到手的登仙令，只能叹息一声。看来不把慕容西尘搞定，自己怕是没办法拿到登仙令了。你盯紧点慕容西尘，他是幕后之人的可能性很大。在林洛尘看来，目前嫌疑最大的人就是慕容西尘了。嫁祸于慕容东岳，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他也有这个实力。冷月霜嗯了一声，显然也是这么想的。城中闹剧没持续多久，徐震出面以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以力服人。在城卫明晃晃的刀下，闹事的百姓一下子懂了仁义道德，一个个谦逊有礼。但城中仍旧暗流涌动，显然有人在暗中挑拨，不断煽风点火。徐震自然知道是谁在搞鬼，但没凭没据，对方又是筑基修士，也拿他没办法。数日后的夜晚，明月躲入乌云之中，冷月霜留宿在林洛尘的房间之中，房间中传出阵阵动人心弦的声音：“啊，疼，你轻点。”林洛尘邪笑道：“一会就不疼了。”“好了好了，结界不好了，你别掐我了。”冷月霜揉着自己被掐红的胳膊，委屈地白了林洛尘一眼：“至于这么用力吗？”林洛尘没好气道：“谁让你连叫都不会叫？你这样怎么瞒得过别人？”冷月霜不满地嘟着嘴道：“我要是会叫，就不正常了。”他拉着林洛尘消失在房间中，下一秒两人出现在半空中，俯瞰青石城。冷月霜跟林洛尘坐在非洲边缘，素手轻扬，月华如水般倾泻而下。青石城上空浮现出缕缕血色雾气，却不再如之前般汇聚成河，只是无主地飘散在夜风中。这几天来，城中一切如常，城中百姓却在有心人的煽动下群情激愤。徐震嘴角都急出了水泡，林洛尘也越来越急，不仅是因为离登仙大会越来越近，更是因为慕容秋芷和冷月霜的关系变化。慕容秋芷看上去跟冷月霜越来越亲近，但林洛尘看出了背后的杀机，冷汗涔涔。女人果然是很可怕的生物。这些时日，唯独冷月霜气定神闲，仿佛在等着什么。林洛尘不由心惊胆战，这女人该不会传讯叫他师尊过来吧？冷月霜，你到底在等什么？冷月霜指尖轻点，布下隔音结界，等暗中那人现形。林洛尘不明所以道：“你这么确定他会露出马脚？”
冷月霜神色凝重道：“一旦入魔，就再没有回头路。那人尝过人血的滋味，之前还能靠魔珠调和，现在怕是生不如死。”林洛尘恍然大悟，却又皱眉道：“那要等到猴年马月，还不如引蛇出洞。”冷月霜好奇道：“怎么说？”虽然处于高空，但林洛尘还是觉得有股无处不在的视线。他伸手遮掩，凑到冷月霜耳边低语，省得被毒唇语了。只要你还在城中，那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你必须离开青石城。你演一出戏，带上慕容东岳离开青石城，躲在暗中观察城中情况。温热的呼吸拂过耳垂，冷月霜顿时耳尖通红，心中小鹿乱撞，半个字都没听进去。林洛尘见他不为所动，皱眉道：“你觉得怎么样？”冷月霜啊了一声，下意识扭头，脸颊正好擦过他的嘴唇，两人同时僵住，空气瞬间凝固。冷月霜，你干什么？对不起。冷月霜连脖梗都泛起绯色，活像只煮熟的大虾。林洛尘拿这占自己便宜的女人也没办法，无奈道：“好了，你意下如何？”“我都听你的。”冷月霜点了点头，而后不好意思道：“所以你能再说一遍吗？”林洛尘一脸茫然，合着我刚才都白说了。与此同时，慕容西尘的居所内烛火摇曳，他死死盯着那铺床的侍女，喉咙微动，似乎要择人而噬。那侍女不明所以，还以为家主对自己有意，腰弯得更深了，臀如满月，后门大开。“出去！”慕容西尘猛地闭眼低吼，吓得侍女花容失色，慌忙应了一声，退出房间。慕容西尘伸手扶着桌案，冷汗涔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再忍忍，就快成了。”翌日，城中百姓再次被煽动，群情汹涌，要求斩妖除魔。冷月霜找到徐振清叹道：“这几日再无命案，想来却是慕容家主所为。不杀他，难以平息民愤。我也要回师门复命了，今夜便开场除魔大会吧。”徐振虎躯一震，最终颓然点头：“我明白了。”告示贴出，全城沸腾。当夜虚时，广场已挤得水泄不通。慕容西尘站在最前排，看着被押上台的慕容东岳，激动得难以自持。百姓群情汹涌，怒吼震耳欲聋：“杀了这妖魔！杀了他！”慕容东岳白发散乱，脊背却挺直，声如洪钟：“老夫一生磊落，绝非邪魔。今日虽死，他日时间会证明我的清白。你这妖魔，死到临头还想妖言惑众，死！”冷月霜广袖一挥，皎洁月华照下，森森的白焰燃起，将慕容东岳吞噬。“老夫死，则死矣，诸位不要忘记，邪魔还在。”在凄厉的哀嚎中，慕容东岳死死盯着慕容西尘，面容狰狞如鬼，但很快他便被白色的火焰吞噬殆尽，只剩下一滩白灰被风吹散。众人看着这一幕，只觉得手脚冰冷，慕容西尘更是脸色发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片刻后，场中爆发惊天动地的欢呼，只有慕容姐妹眼中带了几分泪光。“大伯！”冷月霜看着场中，云淡风轻道：“邪魔已除，我也该回去复命了。”他回眸看了一眼林洛尘，笑道：“洛尘，你真不跟我一起走？”林洛尘摇了摇头道：“仙子多珍重。”冷月霜叹息一声，也点头道：“你也是。”他不舍得腾空而起，如同天外飞仙一般，向着城外飞去。慕容西尘看着冷月霜消失在天边，直到回到房间，还有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大哥死了，那女人就这样走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房中突然爆发出一阵癫狂的大笑，在夜色中格外瘆人。死了，终于死了。3天后，林洛尘站在院子中若有所思。慕容西尘比林洛尘想象中更冷静和克制。这3天他一切如常，紧锣密鼓准备家主仪式，打算继任慕容家家主之位。而城中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一切仿佛恢复了平静。慕容姐妹虽然多次索要登仙令，却都被慕容西尘找借口推辞。林洛尘若有所思，喃喃道：“这么能忍，看来得下点猛药啊。”傍晚时分，慕容西尘坐在书房内，淡淡问道：“我那2位侄女和那小白脸最近可还安分？”管事低头禀报：“2位小姐和那林公子闭门不出，倒是城中百姓又开始议论秋芷小姐。”慕容西尘点了点头道：“城中可还有什么事？”管家想了想道：“城主下令将魔物作乱期间，趁机为非作歹者当众处斩，以儆效尤。”慕容西尘喉咙微动，沉声道：“那尸体怎么处理？”管家没想到他还关心这个，迟疑道：“应该是埋在城西乱葬岗吧。”慕容西尘摆摆手打断他：“知道了，下去吧。”待房门关上，他额角青筋暴起，只觉得体内那股饥渴越发灼热，理智几乎要烧没了。城西乱葬岗，入夜，乌云遮天。城西乱葬岗的新坟前，一道黑影疯狂刨开泥土。当第一具尸体露出土面时，他喉咙里发出恶狗般的呜咽，猛地扑上去啃噬。突然，
一声暴喝响起：“慕容西尘，你在做什么？”黑影猛地抬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嘴上满是血污和碎肉，狰狞而恐怖。徐震！慕容西尘惊恐地看着缓缓走出的徐震，还有徐震身后的林洛尘和慕容姐妹。此刻众人都一脸恶心地看着他，慕容秋芷更是俏脸发白，一副想吐的样子。这是你们设计的陷阱！慕容西尘手脚冰凉，惊慌地环顾四周，寻找冷月霜的踪影。林洛尘负手而立，微微一笑道：“若非如此，怎能让你现形？”慕容西尘没找到冷月霜，迟疑道：“就只有你们？”徐震缓缓拿出长刀，冷哼道：“对付你，就我足矣。”慕容西尘闻言顿时放下心来，眼眸发红，周身涌出阵阵黑气。就凭你们也想抓我？痴心妄想！只要把你们杀了，就没人知道。他皮肤下浮现出蛛网般的黑色纹路，十指骨骼眨眼间暴长3寸，化作森森利爪。慕容西尘赫然跟其他人一样入魔了。林若尘见状却放心下来，不怕你入魔，就怕你不入魔。徐震神色凝重，冷喝道：“慕容西尘，果然是你！慕容家主是被你陷害的。”慕容西尘的入魔似乎跟其他人不同，还保留了几分理智，突然癫狂地笑起来：“是我又如何？你们能奈我何？”林洛尘皱眉道：“慕容西尘，城中的事情都是你搞鬼的。”慕容西尘鬼魅一般向几人扑来，狞笑道：“下去问阎王吧。”面对慕容西尘的全力一击，徐震神色凝重地横刀在前：“小心！”而林洛尘却神色淡然，嘴角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就在此时，一道清冷的月华如天河倾泻，将跃至半空的慕容西尘狠狠砸落在地。砰！慕容西尘狼狈地啃了满嘴泥土，正要挣扎时，一道熟悉的声音让他如遭雷击：“三弟，你又何至于此？”慕容西尘艰难抬头，瞳孔剧烈收缩，本该灰飞烟灭的慕容东岳正痛心疾首地望着他。他难以置信道：“你没死？”慕容姐妹见到慕容东岳现身，同样惊得花容失色。大伯！此刻冷月双衣袂飘飘从天而降，目光冰冷地看着动弹不得的慕容西尘。前几天的除魔大会不过是他的幻术造成的，以他出窍期的修为，在月华之力加持下施展的幻术，整个青石城根本无人能识破。此事只有他跟林洛尘知道，连徐震等人也被蒙在鼓里，信以为真。慕容秋芷虽然有所猜测，但却识趣的没有开口询问。徐震是今天才得知林洛尘两人的计划，配合他当众斩了3个该死之人。此刻看到慕容东岳和冷月霜，他是又惊又喜。慕容东岳痛心疾首地看着慕容西尘：“三弟，你为何要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慕容西尘眼中的惊愕渐渐被疯狂取代，咆哮道：“你这伪君子，少在这里惺惺作态！”他周身魔气骤然暴涨，伴随着骨骼错位的咔咔声，身形诡异地膨胀起来。慕容西尘双目赤红，体表覆盖上密密麻麻的漆黑鳞片，额头生出弯曲的魔角。转眼间，他便化作一头狰狞可怖的魔物，在地上疯狂地挣扎起来。“把我的魔眼还给我！”冷月霜眉头微蹙，他的月华镇压之力竟有些松动。他已彻底魔化，化作彻头彻尾的魔物了。魔修与魔族有本质区别，魔修是人，而魔族却是真正的魔物。清虚界的魔族大多聚居在与兰州接壤的幽州，与兰州魔修也是敌对关系。而此刻的慕容西尘彻底魔化，展现出的实力已直逼金丹期。然而在出窍期的冷月霜面前，金丹期的魔物依旧不堪一击，任凭慕容西尘如何咆哮挣扎，始终被死死压制在地，连腰都直不起来。他挣扎了一会，眼中满是癫狂之色，突然咆哮道：“一起死吧！”他全身鼓胀，魔气紊乱，涌动着剧烈的能量波动。不好！冷月霜神色微变，素手轻挥间将他抛向高空，布下屏障护着众人。慕容西尘眼神不甘地盯着慕容东岳：“大哥，我在地狱等你。”轰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夜空，漆黑的魔血如雨点般洒落，将地面腐蚀出无数坑洞。慕容东岳望着漫天血雨，神色悲戚：“三弟，一路走好。”冷月霜取出那颗魔眼，只见原本幽光流转的珠子此刻已暗淡无光，这说明曾经祭炼过他的人彻底死去，此物完全变成了无主之物。果然是他祭炼的魔珠。林洛尘看着那珠子，好奇问道：“曲灵音，你知道这珠子是什么吗？”曲灵音漫不经心道：“不就是颗魔眼吗？看样子这魔族血脉还不低。”林洛尘闻言若有所思，看向了慕容东岳。慕容家主对此物来历可有眉目？慕容东岳摇头长叹道：“老夫若早知三弟藏有此等邪物，断不会让悲剧发生。此事因我慕容家而起，老夫实在难辞其咎。这次多谢冷仙子与诸位仗义相助。”他说着，郑重地向众人深施一礼。徐震连忙道：“
慕容家主言重了。此事罪在慕容西尘一人，如今真相大白，魔物伏诛，城中百姓也可安心了。慕容东岳望向远处城中渐次亮起的灯火，悠悠叹息一声。也是，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城安抚百姓，做好善后工作。一行人回到乱成一团的城中，由徐震和冷月霜等人出面说明情况。当活生生的慕容东岳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满城百姓皆惊愕不已。短短数日间，作恶的魔头竟从慕容家主变成了慕容三爷。最难以接受的莫过于慕容西尘一脉的族人，特别是慕容伯兄弟二人。对他们而言，当真是一夜之间两极反转，恍惚间还以为自己在做噩梦。两人见到慕容东岳时更是面如土色，生怕遭到清算。尽管慕容东岳宣布不会追究无辜者，一切如常，慕容家上下仍是人心惶惶，许多人彻夜难眠。林洛尘等人一路往回走去，冷月霜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总算圆满解决了。这是他首次独立除魔，意义非凡。林洛尘却眉头紧锁，当真解决了吗？虽然一切都在他们的计划之中，慕容西尘认罪伏诛，但他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慕容西尘对慕容东岳的栽赃嫁祸未免太过拙劣，像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迫不得已而为。毕竟他哪怕栽赃给徐震或者其他人都好，不至于把自己放在最可疑的地方。难道那些入魔者不是他所造成的吗？而慕容西尘最后的疯狂也显得颇为蹊跷，居然妄图跟他们同归于尽，极为不理智。冷月霜不以为意，入魔者心智失常，做出什么都不足为奇。林洛尘嗯了一声，也没有继续深思，决定拿到登仙令后立即离开这是非之地，到时候管他怎么样，都与自己无关。接下来的几日风平浪静，逃散的百姓也收到消息，陆续回城。慕容东岳迅速稳定了家族局势，并没有对慕容西尘一脉清算。这天，他突然带着慕容姐妹登门，给林洛尘送来一面鎏金令牌。林公子，如今登仙大会临近，两位侄女担心耽误公子行程，多次找老夫商议。虽然族中还有长老在外没回来，暂时无法处理两位侄女的事务，但老夫跟族中长老商议，决定先将这面登仙令交给公子，还请公子收下。林洛尘拿过那面登仙令，有种不现实的感觉。登仙令终于到手了，他行了一礼道：“多谢慕容家主。”慕容东岳笑道：“公子不必客气，这是公子应得之物。至于两位侄女的事情，等族中长老回来便会处理，公子不用担心。”林洛尘点了点头，他知道慕容夏主不打算参加这一次登仙大会，不仅是因为他的登仙令没到手，更因为他还没安置好慕容秋芷。在没妥善安排好慕容秋芷之前，他是不可能进入宗门寻仙问道的。虽然令牌是慕容姐妹为林洛尘求得的，但此刻慕容秋芷眼中却盈满离愁。毕竟林洛尘拿到了登仙令，他就没有在慕容家留下去的理由了。公子何时启程？林洛尘轻叹道：“应该就是这2日了。”慕容秋芷欲言又止，他想跟着林洛尘离开，但却没有任何理由。林洛尘是去寻仙问道，他自己进入仙门都难，又怎么能带他一个凡俗女子？见场中一片离愁别绪，慕容东岳识趣的告辞离去。林公子启程时务必告知老夫，老夫定率众相送。林洛尘点了点头，慕容东岳步履蹒跚离去，似乎近来事情打击不小。回到房间后，慕容东岳煮水烹茶，望着袅袅茶烟出神，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突然，一个清冷的女声在房中响起：“慕容东岳，还真被你算中了呢。”一团黑雾无声凝聚，渐渐化作一位窈窕女子的身影。慕容东岳见到魔影显现，立即躬身行礼，姿态恭敬至极。谢尊上夸赞，都是尊上配合的好。魔影轻笑一声：“你倒是胆大包天，就不怕那妖女不问缘由，直接取你性命？”慕容东岳从容一笑：“属下活了大半辈子，自认看人的眼光还算准。那性冷的女子出手时神光清正，毫无邪气。更可疑的是，那林姓小子与她同房，阳气未损分毫，这乃像是妙音门妖女所为。像妙音门的求缘人都被我所杀，所以此女很大概率是冒充的，是正道中人。”魔影饶有兴致地哦了一声。慕容东岳继续侃侃而谈：“不过属下也只是猜测，为防他用搜魂之术，属下不得不兵行险招。当时三弟将魔掩藏于我房中，不管是再塞回去给他，或者转嫁他人，只要一搜魂都容易暴露我，继而可能暴露尊上，所以属下干脆将计就计。这拙劣的栽赃之计，就算性冷的看不透，姓林的小子也该有所察觉。即便他们都看不穿，属下为主上赴死，也是死得其所，无怨无悔。”魔影呵呵一笑道：“你倒是会说话，万一他真对你搜魂呢？”慕容东岳眼神狂热道：“那主上就依计行事，让属下入魔替死即是。”魔影虽然没办法毁去慕容西尘的神魂，但让身为魔仆的他神魂混乱，再容易不过。闻言，魔影嘴角微微上扬，对此相当满意。
慕容东岳被他植入奴役印记，对这种疯狂的狂热却全然不自知。任你智力超群，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不堪一击。话说，当初你故意让慕容西尘得到魔眼，就是准备让他当替死鬼吧？正是。慕容东岳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我这愚蠢的弟弟自视甚高，是最完美的替罪羊。他果然没让我失望，得到魔眼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吞噬其中力量。当初他奉命收集血气供给幻魔阵，便设计让慕容西尘机缘巧合得到魔眼。慕容西尘果然被其中蕴含的强大魔力所吸引，开始杀人祭炼魔眼，试图获取其中力量。城中入魔者中，部分是慕容西尘所为，更多则是幻魔阵泄露的魔气所致。不知内情的慕容西尘误以为是魔眼力量外泄，更加疯狂地想要掌控这股力量。按照原计划，慕容西尘本该替他们收集足够血气，最终成为幻魔阵的祭品。必要时候，慕容西尘也可以成为替死鬼，拖延时间。即便被人搜魂，他的记忆也能完美吻合，不会露出破绽。毕竟慕容西尘真以为是自己导致城中百姓魔化，对魔影的存在一无所知。然而冷月霜的突然到来打乱了全盘计划，也让手持魔眼的慕容西尘方寸大乱。得知魔影奈何不了冷月霜后，慕容东岳决定让慕容西尘这个替死鬼提前退场。按照慕容东岳的原计划，等冷月霜发现血气流失的秘密后，魔影在夜间引动百姓入魔，收割最后一波血气。等冷月霜通过血气找到身怀魔眼的慕容西尘，再让慕容西尘当众魔化，给冷月霜降妖伏魔的机会。不料意外频发，鼠鼠差点发现核心秘密，魔影被迫提前行动，逼冷月霜回城。慕容东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毕竟魔眼与幻魔阵都只能在夜间吸收血气，他只能故意让慕容西尘外出求援，既加深其嫌疑，又给他逃跑机会。只要慕容西尘畏罪潜逃，绝对逃不掉，只要被抓住罪名就能坐实。谁知道慕容西尘舍不下家业和子女，居然选择斩断与魔眼的联系，进行栽赃嫁祸。仓促间，他无法接近徐振，只得趁乱将魔眼藏入慕容东岳的玉枕中。慕容西尘以为自己是在栽赃嫁祸，殊不知他是物归原主。慕容东岳发现魔眼后，为避免暴露幕后的魔影，加上对冷月霜身份的怀疑，在不能暴露魔影的潜意识下，他选择铤而走险，将计就计，以身入局。而冷月霜等人也没让他失望，在魔影的配合下，成功把慕容西尘逼了出来。慕容东岳成功洗清嫌疑，不仅没暴露魔影的存在，更让冷月霜等人过了一把运筹帷幄的瘾。唯一可惜的是，冷月霜居然不会搜魂，倒是白瞎了他一番苦心。魔影微微一笑道：“你说了那小子聪明，就不怕他看穿你的伎俩？”慕容东岳兵行险招，自信自己如今处于灯下黑状态。毕竟谁愿意相信自己千辛万苦抓到的竟是替罪羊？慕容东岳胸有成竹道：“所以属下赠他登仙令，让他早日离城。”黑影语气转冷，提醒道：“你看好慕容姐妹，别让他们跟着他走了。”慕容东岳笑道：“尊上放心，下周的登仙令在我手中。而秋芷那丫头懂事，知道自己的情况，不会拖累他人的。”黑影微微颔首：“3日之内，务必留他们在城中。”慕容东岳应了一声，黑影便已消散无踪。慕容东岳独立窗前，望着青石城的万家灯火，眼中闪过一丝恍惚，随即又恢复坚定。自己要不死不灭，谁也无法阻止自己。与此同时，林洛尘的小院中，慕容下竹故作轻松道：“答应你的登仙令给你了，从此我们两不相欠。”林洛尘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期待日后仙途重逢。”慕容下竹扬起下巴，笑道：“到时候看我不把你打得跪地求饶。”林洛尘微微一笑道：“行，那我等着。好了，我还有事，你们两个慢慢聊。”慕容下竹推了推身旁低着头的慕容秋芷，转身离去。但他刚出门，就看到了得知消息匆匆走来冷月霜。冷仙子，慕容下竹压低声音，眼中带着恳求：“我妹妹此生与仙路无缘，绝不会成为你的阻碍，能否给他们一点时间？”冷月霜望向院内那对身影，心头莫名一软。这些时日的相处，早已让他看清这对姐妹并非什么妖女。他轻轻颔首，转身走向不远处的湖畔，白衣在晚风中轻轻飘动。慕容下竹看着冷月霜的出尘背影，不由暗暗啧舌。秋芷天天缠着冷月霜，对方却只是遇到些小麻烦，也是命硬得很。难道秋芷的厄运对修为高深的修士无效？还是说这位冷仙子鸿福齐天，福泽深厚？也许是因为秋芷并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与他亲近吧。院内，林洛尘跟慕容秋芷并肩而行，向院子中的凉亭走去。两人一路无言，气氛有些凝重，谁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就在走过造景木桥时候，林洛尘脚下咔嚓一声，差点掉了下去。快跑！他对这种程度的厄运习以为常，不就走路被野狗追，或是莫名其妙被飞来横祸吗？慕容秋芷被他拉着跑过木桥，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
就算明知自己不会有事，他还是条件反射地带上自己一起跑。对不起，林洛尘笑道。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慕容秋芷脸颊微红，咬了咬红唇，声音轻得像羽毛。因为我还是没忍住对公子心生亲近之意，连累公子了。林洛尘愣住了，因为慕容秋芷这话相当于直接表明心意了。他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无奈苦笑一声。我就说我不可能这么倒霉，果然是你啊！我也不想的。慕容秋芷俏脸通红，低下头，但我控制不住自己。微风拂过，吹起他额前的碎发，露出那张娇艳的面容以及秋水般的眼眸。看着他这般模样，加上离别在即，林洛尘也不想让气氛如此沉闷。罢了，我这般出众，你心生好感也是情理之中。幸好我命硬，经得起折腾。慕容秋芷扑哧一笑，认真道：公子还挺有自知之明。林洛尘没想到他不按常理出牌，忍不住老脸一红。怪不得他的贴身衣物如此大胆，原来是性格使然啊。慕容秋芷似乎看出他的为难，笑道：公子，我们坐下再说吧。两人在庭中落座，慕容秋芷动作娴熟的煮茶。平常我就自己一个人喝茶，难得有机会展示茶艺，公子可别笑话我。林洛尘在玉女峰上自斟自饮了上百年，对此深有体会。我一个山野村夫，有什么好笑你的？两人煮茶赏雪，彼此笑谈，像是多年知己，又似神仙眷侣。慕容秋芷看着飞雪，感慨道：希望若干年后，秋芷还有机会跟公子煮茶赏雪。林洛尘想起自己上一世老死，而冷月霜仍旧风华正茂，不由感慨万千。他能理解慕容秋芷的感受，因为两人身上有很多共同点。慕容秋芷不舍地看着林洛尘，低落道：一想到明日就要分别，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有缘自会再见。林洛尘轻声安慰，却见他突然抬头，眼中闪着希冀的光。那公子会回来看我吗？林洛尘怔了怔，这对你不好吧？与你名声，我这样的人本就没人愿意亲近，更不奢望婚嫁。慕容秋芷笑容凄美，只盼公子偶尔路过，能来喝杯清茶。晚风卷起满地飞雪，一如林洛尘此刻的思绪。他沉默片刻，终是点了点头。好，他能明白慕容秋芷的孤独，因为他在玉女宗也希望有人能看一下自己。当时来看他的人是冷月霜，他也希望自己能给慕容秋芷的人生多几分温暖。慕容秋芷脸上绽开绝美的笑颜，欣喜道：秋芷会一直等着公子的。夜幕降临，当慕容秋芷的身影消失在月门外，林洛尘长叹一声：最难消受美人恩啊。话音刚落，一阵熟悉的寒意袭来。冷月霜不知何时已站在院中，月光为他镀上一层银边。是吗？林洛尘吓了一跳，而后不知为何有几分慌张。你什么时候来的？来很久了，很久。冷月霜乃兄弟表示了自己的抗议。林洛尘故作听不懂。你找我有什么事？冷月霜抿了抿唇，不满道：接下来你有何打算？林洛尘坦白道：自然是去登仙大会。冷月霜皱眉：你当真要入魔道？魔道自在，正合我意。林洛尘顿了顿：你呢？该回玉女宗了吧？我不急。冷月霜不好意思道：我是出来游历的，去哪都一样，不如我们同行。什么？林洛尘倒退3步，警惕道：你不会看上我了吧？你少自作多情。冷月霜恼羞成怒，脸颊绯红，口是心非道：我只是想去见识登仙大会。林洛尘心中警铃大作，这女人要是看上自己了，那可就真完了。不了，你是正道，我是魔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不是还没入门吗？我心意已决。你我正邪不？正。冷月霜长剑出鞘，美目微眯。那我现在就出魔卫道。等等。林洛尘干笑道：这也不用这么急。冷月霜双手抱胸，哼了一声道：你为什么不肯带上我？林洛尘坦白道：我怕你看上我，抓我回玉女宗关起来。这句话让冷月霜瞬间从耳根红到脖颈。你他气得语无伦次，最后狠狠瞪了他一眼。可恶！白衣飘飘的身影怒气冲冲地离去，留下林洛尘对着满院月光发愁。完了，这好像甩不掉了啊！小楼内，烛影摇红，慕容夏竹拖着香腮，饶有兴致地看着慕容秋直嘴角掩不住的喜色。秋芷，你家林公子跟你说了什么？回来就一脸春心荡漾的模样。讨厌，姐姐，你乱说什么呢？慕容秋芷羞得满脸通红，慕容夏竹心中就更好奇了。好，秋芷，你就告诉姐姐呗。慕容秋芷玩着发梢，最终还是拗不过他，如实相告。慕容夏竹没想到他这样就满足了，恨铁不成钢的点了点妹妹的额头。你这傻丫头，人家就答应回来看你，就高兴成这样了。
慕容秋芷浅浅笑道：“姐姐，我是不幸之人，哪里敢奢求更多？而且我终究是会老会死的，就这样就挺好的。以后你拜仙门，我在你附近的小城住下，你偶尔下来看看我就行。”慕容夏竹心疼地将她搂进怀里，突然灵光一闪：“秋芷，要不这样，以后我去拜入林公子所在的门派，如何？”慕容秋芷一怔，随即眼眸亮了起来，却又忐忑道：“这会不会不太好？”慕容夏竹捏了捏他的脸，好笑道：“你这口是心非的小妮子，明明满心期待，还装模作样。”他拍了拍胸脯，豪气道：“就这么定了，除非他拜入和尚庙，否则我非去他门派不可。到时候你这丫头可得主动点，别白费了姐姐的一番苦心，知道吗？”慕容秋芷害羞地嗯了一声，姐妹俩依偎在床上，低声细语地畅想着未来。与此同时，城下地宫中，魔影静静悬浮在半空，面前浮现着姐妹俩谈笑的画面。她周围的青色河流已经染上一抹血色，正冒着黑气。魔影痴迷地看着投影中的那张绝色容颜，声音中带着近乎疯狂的虔诚。3天，只需要再等3天。翌日清晨，林洛尘如往常一般坐在慕容姐妹的小楼用膳。慕容秋芷神色如常，素手执碗，正在为林洛尘盛粥。直到听林洛尘说他明日一早离开的时候，他才顿了一下。冷月霜轻咳一声，看似随意道：“我也明天启程。”林洛尘暗自苦笑，这如影随形的架势还真甩不掉了。不过他目前确实是打又打不过，甩又甩不掉，拿冷月霜没半点办法。4人默默吃着早膳，谁也没开口，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林洛尘看着慕容秋芷那不舍的样子，心中叹息一声：难得来此一趟，临行在即，不知可否劳烦2位姑娘带我们游览一番。慕容夏竹立即应下，慕容秋芷明白他的意思，也展颜一笑，微微颔首。吃过早膳，一行人踱步出了慕容府邸，在城中闲庭信步。长街已恢复几分生气，商贩吆喝声此起彼伏，可林洛尘眼底却凝着化不开的阴翳。随着百姓回归，劫后余生的青石城已恢复几分生机。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孩童在巷弄间追逐嬉戏，茶楼酒肆飘出阵阵香气。然而这繁华景象却让林洛尘愈发不安，因为自始至终只有魔眼现世，却不见血迹大阵。这与前世传闻大相径庭，毕竟既然是血迹，肯定就得有血迹阵法。要么所谓的大阵是以讹传讹，要么就是慕容西尘还没来得及布置，再不然就是这座大阵还藏在某处，只是自己没发现。但这么大的阵法怎么可能彻底隐藏，完全不被人发现？难道他隐藏在日常事务中，让自己一叶障目？林洛尘目光扫过街边鳞次栉比的青石屋舍，突然灵光一闪，认真环顾一圈。2位慕容姑娘，青石城的建筑向来如此吗？怎么可能？慕容夏竹哑然失笑道：早年此地破败不堪，连城墙都没个像样的，直到大伯率族人前来，大兴土木，耗时10余年才建成如今规模。林洛尘追问道：都做了什么？慕容夏竹扳着手指细数，开凿河道，铺设青石路，修葺城中排水。城中排水？林洛尘敏锐捕捉到其中关键。青石城地势低洼，昔年逢雨必涝。慕容秋芷轻声解释道：自慕容家来了以后，定期维护水渠后，再未闹过水患。林洛尘追问道：既然青石城情况如此糟糕，当年慕容家为何会选定青石城？慕容夏竹回忆了一下，苦笑道：族人当中其实没几个想来青石城的，但父亲陨落后，慕容家在大都城独木难支，只能远走他乡避风头。三叔本属亿望月城，那里也没有大家族，而且交通方便很多。但大伯力排众议，坚持要来青石城休养生息，族人对此还颇有非议。林洛尘看着路边的青砖墙，半开玩笑道：这些青石砖该不会也是慕容家主发明的吧？慕容夏竹摇头道：这倒不是，青石砖由来已久。林洛尘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慕容秋芷却在此时补充了一句：不过制作工艺却是大伯改良的，他说事关民生，不得有半点偷工减料。此刻明明艳阳当空，林洛尘却通体生寒，喃喃道：又是他。冷月霜以为他是在感慨慕容东岳的功绩，也不由心生感慨，难怪徐城主如此信任他，这般为民操劳，倒真像是青石城的第2位父母官。慕容秋芷点头道：听闻当年城中不少百姓流离失所，还是大伯出资为他们建房。慕容夏竹冷笑道：可大伯出事时，这些百姓可没一个站出来替他说句话。3女的交谈声在林洛尘耳畔飘过，他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强压下翻涌的思绪，有些慌乱地求助识海中的曲灵英。曲灵英，整座青石城会不会本身就是一座大阵？曲灵英闻言一怔，迟疑道：你怀疑这些青石砖是绘制阵法的阵纹？你还别说，要是这些砖石是某种特殊材料，
倒还真有可能。林若尘闻言向慕容下竹求证，此地的土壤自古以来便是这般颜色。慕容下竹点头，是啊，不只是土壤，传闻早年连城中的井水都泛着青色，如今虽淡了许多，但若去城中老井打水，仍能看出有几分泛青。林若尘装出感兴趣的样子，还有这等奇事，带我去看看。一行人来到城中古井旁，井边的妇女见慕容秋芷走近，纷纷避让，眼中带着嫌恶之色。有人似想开口讥讽，但瞥见一旁的冷月霜，又讪讪闭了嘴。井绳吱呀作响，一桶清水被提了上来，阳光斜照，水面泛着诡异的青芒，可掬在掌心时，那抹青色却又悄然隐去。果然有趣。林若尘唇角微扬，笑意却不达眼底。鼠鼠突然从他怀中爬出来，扒拉着桶沿，滋滋乱叫，似要扑进水中。林若尘一把捏住他的后颈，低笑道：小家伙，这水可洗不得。鼠鼠还想说什么，看到他眼中的警告，顿时就老实了。好吧，这孩子看样子随他爹，应该吃不了亏。林若尘按耐住自己去找徐振要城中图纸的想法，脑中疯狂思索对策。此刻四周的窃窃私语不断传来，那些长舌妇指指点点，眼中满是对慕容秋芷的厌弃，仿佛他连靠近井水都是一种玷污。林若尘看了他们一眼，顿时吓得他们作鸟兽散。林若尘看着慕容秋芷低垂的眉眼，借题发挥道：既然如此，我们不如出城走走，有冷月霜在侧，诚为形同虚设。几人顺利出城后，林若尘仰头望向苍穹，故作轻松和豪迈。登高方能望远，我们到天上瞧瞧，看看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冷月霜似有所悟，祭出飞舟，带着众人飞上云端，青石城全貌尽收眼底。盆地之中，屋舍错落，街巷纵横，看似杂乱无章，却又隐隐暗合某种玄妙规律。还真被你小子说中了。曲灵英倒吸一口凉气，感慨道：这整座城竟真是一座大阵。看来这些青石砖和此地的河水都非比寻常，是天然的阵纹载体。布阵者手段很巧妙，将完整的阵纹拆分成几部分，明暗叠加，群山为环，流水为纹，城中的建筑、街巷、排水沟渠乃至地下暗流，皆是大阵的一部分。林若尘心头狂跳，追问道：城中所有房屋都是阵纹的一部分吗？当然不是，曲灵英解释道，城中很多房屋只起干扰作用，属于阵纹中的废纹。这布阵者的心思是绝了，如果不是带着这是阵法的想法，就算凌空俯瞰，谁又能想到这座看似寻常的城池竟暗藏如此大阵？林若尘又问道：能看出是什么阵法吗？曲灵英沉吟道：从地面上的阵纹来看，此阵凶煞，应是血祭之阵。林若尘心思急转，此刻一切线索终于串联成线，而后如芒在背。他蓦然转头看向慕容姐妹，沉声道：两位慕容姑娘，跟我走吧。慕容秋芷美目亮晶晶看着他，唇瓣轻颤，美眸中满是激动。慕容夏竹瞪大眼睛，错愕道：我也要走吗？林若尘点头道：当然。慕容夏竹脑袋嗡嗡的，这人怎么回事？你私奔就私奔吧，带上秋芷就算了，还要带上自己，难道想左拥右抱，比翼齐飞不成？冷月霜也错愕地张开樱桃小嘴，小脑袋半天没转过来，自己是不是不应该在这艘飞舟上？慕容秋芷对于林若尘要带上慕容夏竹一起走，倒是没有任何意见，他只是轻声问道：什么时候走？冷月霜闻言欲哭无泪，他甚至没问去呢，自己好像真有点多余啊。林若尘神色凝重，即刻动身，越快越好。啊！慕容秋芷面露亚色，皱眉道：不回城向大伯辞行吗？不必了。林若尘摇头道：如果不是必要，不要再进入青石城中。此话一出，三女都愣了一下，随后意识到不对劲。冷月霜眉梢微挑，敏锐道：怎么回事？可是城中要出事。林若尘一时之间进退两难，若如实相告，这姑奶奶怕是更要趟这趟浑水。但不说吧，没有她保护，自己怕是难以安然带着慕容姐妹离开青石城。想到这里，他叹息道：你先设下结界，确保没人能窥探我们的谈话，尤其要封住那魔蛛气息。冷月霜知道情况严重，二话不说布下禁制，同时将魔蛛给封印起来，哪怕修为远高于我，也无法窥探我们的谈话。你放心说就是。林若尘这才沉声道：青石城怕是覆灭在即。什么？慕容姐妹齐声惊呼，冷月霜更是愕然。这是为什么？慕容西尘不是伏诛了吗？林若尘摇头道：慕容西尘只是一个弃子，或者说是替死鬼，真正在城中作恶的妖魔还逍遥法外，甚至还布下了一座血祭大阵笼罩全城。冷月霜皱眉道：可是我们不是找过，根本没有什么大阵啊。林若尘指向下方城池问道：你看这青石城和四周群山，
像不像大阵？这怎么可能？冷月霜下意识想否定，但看着城中看似随意的街巷走向，却不由呆住了。整个青石城的确有阵纹的味道，如果再搭配上环绕的群山，就更像了。整座青石城就是一座大阵，城中的青砖流水都是阵纹一部分。林洛尘把曲灵英的推测娓娓道来，把冷月霜听得一愣一愣的。按你的意思，慕容家主岂不是操控一切的幕后黑手？林洛尘迟疑道：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主谋，但他绝对与此事脱不了干系。他倒是更希望慕容东岳是主谋，毕竟那样情况还没这么棘手。慕容东岳最多是夺舍的魔物，或者机缘巧合得知青石城的秘密。但如果慕容东岳不是主谋，那背后定然还有高手在暗中虎视眈眈。慕容秋芷还是有些难以置信。林公子，这会不会是误会？这阵法有其他用途？冷月霜摇头道：不，如果真是阵纹，阵纹诡异，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慕容秋芷失望喃喃道：大伯为什么要这样做？冷月霜目光微寒，冷声道：这就得问他了。林洛尘提醒道：不管如何，我们当务之急还是尽快离开青石城。冷月霜却摇了摇头道：如果真像你说，城中百姓危在旦夕，我们岂可一走了之？洛尘，这妖魔没敢直接对我出手，更是想骗我离开，说明他并没有我强。我们如今已经知道他的打算，正好可以破去城中阵法，将这捣鬼的妖魔揪出来。林洛尘诧异地看着冷月霜，不得不承认，胸大没脑可能是错的。这女人还是有点脑子的，但她实在不愿意卷入这场风波之中。林洛尘对自己实力认知很清晰，救国救民的事情轮不到他来做。虽然于心不忍，但城中百姓与他非亲非故，他犯不着为他们赌上性命。既然如此，那冷仙子加油，我看好你，祝你五运昌隆。冷月霜顿时一秒破功了，错愕道：你不陪我？林洛尘果断摇头道：我个练气境的凑什么热闹，我还得赶赴登仙大会呢。冷月霜可怜兮兮看着他：到时候我御剑送你，保管误不了。林洛尘还是坚决摇头。冷月霜连忙看向慕容姐妹两人。慕容秋芷回望着城中炊烟，欲言又止，但慕容夏竹瞥了他一眼，摇了摇头，他终究还是没开口。他做不到慨他人之康，让林洛尘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冷月霜见众人都不站在自己这边，也不再多言。既如此，你们先行离开，我自己回城中找慕容东岳当面对质。林洛尘连忙拉住他，沉声道：你这样会打草惊蛇的。冷月霜苦笑一声道：你又不帮我，我也只能想到这种方法了。若是不可为，我会自己逃出城外。你们先行离去，不用等我。林洛尘看着他，无奈问道：这人就非救不可？冷月霜嗯了一声道：力所能及，却见死不救，与我所修之道相悖。我会见机行事的，如果太危险，我也会自行离开，你不用担心。林洛尘看着固执的冷月霜，无奈叹息一声。如果那魔物真像自己想象中那么强，自己不告而辞，定然打草惊蛇。没有冷月霜保护，自己带着慕容姐妹，怕是都走不了多远。如此一来，在外面还没跟着冷月霜安全呢，起码她还能保护自己。罢了罢了，我便再舍命陪你一回，若有什么变故，你可得保护我。话音未落，冷月霜便绽开笑颜，恰似3月桃李竞放，连山间雾气都为之明媚几分。你放心吧，有我在，你死不了的。林洛尘看着眼前美景，无奈摇了摇头，歉意看向慕容姐妹两人，要让你们陪我们一起冒险了。慕容秋芷摇了摇头，展颜一笑道：公子言重了。慕容夏竹知道自家妹妹心系城中百姓，也只能舍命陪他们疯了。既然决定了，我们还是想想怎么破局吧。如果大阵依托于房屋，不如毁屋破阵。林洛尘摇头道：不妥，10几年布局，岂会没有后手？况且入魔根源尚未查明，万一暗中妖魔让百姓集体入魔，就麻烦了。慕容秋芷迟疑道：入魔根源不是那颗魔珠吗？林洛尘分析道：应该不是，魔珠能交给我们，恐怕也是个幌子。冷月霜以手托腮，提议道：要不我们故技重施，假装离开，等他自己露出马脚。林洛尘看着四周群山，眉头紧锁，手中折扇轻轻拍打掌心。等他露出马脚，城中血祭大阵怕是已经启动，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上次鼠鼠钻进地下暗河，城中就出事了，没准地下暗河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今晚一探究竟，如果没有收获，我们明日佯装离城，再从城外水系开始调查。冷月霜点了点头，跃跃欲试道：就按你说的办。能跟林洛尘一起行动，这让他心中淡定不少，不再茫然失措。慕容夏竹好奇道：那我们姐妹呢？林洛尘闻言犹豫片刻，开口道：你们找个理由跟我们一起走。虽然突然带走他们可能会打草惊蛇，但他还是更在乎慕容姐妹的安危。毕竟如果慕容东岳真是天魔圣体，
第一个要血祭的就是慕容家族的人。慕容下主点头道：那我们用什么理由跟你们走？他自然知道这样可能打草惊蛇，但对他而言，自己和妹妹的安危才是重中之重。林若尘沉吟片刻，折扇轻摇：不如就说冷仙子看中你们的资质，欲带回妙音门培养。慕容秋只尴尬道：可我不能修炼啊。无妨。林若尘淡淡道：随便找个理由，就说你体质特殊，带回宗门研究也行。慕容秋只轻轻应声，眼底闪过一丝失落。林公子就不能说是他想带自己走吗？就算是假的，那也可以啊。林若尘哪里知道慕容秋芷的小女人心思，此刻一门心思在城中事情上。他仔细制定了行动计划，连鼠鼠都给被安排了探路的任务。林若尘希望鼠鼠能发现地下的秘密，最好能带他们通过水路进入。毕竟鼠鼠能钻地，他们可不能钻地。鼠鼠，你记住，找到路线即可，切勿打草惊蛇，以自身安全为重。鼠鼠连连点头，滋滋两声，黑豆般的眼睛滴溜溜转着，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最后，林若尘环视众女，回城后一切如常，明日再按计划离城。切记不要露出破绽，也不要在外体及此事，尤其提防慕容东岳。众女纷纷点头，一副乖巧的样子，让林若尘差点以为自己是一家之主了。冷静冷静，不能沉溺于女人的温柔乡中。林若尘长舒一口气道：走吧，我们回去吧。这话一出，他感觉体内的宿命轮回诀前所未有活跃，灵力涌动不断。随着青莲猛地一摇，一股阻塞被冲开的舒畅感油然而生。林若尘在这个节骨眼成功踏入了炼气8层，这让众女目瞪口呆。冷月霜更是欣喜道：你看，好人还是有好报的。林若尘却没有太多喜意，因为这更像是宿命轮回诀感应到危险了。冷月霜不明白他的忧虑，斗志昂然地带着众人向青石城飞去。半路上，慕容东岳急匆匆御剑飞来，额角隐有汗珠。看到几人，他如释重负：谢天谢地，冷仙子，你们还没走。林若尘本就对慕容东岳心存怀疑，此刻更是觉得不对劲。慕容东岳为何如此紧张？难道自己4人之中有他的真正目标？慕容家主这么急着找我们有事？慕容东岳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试图圆场：老夫这不是怕2位不辞而别吗？林若尘微微一笑道：我们只是出城赏景罢了，让慕容家主挂心了。慕容东岳笑道：实不相瞒，其实老夫跟徐城主为2位准备送行宴。徐城主知道冷仙子不喜喧闹，宴会就只有我们几人，还望2位赏光。冷月霜看向林若尘，林若尘不动声色点了点头，他才答应下来。你们倒是有心了，我会准时赴宴的。慕容东岳满脸笑容道：那我就在府中恭候2位大驾了。冷月霜点了点头，一行人向着青石城飞去。林若尘也不急着开口，打算在宴席间再提带走慕容姐妹之事，毕竟越晚开口，对方越难防备。回到城中后，鼠鼠悄无声息地从林若尘身上溜下来，他小爪子飞快刨动，很快就轻车熟路地钻进土里，向地底钻去。这可是自己的第一个正式任务，必须办得漂亮。入夜，慕容府内灯火通明，丝竹声声。徐震满面红光地举杯起身：此番多亏冷仙子和林公子除魔卫道，青石城方能重归安宁，老夫代全城百姓敬2位一杯。冷月霜端坐席间，一言不发，只浅浅抿了一口果酒，神色清冷如霜。月光透过雕花窗棂洒在他身上，更衬得他宛如9天仙子，不染凡尘。徐震也不以为意，笑着拍了拍手，2名侍女分别给林若尘2人送去一个储物袋。冷仙子，林公子，这是在下和青石城百姓的一点心意，还望2位笑纳。冷月霜有些不知所措，但林若尘却坦然收下，还给他使了个眼神：该拿就拿，别装什么客气。你个败家娘们，你不要给我啊！冷月霜在他的眼神压迫下，只能不好意思地收下，脸上有些挂不住。徐震见他收下礼物，顿时如释重负，笑容灿烂起来。慕容东岳见状，也给2人各送上了一份礼，小小薄礼，不成敬意。林若尘自然知道这是看在冷月霜的面子上给他的，却来者不拒。这是自己应得的，毕竟稍有不慎，自己就被冷月霜抓回玉女宗了，自己才不是吃软饭。林若尘看在林石的面子上，跟慕容东岳2人推杯换盏，气氛融洽。酒过3巡，席间气氛渐酣，林若尘向冷月霜使了个眼色。冷月霜轻声开口道：慕容家主，我想带2位慕容姑娘回妙音门，你意下如何？什么？慕容东岳闻言手一抖，错愕看着他。仙子此话当真？这是当然，可秋芷她无法修炼，她们姐妹情深，我不忍拆散。冷月霜一本正经道：况且秋芷姑娘体质特殊，带回宗门或许另有收获。就算她真无法修炼，我妙音门也不差这点资源，慕容家主不必担忧。
慕容东岳看向慕容姐妹，迟疑道：“你们姐妹意下如何？”“我们愿意。”姐妹俩异口同声。慕容东岳强自镇定心神，勉强装出一副为他们高兴的样子。“既然如此，等周长老他们回来，把你们姐妹的那份。”冷月霜打断他的话，淡淡道：“不必了，这些资源留给慕容家就算了，我自会补偿他们。”见推脱不得，慕容东岳心思急转，意识到可能哪里出问题了。两位侄女猛冷仙子垂青，老夫喜不自胜，还请冷仙子多多照顾他们。冷月霜点了点头，林洛尘心中则长舒一口气。看来慕容姐妹并非血迹的关键，只是可有可无的祭品罢了。慕容东岳看向慕容姐妹，递给他们一个储物袋。夏竹、秋芷，你们要走了，大伯也没什么，给你们，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这是大伯个人所赠，不属于族中之物，你们放心拿着，没人会说什么。只要大伯还在慕容家一天，这里永远是你们家，你们随时可以回来取走属于自己那份。他这情真意切的样子，别说慕容秋芷了，就连慕容夏竹都有些动容。眼看两人都要哭出来的样子，徐震连忙起来打圆场：“这可是大喜事啊，都别愁眉苦脸的，又不是不回来了。”两位侄女成功拜入仙门，我敬两位侄女一杯，祝两位前程似锦。慕容姐妹连忙端起酒杯回礼，众人推杯换盏，气氛又变得热闹起来。散席后，慕容姐妹的小楼中，林洛尘四人围在桌边，鼠鼠在桌上用小爪子在地上画出复杂的水道图。按鼠鼠的意思，水下四通八达，有灵力屏障存在。他怕打草惊蛇，不敢深入探查，只能在外围探查一圈。冷月霜沉吟道：“要不我下去查探一下？”林洛尘点头道：“我陪你去吧。”冷月霜不知道想到什么，俏脸微红，轻轻嗯了一声。他在四周布下阵法，将魔眼封在其中，以免暴露自己两人行踪。临行前，冷月霜给慕容姐妹留下数道符箓，确保万无一失。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这里。姐妹俩郑重点头。冷月霜带着林洛尘瞬间消失在场中。慕容秋芷忧心忡忡道：“希望林公子他们平安。”慕容夏竹拍拍他的肩：“放心，有冷仙子在，不会有事的。”慕容秋芷嗯了一声，却仍旧忧心忡忡。与此同时，地下宫殿，尊上，不好了，那姓冷的女子要带走慕容姐妹二人。慕容东岳神色着急万分，那道魔影变幻不定，眼中寒意涌动。我早已知晓，他们正准备下水探查，看来是已经发现了。既然如此，等他们下水以后便启动计划吧。慕容东岳愣了一下，却也果断点了点头。属下明白了，我这就去准备祭品，开启幻魔阵。等他离去后，魔影手中施法，四周的流水奔涌不休，丝丝的魔气和血气从流水中涌出，仿佛有无尽的冤魂在其中哭嚎。既然你们想死，我就成全你们，用你们的鲜血为陛下洗尘。城中古井处，井水幽深，倒映着冷月如霜。突然，一个女子带着男子从天而降，如月宫仙子凌晨一般。林洛尘看着静谧的井水，这才想起一件尴尬的事情，自己好像闭气不了那么久。鼠鼠从他怀中跳出，滋滋两声就往水井中跳去。冷月霜耳根发红，羞涩道：“洛尘，我们也走吧。”他拉着林洛尘往井中一跃，两人如同殉情一般，双双跳入水中。而在两人入水后，城中水井莫名升高，各种水闸被打开，排水渠涌入无数流水。这些流水泛青，更是有丝丝血色在里面，升腾起阵阵黑光，弥漫在城中四处。城中百姓被黑气笼罩以后，纷纷如坠噩梦之中。特别是那些土生土长的青石城人，更是头上黑气涌动。古井之中，鼠鼠在前面带路，冷月霜拉着林洛尘紧跟其后。鼠鼠四肢滑动，速度居然一点也不慢，看得林洛尘都傻眼了。真人不如鼠呗。两人跟着鼠鼠一路前行，很快就进入了地下暗河之中。他们继续下潜，四周变得暗淡无光，湖水反而变得暖了起来。冷月双周身泛起白光，照亮四周，衣袂飘动间飘逸如仙。他突然感觉手中微微紧了起来，不由回眸看向林洛尘。只见林洛尘俊脸涨红，神色有几分痛苦，显然是憋不住气了。冷月霜这才回过神来，俏脸微红，正打算找个管子给他渡气。林洛尘哪知道他的想法，直接一把将他拉了过来，吻了上去。在他看来，一回生两回熟，都亲那么多次了，也不差这次了。冷月霜呆住了，这人怎么可以随便亲自己？好过分！他下意识想推开林洛尘，却被他熟练的抓住，反手就是一巴掌打在他屁股上。冷月霜顿时跟被打了7寸一样，娇躯僵住，瞪大了美目，茫然地看着他。他为什么对自己的反应这么熟练啊？冷月霜突然想起在山洞中时候林洛尘说的话，心中一团乱麻。难道他真是自己未来夫君？冷月霜大脑乱糟糟的，连要干什么都不知道了。两人在水下拥吻着，
静静往水底沉去，把鼠鼠都看傻了。不是，你们这要去哪里？片刻后，林洛尘控制住乱跑的手，以大毅力松开了冷月霜。冷月霜眼神迷离，看上去倒像是被林洛尘吸干氧气、缺氧一样。林洛尘在他面前挥了挥手，他才俏脸微红的回过神来，害羞的白了他一眼。你怎么可以随便亲人家？林洛尘可没有传音的本事，只能指了指下方，示意正事要紧。冷月霜不满地撅着嘴，委屈巴巴地拉着他继续下潜。可恶的家伙，每次占完便宜就跑。这城下的暗流错综复杂，差到极多，很多地方只能勉强容纳两人通过。两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复杂的河道，而通过光亮可以看到河水开始泛青。看着这错综复杂的暗河，冷月霜总感觉有些熟悉，但神识在这古怪的水和土壤中被压制，无法扫得太远。就在此时，林洛尘捏了捏他的手，而后点了点自己的唇。冷月霜顿时俏脸通红，还没来得及反应，林洛尘就又亲了上来。他欲哭无泪，你这就叫打招呼了吗？我还没同意啊！青石城中，随着一声痛苦的嚎叫响起，阵阵咆哮声此起彼伏，城中百姓惊叫不断。酒后正睡得正香的徐振被外面的惨叫声惊醒，等听清楚声音的时候，他酒意瞬间全无，匆匆走出门外查看。只见府中不少守卫周身黑雾缠绕，向着其他人杀去。府中刀光剑影，不少人岌岌可危。徐振迅速出手，斩杀一个入魔守卫，救下一个守卫。这到底怎么回事？被救的守卫狼狈道：城主，我们也不知道啊，他们突然跟风了似的。徐振连忙驾驭法器御风飞起，却见城中到处喊杀一片，不少地方火光冲天。城中入魔者的数量远超任何一次，整个青石城笼罩在一片黑气之中。徐振如坠冰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噩梦一般，只想赶快从梦中醒来。慕容府中，慕容姐妹听到府中的惊叫声，连忙跑到围栏边向外看去。只见府中不少下人入魔，正疯狂猎杀其他人，府中乱成一团。姐姐，这是怎么回事？慕容夏竹将慕容秋芷抱在怀中，柔声安慰道：没事的，有姐姐在。此刻一道身影迅速腾空而起，慕容东岳的声音响彻府中。城中有人入魔，府中所有人速到前院集合。慕容秋芷看向慕容夏竹，慕容夏竹不动声色，轻轻摇了摇头。如今城中这种情况，只要楼不塌，他都不会带慕容秋芷出去。几个入魔的丫鬟向着他们的小楼冲来，慕容夏竹正打算出手，但那几个丫鬟才刚刚靠近，就撞在了屏障上，被弹飞出去，摔得七荤八素。他们很快又爬了起来，又冲过来，而后又被弹飞出去。慕容秋只看着那几个丫鬟，突然道：姐姐，入魔的怎么好像都是青石城本地人？慕容夏竹也发现了，那些跟慕容家从大都城跟过来的丫鬟都没有入魔。难道土生土长的青石城本地居民有什么特殊吗？但还没等他想明白，就感觉到有些头晕，一股恶心感油然而生。慕容夏竹回头看去，只见那颗魔眼泛起诡异的光芒，外界不断有黑气被他召唤，涌来与屏障相碰，发出滋滋的响声。慕容夏竹暗叫不妙，这魔眼怎么突然活跃了起来，还能召唤魔气？但对此他也束手无策，只能看着魔眼不断冲击，外界入魔者前赴后继，一时之间内忧外患。而在慕容府的前院之中，不少族人在护卫下冲到此地，汇聚在一起。慕容博兄弟惊慌失措道：大伯，现在怎么办？其他族人也七嘴八舌道：魔头不是已经除了吗？慕容博，是不是你们在搞鬼？慕容东岳沉声道：都静静，人都来齐了吧？众人点了点头，有人惊慌道：应该都来了，家主，你快带我们走吧。慕容东岳拿出长剑，点了点头道：好，我这就送你们走。他手中掐诀，长剑化作数十道剑光在半空中盘旋，而后猛地下压，随着剑光如雨落，场中顿时惨叫连连，死伤惨重。虽然有人反抗，但根本不是慕容东岳的对手，很快死在他剑下。慕容东岳无儿无女，妻子早已经离世，无牵无挂，下手毫不留情。片刻后，所有集合在前院中的人尽数倒地，场中尸横遍野。还有人气息未绝，难以置信道：家主，为什么？慕容东岳一剑斩落，冷漠道：因为家族需要你们贡献了。那人到死都不敢相信，这个众人口中的谦谦君子会变成恶魔。慕容东岳根据自己送给慕容姐妹的储物袋，确定了两人的位置。他看了一眼慕容姐妹所在的院子，头也不回，向着城主府飞去。地下暗河中，一片灵力屏障之前，鼠鼠疯狂啃噬阵法，他身后的两人也在抱着啃，活脱脱欺压灵兽现场。片刻后，鼠鼠终于在屏障上啃开了一个口，手舞足蹈的叫两人先别啃了。冷月霜回过神来，连忙推开林洛尘，俏脸在水下也红彤彤的。
你亲就亲，又伸舌头，又捏自己屁股，想干什么？林洛尘眼神躲闪，该死，这本能反应还真不好控制。就在此时，从那破开的屏障内钻出来不少魔物小星。冷月霜传音一声，手中长剑挥舞，将那些窜出来的魔物尽数斩杀。这些魔物不像是妖兽，更像是水中的鱼类魔化变异的样子。走！冷月霜感觉到自己来对了，连忙拉着林洛尘顺着河流逆流而上。进入屏障内，越是靠近源头，魔气就越是浓郁。林洛尘两人逆流而上，向着源头而去，一路上的魔物根本阻拦不了两人。片刻后，上方有水光晃动，两人从水中冒出，却是一个辽阔无比的岩洞。林洛尘泡在水中，如释重负，重重喘息道：“终于出来了。”冷月霜嗯了一声：“走，我们再往前看看。”他带着林洛尘腾空而起，顺着河流逆流而上，探索着宽阔的岩洞。这片岩洞也不知道多大，下方流淌着数条地下河流，似乎有一个共同源头。此刻没有了古怪的河水干扰，冷月霜果断将神识散开，探查附近情况。片刻后，两人来到一处收窄口，冷月霜神色凝重地伸手按在岩壁上面。这怎么可能？他睁大了美目，仿佛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怎么了？林洛尘连忙询问。冷月霜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直接用手点在他眉心，共享自己神识所见。林洛尘也看到了隔壁还有一个巨大的岩洞，却不明白他在震惊什么。冷月霜提醒道：“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巨大的心脏？”这一路过来，他就感觉路上错综复杂的暗流，很像是经脉和血管。刚刚发现隔壁还有一个空间后，这个念头就再也按捺不住了。林洛尘如遭雷击，难以置信道：“不可能吧？”冷月霜拉着他继续寻根溯源，林洛尘也不得不承认，这形状确实很像心脏。片刻后，两人来到的几条河流的源头之处，此刻两个岩洞在此地彼此相对，但这种左右心房连通的情况却没让林洛尘高兴，因为上方还有一个菱形的大洞。通过两人共享的神识，他隐约可见一条条巨大的阴影横于空中，如同肋骨一般。这分明是心脏被人洞穿，才导致左右心房彼此相连。操，这是什么怪物？林洛尘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震惊，没想到屈灵音居然给他答复了。这是上古魔神的尸体，怪不得此地的土壤如此特殊，原来地下埋藏了一具上古魔神。林洛尘连忙问道：“上古魔神？”屈灵音点头道：“对，这是一具不知道死了多少年的上古魔神尸体，他的魔血渗入土壤，经年累月才染出了这些青土，又被烧制成石砖。这些带有魔血的青石砖就成了绝佳的镇魂材料，却也只能承载魔阵。青石城就建在这魔神的躯体上，甚至这块盆地可能就是他陨落时候砸出来的。”林洛尘想象着一尊巨人从天砸下，将群山砸塌，被群山掩埋的画面，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说实话，这种情况实在超出他的想象了。冷月霜小手一指，惊讶道：“那边有一座宫殿。”林洛尘看去，果然见那河流交汇之地有一片浮岛，一座宫殿立于其上。浮岛四周不断涌出流水，向着四面八方奔涌而去，仿佛当年渗下去的血液都涌上来了。此刻，宫殿上缠绕的魔气以及耀眼的血光，一眼看去就不是什么善地。冷月霜也意识到情况不对，神色凝重，将唯一的挪移符交到林洛尘手中。“洛尘，我们过去看看，情况不对的话，马上激活挪移符离开。”林洛尘点了点头，也神色凝重的被他带着向那座宫殿飞去。两人飞落在地宫前方，小心翼翼往里面走去。进门就看到一个传送阵，不过阵法暗淡，显然被人彻底关闭了。而地宫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祭坛，此刻正泛着悠悠血光，四周魔气阵阵。冷月霜惊呼道：“不好，阵法已经启动了！”他们一路上虽然看到魔气，但都以为本来如此，完全没想到阵法已经被启动。他正打算出手打断，但一阵阵魔气汇聚而来，将他的攻击给拦住。魔气在祭坛中汇聚，化作一个模糊不清的窈窕黑影。他周身缠绕着森然魔气，身形时聚时散。一个陌生的女子声音从中传出：“呵呵，你们两个一路上卿卿我我，再晚点怕是都能给青石城的百姓收尸了。你这状态，我开始怀疑慕容东岳的判断了。你怕不是真是妙音门妖女吧？”冷月霜俏脸一红，警惕地看着那道魔影：“你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做什么？”魔影呵呵一笑道：“如你所见，血祭整个青石城，恭迎我主归来。”林洛尘皱眉道：“你主，这具巨大的上古魔神吗？”魔影看着他，眼中闪过一抹杀意，冷笑道：“小子，下地狱去问阎王吧。”他猛地一张手，一道道魔气混杂着血气，向着林洛尘两人涌来。冷月霜脸色巨变，手中光华一闪，长剑在手，一道道月刃斩出去。“你这妖魔，受死！”但魔影依然不惧，冷笑道：“
若在外面我还记你3分，你自投罗网，乖乖受死吧。他浮在半空中，手中施法催动无数的魔气涌来，让冷月霜神色微变。这魔影并不比他强，但此地到处是魔气，属于对方的地盘。而且这里不见天日，在缺少月华的情况下，冷月霜实力大幅度下降。此消彼长之下，他还要护着林洛尘，束手束脚，还真奈何不了这道魔影。魔影看着冷月霜手忙脚乱的样子，忍不住嚣张的大笑起来。我本不想杀你们，谁知道你们非要自寻死路。你们2个若是识趣，乖乖让我种下奴印，效忠陛下，还可免于一死。冷月霜冷喝道：你这妖魔死到临头还痴心妄想，赶紧将阵法停下。魔影号整以侠道：阵眼就在这里，你有本事就来阻止我啊。此刻林若尘识海中的屈灵英意识到大事不妙，连忙提醒他：小子，此阵要么是想唤醒这上古魔神，要么是想抽取他的力量。不管如何，一旦成功，都不是你们2人能对付的，还是赶紧离去。他虽然有手段，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魔神真复苏，他怕是也得跟着林洛尘在此饮恨。林洛尘倒是想走，但阵眼就在眼前，冷月霜显然不可能这么轻易离去。他镇定心神，心思急转，细细回想目前的线索，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都变慢了。电光石火之间，林洛尘抓住了那一抹一闪即逝的灵感。冷月霜，你不要上他当，阵眼怎么可能这样明目张胆放你眼前？这绝对是假的。而且他刚刚说他本不想杀我们，说明他是被迫启动阵法。那他的真正目的是慕容姐妹，我们赶紧离开此地，不要上了妖魔的当。魔影眼中满是震撼，如果不是魔气遮掩，怕是早已经露馅了。自己一共也没说2句话，怎么有种入库都被扒光的感觉？冷月霜闻言若有所思，果断激活手中的小魔衣服。林若尘没想到这女人这么听劝，顿时欣喜若狂。魔影气急败坏，更是厉笑一声：哪里逃！眼看魔影气势汹汹掠来，冷月霜一把将林若尘推开，把小魔衣服贴在他身上。此地危险，你先出去保护他们，我斩了此魔就去找你。不管林若尘说的是不是真的，但阵眼就在眼前，他不可能轻易放弃。林若尘身不由己倒飞出去，看着冷月霜持剑的背影，气得肝疼。冷月霜，你疯了！冷月霜一剑插下，四周白光萦绕，将袭来的魔气尽数挡下。他回眸一笑道：你放心，我不会死的。林若尘还想说什么，但眼前光华一闪，消失在了场中。冷月霜持剑傲然而立，眼眸中隐隐泛起红光，衣裙飘飞。你这妖魔，准备好受死了吗？青石城外的树林之中，林若尘带着鼠鼠突然出现在半空中，不由暗骂这小挪移扶坑爹。虽然将出口定在半空中，能避免卡死在土里，但容易摔死啊。林若尘连忙施展御风术，飘落在树上，才避免了摔死的尴尬。他环顾一圈，很快就看到了远处正燃着火光的青石城。该死，这血祭阵法真启动了。林若尘叹息一声，对鼠鼠道：鼠鼠，你快走吧，后面会很危险。鼠鼠连连摇头，滋滋叫着，一副做鼠要讲义气的样子。林若尘拍了拍他的小脑袋，眼神坚定地看着远处的青石城。行，那我们就一起去闯一闯这龙潭虎穴。他脚尖轻点，周身狂风呼啸，义无反顾地向着青石城狂奔而去。曲灵英着急道：喂，小子，你不是向来很冷静吗？这时候不逃，还冲进城里面干什么？会死的，你知不知道？林若尘淡淡道：知道，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他心中有些无奈，谁叫自己又摸又看的，算是自己欠他们的。青石城中，徐震捂着胸前的伤口，手中长刀凶狠地劈着，愤怒地冲着慕容东岳咆哮。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身上的剑伤疼的锥心，但更让徐震心寒的是好友的背叛。他明明是这么相信眼前之人，把对方当成至交好友，却不料对方居然趁他不备偷袭。如果不是他穿着法袍，再加上躲得快，这一剑就能要了他的命。慕容东岳身边长剑环绕，从容着御剑攻击着徐震，语气平淡而冷漠。因为我不想死，我明明比他们都出色，为何要受限于所谓的资质？我不甘心，我也想不死不灭，我也想成仙做祖，我也要叱咤风云。徐震痛心疾首道：所以你就血祭全城百姓，以图一己之私，你这与妖魔何异？慕容东岳淡淡道：只要能达成所求，就算是化作妖魔又如何？徐震，念在你我多年好友的份上，只要你投降，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徐震怒极反笑道：慕容东岳，相交多年，你是一点都不了解我啊！老子是魔修，但不是妖魔，老子就算是死，也不与你妖魔同流合污。兰州的修士虽然修魔，但与吃人的妖魔不同，本质还是人，并不是畜生。魔修讲究随性而为，
随心所欲，虽然离经叛道，但不至于滥杀无辜。如果不是有深仇大恨，又或者足够的理由，魔修也不会轻易屠城灭族。那些以杀人为乐、屠城炼宝者，在魔修中也是过街老鼠，只能逃入幽州魔族领地。毕竟没有普通百姓，哪里来的修道后辈给他们剥削？哪里来的美人寻欢作乐？做人不能涸泽而渔，要细水长流。慕容东岳失望道：既然如此，还请道友赴死。他下手越来越狠，剑光如雨，攻击猛烈异常，招招直奔徐震的命门。徐震没把握突围而出，索性怒吼一声，直接用出同归于尽的招数。慕容东岳，老子死也要带上你下地狱。他回光返照一般，在慕容东岳和众多入魔者如入无人境，越打越强。慕容东岳也不得不避其锋芒，眉头直皱。徐震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青石城人，否则也不用这么麻烦。毕竟青石城本地人世世代代喝此地被魔血污染的水，身体早已经被侵蚀，只要被魔气干扰，便会直接入魔，毫无反抗之力。徐震虽然也在青石城多年，但有修为在身，能扛得住魔气侵染。更让慕容东岳着急的是，他发现慕容姐妹正在飞快往城外逃去。城中街向上，慕容夏竹拉着慕容秋芷向城外逃去，挥手甩出几道锋刃劈飞来袭的入魔者两人身后，一颗泛着幽光的魔眼悬于空中，对两人紧追不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入魔者从四面八方冲出，前赴后继地向着两人扑来。他们手脚并用，在屋顶和墙壁奔跑，速度极快，而且不知疼痛，无所畏惧。如果不是冷月霜不少的符箓，加上这些入魔者似乎有所忌惮，两人怕是早已经交代。但即便如此，慕容夏竹手中的符箓也已经所剩无几，眼看就要山穷水尽。慕容夏竹两人被入魔者逼到死胡同，看着入魔者缓缓靠近，眼中满是不甘。虽然不知道这些入魔者为什么不伤自己两人，但想来不会是什么好事。他们不会是想抓自己两人回去繁衍后代吧？这样的话，还不如死了算了。秋芷啊，看来话本里面都是骗人的，没有英雄救美啊。慕容秋芷也苦中作乐道：万一有呢？慕容夏竹想到自己刚刚的猜想，打趣道：要是长得还行，可以考虑以身相许。话音刚落，一道身影从屋顶一掠而出，撞飞屋顶上的入魔者。那人从天而降，数道剑气斩落，将包围两人的入魔者尽数击飞出去。林洛尘持剑而立，白衣猎猎，回头问道：你们没事吧？慕容夏竹张开樱桃小嘴，错愕道：林洛尘，你一直在附近猫着吗？林洛尘将两女护在身后，皱眉道：什么鬼？他进城以后，在鼠鼠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姐妹两人。慕容夏竹看着他俊朗不凡的脸，想起刚刚自己说过的话，顿时俏脸微红。没什么，怎么还真是这家伙出来英雄救美啊？自己跟他是有什么孽缘吗？林洛尘也顾不了那么多，一剑将扑上前的入魔者击退，而后将一张符箓贴在身上。我们走，先离开再说。林洛尘回身，一手一个搂着慕容姐妹，背后张开一双羽翼，冲天而起，向着城外飞去。慕容姐妹猝不及防，都不由惊呼一声，连忙伸手抱紧林洛尘。两人一左一右抱着他，温香软玉都紧紧挤在他胸前，彼此也接触在一起。慕容夏竹俏脸涨红，不好意思地挪了一下身子。你这家伙，下次能不能先说一声啊？林洛尘左右逢源，按住乱扭的他道：别乱动，小心掉下去。慕容夏竹哦了一声，另一边的慕容秋直嘴角忍不住划起一抹笑意。他并不傻，又怎么会看不出自家姐姐对林洛尘的特殊态度？但他并不在意此事，毕竟姐妹俩从小同吃同睡习惯了，而且真强吃了，姐姐会让着他的。林洛尘抱着两女向着城外飞去，身下众多入魔者在屋顶上穷追不舍，但他们不会飞，打也打不到，只能眼睁睁看着三人向外飞去。林洛尘放下心来，询问道：不是让你们待在楼里面吗？慕容夏竹在他怀中抬起头，示意他回头看一下身后紧追不舍的魔眼。这魔眼突然活跃起来，跟这些怪物里应外合，阵法被破了啊！林洛尘回头看着那魔眼，眼中寒光一闪，手指甩出几张符箓，但符纸爆炸，那魔眼却毫发无损，继续紧追不舍。没用的，我也试过了，这玩意又稠又硬，打不动，甩又甩不掉。林洛尘没有继续出手，毕竟这魔眼只是默默跟随，并没有其他举动。不过魔眼侧面印证了林洛尘的猜测，慕容姐妹绝对是那魔影的目标，不然那魔影也不至于为了留下他们，而提前发动血迹，不惜与冷月霜动手。此刻林洛尘一心只想尽快带慕容姐妹离开青石城，不想节外生枝。林洛尘搂着慕容姐妹向城外飞去，俯瞰整个青石城。只见城中笼罩着一层黑雾，到处都是惨叫声和求救声。虽然入魔者由于数量众多，实力普遍不强，但对普通人来说还是难以抗衡。
鲜血染红了街道，流入水渠之中，又加强了城中阵法，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人入魔，滚滚的魔气和血气升腾而上，整个青石城宛若人间炼狱。林洛尘对下方的呼救置若罔闻，一心只想带着慕容姐妹离开。三人身下跟随的入魔者越来越多，林洛尘知道是魔眼在搞鬼，却也奈何不了他。慕容秋芷在他怀中微微抬头，好奇地询问道：“林公子，冷仙子呢？”林洛尘淡淡道：“他还在地底与妖魔交手，想要破去城中的阵法。”说到这里，他颇有怨气地甩出一张符箓，将下方越来越多的入魔者炸飞。慕容夏逐皱眉道：“我们不能毁去城中的建筑吗？”没用。林洛尘摇了摇头，来的时候他就是过了，但不能说徒劳无功，只能说毫无作用。按取灵音所说，此刻阵法已成，哪怕寄托物不在，阵纹仍旧在空气中流转，除非将城中的建筑大规模毁去，或者毁去阵眼，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散去。所以林洛尘一心只想离开，根本没想过要毁去阵法。眼看城池的边缘离得近了，身后却飞来一道道剑气，直刺林洛尘。林洛尘险而又险避开，回头看去，却见慕容冬月踏剑紧追而来。林公子，两位侄女这么急着去了？他一身染血，身上还有不少刀伤，气息有些萎靡不振，显然经过一场恶战。林洛尘躲着源源不断的剑气，冷声道：“慕容家主不装了。”慕容冬月冷哼道：“你们都将我送的储物袋丢了，我还有什么好装的？”他追着那储物袋的印记，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发现被一个入魔者带在身上。如果不是他能御空飞行，又有那颗魔眼指路，怕是真让他们逃了。慕容姐妹丢掉储物袋也只是以防万一，没想到慕容冬月居然真是罪魁祸首，此刻大失所望。林洛尘想要加快速度飞出城外，但密集的剑气逼得林洛尘不得不紧急迫降。他落地后第一时间拿出剑来，将慕容姐妹护到身后的同时，塞了一把符箓给慕容夏竹。慕容冬月，那妖魔许诺了你什么，让你不惜为他卖命？慕容冬月谨慎地落在他们对面，没敢贸然动手，因为他被徐震的临死反扑伤得不轻，此刻身受重伤，不想阴沟翻船。直到入魔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将林洛尘三人围起来，慕容冬月才放下心来。你既然已经见过尊上，为何还要不自量力，以卵击石？林洛尘闻言，心中咯噔一声，那道魔影还远不足以让他纳头便拜。难道他口中的尊上是那尊上古魔神？那魔影与慕容冬月的目的是复活那尊上古魔神，那玩意居然还没死透。林洛尘拇指在断刃上轻抹，以血为他开刃。此事与夏竹姑娘他们何干？为何要穷追不舍？慕容冬月云淡风轻道：“他们是尊上重获新生的重要容器。你若是……”话音未落，一道白影从角落窜出，如同鬼魅一般掠过，一道寒光划过。啊！什么鬼东西？他虽然将白影拍飞，但还是被他出其不意在脖子上划了一道，鲜血喷涌而出。鼠鼠！慕容秋只惊呼一声，却是鼠鼠察觉到林洛尘想动手，主动吸引慕容冬月的注意力。而林洛尘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断刃果断出手，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慕容冬月飞去。慕容冬月毛骨悚然，千钧一发扭开头，但左眼和半张脸都被断刃给毁去。他强忍锥心的疼痛，迅速往后飘去，伸手唤出一面青色盾牌挡在身前。林洛尘施展清平剑诀，一阵劈砍，发出阵阵金石交击声，但一时半会无法破开防御。与此同时，被打翻在地上的鼠鼠也爬起来，鬼魅一般绕着慕容冬月来回窜动。他小爪子不断挥出，在慕容冬月身上划出一道道血痕，时不时还咬上一口。这些入魔者交给我。恢复几分灵力的慕容夏竹施展法诀，长街上狂风呼啸，强风压的那些入魔者站都站不稳。与此同时，他手中的符箓不要钱一样撒出去，强大的火力压制让入魔者抬不起头。而林洛尘跟鼠鼠配合围殴慕容冬月。慕容冬月本就身受重伤，此刻又被林洛尘毁去半边脸，更是雪上加霜。那可恶的小老鼠不仅神出鬼没，爪子和牙齿上似乎还有毒素，不仅让他全身麻痹，疼痛加剧，同时眼中幻象不断，动作越来越迟缓。死！死！死！慕容冬月对鼠鼠恨之入骨，但鼠鼠灵活无比，偶尔被他打中一下也不痛不痒。这小家伙不仅实力不俗，身体更是超乎想象的皮实，仿佛铜皮铁骨一般。慕容冬月动作越来越慢，身上的伤越来越多，身体摇摇欲坠，仿佛随时会倒下。不，我的雄图伟略还没开始，我还没成仙做祖，我不能死在这里。他猛地将手中长剑插在地上，一根根土刺拔地而起，将林洛尘和鼠鼠逼退。四周的魔气疯狂向他涌来，慕容冬月的气息越来越强，眼看就要魔化。林洛尘将早已经捡回来的断刃开刃，毫不犹豫再次甩出。死！
他体内灵力所剩无几，这一刀甚至无法用出飞星，只是用平常手法甩出。但断刃没让他失望，只见一道血光掠过，慕容东岳的头颅瞬间被洞穿。他眼神茫然，无力往后倒去，口中还喃喃道：“我不干，我不死不灭。”闻言，气喘吁吁的林洛尘不敢掉以轻心，果断甩出几张爆破符落在慕容东岳身上。爆！随着几张爆破符炸起，慕容东岳的尸体瞬间支离破碎，残尸上燃起熊熊烈焰。林洛尘这才放心下来，这样总该死透了吧。他踉踉跄跄后退几步，慕容秋芷连忙上前扶着他：“林公子，你没事吧？”林洛尘摇了摇头，轻声道：“快走。”慕容下主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配合蜀将入魔者击退，姐妹两人扶着林洛尘就想走。但就在此时，整个青石城晃了几下，城中大阵血光大放，无数魔气升腾而起。片刻后，那滚滚魔气汇聚在一起，一道窈窕的身影从魔气中走出，赫然是在地下的那道魔影。林洛尘心部由漏跳了一拍，魔影出现了，那冷月霜呢？那女人不会出事了吧？此刻魔影的身形比起之前凝实不少，青色的眼眸低垂，目光凌冽地看向林洛尘等人。他的目光落在护着慕容秋芷的慕容夏竹身上，嘴角微微上扬，眼中寒芒一闪。林洛尘不由头皮发麻。就在此时，城中的水井炸起数丈高的水花，一道蓝白色的身影从中飞起，在月光下恍然若仙，正是冷月霜。他在地宫之中费了9牛2虎之力，才将那阵眼给毁去。谁知道果然如林洛尘所料，那阵眼就是个假的。魔影不是他对手，果断逃了，让冷月霜追了半天。如今看到那魔影，他气不打一处来，如同天外飞仙一般，一剑刺去。你这妖魔，受死！魔影身形闪烁，躲过这一剑，看了一眼城中的血雾和魔气情况，神色有些焦急。虽然还没到子时，城中的血气也还不够，但他也顾不得更多了。他一边躲着冷月霜的攻击，一边手中不断施法，口中念念有词：净土尘埃，赤渠纳怨，千魂为引渡冥渊，黄泉道涌，魔物遮天，万古城皆换魔归。随着魔影念动咒语，天空中乌云遮天，阴风怒号，连月光都被遮住，仿佛有什么妖魔出世一般。群山之间，血色的屏障升起，慢慢在半空中合拢起来。青石城中一阵地动山摇，一道倒水柱冲天而起，化作漫天的雨水洒落而下。城中幸存的百姓被雨水淋到，顿时恶念丛生，不少更是直接入魔。那些入魔者被水淋到后，全身魔气升腾，更加趋于妖魔化。但不管是人是魔，是死是活，体内的血气都源源不断被阵法吸走。滚滚的血气和地上蒸腾的魔气纠缠着一起，形成了一个漩涡，向着城中某处汇聚。漩涡中心，滚滚的魔气和血气将慕容姐妹环绕，不断向两人体内涌去。姐妹两人神色痛苦，慕容秋芷更是站都站不稳了。慕容夏主紧张地抱着她：“秋芷，你怎么样？”慕容秋芷冷汗涔涔，捂着头，痛苦地叫出声来：“姐姐，我头好痛。”林洛尘想靠近，但被滚滚的魔气给侵蚀，脑中恶念丛生，识海中青莲疯狂摇曳。曲灵英提醒道：“小子，别冲动，你进去会死的。”半空中，冷月霜脸色巨变道：“你这妖魔都做了什么？快住手！”他想要下去将林洛尘等人救出来，但那魔影却不断从旁干扰，嚣张至极。“你想拦我，那就毁了这大阵啊！将整个青石城连同全城百姓尽数抹去。”冷月霜气急败坏，他虽然有毁城破阵的能力，却不敢真动手毁城。一是城中还有不少幸存百姓，二是怕再次上当，反而助纣为虐了。而且这魔影也不可能让他如愿，如今魔影有阵法加持，实力并不逊色于他。怎么样，做不到吧？魔影见他投鼠忌器，忍不住疯狂大笑起来：“小丫头，不要负隅顽抗了，陛下归来是天命所归，你乖乖跪迎陛下吧。”冷月霜难以置信道：“你想帮那上古魔神夺舍他们？”魔影嘴角划起一抹不屑的笑容，却没有多加解释，只是有些担忧地看着那漩涡。毕竟3天后才是阴气最重之时，他被迫提前开启幻魔阵，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此刻只希望在引起兰州高手注意之前完成幻魔仪式。毕竟幻魔阵开启的天地异象，一定会引起附近宗门的注意，容易引来魔道高手。突然，魔影神色微变，难以置信看向漩涡所在。该死，这小子什么来头，居然能抵御魔气侵袭？他在出手，却被冷月霜缠住，两人看着彼此，谁也没办法摆脱谁。魔影眼中寒光一闪，猛地催动什么，半空中一道黑光落入了水中。城中街道上，慕容姐妹凌空飞起，周身魔气缠绕，神色痛苦不堪，仿佛被梦魇折磨。林洛尘顶着天上的雨水，在魔气中艰难前行，企图将慕容姐妹从漩涡中拉出来。
他身体被魔气腐蚀，心底恶念丛生，但有青莲在，还能勉强忍得住。但就在此时，背后传来呼啸声，林洛尘不由汗毛耸立，迅速往旁边一跃，一道血色剑光擦肩而过。小子，休想坏主上的计划！一道嘶哑的声音传来，如同九幽下的亡魂轻语一般。林洛尘难以置信地回头，却见慕容东岳全身魔气缠绕，摇摇晃晃地在水中站起来。他身体支离破碎，以一个诡异的姿势扭曲着，正咔咔扭动着，恢复原样。曾经还算威严正气的他，此刻面容尽毁，形如恶鬼，能让人半夜做噩梦。那被断刃所洞穿的额头血洞上，此刻镶嵌着那颗魔眼，正泛着幽幽的光芒。林洛尘不由头皮发麻，难以置信道：“你还没死？”慕容东岳被火烧伤的脸上露出一个狰狞的笑容，仅剩的独眼恶狠狠瞪着他。这就是尊上的无上伟力，不死不灭的力量。林洛尘目瞪口呆，这都没死，这还怎么打？他喃喃道：“卧槽，原来入魔这么强的吗？”曲灵英提醒道：“林洛尘，这家伙已经死了，只是被那魔眼驱使罢了。你不是他的对手，快把身体给我，等他跟魔眼合二为一，你就麻烦了。”林洛尘恍然大悟，而后条件反射道：“不，自己果然还是不够谨慎，补刀不行，焚尸也不行，必须要挫骨扬灰，不然谁知道会不会像刚刚一样，天降大雨，又让他给活了过来呢？”屈灵英还想说什么，但入魔的慕容东岳已经如同疯狗一般扑了上来。“死，给我死！所有拦我路的人都要死！”慕容东岳像是神魂受到干扰一般，整个不复之前的理智，状若疯狂向林洛尘杀来。与此同时，四周瓦片响动，水中水花四溅，一个个入魔者从四面八方向他冲来。林洛尘以手扶额，淡淡道：“青莲，别摇了，再摇我就要死了。”识海中闻言，青莲果断不摇了。林洛尘眼中幽芒一闪，主动将周身魔气吸入体内。入魔，我也会啊。他向来很务实，既然打不过，他只能选择加入了。随着魔气的入体，林洛尘顿时精神亢奋起来，本来沉重的身体一下子充满了力量。古人承不起我，疯了之后感觉精神好多了。林洛尘怒吼一声，持剑悍不畏死地杀上去，剑气如虹，全然不像是强弩之末。来啊，谁怕谁！他本就被魔气侵染，如今主动入魔，加上青莲不再压制，瞬间如狼似虎。别说如今脑袋不灵光的慕容东岳了，连屈灵英都看傻眼了。还能这么玩？为了不让我上你身，你还能玩出多少种花样？不过曲灵英不得不承认，这小子有浪的资本。他体质很特殊，不然也不可能抵御魔气侵染，更能主动吸取周遭的魔气。而且他居然在魔气干扰下还能保持理智，没有彻底疯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历？正所谓黑化强10倍，洗白弱3分。此刻的林洛尘仿佛不知疲惫一般，周围的一切更是仿佛放慢了一般。哈哈，这就是入魔的感觉吗？爽，还真爽！他身形鬼魅一般，剑光如雨落，对着慕容东岳一阵疯狂劈砍。刚刚复活的慕容东岳被打得连连后退，脑袋还是有些转不过弯来。不是，到底是自己入魔，还是这小子入魔？青石城中长街上，地面裂开，越来越多的魔气和水流从中涌出，喷涌的地下水倾洒而下，城中的水漫过脚踝，还在不断上升。林洛尘与慕容东岳在雨水中不断交手，双方短兵相接，打得难分难解。鼠鼠在一旁对付前赴后继的入魔者，时不时从水中跳出来偷袭一下慕容东岳。慕容东岳刚刚复活，身体支离破碎，加上脑袋一片浆糊，被他们打得节节败退。半空中，冷月霜正在用秘法毁去城中阵法，但一时半会未能见效。看着林洛尘入魔，他顿时大惊失色，果断轻咬舌尖，用出染血秘术。魔影顿时压力倍增，见到慕容东岳居然被林洛尘压着打，更是气急败坏。废物！他不得不分心操控阵法，让滚滚魔气绕开林洛尘，不再被他所吸收。林洛尘没想到还能这么玩，攻势越发凶猛，想在魔气和灵力耗尽之前斩杀慕容东岳。但慕容东岳终究是筑基修士，而且在入魔以后体魄强健太多，随着魔眼的力量涌入，他身体开始飞速复原，反而越来越难缠，扳回一城。慕容东岳状若疯狂大笑道：“死！所有拦我路的人都该死！你也该死！徐震该死！慕容南川更该死！我才是天命所归，我才是天命之子！”闻言，半空中正痛苦挣扎的慕容夏竹睁开眼睛，虚弱地看着他：“父亲的死与你有关。”慕容东岳癫狂道：“是又如何？我明明什么都比他好，凭什么他是家主？就因为他天资高。天资高有什么用？我略施小计，还不是走火入魔而亡？”慕容夏竹闻言，眼中满是恨意，咬牙切齿道：“王八蛋，
你该死！他的负面情绪引得四周的魔气以更快的速度涌入他体内，但他的神色却愈发痛苦，周身浮现密密麻麻的裂纹，体内隐隐有金光透出。天上的魔影见状，顿时欣喜若狂，催动着越来越多的魔气向慕容下主涌去。快了，吾主即将归来，诸圣都要为之站立。冷月霜想脱身，却被魔影拦住，分身乏术，只能疯狂出手对付魔影。地面上，林洛尘也神色着急，因为他体内的魔气也要消耗殆尽。慕容姐妹看起来的也扛不住太久，而慕容冬月却越战越勇，越来越强。鼠鼠突然滋滋叫了2声，一下子窜到了慕容冬月脸上，想将他的魔眼挖出来。慕容冬月猝不及防，被他抓得嚎叫连连，猛地一把揪下脸上的鼠鼠，但鼠鼠一口咬住他，注入的毒素疼得慕容冬月疯狂甩手，却根本甩不掉。死！林洛尘见机不可失，冲上前去，全力一剑砍在他脖子上，却卡在了半路。靠！什么鬼脖子！慕容冬月回过神来，怒吼一声，一脚踹向林洛尘。千钧一发之际，林洛尘弃剑抓向他额头魔眼，顺着鼠鼠抠出来的插入。砰的一声，林洛尘倒飞出去砸在水中，但手中却握着那枚血淋淋的魔眼。这下总该死了吧？他还没来得及露出笑容，就见慕容冬月一把将鼠鼠拔下，猛地砸在地上。鼠鼠！林洛尘吐出一口血，在水中捂着胸口，艰难地站起身来，却疼得根本动不了。慕容冬月周身环绕着魔气，形同恶鬼一般向他走来。我是不死不灭的，不死不灭的。林洛尘如坠冰窖，曲灵英冷静地给他分析起来。你要么丢下他们逃走，要么将身体交给我，再不然就跟我一起死在这里。林洛尘看着被魔气环绕的慕容姐妹和泡在水中不知死活的鼠鼠，眼神暗淡下来。我把身体交给你，你能逆转乾坤吗？曲灵英傲然道。当然可以，把身体给我，我帮你虐死他。林洛尘擦了擦嘴角鲜血，笑道。曲灵英，你也不想死吧？曲灵英没好气道。废话。林洛尘轻笑道。我3条路都不选，你要么跟我一起死，要么跟我神魂融合。让出灵台就是将身体交给别人，而神魂融合却是双方共同处于灵台中，就算他有什么歹意，自己也还有殊死一搏的机会。你！曲灵英气急败坏，但看着越来越近的慕容冬月，还是答应下来。算我怕了你，放开心神，运转太虚神合精。他还算了解这小子，那是死倔的。看曲灵英一副躺平的样子，林洛尘露出得意的笑容，放开心神。曲灵英犹豫一下，踏入他灵台，与他抱在了一起，彼此额头相抵。不要胡思乱想，运转太虚神合精，你我在一体，神魂融合会轻松很多。林洛尘嗯了一声，运转曲灵英之前教他的太虚神合精。两人共处于灵台内，神魂融合倒是比之前跟冷月霜容易太多。只是片刻，林洛尘便再次感受到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两人彼此感受到对方的思想和念头，思绪不断碰撞和冲突。不过曲灵英实力更强，将自己的想法收敛，只是将自己的部分所学与他共享。林洛尘只感觉思绪豁然开朗，对世界的理解截然不同，也感受到曲灵英的想法。他真不稀罕他的躯体，只想回到自己的时空。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状态，明明是他的想法，但却又偏偏像是他的念头。此刻林洛尘感觉自己的心态都发生了变化，眼前的慕容冬月仿佛一只蝼蚁。他划破手指，在魔眼上画了几下，而后将魔眼按入自己的额头中。慕容冬月，你以为你真能不死不灭吗？下一秒，四周的魔气疯狂向林洛尘涌来，哪怕慕容姐妹那边的魔气也被吸来。林洛尘全身魔气环绕，眼眸微微泛起血光，看着扑来的慕容冬月，嘴角划起一抹邪笑。我要把你挫骨扬灰。他一步踏下，脚下似乎蕴含着某种玄而又玄的道纹，身体鬼魅般出现在慕容冬月身侧。天命之子，麻烦见识一下真正的天命之子好吗？没有什么华丽的招式，林洛尘的手变得白皙如玉，与漆黑魔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一手按住慕容冬月狰狞的面容，直接将他按倒，重重地砸在水中。只听一声闷响，水花四溅，青石地面都被砸裂了开去，四周全是裂纹。慕容冬月哪怕魔化过的躯体被这一砸，也被砸得七荤八素，脑袋微微变形。林洛尘无奈笑道：还真结实呢，虽然死太轻松便宜你了，但我赶时间，麻烦你死一死好吗？林洛尘打算将慕容冬月挫骨扬灰的时候，失去鼠鼠牵制的入魔者一拥而上。林洛尘不得已站起身来，一脚踏下，淡淡道：水流遁。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一点水花，他不由有些尴尬。忘记我，你没有五行灵根了，慕容冬月，只能用你了。林洛尘握着慕容冬月的脑袋，拎起他当武器，猛地挥动起来。那些冲上来的入魔者被他砸飞出去，
一个个身体扭曲，摔在远处动弹不得。慕容东岳还想挣扎，却被林洛尘抡着旋转一圈甩飞出去。走你！慕容东岳像是大型飞镖一样飞了出去，砸倒一大片入魔者。林洛尘活动了一下筋骨，皱眉道：没练体，扛不住这种招式啊。看着冲来的入魔者，他想速战速决，但风灵根对入魔者伤害实在一般。林洛尘张开手掌，喃喃道：除了风灵根，我会不会还有其他变异灵根呢？比如说雷。话音刚落，他掌心处雷霆闪烁，让他嘴角不由微微上扬，猛地一脚踏下。死！他脚下一股雷霆涌动，顺着水面扩散，那些入魔者被电得摇个不停，惨叫不已。林洛尘皱了皱眉头，在入魔状态用雷霆，对他算是杀敌1000自损800，但他没有收敛，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向着那边刚刚爬起来的慕容东岳冲去。慕容东岳刚刚爬起来，被他一把掐住脖子，掌中雷霆闪烁不断，两人身上魔气不断涌动。林洛尘突然想起还有其他方法能用，他明白这是曲灵英不想他用这种两败俱伤的招数，又开放了更多的知识。林洛尘果断运转那门魔功，将慕容东岳身上的魔气和血气都吸了过来。慕容东岳顿时惨叫连连，身体飞快干瘪起来，跟死狗一样被他拎在手中。在吸食慕容东岳血气的时候，林洛尘两人神魂思绪飞快碰撞。话说，你一个拯救天下苍生的人族领袖，会这种招数真的合适吗？曲灵英嗤之以鼻道：在正气凛然的招数，不都是为了杀人吗？虽然他说的振振有词，但跟他神魂融合的林洛尘还是感觉到了他的心虚。这女人一定有所隐瞒。但此刻林洛尘也懒得深思，笑道：除了杀人，还能超度。他手中雷霆闪烁，将干尸一样的慕容东岳挫骨扬灰，连渣都用风吹散了。有本事你再活给我看看。林洛尘收拾了慕容东岳以后，开始在水中找着鼠鼠，但鼠鼠却不知道去向，这让他惊慌失措。鼠鼠，鼠鼠，没有任何回应，鼠鼠似乎随着水流飘走了。此刻阵阵踏水声响起，在长街上格外刺耳。林洛尘回过头，看着又从远处跑来的入魔者，不由皱起眉头。该死，真是阴魂不散。他一脚踏下，周身寒气涌出，周围的水面被他多年的老寒腿给冻结。离得近的入魔者脚上被冻住，摔倒在冰面上，砸得冰面哐哐作响。曲灵英也不由惊讶异常，冰封雷三大变异灵根，有意思，真有意思。林洛尘却不管这么多，他找不到鼠鼠，只能先救慕容姐妹再说。他将羽化符贴在身上，背后羽翼一张，向着半空中的慕容姐妹飞去。这两姐妹被魔气漩涡裹挟越飞越高，他不用羽化符都够不着她们了。半空中魔影神色着急，不仅因为下面林洛尘的搅和，更因为他发现外面有人来了。虽然这些人还无法破入幻魔阵中，但来的人会越来越强。此刻虽然离子时还差片刻，但魔影口中念念有词，伸手在虚空中画出血咒：血转灵虚，叩请3元垂木，骸骨为阶，引渡永夜归途，以无血为器，燃尽八荒业火，奉此身作镜，恭迎大暗黑天。随着他话音落下，城中入魔者尽数炸开，血雾和魔气疯狂向着慕容姐妹涌去。城中幸存百姓更是全部昏迷了过去，身上血气涌出，以极快速度衰老起来。地上的魔气疯狂涌出，四周阴风阵阵，仿佛百姓的死亡打开了什么阴冥之地。漩涡中心的慕容下主惨叫一声，眉心浮现一枚金色的符文，亮起璀璨的金光，抵御魔气侵袭一旁的慕容秋芷被金光照耀着，眉心也浮现一枚血纹，像是在做什么噩梦，一直无法醒来。魔影不由气急败坏地看着慕容下主，咬牙切齿道：该死的九曜圣皇！随着涌入魔气和血气越来越多，慕容下主眉心的印记暗淡下来，气息迅速衰弱。而慕容秋芷睫毛轻颤，仿佛要睁开眼睛，让魔影激动不已，眼中满是狂热。陛下，醒来吧，再次让整个清虚都跪服于你的裙下。此刻林洛尘有了屈灵英的知识储备，终于看明白了魔影的真正目的。他根本不是想复活那上古魔神，而是以上古魔神的躯体为祭品，在唤醒他所谓的陛下。虽然姐妹两人都在吸收魔气和血气，但情况却截然不同。慕容秋芷是主动吸收，而慕容下竹是被动吸收，或者说是魔影主动灌入他体内。事到如今，情况已经清晰，慕容秋芷明显就是魔影所谓的陛下转世，但不知为何，慕容下竹一直在压制着他，或者说姐妹两人彼此压制，达成了一个诡异的平衡。魔影企图通过血祭大阵和上古魔神残躯打破两人之间的平衡，他疯狂往慕容下竹体内灌入魔气和血气，侵蚀他，从而唤醒他心心念念的陛下。林洛尘询问道：曲灵英，若是慕容秋芷真变成什么陛下，慕容下竹会死吗？曲灵英哑然失笑道：何止他会死，慕容秋芷也会死，或者说
你认识的慕容秋只会死。见林洛尘传出不明所以的神念，屈灵英解释道：我虽然不知道这位陛下是什么来历，但这道魔影只存神魂都有出窍实力，他的主人可想而知是何等存在。而且慕容下竹跟圣有关，这位陛下起码也是未渡劫，甚至同为圣人。慕容秋芷短暂的人生对他悠久的岁月实在不值一提，很大可能被抹去。林若尘顿时心中沉重了起来，询问道：我要怎么才能打断他的复苏？曲灵英淡淡道：想要打断施法，最快的方法自然是杀了转世身，一了百了。林若尘自然不可能做这种事情，无语道：下一个，下一个。曲灵英无奈道：再其次就是像你刚刚做的一样，走别人的路，让他无路可走。只要你夺取了此地的魔气，慕容下竹就还能压制他，情况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林若尘迟疑道：等一下，那我呢？曲灵英冷笑道：你啊，要么入魔癫狂，要么爆体而亡，想当英雄哪有这么容易？林若尘终于知道英雄不是这么好当的，苦笑一声道：我死了你怎么办？呸呸呸，说的好像我是你谁一样。曲灵英笑盈盈道：你放心，如今我跟你神魂融合，你死之前我会用逆命被跑路的。林若尘苦中作乐道：那还真是可惜呢，说吧，我应该怎么办？两人神魂交融，交谈在顷刻之间，他飞蛾扑火一般飞入魔气漩涡之中。林若尘毫无阻碍地飞入了魔气之中，不再像之前一样处处受阻，毕竟他拥有着那上古魔神的魔眼，跟这些魔气属于同一来源。这也是曲灵英认为林若尘能鸠占鹊巢的原因。只要有魔眼在身，配合他的独门秘术瞒天过海，就能取代慕容姐妹成为新的阵眼。魔气漩涡中心，慕容姐妹手拉着手，身上魔气涌动。慕容下竹眉心印记亮起，瞳孔化作一双黄金瞳，泛起凌冽的金光。他看着慕容秋芷额头的血印，皱眉道：幽冥。闻言，慕容秋芷睫毛轻颤，缓缓睁眼，露出一双如墨如漆的幽深眼眸。九曜。话音刚落，两人异口同声道：果然是你。远处魔影欣喜若狂道：陛下。慕容秋芷抬头看去，一脸茫然道：你是？魔影连忙道：陛下，属下梦魇。慕容秋芷仍旧有些茫然，却点头道：此次你做得很好。梦魇眼神狂热，激动不已道：谢陛下夸奖。慕容秋只看向慕容下竹，冷漠道：九曜，你为何对我纠缠不休？慕容下竹神色痛苦，却笑嘻嘻道：为了让你喊我姐姐，再喊声姐姐听听。慕容秋芷脸上冰寒一片，冷声道：九曜，趁还能笑就多笑笑，你死期不远了。慕容下竹神色痛苦，却抢笑道：是吗？这可未必，大不了再与你同归于尽一次。慕容秋只冷笑道：九曜，你还在做梦吗？这回可没人帮你了，我就不信我杀不死你。话音刚落，一道身影从下方穿过重重魔气，直接向两人飞来。两人都愣了一下，条件反射想起记忆中的某人。慕容秋只头皮发麻，暗骂一声阴魂不散，下意识想跑，但看清楚来人以后，慕容秋只如释重负，吓我一跳，还以为又是轮回，那混蛋来坏我好事。很快，慕容秋只发现自己高兴的早了，因为来人居然轻车熟路地抱住了他。不仅如此，他还左拥右抱，将九曜也给抱入怀中，动作熟练无比。慕容秋只脑袋嗡嗡的，这家伙怎么敢？纵观整个清虚，都没有这般胆大妄为之徒。不只是他，慕容下竹也懵了，半天回不过神来。慕容秋只瞪大了美目，挣扎了一下却没挣脱，不由怒斥道：蝼蚁，放手！林若尘意识到这并不是慕容秋只，而是魔影所谓的陛下。看着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他无奈苦笑一声：你若是早拿出这态度，我就不用舍命救你了，可惜迟了。林若尘疯狂运转取灵音所教的是神诀，额头魔眼上幽芒大放，四周的魔气蜂拥而来，这魔气本就属于魔眼的主人，此刻遇到身怀魔眼的林若尘，顿时如同百川归海。不仅周围的魔气被吸走，就连慕容下竹和慕容秋芷体内的魔气都被林若尘吸走。你……慕容秋芷还想说什么，但眼神很快失焦，迟疑道：林公子。慕容下竹也皱起眉头，眼中金光涣散，神色挣扎道：林若尘。林若尘嗯了一声，轻声道：是我，再忍忍，我这就带你们离开。慕容姐妹都下意识点了点头，艰难地保持自己的神智，不去触碰那些记忆。此刻庞大的魔气混杂着血气涌入林若尘体内，让他感觉自己像是要炸了一样。他下意识同时运转速命轮回诀，想减轻自己的痛苦，但在他运转速命轮回诀的时间，魔眼被激活，居然重新焕发生机。那魔眼重新长出经脉，
开始在他体内蔓延开来，不断改造他的身体。林洛尘错愕道：“灵音，这是怎么回事？”曲灵音解释道：“这魔眼上未彻底死亡，不知被什么刺激，居然活了。他似乎把你当成那魔神，想把你的肉身改造成跟那上古魔神一模一样。”林洛尘担忧道：“那上古魔神会借体众生吗？”曲灵音哑然失笑道：“那倒不至于，他神魂都不知道消散多少年了。这魔眼最多让你身体化作魔族，当然前提是他的力量还足够多。”林洛尘这才放心下来，发现这魔眼不断在他体内开辟经脉，毕竟血肉都有，人族跟魔族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体内的经脉不同，窍穴不同。如今林洛尘体内居然开辟出另一套经脉，彼此交织却又互不干扰。灵音，我会变成上古魔神吗？曲灵音淡淡道：“你想多了，真正的魔族有魔核，跟人族的金丹一样。你没有魔核，就算身体跟他一样，最多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上古魔族。”林洛尘恍然大悟道：“怪不得我总有种强大，但又感觉虚弱至极的感觉。我下意识想吸收这些魔气，原来是因为没有魔核，没有魔气来源吗？”曲灵音嗯了一声道：“应该就是这样了。”林洛尘好奇道：“我吸收魔气改造肉身，存于魔眼中，他们呢？”曲灵音解释道：“慕容下竹力量与魔气相冲，应该是被侵染，互相抵消。而慕容秋芷却是天魔圣体，体质正在被激活，魔气存于体内，等待使用。”林洛尘嗯了一声，也没心思追根问底了，被剧烈的疼痛折磨，浑身发抖。那一根根正在开辟的经脉，仿佛要将他撕裂，让他感觉全身血液沸腾起来。灵音，我这是怎么回事？曲灵音叹息道：“强行开辟经脉，正在不断压榨你体内的潜力，燃烧你的寿元。换句话说，你正在用寿元和身体的血气换取上古魔神的经脉，吸收魔气。我劝你赶紧放弃吧，不然魔气还没吸收完，你自己怕是就已经燃尽血气而死了。”林洛尘咬牙切齿道：“我不会死的。”他疯狂运转式神诀，吸收血气，锤炼肉身，避免身体被撑裂。与此同时，他一心二用，运转宿命轮回诀，缓解痛苦。但这样带来了一股邪气，让他心中恶念丛生，邪念层出不穷。若说有什么好处，大概就是还有不少魔气外溢被他所吸收。林洛尘的境界水涨船高，刚刚踏入炼气9层的境界迅速稳固，而后直逼炼气大圆满。很快他就达到了炼气大圆满，但怎么都无法突破筑基。林洛尘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筑基丹的缘故，但却还是一遍遍地尝试突破。因为据传上古时期的修士根本无需丹药也能突破，所谓丹药不过是后人取巧所为。但上古修士是怎么突破的，屈灵音也只知道一个大概，无非就是感悟天地，达到体内极限，天人交感，最后物我两忘，成功突破。道理谁都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还是这种生死关头。虽然魔眼吸收了大部分魔气，但那些转化出来的灵力还是在他体内越积越多。林洛尘终于知道，不仅女人多了麻烦，灵气多了也是个大麻烦。此刻灵气积压，让他感觉自己要炸了。曲灵音好言相劝道：“林洛尘，别试了，那只是一个传说，是真是假都不知道。你现在放手还来得及，再这样下去，轻则血气溃败，入魔癫狂，重则当场爆体而亡。”林洛尘坚定道：“你少废话，我就不信上古修士能做到，我做不到。”他如今没有退路，寿元正不断燃烧，只有突破筑基才能延长寿元。而且林洛尘松手便会前功尽弃，一切都没有改变。所以他极力感悟天地，疯狂压缩体内的灵气，试图凝气化液，突破筑基。但魔气干扰下，林洛尘邪念丛生，根本静不下心来，更别提天人交感了。慕容秋只感受到他的痛苦，垂泪道：“林公子，你快走吧，别管我们了。”慕容下主也点了点头，虚弱道：“你为我们做得够多了，我们两清了。”林洛尘咬牙道：“所以这次是你们欠我的，我要是不死，可得好好赔偿我。”慕容秋只问道：“我以身相许，你敢要吗？”林洛尘冷汗涔涔，苦中作乐，笑道：“有何不敢？”慕容秋只破涕为笑，慕容下主则没好气道：“你真是不怕死啊！”林洛尘此刻各种邪念丛生，嘴角不由滑起一抹笑意。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下主，你帮我一个忙。慕容下主下意识嗯了一声，而后就被林洛尘搂入怀中，不由目瞪口呆。他吃惊地张开樱桃小嘴：“你想干什么？”林洛尘却没有回答，用力抱着他，像要揉他入体内一样，全身魔气升腾。他并不是见色起意，主要是想借他体内的金光消除邪念，物我两忘。事实上很有效果，被慕容下竹身上的金光一照，他的邪念顿时少了不少，尽数化作灼烧的疼痛。
但效果还差一点。林洛尘看着他小嘴中冒出的金光，脑中冒出一个疯狂想法：若是平常，他断然不会如此，但被驱灵音和邪念干扰，这个念头挥之不去。慕容下主，救你一命，你就当给我点利息吧。慕容下主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林洛尘重重吻了上去，顿时脑袋嗡的一声。哈！林洛尘发现这一吻效果拔群，不仅脑袋邪念一下子清空了，就连痛苦也减缓了。还有点舒服。他嘴唇微动，沉浸在这一吻中，陷入了物我两忘的状态，连自己突破了都没发现。此刻林洛尘的寿元增加了150年，血气更是重新澎湃起来，顿时又续上一口气。慕容下竹被他吻着，笨拙地回应了一下，才意识到妹妹在旁边。若是平常自然没事，顶多吃醋，但现在他在入魔边缘啊，这下坏了。他余光扫去，果然慕容秋芷双眼变得如墨如漆，眼中满是杀意。你们都给我死！慕容秋芷猛地出手袭向林洛尘，本来无法修炼的他，此刻出手却是迅若奔雷。他含怒出手，这一击若是打结实了，林洛尘怕是不死也伤。幸好慕容夏竹一把推开林洛尘，伸手挡住了慕容秋芷。小子，你真是疯了，还敢刺激他！此刻慕容夏竹眼中金光灿灿，眉心熠熠生辉，显然是另一个人格主导。他全身金光大炽，飞快与慕容秋芷交手起来。两人见招拆招，两双玉手在空中不断碰撞，留下无数残影。不过两人实力发挥出来的并不强，顶多也就是金丹境界。毕竟这幻魔血阵以幻魔为主，涌入的魔气真正被两人吸收的反而不多。如今更是多了林洛尘这么一个饕餮在，90%以上的魔气都被他吸收了。林洛尘也没想到还有此变故，连忙道：秋芷、夏竹，你们别打了。两人充耳不闻，他也只能加快对魔气的吸收，想将两人给压制下来。但就在此时，异变突生，那滚滚而来的魔气突然暗淡下来。这是怎么了？他四处看去，只见城中的阵法暗淡下来，地上涌出的魔气越来越淡。与此同时，阵法一阵摇晃，似乎外界有人在不断攻打着城中的阵法。慕容姐妹第一时间察觉到情况不对劲，因为两人的力量开始疯狂衰退，已经复苏的记忆此刻被天地规则给再次抹去，眼看要再次陷入沉睡。魔气减弱以后，本来被压着打的慕容夏竹顿时扳回一城。慕容秋芷连忙看向远处，质问道：梦魇，怎么回事？远处的梦魇冷汗涔涔道：陛下，维持阵法的上古魔神力量消耗殆尽了，幻魔阵的消耗远比他想象中更大，毕竟他只打算召唤他家陛下，哪里想过他家陛下跟九曜圣皇牵扯如此广，居然连九曜圣皇也给唤醒了。他相当于同时在召唤2位圣级的修士神魂复苏，这力量消耗远远超出他想象。如今幻魔一事还未成功，但上古魔神残留的魔力已经消耗殆尽。林洛尘差点笑出声来，而慕容秋芷气急败坏：蠢货，赶紧想办法！眼看阵法开始暗淡下来，梦魇把心一横，咬牙道：圣迹！他周身神火燃烧，一股纯粹的魔气冲天而起，注入阵法之中。林洛尘和冷月霜都傻眼了，这是真爱啊！为了让阵法持续，居然将自己的神魂献祭了。怪不得上一世天魔圣体会被各大门派争夺，而且也没听说什么妖魔出世，原来是这梦魇将自己也给献祭了，导致觉醒后的慕容秋芷也只能猥琐发育。随着梦魇献祭自身，整个幻魔阵再次血光大炽，魔气再次源源不断地向着慕容姐妹而去。而且这次与那上古魔神的被动吸收不同，是梦魇主动献祭，速度何止快了100倍。漩涡中心的林洛尘感觉自己快要炸了，根本吸收不过来这股力量。而梦魇哈哈大笑道：小子，我撑死你！慕容秋芷见状看向他，神色挣扎，欲言又止。梦魇以为他是心疼自己，顿时眼神狂热至极。陛下，只要能看到你再次重现世间，梦魇在所不惜。冷月霜想阻止，却发现自己无法靠近圣迹中的梦魇，也靠近不了林洛尘等人。他只能毁去城中的阵法，跟外面的修士里应外合，强行打破这座血祭大阵。这座阵法的崩坏速度远超他想象，似乎还有谁在暗中出手动摇阵法根基。此刻城中地下的阵纹中鼠鼠露出大板牙，疯狂啃噬阵法根基。梦魇心急如焚，但他此刻身为祭品的他无法动弹，只能加快燃烧自己的神魂。如今就看是冷月霜等人先打破阵法，还是梦魇先将幻魔一事完成了。漩涡中心，林若尘的修为水涨船高，筑基2层，筑基3层，但他却没有一丝喜意，神色痛苦至极，强大和虚弱两种感觉并存。此刻林若尘体内的上古魔神经脉已经初步构建，体内并存着2套经脉，在使用魔族经脉的时候，拥有魔眼的他几乎等同于上古魔神重生。或者说，如果不是缺少魔核，
如今的林洛尘跟幼年版的上古魔神没区别，但他欠缺魔核，没有魔气来源，也只是虚有其表。这套没用的经脉却让林洛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不仅过度透支身体的潜力，刚刚突破的他寿元更是只剩下不到20年寿元了。要知道，一般筑基修士只要没有伤，起码活个250年不是问题。如果不是他极限突破了，林洛尘怕是早已经死亡。此刻他虽然容颜未老，但两鬓斑白，出现了不少白发。最让林洛尘郁闷的是，慕容姐妹却没有任何恢复的意思。慕容秋芷还是杀气腾腾对着慕容夏竹出手，招招要命。慕容夏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身上的金光暗淡下来，只能勉强支撑。曲灵音，这跟你说的不一样啊，他们没变回来啊。曲灵音无奈道，他们记忆都已经开始复苏，你怕是阻拦不了他们醒来了。林洛尘不甘道，难道就只能看着他们被旧有的意识给抹去吗？曲灵音也算了解他了，这次没劝他离开，而是选择直接给出方案。这倒未必，其实他们目前并非双重人格，人都还是那个人，只是由于一下子涌入太多过去的记忆，跟目前记忆太过割裂，导致两种记忆冲突。你可以将他们的记忆给封印，让他们一点点接受过往，没准能保留目前记忆。林洛尘明白他的意思，虽然最终慕容姐妹还是会想起过往，但却是循序渐进的。只要记忆不是一下子冲突，有接受的过程，新旧的记忆也不至于你死我活，甚至导致人格分裂。林洛尘正犹豫之际，慕容秋芷找到机会，一掌击向林洛尘，却被他体外的魔气震开。他难以置信道：“你居然能用魔气！”林洛尘虽然没有魔核，但此刻却有梦魇源源不断为他输送魔气。此刻他能发挥出幼年版魔神之躯的力量，抵御他的攻击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林洛尘只有经脉强大，但魔神之躯却没有锤炼，根本扛不住强大的力量。他虽然将慕容秋芷压住，却咳血不已，体表不断渗血，越来越吃力。慕容夏竹连忙出手相助，艰难道：“幻魔阵已经完成大半，幽冥的记忆已经复苏，我只能再压制他片刻。你若是没其他方法，还是尽快离去。”他回光返照一般，身上金光耀眼无比，天空中仿佛出现了一个太阳。这股耀眼的金光不止伤到慕容秋芷，连林洛尘也被殃及池鱼，全身仿佛火烧一般。林洛尘终于下定决心，咬破手指，伸手点在慕容秋芷的额头上，口中念念有词。慕容秋芷顿时眼中神光暗淡，感觉到自己本来已经逐渐清晰的记忆开始模糊起来。混蛋，你做了什么？林洛尘在他的额头画着血咒，笑道：“没做什么，只是让你再好好睡一觉罢了。”慕容秋芷感觉自己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连忙大喝道：“梦魇！”远处的梦魇大惊失色，但他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陛下，没用的家伙！慕容秋芷盯着林洛尘，咬牙切齿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林洛尘冷汗涔涔，虚弱道：“你答应要以身相许的人。混蛋，你给我等着！”慕容秋芷眼神开始失去焦距，迷茫道：“林公子，我头好痛，思绪好乱。”林洛尘柔声道：“你再坚持一下，很快就没事了。”随着他画下最后一笔，慕容秋芷美目一闭，沉沉昏睡了过去。远处的梦魇如遭雷击，失声道：“陛下，你怎么了？你应一下我。”陛下，他看向林洛尘，咬牙切齿道：“混蛋，我要杀了你！”此刻他对林洛尘的恨意如同滔滔江水，疯狂注入魔气，想撑爆他。林洛尘感觉自己快要爆炸，却仍强撑着，目光看向了慕容夏竹。慕容夏竹笑道：“封神咒，你懂得倒是不少啊，是哪位道友？少攀交情，你也给我乖乖睡一觉。”林洛尘驱动庞大的魔气将他束缚住，而后再次咬破伸手点在他的眉心。林洛尘开始封印慕容夏竹，半点也不讲情面。慕容夏竹语气平淡道：“没用的，乱世将至，我们终将归来。”别的不说，他跟幽冥的特殊体质都被这次的幻魔阵给激活了，随着两人的修为增加，记忆迟早会复苏的。林洛尘语气平淡道：“大不了到时候我再封印你们一遍，闭嘴。”慕容夏竹看着他斑白的长发，微微一笑道：“行，那你先活下来再说吧。”他说完，缓缓闭上眼睛，彻底沉寂下去。林洛尘神色狰狞，咬牙道：“我不会死在这里的。”话虽如此，但他眼眸赤红，眉心魔眼中的金线睁开，化作一只金色的黄金瞳。与此同时，他体表浮现魔纹，体内的魔气乱窜，周身魔气环绕，似乎真要化作妖魔。在林洛尘眉心的魔眼开启后，四周的魔气更加疯狂向他涌来。他虽然极力压制，但各种负面情绪还是让他处于暴走边缘，痛不欲生。狂暴的力量不断涌入，在林洛尘新开辟的魔族经脉中冲击，不少经脉直接被撑炸。他躯体虽然被改造出魔神的经脉，
但新生的经脉还脆弱得很，又哪里扛得住这种力量？林洛尘只能尽量将力量引入魔眼中，但涌来的魔气实在太庞大，其中一条经脉满了，就只能走另一条，另一条经脉也满了，就只能开辟新的经脉。一旦晚了，经脉就会瞬间炸碎，让他本就千疮百孔的身体更加雪上加霜。梦魇对毁了他多年谋划的林洛尘恨之入骨，此刻一心想撑死他。当年他千辛万苦才从封印中脱困而出，得到高人指引，找到慕容姐妹两人。当看到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女娃时候，梦魇也傻眼了。如果不是慕容姐妹两人似乎都有隐藏的特殊体质，梦魇差点以为自己找错人了。但幽冥陛下怎么变成两个了？难道陛下在转世途中遭遇了什么意外不成？最诡异的是，两人体质似乎彼此压制，却又有种相辅相成之感，这导致了慕容秋芷体质不显，根本无法修炼，只有厄运缠身的意象。慕容夏竹虽然能修炼，但表现出来的天赋也只是一般般罢了。不值一提，梦魇虽然搞不清楚情况，却知道自家陛下一定就在两人之中。他开始试图唤醒幽冥圣地心中的魔性，便从铲除他身边的亲人开始。一是为了刺激他入魔，二是梦魇觉得自家陛下不需要任何亲人和弱点，任何感情都只会拖累自家陛下君临天下。只要能铲除陛下的绊脚石，他不介意陛下日后知晓此事会杀了他。慕容姐妹的母亲难产而死，生父慕容南川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引诱慕容东岳入魔以后，他略施小计，便让慕容南川走火入魔而死。为了能唤醒幽冥圣地，梦魇让慕容东岳举族搬迁到青石城，为日后做谋划。由于担心被人发现，哪怕是慕容东岳也不知道他的真正目的，以为他真想夺舍慕容姐妹。梦魇通过长期观察，最后确定有天魔圣体的慕容秋芷便是他苦苦寻觅的陛下，但他实在搞不清楚慕容夏竹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敢轻举妄动。此后梦魇开始暗中保护和观察姐妹两人，所有与慕容秋芷亲近之人，不管是心怀不轨还是真心实意，都尽数丧命他手。慕容秋芷虽然能带来厄运，但还不至于要人性命的地步，大多杀孽都是梦魇所为，就连那些前来驱邪的修士都全部被他引导走火入魔，悄无声息地死在他手中。随着时间推移，梦魇通过对慕容夏竹试探和观察，对他的身份有所猜测，那就是当年陛下的死对头，跟陛下同归于尽的九曜圣皇。因为他根本无法靠近慕容夏竹，慕容夏竹身上的气运和气息压得他喘不过气。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测，梦魇让慕容东岳将姐妹两人送到了玄州的浩然书院，他自己跟随前往，留下慕容东岳在青石城布下幻魔阵。在浩然书院，梦魇发现慕容夏竹如鱼得水，体质更是有复苏的迹象。他确认了自己的猜测，慕容夏竹的确就是陛下的死对头，该死的九曜圣皇。梦魇尝试除去慕容夏竹，让慕容秋芷从他的压制中脱困而出，但慕容夏竹气运惊人，不仅他无法靠近，哪怕遇到危险也能逢凶化吉。而且慕容夏竹命格与慕容秋芷缠绕，两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梦魇无奈，这个陛下的宿敌看来只能由陛下觉醒后亲自杀死。在青石城布阵完毕后，他便等着慕容姐妹成年，从浩然书院回家。这一路上，梦魇亲自护送慕容姐妹，还特地安排慕容东岳让大长老来绑慕容姐妹回青石城，想让他们在一世之前感受众叛亲离的滋味，从而断情绝爱。谁知道两人居然分开走，更不料慕容夏竹居然招来了林洛尘。林洛尘横插一脚，让梦魇的安排落空，更让从未接触过男子的慕容秋芷动心了。梦魇本想借助极限施压，通过林洛尘让慕容秋芷对男人的幻想也破灭，但谁知道林洛尘居然不按常理出牌，两人历经生死危机，反而感情迅速升温。看着两人举止亲昵，感情升温，梦魇红温了，打算故技重施，让林洛尘走火入魔而死。林洛尘的命运超乎他想象，不仅没走火入魔，更是连妖兽都没能弄死他。直到冷月霜出现后，梦魇不得不退避三舍，彻底错失了最后拨乱反正的机会。虽然他极力让一切回归正轨，但事情还是越走越偏，最终功亏一篑。自己本以为不重要，随便丢给慕容东岳的魔眼，居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梦魇想不明白，这小子为什么能让魔眼为自己所用？但看到林洛尘封印自家陛下，此刻梦魇只想将他挫骨扬灰。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在林洛尘露头的一瞬间就不顾一切现身杀了他。可惜梦魇没有逆命碑，也没有宿命轮回诀，此刻只想跟林洛尘同归于尽。林洛尘痛不欲生，抱着慕容姐妹，心中恶念丛生，恨不得毁灭眼前一切。他抱着慕容姐妹的手微微用力，极力压制自己将她们撕碎的冲动。与此同时，他感觉自己的眉心越来越热，似乎有什么不吐不快。
冷月霜见状越来越急，眼眸泛起红光，突然仰天轻笑一声，随着声音回荡城中，天上的云雾也被拨开，只见一轮血月当空。冷月霜手中施法，血色的月光照耀全城，将城中阵纹尽数腐蚀，阵法飞快崩坏。不！梦魇发出一声不甘的叫声，却只能看着阵法毁去，圣迹被打断。冷月霜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发现林洛尘眉心发亮，仍旧疯狂吸收城中魔气和血气。洛尘，林洛尘神色狰狞，猛地一把推开怀中的慕容姐妹，将两人送了下去。如今幻魔阵被毁，姐妹两人终于可以从魔气漩涡中脱困，但林洛尘却停不下来了，周身魔气缠绕，艰难地保持最后一丝清明。他一把扯下胸前的逆命碑，咬牙道：曲灵英，你快走吧，回你所在的时空。屈灵英也已经束手无策，却不想看他就这样身死道消。你跟我一起念宿命轮回诀，没准宿命轮回诀或者逆命碑能救你一命。林洛尘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运转宿命轮回诀，跟屈灵英一起念起宿命轮回诀的总纲。随着两人念诵宿命轮回诀，逆命碑开始发亮，四周的滚滚魔气中出现一抹灰雾，隐隐有水流声从天上传来。林洛尘时，海中青莲摇曳，两条锦鲤活跃了起来。听到那阵阵的水流冲刷声，屈灵英顿时激动万分。自己终于要回去了吗？通过神魂融合，林洛尘也终于明白了屈灵英的想法。曲灵英，你想带我去未来？曲灵英也不否认，笑道：在这里我救不了你，但若是在未来，你想死也难。我能去未来吗？就算能去，我也只有神魂啊。林洛尘有些迟疑和担忧，但屈灵英却不以为然。只有神魂又怎么样？到时候帮你驱除入魔影响，再送你回来不就行了？林洛尘无语道：那我的身体怎么办？你傻啊，你到时候直接回来这个时间节点不就行了？都穿越时空了，还纠结时间？曲灵英振振有词，让林洛尘豁然开朗，终于明白他后来为什么不急了。可是我控制不了穿越的时间啊。曲灵英安慰道：别怕，到时候我给你一门鬼修功法，实在不行当个鬼修吧。你就算不想回来，想留在那边，我也能给你重塑身体，你放心就是了。林洛尘总感觉他在拐卖自己，却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只能死马当活医。随着两人不断念诵宿命轮回诀，四周灰雾越来越浓，阵阵怒涛拍岸的声音响起，但那水声始终若隐若现，像是在冲撞着什么，却始终无法冲破。曲灵英顿时着急万分，该死，是时空壁垒！十之神殿的人在干什么？远处冷月霜神色着急地向着林洛尘飞去，想要帮他压制体内的魔气。时空之河迟迟无法降临，林洛尘却感觉自己快炸了，体内宿命轮回诀疯狂运转。他识海中青莲洒落阵阵青光，两条锦鲤带着青光一跃而出，涌向他眉心。林洛尘只感觉自己眉心一热，忍不住仰天长啸。刹那间，他眉心魔眼金光大放，一道耀眼的暗金色光芒直冲云霄，卷动八方风云。金光四周，两条锦鲤旋转着冲天而上，似鲤鱼跃龙门一般，猛地撞在高天之上。咔嚓一声，一条黑河带着滚滚灰雾从天而降，瞬间将下方的林洛尘给淹没。恐怖的灰雾将魔气都给撞开，仿佛银河倒挂，要将世间的一切都冲刷干净。洛尘，不远处的冷月霜俏脸发白，被那黑河带动的灰雾给推开，身不由己倒飞出去，置身于灰雾之中。不知为何，那段神秘的经文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冷月霜脑海中闪过零碎的记忆片段，熟悉又陌生，像是前世，又像是今生。记忆中的他与林洛尘有夫妻之实，但两人的结局似乎并不美好，最后只能生死相隔。洛尘，冷月霜不顾一切想飞进黑河中，着急地伸手出去，却始终无法靠近黑河中的林洛尘。林洛尘身不由己被黑河裹挟着离去，回眸看了他一眼，露出百味杂陈的笑容。傻女人，快走！下一秒，黑河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根本不曾出现，一切都像是他的幻觉，除了眼前的林洛尘消失得无影无踪。洛尘，洛尘，你在哪里啊？冷月霜只觉得自己的心空荡荡的，着急的到处寻找着林洛尘的踪迹，但林洛尘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任由他的神识如何寻找也不见踪影。此刻，一声惊叫将冷月霜惊醒，却见一道黑雾裹挟着慕容秋芷离开姐姐。地上，慕容夏竹踉跄爬起身，着急道：秋芷，原来是被打断圣迹的梦魇狗活了下来，趁冷月霜不注意将慕容秋芷掳走。梦魇虽然想将慕容夏竹杀了，但根本无法靠近，只能将慕容秋芷带走。冷月霜脸色微变，甩出一条绸带将慕容夏竹给带上，向着梦魇追了上去。但梦魇用了燃魂之术，速度快若闪电，一瞬间就穿过了阵法屏障。冷月霜被残留的阵法屏障所阻，虽然有能力杀他，却又担心伤到慕容秋芷。等他打破阵法屏障追出来时候，
梦魇早已经不知去向，只剩下阵法外乱糟糟的修士。又出来一个，抓住他们！这些前来的修士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果断出手向冷月霜杀来。滚！冷月霜出手将这些魔道修士击飞，迅速带着慕容夏竹冲天而起，离开此地。他是正道中人，在这兰州地界，一旦被魔道高手围堵，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不由庆幸自己戴着面纱，否则此地的事情传出去，自己怕是百口莫辩。冷月霜一边追向梦魇，一边回眸望向青石城，眼中满是不舍和担忧。但他隐隐有一种感觉，林洛尘没死，会在不久的将来与他再碰面。冷月霜循着梦魇残留的魔气一路追赶，但梦魇狡猾得很，让他数次丢失了方位。等他好不容易找到慕容秋芷和梦魇的时候，梦魇正被数位出窍修士围攻。梦魇虽然极力突围，但他早已经强弩之末，根本无法脱围而出。他状若疯狂道：“滚，都给我滚！这天魔圣体是我的，是我的！”就在此时，一声娇喝传出道：“你这魔头竟想掳掠我人族天骄，受死！”只见一个粉裙女子出现，她系起一把粉色的纸伞，迅速将梦魇笼罩。数十只厉鬼飞出，疯狂啃噬着梦魇，让他惨叫连连，气息迅速弱了下来。但此刻，慕容秋芷耳边却响起梦魇的传声：“陛下，属下不能再为你效力了，你将一切罪责归于属下，就说是属下想夺舍你，万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慕容秋芷还没反应过来，那粉裙女子已经伸手虚合，娇喝一声：“收！”那把纸伞将梦魇给收了进去，而后缓缓闭合，只剩下阵阵魔气缠绕。场中众人噤若寒蝉，有人行礼道：“宋门主。”远处的冷月霜脸色微变，因为来人正是前不久他见过的妙音门门主宋闲云。坏了，难道慕容秋芷要落入他妙音门手中？就在冷月霜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宋闲云垂立一旁，恭敬地将纸伞双手奉上：“圣女，妖魔已经降服，你看这女子该如何处置？”一个黑裙女子从远处缓缓走来，雪白的肌肤在黑裙衬托下更显得赛雪凄霜。她虽然美若天仙，但场中众人却噤若寒蝉，没人敢露出任何不敬之意，因为来人不是别人，乃是轮回圣殿的圣女夏九幽。冷月霜也连忙敛息，她可知道这位魔道圣女身边可是有护道者的。夏九幽伸手拿过纸伞，目光落在慕容秋芷身上，微微一笑：“这倒是个好苗子，先调查清楚情况，合适就带回轮回圣殿吧。”他心情好上不少，这次来断月妖峡也不算一无所获，回去也能有个交代。宋闲云恭敬道：“是。”两人带走了慕容秋芷，场中没有人敢质疑半句。毕竟轮回圣殿乃是兰州当之无愧的霸主，这位圣女是未来的圣后候选。冷月霜看着三人离去，悠悠出神，不知道在想什么。冷仙子，秋芷不会有事吧？慕容夏竹的声音将他惊醒，冷月霜回过神来看向他，梦魇不会出卖他，他应该不会有事，甚至会一步登天呢。慕容夏竹当机立断道：“我要去找他。”冷月霜摇了摇头道：“夏竹姑娘，你的体质去魔道是自投罗网，最好的结果就是明珠蒙尘。可是秋芷她……夏竹姑娘，你跟我走是最合适的，她跟他们走也是最合适的，你明白吗？”闻言，慕容夏竹沉默了，他明白冷月霜的意思，两人体质截然不同。他去魔道是自寻死路，慕容秋芷去正道又何尝不是？冷月霜安慰道：“只要你们安好，日后自然有机会再见的。”慕容夏竹点了点头，却感觉下次见面怕不是正邪不两立。冷月霜叹息一声，不敢久留，带着慕容夏竹迅速离开此地。青石城废墟中，鼠鼠从废墟中出来，却根本找不到林洛尘的气息，顿时傻眼了。“不是，我小主人呢？”鼠鼠在城中乱跑，最后只找到掉在废墟中的断刃。看着越来越多的修士，鼠鼠也只能叼着断刃躲入了地下魔神体内。他相信小主人会回来找他的。黑河之中，林洛尘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身上逆命碑发出亮光，让他不至于生死道消。他体内宿命轮回诀自行运转，周身发出阵阵青光，一朵青莲在他脚下浮现。那青莲包裹着林洛尘，将他从河中托起，浮于水面之上。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感受到曲灵英的惊慌失措。“不好，你居然不是神魂进入，这下死定了！”林洛尘不明所以，下一秒四周雷霆不断劈来，他下意识抬手阻挡。就在他觉得无命休矣的时候，两条锦鲤从水中跃出，将雷霆尽数挡开。两条锦鲤环绕在青莲四周，任由雷霆不断劈落，都无法伤到林洛尘分毫。林洛尘顿时如释重负，站稳身子，不解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我好像不是神魂之身。”屈灵英也有些懵，郁闷道：“大概你身上哪件至宝在生效吧？”林洛尘的宝贝太多，他一时之间也不确定到底是哪件导致他肉身进入此地。如果说是逆命碑，当初他身上也有逆命碑啊。
难不成逆命碑必须配合宿命轮回诀，才能有如此奇效？又或者说是那神奇的青莲和那2条锦鲤？屈灵英百思不得其解，却也意识到这小子怕是跟轮回圣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他想带林洛尘去未来的主要原因。担心林洛尘发现自己的想法，屈灵英主动离开他的灵台，退出神魂融合状态。话说，你没事吧？林洛尘摇了摇头道：没事，刚刚射了一发，感觉自己好多了。此刻他额头的魔眼已经闭合，只剩下一条金色的暗纹位于眉心。虽然还是有各种邪念丛生，但在青莲的帮助下，已经能勉强压制。曲灵英古怪道：你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不正经？林洛尘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无奈道：是你不正经吧？屈灵英呸了一口，看着他周遭的异象，不由啧啧称奇。青莲为舟，龙里为卫，还有逆命碑护身引路，你小子一身是宝，想死都难啊！林洛尘并不知道这代表什么，只是笑了笑，好奇地看着四周诡异的景象。这条河到底是什么？曲灵英解释道：这是具象化的时间，流淌的河水便是时间，你可以称它为时间之河。时间在这里停滞，在这里时间没有意义，却又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时间节点。林洛尘看到河中光怪陆离的景象，各种模糊的画面在其中一闪而过，不由笑了笑。具象化的时间吗？有点意思。那我们这是在前往未来吗？屈灵英想到自己能回去，也不由有些激动。对，上次我是逆流而上，这次却是顺流而下，的确是在前往未来。林洛尘看着漆黑的河水，好奇道：那怎么知道到达你所在的时空呢？曲灵英淡然道：我有特殊的秘术，能感应自己的躯体，定位我所在的时空。林洛尘神色古怪，却没有刨根问底，而是好奇地东张西望起来。既然这里没有时间概念，那从不同时空出来的人岂不是都在这里出现？屈灵英笑道：你很聪明，只要能进入时空之河的人都会同一时间出现。林洛尘好奇道：既然都是同一条时空之河，那岂不是能遇到其他的强者？屈灵英嗯了一声，有可能，但前提是得有这种级别的强者。其次，你们的速度得不一样才能相遇，因为时间之河是流动的，这就跟行船一样，在这里你们同时出发，但起点是不一样的。林洛尘恍然大悟，而后尝试加快速度，但身下的青莲却毫无反应。毕竟他只是借助青莲才能穿梭时空之河，显然不可能主动改变速度了。林洛尘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道：若是如此，那逆向而行的人呢？屈灵英认真道：按理说，若是路线重合，你在他到达目的地之前是会碰上的，但顺流而下都难于上青天，更何况逆流而上，哪有这种强者？而且，林洛尘好奇道：而且什么？没什么，你放心吧，反正你遇不到逆流而上的强者的。屈灵英信誓旦旦。林洛尘无奈摇了摇头道：这可不一定。他说完在河上左顾右盼，曲灵英不由好奇道：你在找什么？林洛尘笑道：找你啊，按理说曾经的你逆流而上，我应该能碰到你才对。曲灵英哑然失笑道：要让你失望了，你看不到我的。为什么？因为神魂游于河中，而肉身行于河上，你在河上，过去的我在河中，你怎么看得到我？林洛尘没想到还有这一回事，看着漆黑的河水，神色古怪。这么说，另一个你岂不是跟水鬼一样在水下游着？曲灵英能回去也是心情大好，打趣道：是啊，小心我抓了你。林洛尘正打算说什么的时候，前方恐怖的雷霆闪烁，一股恐怖气息涌来，整个空间之河动荡起来，河水剧烈翻涌，林洛尘在上面摇晃不已。曲灵英，这是怎么回事？曲灵英也一脸懵逼，不明所以道：我也不知道啊。话音刚落，一道红光以恐怖的速度带着漫天雷霆逆流而上，掀起滔天巨浪。林洛尘暗骂一声道：什么鬼东西？话还没说完，那道红光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虽然红光拐弯避开了他，但他还是被滔天巨浪给掀翻，卷入黑河之下。林洛尘在河中翻滚，隐约听到一声叹息。片刻后，他重新从河中起来，心有余悸，看向那消失的身影。曲灵英，你不是说没有吗？刚刚要不是那红光避开了他，他怕是要被直接撞死了。这怎么可能？明明十指。屈灵英欲言又止，林洛尘翻了翻白眼：十之神殿是吧？你之前已经说漏嘴了，他们做了什么？屈灵英干笑一声，只能老实相告：十之神殿为了防止轮回圣君重现时间，在你所在时间的500年后设置了时间屏障。难道这500年间还出现了能逆转时空的强者？又或者刚刚那道身影就是传说中的轮回圣君？林洛尘郁闷道：谁知道呢？应该没有了吧？曲灵英安慰道：能逆转时空的强者一个就不得了了，奶来。他话还没说完，
前方又是雷霆翻涌，一道红光若隐若现，以极快的速度而来。林洛尘忍不住骂道：“靠，又来！”那红光再次飞来，虽然避开了他，却还是再次将林洛尘给卷入河中。他在河流中翻滚了好一会，才重新在河中冒出头起来，心有余悸。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不会再来了吧？屈灵音干笑道：“我想应该不会了吧？这几百年哪这么多强者穿越时空？”话音未落，雷霆闪烁，这回却是一道青光逆流而上。林洛尘忍不住骂道：“你个乌鸦嘴！”屈灵音也欲哭无泪，自己最近这嘴是开光了吗？这青光完全不似红光一般躲闪，而是以恐怖的速度直撞了上来。两人隐约看到，在青光后方还隐隐有青光浮现，彼此连成一线，把两人都看懵了。未来的强者在逃难吗？还是在时光之河开会啊？林洛尘忍不住吐槽一句，就被青光迎面撞上，彻底昏死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林洛尘听到2声嘹亮的龙鸣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醒来。他感觉头疼欲裂，全身快散架一样，身旁2条巨龙一般的锦鲤带着自己一跃而出。前方空间破碎，林洛尘被2条锦鲤带着飞出，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围绕着自己。之前一直缠绕他的魔念，此刻骤然消失，连同魔眼也变得仿佛不存在一般。林洛尘还没来得及多想，眼前就骤然一亮，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和臭味直冲鼻腔。只见下方一片尸山血海，几十尊高大的魔族站在群山之间，正在以人为食。他们形态各异，最弱的都有出窍境界，周身魔气环绕，气息极为骇人。场中尸骸遍地，到处是残肢断臂，还存活的百姓跪地求饶哭喊，却无济于事。此刻见到天空中一阵电闪雷鸣，林洛尘环绕巨龙从中走出，所有人都看向了他。一众魔族也忍不住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看着半空中的林洛尘。林洛尘不禁头皮发麻，不是吧，一上来就是生死局。曲灵音，这可怎么办？曲灵音啊了一声，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什么怎么办？我们到了吗？林洛尘郁闷地想吐血，而下方魔族口中叽里咕噜的，不知道在说什么。其中一尊魔头随手拎起一个孩子，伸手递给林洛尘，似乎是在询问他吃不吃。由于林洛尘周身环绕着魔气，他们似乎将他当成了能幻化形态的同族。林洛尘眼中闪过一抹悲哀，他知道未来的人族会很惨，但没想到惨到这种地步。那魔头见他没反应，随手将孩子丢入血盆大口之中，锋利的牙齿嚼动起来。一声惨叫传出，鲜血从他口中喷涌而出，股股鲜血顺着流下，看去极为骇人。林洛尘虽然不是什么圣人，但看到魔族以人族为食，还是不由怒发冲冠。他目眦尽裂，心底魔念涌动，恨不得将这魔族碎尸万段。随着林洛尘动怒，他体内宿命轮回诀运转，逆命碑顿时活跃起来。林洛尘只感觉眉心一热，本来还若隐若现的魔眼再次出现，还带来了磅礴的魔气。魔气在他新生的经脉中流转，那股要被撑炸的感觉再次浮现，而且比之前更强烈。林洛尘感觉各种邪念和杀念涌动，下意识将这股力量发泄出去，刹那间一道金光照出，那魔族瞬间炸成一团血雾，把其他魔族都给吓了一跳。他们只看到那男子眉心金线睁开，化作一只眼睛，射出一道金光，就秒杀了自己的同伴。林洛尘也傻眼了，因为他之前明明感觉自己那一道金光已经快将魔眼的力量消耗干净了，但刚刚射出的金光却比之前的更加强烈，而且从魔眼中源源不断涌出精纯的魔力。这感觉就像还有上古魔神源源不断为魔眼提供力量，只是肆意出来的魔气就差点撑炸林洛尘。此刻那些魔族见同伴身死，纷纷咆哮一声，嗷嗷地向林洛尘冲了上来。林洛尘来不及多想，连忙催动眉心的魔眼，怒喝道：“死！”他眉心魔眼射出一道道金光，将向他飞来的魔族给轰碎。这些强大的魔族在金光面前脆弱的跟纸糊的一样，一碰就碎。但魔族太多，林洛尘虽然杀了不少，却还有数十尊魔族靠近了过来。林洛尘长啸一声，周身魔气翻涌，魔眼中金光大炽，如同一条金色的棍子在场中横扫。被扫到的魔族纷纷炸裂，化作血水洒落，剩下的魔族吓得亡魂皆冒，狼狈逃窜。林洛尘凌空而立，周身魔气翻涌，忍不住吐出一口血来。刚刚这一下虽然帅气无比，但他身体根本负荷不起，体内受创不轻。幸好在他停止运功后，魔眼再次闭合，又陷入了虚实相间的状态，魔气不再涌出，只是那种邪恶的念头还是不断往他神魂渗透，让他邪念层出不穷，整个人邪气凛然。最要命的是，他催动魔眼的时候，魔气冲刷体内经脉，再次压榨了他的潜力。林洛尘本就只剩下20年不到的寿元，就指望突破金丹续命，但这使用魔眼就会消耗潜力，让他突破金丹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林洛尘落在地上，踉跄2步，感觉体内五脏俱焚，仿佛有火烧一样。
屈灵英问道。你感觉怎么样？林洛尘有气无力道。感觉身体被掏空，话说这股力量从何而来？屈灵英忍不住吐槽道。这不是你引动的力量吗？你跑来问我，这不是你所为。林洛尘皱了皱眉头，神色古怪道。难道魔眼深处还藏着魔力？但他总感觉这魔眼刚刚像是活的一样，又像是连接着哪里，不是无源之水。此刻一阵阵吵杂声将他吵醒，却是那些被救的人族不断冲他磕头感谢。他们嘴里咕噜咕噜说着什么，但林洛尘却是一句话也听不懂，眼中满是茫然。曲灵英，他们在说什么？屈灵英整个人都傻了，喃喃道。我也听不懂啊，我们这是落在了哪里？林洛尘错愕道。这不是你所在的时间吗？屈灵英茫然道。应该是吧，你把身体交给我，我尝试用秘术试一下。林洛尘没有掉以轻心，还是固执到神魂融合。你！曲灵英气急败坏，骂了一句混小子，就老实认命地踏入灵台，跟他抱在一起。反正抱都抱过了，也不差这一次了。等自己回归体内，非得吊这小子起来打3天3夜。两人神魂融合，林洛尘顿时长舒一口气，感觉自己舒服多了，差点呻吟出声。屈灵英怀疑这小子就是故意占便宜，却又没有证据，只能飞快施法尝试与自己身体建立联系。片刻后，他纳闷道：不行，完全感应不到，也跟我那边的人建立不上联系。林洛尘全身火烧一样，皱了皱眉头，想搞清楚这里是哪里。他用曲灵英记忆中的各种语言开口，尝试跟眼前的人族沟通，但这些人族都只是敬畏看着他，嘴里面叽里咕噜地说着听不懂的话。这些人族似乎怕林洛尘生气，推了一个少女到他面前。少女一脸血污，但兽皮麻布遮身，却能看得出容颜相当绝色。此刻她那清澈的眼眸中满是泪水，那种破碎感令人看了心疼不已。她敬畏地看着林洛尘，柔柔弱弱地说着什么，比手画脚的让林洛尘一阵头疼。他看着少女胸前被撑得鼓鼓囊囊的兽皮，又看着那群衣衫褴褛、服饰粗犷的人族，神色古怪。曲灵英，你确定我们是在1000年后吗？屈灵英听着这些人族咕噜咕噜的话，也有些不确定了，因为眼前的人族比他印象中惨太多了。难道又有新的灾劫降临？难道我们穿越过头了，在清虚历6200年更往后的时间吗？林洛尘也无奈，这女人好像很不靠谱啊。别想那么多了，先搞清楚这里是哪里再说吧。他想找到村落询问，看看有没有能交流的。他比手画脚半天，才让那少女明白他的意思。少女忧心忡忡地看了他一眼，也不敢违背，只能忐忑地带着他离去。林洛尘跟在他身后走了2步，却感觉越来越难受，忍不住咳嗽2声，咳出不少血来。眼前的世界开始摇晃，前方的少女回过头来，惊慌失措，上前想扶他。林洛尘下意识推开他，但天旋地转，忍不住一头栽倒在他胸前。少女似乎被吓了一跳，而林洛尘此刻以奶洗面，最后一个念头便是：好大，好软，有想叫娘的冲动。不好，自己似乎有点晕奶，还没来得及继续胡思乱想，林洛尘就彻底昏死了过去。而在远方的一座魔山上，一尊巨大无比的魔神坐于山巅，他青面獠牙，头长着一双蜿蜒的魔角，眉心更是有一只闭合的树眼。此刻他正以手撑着额头打盹，突然神色古怪地睁开眼睛，错愕东张西望，因为他刚刚察觉到自己的树眼突然消失了，体内的魔力更是莫名被调动。但他还没来得及细细查探，眼睛又出现了，一切仿佛是他的错觉。他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自己在做梦？不知道过了多久，林洛尘迷迷糊糊醒来，感觉喉咙火烧一样。水，给我点水。话音刚落，那少女从破木屋外走近，看着他一脸欣喜的样子。林洛尘一脸茫然，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少女回过意来，连忙跑出去拿了个竹筒，又匆匆跑了进来。看他这跑起来晃晃荡荡，林洛尘都担心他把兽皮给崩了。少女扶起他，让他靠在自己身上，小心翼翼为他喝着水。林洛尘脑电波思维格外活跃，傻傻看着眼前的少女。少女洗去了脸上的血污，那张清新脱俗的脸不染尘埃，让人不忍亵渎。但她这身段却让人想入非非，跟她的样貌有极大的反差，又纯又欲。林洛尘喝完水以后，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下一时运转宿命轮回诀恢复。接下来2天，少女对林洛尘无微不至，又是擦身又是换药喂水，让他有些不自在。2天后，林洛尘勉强能起身，才发现自己的衣服被换下洗干净放一旁，而自己此刻围着兽皮，到处凉飕飕的，让他很是不适应。林洛尘换回自己的衣服，推开木门，才发现自己在一个古老的村落中。村子隐匿于古老的树林之中，但村中破败不堪，树木倒塌，地上还有干涸的血迹，像被巨人肆虐一般。村民正在不断把一些东西往兽车上放，拖家带口的，似乎打算离开此地。
少女此刻正在指挥众人，听到身后动静，回头看到林洛尘，吓了一跳。她神色匆匆过来，忐忑地说着什么，小心翼翼观察林洛尘的神色。见林洛尘见到他的族人并没有其他举动，这才放心下来。毕竟林洛尘所用的手段和实力都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不像是人族中人。林洛尘示意道：“你们要走？”少女点了点头，见他没说话，才放下心来。他指了指一旁的一辆兽车，似乎示意他上车跟他们一起走。林洛尘也无处可去，而且伤势还没好，便点了点头，跟着他们离开。按理说，这些人族应该会前往下一个部落投奔，没准那里能打听到消息。当夜，少女等人便拖家带口离开，像是怕惊动什么人一样。林洛尘一个人躺在兽车上，少女坐在他前方驾车，充满活力的娇躯让他想入非非。林洛尘悚然一惊，皱眉道：“林英，为什么我自制力这么差了？”屈灵英不明所以道：“怎么说？”林洛尘只能尴尬描述了一下。屈灵英忍不住咯咯直笑：“这有什么好说的？血脉之力觉醒了，男儿本色啊！”林洛尘郁闷道：“别开玩笑了，我以前虽然有点想法，但不至于这样。”曲灵英解释道：“大概是你使用那魔眼，被魔眼的邪气入侵了。”林洛尘闻言不由忧心忡忡，暗道这魔神邪气当真可怕，居然能侵染自己精神。他打定主意不再使用魔眼，省得越来越堕落。路上，少女不断用余光悄悄看着他，似乎被他所吸引。林洛尘本就帅气，此刻头发斑白，更显得充满故事又神秘无比。“姑娘。”少女闻言回过头来，林洛尘指了指自己胸口，又指了指少女胸口：“你。”少女被吓了一跳，捂着胸口，担心他莫不是饿了，要吃了自己。总不能是要吃奶吧？自己没有啊。林洛尘自然不是饿了，他就算要吃了眼前的少女，也不是这种吃法。他只是想学习此地的语言，起码能做到勉强的交流。屈灵英虽然有诸多能学习语言方法，但可惜都不是他这个境界能用的。见少女没反应过来，他再次强调道：“林洛尘，你呢？”少女犹豫，看了四周一眼，见没人看来，咬了咬红唇，缓缓把兽皮拉下。如果他真要吃，就让他吃了自己吧。林洛尘看着那绷得紧紧的兽皮越绷越紧，两个大白兔眼看要一跃而出。他喉咙微动，邪念升起，连忙伸手按着他的手：“姑娘，你这是干什么？”触手温润，林洛尘下意识握了握，发现难以掌握，连忙收手：“对不起。”少女脸色红透了，极为难为情，似乎确认了眼前的男子就是想要摸自己。林洛尘也不敢再开口，省得他再误会什么，但刚刚的经历挥之不去。此刻他定力大幅度下降，再次看那少女，总觉得蠢蠢欲动，邪念丛生。直到第二天，林洛尘才再次鼓起勇气开口学习，但这次没敢再指着少女了。他指着树木，开口道：“树，这也是树。”过了好一会，少女才回过意来，用自己的语言回应他。林洛尘开始从食物开始，一点点学习此地的语言。少女似乎也终于明白自己昨天会错意了，顿时脸色红得滴血。幸好两人语言不通，不然他怕是会更尴尬。他本就对林洛尘颇为关注，此事以后就更加留意了，不时偷偷看他一眼，又飞快扭开头。林洛尘对此假装不知道，一边学习语言，一边观察这边的情况。他发现此地的灵气非常浓郁到几乎要液化，简直是修炼的洞天福地。用曲灵英的话说，在这里一头猪待久了，怕是都能成为妖族。这话是一点也不夸张，因为此地妖兽众多，可谓筑基多如狗，金丹满的走。在这里，林洛尘随便丢出根木棍，都能砸到几个筑基境的妖兽，金丹妖兽更是不时出没。这一路走去，要不是有林洛尘不时动用魔眼出手，这些村民怕是伤亡惨重。不过村民的实力也让林洛尘有些惊讶，他们虽然没有正儿八经修炼，但体魄远超常人。林洛尘就看到一个壮汉手撕了一头筑基境界的妖兽，那体魄强得让他暗暗啧舌。村中跟修士有关的，就是那为首的少女使用的一种类似于法术的秘术，能操控灵力。但她所用的似乎不是五行术法，而是通过语言和身体与天地共鸣，从而施法。少女的实力在林洛尘看来，在筑基后期左右，在人族之中也算是强者了。但他们的实力比起此地的魔族和妖族，实在是弱太多了。林洛尘就曾见过一只大鸟在天上掠过，散发出来的气息起码在洞虚境界，这让他开始产生了疑惑：未来的人族真的已经式微到了这个地步了吗？屈灵英一路走去，也不由越来越沉默，特别是在林洛尘一次次动用魔眼后。此地除了凶险的妖兽以外，各种闻所未闻的灵药和矿石随处可见，简直就是鼠鼠的理想乡。想起鼠鼠，林洛尘不由忧心忡忡，却也无能为力。远水还救不了近火呢，更何况自己还跟鼠鼠隔着时空。不过他不是一般的鼠，是有大气运的鼠，
应该即属自有天相吧。林洛尘跟着少女学习了几天语言，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勉强能与他们交流。从少女口中，林洛尘得知她名为白薇，是村中大祭司的独女。前几日大祭司死后，白薇就临危受命，成了村中的祭司。而此地名为万魔山，至于在清虚哪个州，他就不知道了。因为白薇连这个世界是不是叫清虚都不知道，更别提什么清虚力了。他们村中有一套自己的计时，跟其他村落的也不同，所以无法判断时间。而他们不是不修炼，而是根本不懂修炼之法，他修行的是代代相传的神奇之术。村民似乎是被魔族从村中掳走，带回那座魔山上宴请宾客的，恰好被林洛尘所救。林洛尘听得一愣一愣的，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语言没学到家，理解错了。但多次确认以后，他确定自己没听错，转而开始怀疑人生。曲灵音，我们真没被送到哪个未知的世界吗？曲灵音长长叹息一声，郁闷道：我们还是在清虚，但却不是千年后的清虚。林洛尘精神一振，这几天他也有所猜测，急需与曲灵音确认一番。细说。曲灵音问道：我也不是很确定，只是根据你眉心的魔眼状态判断的。林洛尘这几天也研究了一下自己的魔眼，发现他一直处于虚实状态。他通过储物界带过来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唯独这颗魔眼显得如此诡异，虚实不定。只有当他用宿命轮回诀催动逆命碑，碑文浮现的时候，魔眼才会由虚转实。与此同时，他也会带来一股磅礴的魔力，仿佛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林洛尘体内的魔神经脉流转，同时带来强大的邪念，入侵他的神魂。在有魔眼的情况下，林洛尘使用魔族的经脉，能发挥出极为恐怖的力量。但林洛尘的魔神之躯还太过脆弱，未经断体的体魄根本扛不住这股力量。若是不顾一切释放这股力量，怕是敌人没死，林洛尘先自己炸膛了。曲灵音顿了顿，继续道：这种情况闻所未闻，但我结合传闻，倒是有一个猜测，说来听听。据传，逆命碑内蕴含一套完整的天道法则，谁掌握它，就能自成一界，开创新世界。林洛尘郁闷道：这与我的魔眼有什么关系？曲灵音解释道：按时之法典所记载，除了时间之河这种特殊场所以外，同一个时空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同样之物，就像这个时空不能存在两个你一样，一旦同时出现，便会出现时空悖论。林洛尘闻言郁闷道：你的意思是这个世界还有另一颗魔眼？曲灵音嗯了一声道：按理说两者只能存一，正常来说你的魔眼会消失，但你身上却有逆命碑，它自身的规则之力作用，帮你将魔眼给保了下来。每当你激活逆命碑，它的规则之力激活，自成一界，帮你将魔眼由虚转实。但它的力量不足以跟此界天道抗衡，所以又没能彻底截断与原主的联系。林洛尘无奈地笑了：按你所说，这个世界岂不是还有一尊活着的上古魔神？我的魔眼和其中的力量都是从那上古魔神中所见，那我们岂不是在上古？曲灵音苦笑道：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事实好像如此。林洛尘之前就有所猜测，也不算太惊讶，只是悬着的心终于死了。我们不是顺流而下吗？怎么会来到这里？总不能是那青光一路把我们撞过来吧？谁知道啊？曲灵音也有些抓狂，无奈道：时光之河内一定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本以为自己能回到未来，谁知道居然被送来了上古时期，闹呢。未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时光之河里面热闹到了这种地步？曲灵音百思不得其解，但这些显然都不是目前的他应该考虑的事情。别管这么多，先试试能不能离开吧。林洛尘嗯了一声，运转宿命轮回诀，跟曲灵音一起念诵宿命轮回诀总纲。但逆命碑毫无反应，识海中两条锦鲤也蔫巴巴的，青莲有气无力的摇了摇。林洛尘又跟曲灵音神魂融合，但也没能激活逆命碑，只是又暗爽了一回。该死，欲罢不能啊！曲灵音感受到他传来的感受，羞恼地离开了他的灵台，把气撒在青莲和两条锦鲤身上。你们倒是只冷起来啊，就会欺负我是不是？看着又是踢青莲又是追着锦鲤的曲灵音，林洛尘连忙好言相劝。好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他们恢复应该就能送我们回去了，当务之急还是在这里活下来。指桑骂槐的曲灵音冷哼一声，郁闷地坐在识海中，感觉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不仅因为两人失陷在上古，更因为他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情，眼前这家伙不会就是轮回圣君吧？曲灵音此刻不由患得患失，既担心林洛尘是轮回圣君，又担心两人改变了未来，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多虑了。自从知道自己在过去后，林洛尘便开始谨言慎行。他不仅将收集到的灵药全丢了出去，还从储物界拿出半遮面的面具遮住面容。林洛尘本想离开白薇等人，用望气术来趋吉避凶，但可惜他虽然离开了慕容秋芷，但青莲却萎靡不振，根本无法忘记。此地危机四伏，
林洛尘不想用魔眼，避免邪气入体，也怕引来魔神，他只能跟着白薇前往所谓的天云山脉，投奔这片区域人族最大的部落玄鸟部落。那里有一只玄鸟庇护着天云群山四周，让那里的人族免遭魔族的侵袭。白薇1年前跟大祭司去过，被那里的繁荣景象吸引，心中艳羡至极。半个月前，他们收到玄鸟部族的飞鸽传书，顿时心中掀起惊涛骇浪。玄鸟部族打算召开万族大会，让各族派人前来商议人族的未来。他们不仅打算将自己祖传的修炼之法外传，更欢迎各部族前来天云群山定居。他们也希望各部族不要敝帚自珍，将族中功法共享，彼此取长补短，让人族强大起来。林洛尘对此深以为然。在这个时代，妖魔巫三族为天地的主角，人族、灵族、鬼族等后世大族都还十分弱小，特别是人族弱小无比，被魔族和妖族圈养，沦为血食。各族之中，只有灵族和巫族对人族的态度有几分和善。至于鬼族，还不像后世一般成了气候，只能算是孤魂野鬼。这一切都源于人族没有修行功法，修炼之法只掌握在白薇等祭司手中。普通人实在太过弱小，才会被各族当成血食和蝼蚁。玄鸟部落这一个举动可谓惊世骇俗，引起轩然大波。白薇的父亲在思虑再三后，决定违背祖训，带着族人秘密迁徙过去。谁知道被万魔群山的魔族发现，顿时怒不可遏，直接降临将整个部落的人掳走。毕竟白氏一族是他们圈养在群山间的肉食，居然想逃离，那不是找死吗？这才有了后面的事情。如果不是林洛尘，白氏一族已经彻底淹没在历史尘埃中。但此刻前往天云山的路上也是险象环生，白氏一族死伤惨重。白薇看着族人死伤，有心求林洛尘出手，却被他冷漠的脸色吓了回去。曲灵英好奇道：“你怎么不再出手了？”林洛尘淡淡道：“我动用魔眼的力量，引来那尊上古魔神怎么办？再说，魔眼之力会干扰我神魂，透支我潜力，这是在烧命啊，怎么能乱用？没有魔眼，我无能为力。而且，万一我救了哪个人，扰乱后世怎么办？”曲灵英感觉他比自己还懂时间法则，也不太可能是所谓轮回圣君。毕竟这家伙怎么看都不像是那能为人族苍生赴死之人。白薇也察觉到林洛尘的态度变化，对他极尽讨好，希望他能出手帮助自己合族人。不过林洛尘此刻一心只想等2条鲤鱼和青莲恢复，除了吸收灵气修炼以外，不再干预外界。哪怕这一支队伍遇到妖兽，林洛尘也只是冷眼旁观，不再像之前一样出手相助。他甚至不吃不喝，每日只服用屁股丹度日，只是为了少欠白薇等人点人情。吃人的嘴软，林洛尘不想亏欠，选择不吃。白薇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自己等人到底做错了什么，让这位恩公态度大变。他没有对林洛尘有什么怨怼，态度一如既往恭敬，竭尽全力让他能专心修炼。白薇没有一味寄希望于林洛尘，而是独自扛起重任，竭尽全力保护族人。但看着族人死伤惨重，他还是不由暗中垂泪，自责不已，而后又强打精神。林洛尘看着白薇从一开始的茫然失措到指挥若定，不由感叹人果然是逼出来的。这女子若是不死，日后倒是会是一个不错的人族领袖。可惜自己不属于这个时空，也不想牵扯太多。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些事情不是他想不想的问题。第二天，白薇等人就遇到一只状似犀牛、全身披着土甲的筑基妖兽。那妖兽也就筑基大圆满境界，但皮糙肉厚，刀枪不入，在场中疯狂杀戮，白薇的族人死伤惨重。白薇虽然用神奇术召唤出无数火鸟，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反而激怒了妖兽。那数丈高的妖兽低着头，独角泛着幽幽光芒，向着白薇冲来，任由族中勇士如何阻拦都无济于事。白薇竭尽全力念动咒语，天空中浮现一个巨大的火球砸落，顿时火星四溅。可惜妖兽还是从火海中闯出来，脚步踏下，顿时地面颤动，将白薇给撞飞在地。妖兽低着头向着白薇一头撞来，眼看就要将他撞死，而后踩成肉酱。林洛尘看着伤亡惨重的村民，想起少女这些时日的所作所为，心生不忍。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冲了出去，一手按在那妖兽的头上，阻拦妖兽的前进。林洛尘手中光华一闪，一把长剑浮现，一剑插进妖兽眼中，疼得妖兽猛地将他挑飞。他在半空中施展身法，飘逸的落下，不断绕着妖兽劈砍，将他劈得鲜血淋漓。白薇也反应过来，连忙站起身来，召唤藤蔓将妖兽困住，同时用火雨倾泻而下。林洛尘施展清平剑诀，加上手中跨世代的中品灵气，配合着白薇和一众村中勇士群殴妖兽。一行人磨了半天，总算才将那头皮糙肉厚的妖兽斩杀。林洛尘灰头土脸的，之前突破时候的伤势被牵动，忍不住咳出几口血来。恩公，你没事吧？白薇紧张上前，林洛尘却只是摆了摆手，淡淡道：
没事。此时天色已晚，一行人伤亡不小，匆匆找了个安全的地方安营扎寨。林洛尘盘膝坐下，暗暗自责自己的多事，而屈灵英却后怕不已，因为刚刚在林洛尘犹豫的刹那，他感受到一股莫名的生死危机之感，仿佛自己的存在要消失一般。这不仅是他所修行玄天诀对他的预警，更是天道对他的警示和提醒。屈灵英不明所以，为什么白薇的死亡会对自己的存在造成威胁？难道他是什么重要的历史人物吗？他总不能是自己太奶吧？但刚刚如果这小子不救他，他就死定了啊！屈灵英突然意识到，自己两人的穿越或许本就在历史之中，而这小子不知为何似乎有着改变历史走向的力量。虽然这股力量还很微弱，但已经有了苗头，让天道感到威胁，所以天道才会对自己示警，提醒自己两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毕竟一旦未来发生改变，自己有可能会消失。屈灵英顿时冷汗涔涔，这下麻烦了，这每一次抉择都是生死局啊！这小子到底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啊？自己该怎么办啊？贼老天，你就不能明说吗？林若尘不知道这些，正在反思刚刚自己怎么就冲动冲了上去。难道自己也开始被下半身支配了吗？大头怎么老输给小头，就不能争气一点吗？此刻他突然听到动静，原来是白薇走了过来。白薇洗去了脸上的血污，换上一身干净衣物，靠近林若尘，欲言又止。她面容清丽脱俗，虽然只是兽皮麻衣，但穿在她身上却别有一番风味。白薇年纪虽然小，却胸怀大气，前凸后翘，那兽皮麻衣差点遮不住她傲人的身段。林若尘抬头看了一眼巍峨雪山和白薇那藏于山后的俏脸，又默默低下头。他从储物界拿出一颗自己带来的灵参，打算服下疗伤。虽然入宝山空手而归很可惜，但此地的物品都带因果，他不想过多地沾染。除了无处不在的灵气和空气，他并不打算动用这里的任何东西，以免干扰后事。不过此地灵气充沛，林若尘修炼起来倒是事半功倍，很快将境界稳固在筑基3层。就在他准备服用灵参的时候，白薇却神色着急地蹲下身，按住他的手。本宫，这种大萝卜力量很狂暴，吃了身体扛不住，万不可服用。他虽然不明白林若尘是从哪里变出来的灵参，但这灵参的力量让他感觉很危险。林若尘愣了一下，自己手中的灵参有毒，但这明明是鼠鼠从断月妖匣挖的啊！白薇见他不信，连忙道：“恩公，我们很多族人就是服用了这种灵药，爆体而亡。”林若尘询问了一下，才知道每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的服药路线。除了白薇等修炼神奇之法的祭司，其他人都是通过循序渐进服用各种灵药获得力量。白薇之所以知道林若尘手中的灵参危险，因为那是无数白氏族人付出生命尝出来的。这种服药路线一向氏族中最大的机密，鲜少外传，而此次玄鸟部落召集各族，也是希望各部落能公开的这些服药路线。林若尘明白以后，不由叹息一声，这里的人族不会修炼，更不会炼化药理，这种灵药的力量的确能撑炸他们。无妨，这点力量对我影响不大，我需要他疗伤。白薇想起他的实力，也就不再多说，只是还是忧心忡忡。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恩公的实力似乎跌落很严重，让他有些担心。恩公，那你还需要这种白萝卜吗？我可以让族人为你寻找。不用，恩公不用跟我们客气，有什么需求请尽管开口，我们一定尽量满足。林若尘只是淡淡点了点头。白薇咬了咬牙，忐忑道：“那恩公可需要血石？”在他印象之中，很多妖魔受伤以后都会服用血石恢复。林若尘哑然失笑道：“我又不是妖魔，我不吃人。”白薇如释重负，如果林若尘要血石的话，他可不敢再带他前往人族根据地了。恩公真不是魔族吗？林若尘摇了摇头，白薇不由怀疑这家伙是不是人魔混血了。他深吸一口气，贝齿轻咬红唇，仿佛下定决心一般看着林若尘。恩公，灵女的出血对疗伤有帮助，白薇愿意助恩公疗伤。白薇自然不单纯一见钟情，更有希望林若尘能帮他们抵御外敌，却很聪明的没有开口提要求，因为他知道这种时候提任何要求都还不如不提。林若尘闻言有些没反应过来，错愕道：“什么是灵女的出血？”白薇俏脸微红，眼神有些闪躲，却还是努力看着林若尘。灵女是天生就能与天地共鸣的女子，出血就是灵女第一次跟男子那个时候的落红。据说灵女的出血有神奇的力量，不仅能助人更上一层楼，更能够治愈伤势。不过她有一句话没说，那就是灵女在失去出血后，对天地感应会大不如前。这也是为什么白薇在这个年纪还未婚配。要知道像她这个年纪，很多女子已经是孩子他妈了。林若尘这才明白，所谓出血就是男女之事时候的落红，顿时啼笑皆非。他避之都唯恐不及了，怎么可能还在这个时代乱搞？等一下自己生出自己怎么办？白薇祭司的好意心领了，我自己能疗伤，就不劳你费心了。白薇闻言有些失望，
因为他见林洛尘像是没有不足之人，想试试能不能留下他。有这等强者在，他们白氏一族也不必惧怕魔族，更不用依附他族，仰人鼻息。他已经拿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了，可惜对方没有兴趣，他也没有死缠烂打。毕竟这个时代奉行以物易物、等价交换原则，他已经算是高攀了。白薇起身恭敬行了一礼，那白薇就不打扰了，恩公若有什么需求尽管吩咐，我们一定尽量满足。林洛尘点了点头，目送白薇离去，心中毫无保留。曲灵英打趣道：倒是个知进退的聪慧女子，又不用负责，你就不心动？林洛尘毫不迟疑道：不心动，我不想改变历史，对未来造成不可磨灭的灾难。曲灵英小心翼翼试探道：话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穿越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林洛尘点头道：想过，但若真的如此，我们做什么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我做与不做有什么区别呢？什么都不做才是最稳妥的。曲灵英竟然无言以对，但却迫切希望他去做点事情验证自己的想法，因为如果这小子真是轮回圣君，就不可能只有一次穿越过来。那自己这次可以适当让他帮助人族，看看对历史是否有什么影响。如果一点变化都没有，甚至还能开启下一次穿越，那这小子是轮回圣君没跑了。想到这里，他咳嗽两声。林洛尘，你看着自己同族受苦受难，就不想做点什么？林洛尘果断道：不想，我不是圣人，也没这个实力，但你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啊。我们既然来到这里，一定有我们的使命，为什么要逃避呢？林洛尘一针见血道：万一改变未来，我们不存在了呢？那不是更好吗？如果能让现在人族的强盛起来，没准就能改变未来人族危机。曲灵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滔滔不绝。但林洛尘左耳进右耳出，心中郁闷无比。曲灵英，你是这么舍己为人的人吗？曲灵英正气凛然道：我本就是为拯救天下苍生而来。林洛尘神色古怪道：但你的功法和想法都不像是心怀天下的正道之人啊。曲灵英气急败坏道：肤浅迂腐，谁告诉你拯救天下苍生的就必须是正道？我是魔道就不能心怀天下？当神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为魔度众生。林洛尘顿时肃然起敬道：原来如此，倒是我肤浅了。曲灵英满意道：行吧，那赶紧力所能及帮助这里的人族吧。不去。林洛尘重生过并改变了自己的未来，他隐隐觉得自己有改变历史走向力量，所以林洛尘秉承着能不动就不动想法，只想苟到青莲和锦鲤恢复。但看青莲目前的情况，他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曲灵英气得牙痒痒，气呼呼地用神魂凝聚成刺，狠狠扎了他几下。你这个冷血的人族败类！林洛尘疼得龇牙咧嘴，无语道：这不是还有玄鸟部落吗？拯救人族轮不到我好吧？曲灵英拿林洛尘没办法，只能恨恨又扎了他几下。林洛尘还是无动于衷，甚至有些习惯了，默默盘膝疗伤起来。而在林洛尘不远处，两双碧绿的眼睛正一眨不眨盯着他，两只跟老头一样，但肚子却鼓胀，背后长着一双肉翼的魔族彼此窃窃私语。话说，那小子真是那天在碧岩山大开杀戒的强者吗？不像，这分明就是一个人族，身上没有一点魔气，跟那天的强者完全不一样。但身形和身上穿得很像啊，只是头上戴了个东西，看不清楚样子。你傻，我们跟了他一路，他都没发现，这绝对是假的，人族弄的冒牌货。有道理，今天他打个小妖兽都差点死了，应该是假的，真是狡猾的人族。你去弄死他，这些人族都归你吃，把女人留下就行。你去吧，你去。两个出窍境的魔族互相推脱，谁也不敢贸然上去，只能继续尴尬地跟着林洛尘等人。林洛尘等人对身后尾随的两个魔族毫无察觉，继续向着万魔群山外行进。一路上，白薇对林洛尘关怀备至，不顾他的冷淡，经常主动来找他闲聊。他显然还没死心，偶尔显山露水，笨拙的尝试挑逗林洛尘，惹得族中男子们羡慕嫉妒恨。林洛尘虽然不时心猿意马，做些无用之举，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没有让白薇一炮而红。由于白氏一族携老扶幼，行进速度缓慢，足足走了半个月才接近万魔群山的边缘。据白薇所说，前方有一条峡谷直通外界，但有大量魔族看守，倒是不好过去，所以只能翻过两侧的山脉。虽然山上也有低阶魔族居住，但起码数量会少很多。此时日正当空的时候，白薇带着族人往山上爬去，走大祭司带他走过的老路。魔族向来昼伏夜出，所以此时过去反而遇到的魔族是最少的。上山途中，他们意外遭遇了另一支人族部落，双方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相遇惊得僵在原地，气氛一时剑拔弩张。对方族有数百人，手持锋利的长矛和长枪，身披藤甲，
却也是拖家带口的。为首的是一对兄妹，两人都有着一双异于常人碧绿的眼眸，一头醒目的青色长发利落地梳在脑后，露出一双有些尖锐的耳朵。男子面容俊朗，身材魁梧有力，目光落在白薇身上时，眉头微皱，有些错愕。白薇妹子。白薇也有些惊喜，压低声音叫道：青藤族长，青衣姐姐。双方似乎是旧识，认出彼此后，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那名为青衣的女子身材高挑火辣，青色的眼眸和尖尖的耳朵让她别具一股野性的魅力。白薇妹妹，你们也是往天云山去吗？白薇嗯了一声，欣喜道：青衣姐姐，你们也是。青衣点了点头。那名叫青藤的青年在人群中张望，疑惑道：白大祭司呢？白薇眼眶瞬间泛红，声音低落道：爹爹已经不在了。怎么回事？青藤兄妹震惊不已。白薇简略叙述了部族的遭遇，但刻意隐去了林洛尘的身份。听闻白氏部族的不幸，青藤兄妹既感慨又暗自庆幸。若非他们收到玄鸟部落传讯后犹豫片刻，恐怕遭此厄运的就是青氏一族了。青衣恨恨道：这些魔族真是可恶，这万魔山确实不能再待了。青藤点了点头，沉声道：趁魔族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必须尽快离开。他看向白薇笑道：既然碰上了，白薇妹子，我们不如一起同行。白薇自然欣然同意，有青氏一族同行，他们的安全更有保障。两族人马合并后，一起向山上爬去。林洛尘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对异于常人的兄妹。白薇察觉他的疑惑，靠近他，压低声音道：他们体内流着部分妖族血脉。林洛尘顿时恍然大悟，只是好奇青藤兄妹他们是人妖相恋，还是被迫的产物。只是想来，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怕是没有什么相恋一说。白薇用余光看着林洛尘，毕竟在他眼中，林洛尘身怀魔气，怕是人魔混血。毕竟很多魔族有这种喜好，甚至有些魔族就是用人族来繁衍，导致出现了许多魔胎。但这些魔胎大多是纯粹的魔族，完全没有人性，大多都会出生之际杀死母亲。所以人族往往在怀上魔胎的时候便想方设法弄死，再不济出生后也会杀死魔婴。由于两种血脉的兼容性差，真正的人魔混血极为罕有，就算有也活不长。白薇不由有些担心，自己要是真跟他好了，不会也生个魔胎出来吧？林洛尘哪知道白薇的胡思乱想，正好奇打量着青衣兄妹，寻思他们是什么妖族后代。这只有个尖耳朵，也不知道有没有尾巴，倒是不好判断啊。青衣留意到他往自己裙下窥探的目光，突然将手中长枪指向他：小子，管好你的眼睛，否则姐姐的长枪可不长眼。林洛尘轻笑着拨开枪尖，调侃道：看得出来，毕竟长眼的在我这。青衣显然没听懂其中玄机，满脑子问号，疑惑地看着两手空空的他。白薇虽然也没听明白，但还是连忙打圆场：青衣姐姐别介意，她只是好奇。青衣冷哼一声，见白薇如此紧张，突然笑道：白薇妹妹这么紧张，莫非是你的心上人？白薇顿时羞红了脸，虽未直接承认，却也没有否认。这反应让青衣大为惊讶：不会吧，你居然喜欢这种弱不禁风的？白薇妹子，我哥又结实又能打，不比这小子强，要不妹妹考虑一下他。林洛尘感到被冒犯到，白薇则尴尬笑了笑。青藤连忙咳嗽制止妹妹的胡言乱语：青衣，别乱说话。青衣吐了吐舌头，在他看来，白氏一族没了大祭司，迟早的被其他部族吞并的，还不如归自己这一族，起码强强联手，将来在天云群山也能站得住脚。一行人来到山顶处，只见悬崖峭壁间有几只低阶魔族懒洋洋的在天上飞着。若是往常，白薇和青藤会选择在林间悄然前行，但如今人数众多，只能选择强行突破。青藤和白薇等人带着两族的精锐悄悄靠近，一路悄无声息地暗杀掉路上的魔族，但很快还是惊动了天上巡视的魔族。那些魔族迅速在天上盘旋，发出刺耳的尖叫。山洞内的魔族被惊扰，纷纷从山洞内钻出，但迎接他们的是一声暴喝：放！随着青藤一声令下，麾下的精锐肌肉紧绷，手中长矛纷纷掷出，竹矛如雨点般落下。这些低阶的魔族刚刚冒头，就被从天而降的竹矛和利剑给瞬间击杀。杀！青藤和青衣两人一马当先，如猎豹般冲出，长枪脱手而出，如雷霆般将阻拦的妖魔击得粉碎。其余青氏族人迅速跟进补刀，动作干净利落，显然训练有素。林洛尘看着两人鬼魅一般的身影，不由暗暗吃惊，这对兄妹竟有金丹修为。两人招式间隐约带着妖气，出手风格更似妖族，显然是凭借妖族血脉才修炼至此。驻守的魔族一开始还惊慌失措，但很快就反应过来，纷纷鬼叫着向他们杀来。该死的人族，居然胆敢冒犯我们！你们活得不耐烦了！他们虽然数量少，但实力和身体素质远胜场中的人族，
顿时让场中众人死伤惨重。白薇念动咒语，驱动火焰和狂风，牵制着场中魔族，很快引来了魔族的注意。一个金丹境的魔族扑向白薇，林洛尘叹息一声，迅速拔剑相迎。但他没有飞行法器，面对能飞行的魔族，倒是吃了亏。那魔族神出鬼没，林洛尘手中长剑挥舞不断，却始终只能防守，根本无法杀敌。他果断卖了个破绽，那魔族果然上当，厉叫着向背对着自己的林洛尘飞下。林洛尘正打算来一记回马枪，谁知道一道风声传来，那魔族瞬间消失在他眼前。林洛尘看了一眼被长枪钉死在树上的魔族，以及远处洋洋得意的青衣，不由啼笑皆非。这青藤对他并无敌意，倒是这位妹妹似乎埋怨自己抢了他未来嫂子啊。青藤兄妹实力不弱，族人更是训练有素，更何况还有白氏一族在场。场中的魔族虽然比他们强，但数量少，很快死伤惨重。就在众人即将脱险之际，天光骤然一暗，两道黑影自高空俯冲而下，宽大的肉翼掀起腥风，将前方众人给掀飞出去。青藤反应极快，长枪如电掷出，却被其中一个魔族随手一拨，便掉在一旁。卑贱的人族，我等让你们休养生息，你们竟敢叛逃！魔将！青藤脸色煞白，握枪的手指节发青，却仍咬牙横跨一步，挡在族人前方。这正是尾随林洛尘等人多时的2名魔族，他们原本忌惮林洛尘的实力，暗中观察至今。如今见他连寻常魔物都难以招架，终于按捺不住，现身拦截白薇等人。魔将扫视人群，目光落在白薇身上。那女人，那日的小子在哪？白薇不明所以，林洛尘明明就在眼前，为何这2个魔将却视若无睹？他悄然侧移半步，想将林洛尘挡住，背在身后的手急促摆动，示意他快走。林洛尘复杂地看着挡在身前的单薄身影，耳边响起白薇清脆却坚定的声音：他早已离开。林洛尘悠悠叹息一声，我倒是宁愿你把我卖了，我就可以毫无负担地离开了，除了办事的时候，我是真不喜欢躲在女人身后。魔将闻言狂笑道：人族果然狡诈，这冒牌货差点骗过我等，还好我们聪明。青氏一族的族长必须死，男子杀一半，再献上一半女子为奴，可饶你们不死。另外一尊魔将目光落在白薇等人身上，眼中满是淫邪之意，枯枝一般的手指指了指白薇和青衣，这2个倒是不错的母体，应该可以繁衍出不错的后代，跟我们走吧。白薇俏脸煞白，青衣则死死咬住下唇，眼中满是决绝的死意。他们太清楚这类魔族的习性，被掳走的女子往往生不如死。青藤的枪尖微微震颤，低吼道：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跟他们拼了。族人中有人犹豫，也有人满是畏惧和退怯，只有少数人有玉石俱焚的决心。青藤手中青筋暴起，青衣叹息一声，正打算不顾一切赴死，忽见一道白色身影跃众而出。冤有头，债有主。林洛尘轻叹一声，无奈道：你们要找的是我，有事冲我来吧。魔将闻言，先是惊恐看着他，而后冷笑道：狡猾的人族，还想骗我？林洛尘走到众人之前，抬手摘下面具，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瞬，下一秒，炽烈金光自他眉心迸射，魔将连惨叫都未及发出，便在半空中炸成血雨。魔将死前的最后一个念头便是：人族果然狡猾，居然扮猪吃老虎。余下的那魔将和魔族头皮发麻，刚欲逃窜，金光已如洪流席卷，所过之处，魔躯尽化飞灰。当最后一只魔物都消散，林洛尘重新戴上面具，转身时，他看到青藤的长枪坠地，青衣的樱桃小嘴惊讶张开，一脸难以置信。白薇一脸激动之色，林洛尘笑了笑，无奈道：走吧，还愣着干什么？青衣傻愣愣看着林洛尘，半天回不过神来。这可是魔将啊，就这样没了，这是看一眼就爆炸。想到自己之前的发言，青衣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其他青氏一族的人也是脑袋嗡嗡的，难以置信地看着林洛尘。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人族击杀魔将，并且还是杀鸡屠狗一般。此刻林洛尘在众人眼中，周身都仿佛散发着一股黑气，如同妖魔一般。直到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去，拿出手帕捂着嘴咳嗽，白薇才如梦初醒跟了上去。嫩公，你没事吧？没事，赶紧走吧。林洛尘只感觉五脏六腑火烧一样，忍不住咳出血来。白薇看着手帕上的鲜血，一脸担忧，连忙上前扶着他。林洛尘想推开他，但体内魔气乱窜，疼得冷汗涔涔，只能任由他搀扶着。白薇再次确定了自己的想法，恩公果然是身上有伤，才不便出手。其他人这才如梦初醒，连忙搀扶起伤员，迅速跟了上来。青藤拱手道谢，这回多亏兄弟出手相助，否则我们怕是就麻烦了。青衣之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替他道歉，兄弟别往心里去。林洛尘淡淡道：没什么，他这种直爽的性格我还挺喜欢的。
他本来只是客气话，但在这个时代却让人不由让人多想。青衣跟青藤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暗示些什么。想起林若尘乱瞄的举动，青衣不禁怀疑那魔将是死于虎口夺食。坏了，这家伙要是对自己用强怎么办？白薇不由有些挫败，难道恩公喜欢这类型的，但自己做不到啊？一行人各有心思，继续向外走去，没有再遇到什么阻碍。毕竟魔将都死了，谁还敢贸然上前？嫌命长吗？见林若尘被白薇搀扶着走，屈灵英忍不住调侃他：“你不是不出手吗？怎么又突然改变主意了？”林若尘淡淡道：“我只是自保，毕竟那2个魔族放过谁也不可能放过我。”曲灵英差点笑出声来，笑盈盈道：“行了行了，我知道你是迫不得已了。”林若尘没心思跟他斗嘴，甚至无暇感受温香软玉，正竭力平复体内魔气。他发现这次魔眼传来的魔力极为狂暴，像是有人疯狂往魔眼里注入魔力。如此看来，那上古魔神发现了魔眼的消失，正在想方设法寻找原因。曲灵英，那魔神有没有可能找到我？曲灵英满不在乎道：“你放心就是，逆命碑能屏蔽一切推算，他找不到你的。”林若尘闻言长舒一口气，而后看了身后众人一眼，让他们如芒在背。林若尘突然笑道：“灵英，帮我一个忙。”听到他突如其来的亲昵称呼，曲灵英顿时毛骨悚然，警惕道：“你想干什么？”林若尘眼中寒光一闪，沉声道：“有没有办法能让我尽快回到碧岩山？”曲灵英跟他待久了，也开始跟上他的思维方式了。“你想斩草除根？”林若尘嗯了一声道：“那些逃掉的魔族见过我用魔眼，终究是个隐患。他虽然不想干预这个时代，但前提是没有威胁到他的生命。”见他终于开窍，要扰乱因果，曲灵英当然是全力支持。这里虽然遍地是宝，但你没火灵根，还得用阵法转换才能生火炼制飞行法器。林若尘打断道：“不行，我赶时间，也没有更快的。”曲灵英老实道：“那只能用灵虚步踏空而行了。不过你目前的实力用不了，要从魔眼里面引出魔力，可能会对你身体造成伤害。”对林若尘而言，上古魔神的存在如兵在其境，他也顾不得更多了。那还等什么？就这么办吧。曲灵英娇哼一声，不情不愿道：“放开心神吧，自己是迫不得已的，都是为了验证这家伙到底是不是轮回圣君。”片刻后，林若尘和曲灵英都不由神魂一颤，那种水乳交融之感再次传来。林若尘压下心头旖旎，运转宿命轮回诀，引动魔眼的魔力流转全身，周身魔气涌动。他回头对白薇淡淡道：“我还有事，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跟上。”话音刚落，林若尘迈动脚步，步步高升，仿佛在石阶而上，几步间便立于云端。他如此高调，自然不是为了装逼，更重要是震慑两族，省得他们有什么想法。青衣等人看着他几个闪烁消失，错愕道：“飞走了。”在他们的认知中，除了羽族的半妖，没有人族能凭借自身力量飞行。哪怕青藤兄妹境界已达金丹，但没有飞行法器，还是无法御空飞行。但眼前林若尘这踏空而行，无疑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冲击。青藤喃喃道：“白薇妹子，他就是救你们的那位强者吧？”白薇知道瞒不下去了，轻轻点了点头，患得患失看着林若尘离去的身影。恩公不是受伤了吗？他这是要去哪里？不会是嫌自己等人太麻烦，所以才离开的吧？一天后，天魔群山的碧岩山上，那日逃走的10几个魔族早已经回归，此刻议论纷纷，一个个怒不可遏，因为他们刚刚收到消息，青氏一族居然也逃了，这让他们气得够呛。都怪那突然出现的人族小子，不然这些人族哪有这么大胆？人族？那小子可不像是人族，那股气息让我都喘不过气来，怕是魔族吧？那能射出金色光束的眼睛，倒像是传闻中北面那寂灭魔神的魔眼。寂灭魔神，那小子该不会是那位魔神与人族所生的杂种吧？魔族有自己的一套境界和称呼，与后世的人族境界一一对应，分别为魔兵、筑基、魔族、金丹、魔使、元婴、魔将、出窍、魔侯、合体、魔尊、洞虚、魔君、大成、魔帝、渡劫。至于魔神，则与后世合道天地掌控规则之力的圣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属于掌控规则之力的渡劫修士，实力远强于一般的渡劫修士，故而称神道圣。听说此事可能与寂灭魔神有关，有人心中忐忑万分。这等级别的事情，要不还是汇报上去吧？汇报？那岂不是告诉别人，我们万魔山现在没魔？就在此刻，一声轻笑传来。这么说，你们还没上报上去？废话，赤焰山的那群家伙虎视眈眈呢，被他们发现我们空虚。一个魔族下意识回话，说了一半才意识到不对劲，错愕地回头看去。只见那天的青年缓缓踏空而来，周身魔气涌动，目光仿佛看死人一样看着他们。
一个魔族刚刚开口想说什么，林洛尘眉心金光一闪，那魔族瞬间炸成血雾。本君不喜欢别人看着我说话，都跪下说话。众魔闻言顿时头皮发麻。本君、魔君感觉到林洛尘身上散发的强大力量，他们纷纷跪伏在地，头也不敢抬。魔君饶命，魔君饶命。林洛尘几步之间飘落在山顶，脚下的骨骸凝聚成一尊白骨王座。他大马金刀坐下，冷漠道：那天见过本君的人都在这里了吧？林洛尘并不是装逼，而是站立的力气都没了，也怕他们发现自己的情况。他虽然有魔神的经脉，但身体还是扛不住太强的力量，所以飞行速度并不快，而且路上收拾了几个追来的魔族，又耽误了不少时间，导致如今才抵达。下方魔族并不知道这些，忐忑道：还有几个外出追杀人族还没有回来。林洛尘随手丢出几个巨大的魔头，淡淡道：是他们。下方魔族顿时黑脸都变白了几分，点头道：是，还有2个。林洛尘没想到还有漏网之鱼，以手托着头，毋庸置疑道：把他们叫回来。他说完闭上眼睛，看上去像是在闭目养神，众魔却不敢轻举妄动。其中一尊魔族的魔角轻颤，发出特殊的频率，将在外的魔族给叫回来。不管这位魔君想干什么，当务之急还是尽量让他满意，送走这位魔君才是。哪怕他要杀人，那一家人不得整整齐齐，怎么能让同伴没事呢？见自己的虚张声势吓唬住一众魔族，林洛尘默默调息体内翻涌的魔气。曲灵音，还真像你说的，魔族还真是强者为尊啊。曲灵音冷笑道：何止是魔族，诸天万界，弱肉强食都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林洛尘深以为然，而后不由更加担忧了。虽然曲灵音说匿名碑很靠谱，但他还是将信将疑。在得知魔神已经开始寻根问底后，林洛尘便下定决心要强化自身。毕竟青莲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万一在这之前那魔神找上门怎么办？如果每次都跟这次一样，都不用上古魔神找上门，自己就会爆体而亡了。林洛尘虽然有魔神的经脉，但身体实在太过脆弱，根本扛不住魔神之力。如今在不动用魔眼的情况下，借助魔眼的魔气，他最多发挥金丹境的实力，这是他身体承受的极限。一旦超过金丹境的力量，他就会像现在一样五脏俱焚，身体经脉如烈火灼烧。直接发动魔眼的时候，林洛尘在理论上能用出跟魔眼主人同等级的力量，但由于他的身体连魔力余波都扛不住，他能动用的极限力量也就动虚境。而且林洛尘也不可能一直动用魔眼，万一别人不讲武德直接偷袭呢？他怕是连发动魔眼的时间都没，就要一命呜呼。对此，曲灵因为林洛尘制定了双重计划，可以2步同时走。首先，利用魔气冲击体内的魔神经脉，为承受更强大的魔力打下基础，这是为了让他能在不伤害自身前提下，使用从魔眼引出来的魔力。很多高境界的修士，比如冷月霜，一旦失去灵力，便跟常人无异，因为他们根本不炼体，只是将相关的窍穴和经脉打开，承载灵力罢了。这样的好处是修炼速度快，而且耗费的天材地宝少，也不至于一身肌肉疙瘩。林洛尘如今有这股强大的魔力，开辟自身的魔神窍穴和经脉都事半功倍，他也不用耗费大量的时间积累灵力，直接将魔神的力量拿来便用即可。其次便是林洛尘开始炼体之道，强化自身的体魄，不说能跟魔神相提并论，起码也要能扛得住魔眼四散的力量，才能让魔眼发挥更强的力量。炼体一途入门简单，见效最快，但想要登堂入室，难于上青天。因为打造一具强大的躯体，耗费的资源无异于打造上百把同样档次的兵器。不过这对林洛尘不是什么问题，毕竟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天材地宝。虽然是为了提升在这个时代的实力，但强大的体魄，林洛尘回去以后能受益。林洛尘不得不承认，曲灵音虽然不靠谱，但在修炼一途还是很专业的。就在这时候，2道身影飞了回来，看着场中的情况有些懵逼。其中一人掉头就走，林洛尘眉心魔眼睁开，那名魔族瞬间爆体而亡。剩下那人连忙跪伏下来，直呼饶命，哪还有半分先前的嚣张模样。林洛尘站起身，懒洋洋问道：都在这里了吧？下方众魔回道：在了，都在这了。很好。林洛尘唇角微扬，满意道：辛苦了，作为回报，我赐你们一死。话音刚落，他眉心魔眼持续发出亮光，所过之处血肉横飞。林洛尘这次没戴着面具前来，一是为了方便使用魔眼，二是因为他根本没打算留下活口。众魔没想到他居然还是痛下杀手，想逃却根本逃不掉，只能饮恨于此。片刻后，场中遍地残尸碎肉，林洛尘无力跌回王座上，咳出大口鲜血。他强忍疼痛，运转学自驱灵音的是神诀，将这些魔族体内的血肉精华吸入体内。场中顿时魔雾翻涌，漫天血气如百川归海涌向林洛尘，
化作滋养他肉身的养分。林若尘一脸享受，嘴角划起一抹邪气的笑意，却很快收敛，皱起眉头。该死，每次动用魔神之力都会让自己被邪气干扰，再这么下去，自己不会变成邪神吧？而在不知道多远的魔山上，一口巨大的石棺横于山顶，突然棺盖被踹飞，一股如渊如海的气息传出，吓得一众魔族瑟瑟发抖。寂灭魔神气急败坏地从棺材中走出，口中骂骂咧咧，一脚踹飞了那石棺。什么狗屁藏天棺，一点卵用都没有。片刻后，寂灭魔神坐在了巨大的石座上，郁闷道：到底是谁对我的眼睛动了手脚？这些天他已经全力观察魔眼，甚至还下了封印，但都没有阻止魔眼的消失。这让寂灭魔神都要疯了，根本想不明白自己的眼睛出了什么问题。要不是失去这只眼睛，他会实力大损，他都想抠掉这眼睛了。该死，到底是谁？难道是血魔内斯在上次宴会上对我动手脚了？寂灭魔神越想越觉得可能，干脆张开背后羽翼，向着血魔所在的血海飞去。3天后，白薇有些走神的跟着青藤等人向着天云群山而去。眼见林若尘许久没回来，他不由患得患失，怀疑他是不是真离开了。就在白薇以为那人再不会出现时，前方忽然传来骚动。晨光中，一道修长身影倚树而立，山风拂动他的衣袂和长发，恍若谪仙灵士。白薇只觉心头一颤，不自觉地加快脚步，小跑上前。恩公，你回来了。林若尘嗯了一声，无奈道：你们走得可真慢啊。虽然没什么关切的言语，但看到他回来，白薇还是感觉心中踏实了不少。恩公特意在等我吗？是不是等了很久吗？你想多了，没有的事，嘿嘿。林若尘用手帕捂着咳嗽2下，白薇顿时紧张了起来。恩公，你没事吧？林若尘气喘吁吁道：没事，走吧。这次他动用魔眼，又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不然也不至于花费这么多时间回来。白薇连忙紧张兮兮地扶着他，林若尘轻轻推开道：白薇祭司，男女授受不亲。哈，授受不亲。白薇显然听不懂，一脸茫然看着他。难道恩公不是人魔混血，是人兽混血？但自己不是兽啊。林若尘无奈道：我的意思是说，男女之间不合适太过亲密接触，可我就是这样扶着我爹的。但我不是你爹，我不介意啊。面对少女坦率而炽热的目光，林若尘实在招架不住，顿时败下阵来。屈灵英咯咯直笑道：这女子倒是比想象中更大胆和热烈啊，难怪你舍不得。林若尘无力申辩道：我只是想去天云山看看，又不想惹麻烦罢了。啊，对对对。曲灵英一脸揶揄，让林若尘气急败坏，又拿这女人没办法。你给我等着。后方青藤看着两人的背影，眼中闪过一抹遗憾，但很快就收拾好心情跟了上去。这次有兄弟在，我们不用担心万魔山的妖魔追来了。林若尘只是平淡道：他们不会再追来了，永远不会。青藤顿时如遭雷击，白薇难以置信道：恩公的意思是他们都死了？林若尘嗯了一声，众人呆若木鸡，心中掀起惊涛骇浪。想到这几天林若尘不知所踪，一个可怕的想法在心头浮现，看向林若尘的目光顿时充满敬畏。青衣也神色古怪地看着林若尘，眼中满是好奇，这家伙到底是人是魔？为什么这么强大，却又这么虚弱的样子？林若尘一行人一路跋山涉水，不少人倒在路上，再也没有起来，不仅因为路上无处不在的妖魔，更因为路上极端恶劣的环境。对此林若尘爱莫能助，只是默默修炼自己的是神诀，显得有些无所事事。因为有青藤兄妹在，这一路上除非遇到超强的妖魔，否则还真没他什么事。这兄妹两人实力不俗，他们应对不了的妖魔，林若尘也只能动用魔眼。于是兄妹两人更加敬畏有加，毕竟他们拼死都没办法对付的敌人，林若尘站出来瞬间就完事了。林若尘心中有危机感，也顾不得更多，一路上再次采摘各种灵药用来修炼。看着林若尘跟吃大白菜一样嚼着灵药，完全没有爆体而亡的迹象，众人心中又敬又畏。在源源不断的灵药和魔气的帮助下，林若尘开辟的窍穴和经脉越来越多，但魔气实在太过狂暴，在冲击窍穴的时候，时不时就把林若尘给弄成了内伤。为了避免留下隐患，又只能暂停冲击窍穴，转而用式神术炼体调养身体。于是白薇等人就看着他不时吐血，好不容易好转了，过2天又开始吐血。青藤无奈摇了摇头，心中多了几分可惜。这家伙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体弱多病啊。不过林若尘的血也不是白吐的，这2个月他虽然只是突破筑基4层，但体内窍穴开辟众多。此刻他在引用魔眼魔气的情况下，他已经能用出接近元婴的力量了，而且堆积无数天才地宝后，他已经能只凭肉身跟筑基修士交手了。林若尘不由有些可惜，要是属在这个时代，怕是很快就要成圣了吧。他已经将自己的储物袋装满了，
不禁遗憾不能带更多回去。林洛尘终于明白，有时候宝贝太多搬不完，那也是挺愁人的。路上，林洛尘等人也曾遇到其他的人族村落，这些部落大小不一，多的有数百人，少的只有20-30人规模。看到人数众多的白薇等人，这些村落都很警惕，又客气又加的送走他们。林洛尘发现这些部落大多将村中女子藏起来，似乎是怕林洛尘等人劫掠。毕竟在这个时代，人多便是力量，而女子则是人多的前提条件。2个月后，林洛尘等人终于进入了天云群山范围，遇到的人族部落开始多了起来，而且态度友善不少。毕竟能千里迢迢赶来天云山的部落，大多做好迁徙的准备，更有将族中秘术公开的想法。能有这种想法的部族，一般思想都不会太狭隘，眼光都不会太浅。天云山范围内还真没再见到魔族的身影，到处都是上千年的参天大树。群山间虽然有妖兽出没，但还在众人能应对的范围内。不少强大的妖兽甚至会避人而走，似乎收到什么命令，这让众人又惊又奇。又走了几天，众人看到了一棵遮天蔽日的巨树，仿佛一把巨伞立于群山之间。白薇见林洛尘一脸震撼，解释道那是玄鸟栖息的神树，玄鸟部落便在那山脚下的河边。林洛尘看着那株参天巨树，感受到其上的磅礴灵力，知道此树应该已经通灵。一行人继续往前走去，越是临近，就越能感受到那神树的巨大，碰上的人族也越来越多。眼看天色已晚，众人就地歇息，第二天再前往。青藤等人让族人拿出最好的衣物，打算整顿一番再前去玄鸟部落。虽然自己等人是来投靠的，但若是太落魄，怕是也容易被人看不起。青藤兄妹认真梳洗一番，换上往常只有祭祀才穿的服饰。虽然粗衣麻布，但胜在人长得好看，披个麻布都显得别有一番风味。林洛尘自然不可能也如此，坐在不远处的青石上喝着酒镇痛。白薇坐在林洛尘旁边，看着青藤兄妹，不由有些艳羡。他并没有祭司服，而且当时走得仓促，也没带几件衣物，大多路上破损了。林洛尘看到他眼中的艳羡，无奈叹息一声：“白薇，你站起来。”啊！白薇茫然看着他，却还是不知所措地站起来。林洛尘打量着他，示意道：“转个圈。”白薇下意识转个圈，心中却不断胡思乱想起来：恩公不会突然开窍了吧？这是在看自己是不是好生养。想到这里，他虽然不好意思，却赶紧抬头挺胸，展示自己的资本。林洛尘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很有实力，而后有些犯难了：“你试试这件衣服合不合适？”他从储物界拿出一套较为宽松的白色衣裙，递给白薇。虽然已经多次见到林洛尘凭空取物的手段，但白薇还是叹为观止，看到那身衣裙更是受宠若惊。这是给我的。他早就对林洛尘身上那不知道什么布料的衣服很是艳羡，毕竟他们从未见过那么好的布料。没想到他居然还有，而且还给自己一件，心中顿时欣喜异常。林洛尘嗯了一声道：“你穿上看看合不合适吧，我估计差不多。”这自然是慕容下注的衣裙，一直没机会还他，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只是他估计这胸前估计会有点紧，毕竟这位上古时期的少女实在天赋异禀，也不知道这生活条件下怎么长这么大的。白薇欣喜地点了点头，走进一处隐蔽的山洞里面。林洛尘在山洞外守着，以防有人闯入。但很快里面就传来白薇不好意思的声音：“恩公，这衣物我不懂怎么穿啊，你能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吗？”林洛尘皱了皱眉头走进去，看到眼前穿得歪歪扭扭、春光大泄的少女，顿时热血上头。他以大智慧、大毅力压下心中疑米，帮忙整理了一下衣裙，而后逃也似得跑了。故意的，这女人绝对是故意的，太凶险了。哪有人穿衣会不小心露出半球的？这也太老奸巨猾了。白薇看着落荒而逃的林洛尘，柳眉微皱，有些挫败。自己都按村中女子所教的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呢？打晕扛回去，自己又做不到，这可怎么办？片刻后，一袭白裙的白薇站在林洛尘面前，落落大方地转了一圈。“恩公，你看好看吗？”林洛尘不由感叹，人靠衣装还是很有道理的。之前的白薇已经很清丽脱俗，此刻换上一身白裙，更显得出尘飘逸。不过如林洛尘所料，胸前的确有些紧绷，鼓鼓囊囊的，极具视觉冲击力。这仙子好凶！此刻的白薇显得又纯又欲，正如她本人一般，矛盾而又和谐。林洛尘如实道：“挺好看的。”白薇顿时喜笑颜开道：“我还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呢，谢谢恩公。”虽然衣物上有股香气，但这个时代的女子显然还不懂，以为是衣物自带的。她的话让林洛尘百味陈杂，摇了摇头道：“没什么，你喜欢就好。”两人回归营地之中，看到两人离开，众人又回来，顿时不少男子一脸意味深长。等看到白薇身上的衣裙，更是惊为天人。一众女子围上去，又摸又看，
一个个艳羡不已。听说是林洛尘所赠，不少女子眼中异彩连连地看向林洛尘，暗送秋波。跟他出去野外苟合一次，就能换到这么好的衣物吗？这些火辣的目光让林洛尘都有些扛不住，差点落荒而逃。青衣虽然也有些艳羡，却冷哼一声，心中有些不屑，真是不要脸。第二天，长途跋涉的林洛尘等人终于看到那山脚下河边的玄鸟部落。这玄鸟部落位于山脚下的平坦之地，背山面水，一条大河在前方流淌而过，屋舍井井有条，有不少身着麻衣粗布的住民往来其间，据说人口高达上万人。此刻河边建了大量的新木屋，里面也有人进进出出，显得极为热闹。众人还没靠近玄鸟部落，天上便飞来一群大鸟，上面站着10来道白色的身影。为首者是一个相貌英俊的青年，身着一身白色麻袍，以金色麦穗点缀，显得温文尔雅。看到走在队伍前方的林洛尘和白薇，他不由一愣，显然是被两人的风采所夺。毕竟两人的衣着在这个时代可谓降维打击，站在人群中鹤立鸡群。青年很快调整好情绪，脸上的笑容更加真挚，态度也明显郑重不少。我就说今天听到喜鹊鸣叫，原来是有贵客临门。青年哈哈一笑，从大鸟上一跃而下，潇洒地飘落在地上。其他人也有样学样，从天而降，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伤及分毫。这一手倒是把青氏和白氏众人给镇住了，一个个目瞪口呆。青年显然把林洛尘当成了部落首领，对着林洛尘行了一礼。在下玄鸟部落的族长玄印，不知贵客是哪个部族的？林洛尘看向白薇和青藤，两人连忙上前回礼道：万魔群山白氏一族大祭司白薇，青氏一族族长青藤。那玄印不由一愣，仔细看了看白薇，一脸惊讶的样子，原来是白薇妹子，1年不见，我都认不出来了，白大祭司呢？听说白大祭司不幸离世，玄印满脸唏嘘和愤懑之色。这些妖魔着实可恶，白薇妹子大胆在我天云群山住下，没有妖魔敢来此地撒野。白薇感激道。白薇替族人谢过玄印族长。玄印摆了摆手道：都是人族，互帮互助本是理应之事。你跟青藤族长带族人一路奔波也辛苦了，先安顿好族人，我们再谈其他吧。众人一路奔波的却累了，欣然应允，跟着玄印往部落内部走去。一路上，众人虽然与那玄印以及族中长老有说有笑，但警惕心拉满。毕竟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玄鸟部落这么好心，谁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谋划？林洛尘来自后世，见惯了尔虞我诈，是最为防备的人。但看着玄鸟部落的族人正在搭建房屋，用来给来客临时居住，他又觉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难道上古人族没这么多弯弯绕绕，真的只是为了人族的未来？就在众人放松警惕的时候，突然一阵大风刮起，把众人吓了一跳。玄印连忙道：大家不用怕，是玄鸟神归来了。只见一声清脆的鸟鸣声响起，一只巨鸟从天上飞过，带起阵阵妖风。巨鸟形似凤凰，但周身羽毛五彩斑斓，并且没有凤凰的凤冠，显得有些特殊。四周的玄鸟族人纷纷放下手中的活，口中念起祷词，无非就是感激玄鸟赐予的和平。那只玄鸟本来飞过，但不经意间低头看了一眼，目光顿时落在了白薇身上。他轻鸣一声，顿时折返回来，降落在了白薇面前，啄下一根羽毛递了过来。白薇被吓了一跳，下意识躲在林洛尘身后，不明白这个玄鸟一族的守护神想干什么。玄印连忙上前，口中叽里咕噜跟玄鸟说着什么。玄鸟回应了几声轻鸣，玄印顿时一脸为难的回头看着白薇。白薇妹子，玄鸟神看上你身上的衣物了，想用身上的羽毛与你互换。白薇不由看向了林洛尘，目光有些忐忑。他不想换，但又怕激怒了玄鸟，只能询问物主。林洛尘淡淡道：你若是不想换，那就不换。他想试试这玄鸟的态度，以及这玄鸟部族的真正底色如何。白薇顿时心中有了底气，忐忑问道：玄印族长，我能拒绝吗？白薇妹子，你想清楚啊。玄印连忙道：玄鸟神的羽毛不仅能辟邪招福，还能让玄鸟神为你做一件事。众人闻言顿时眼睛一亮，恨不得替白薇答应下来。但白薇还是摇头道：我不想换。玄印无奈回报那只玄鸟，玄鸟有些不满地看着白薇。林洛尘拦在玄鸟面前，随时准备发动眉心的魔眼。这只玄鸟虽然是合体大圆满，只差一步便踏入洞虚境，实力不容小觑，但林洛尘还是不虚他，这个距离有把握，直接一道魔眼将他给击杀。所幸这玄鸟虽然有些不开心，但展翅腾空而起，向着山上的神树飞去。众人顿时如释重负，只是玄鸟部族的人看向白薇的目光有些不善，毕竟他拒绝了玄鸟的要求，这很容易为他们招来灾祸。白薇虽然心中忐忑，但却并没有后悔，毕竟今天是给衣物，明天岂不是献血时？如果来到这里也得步步退让，那跟在万魔群山有什么区别？
如今有林洛尘在，他可以任性一点，大不了带族人离开此地。玄印没有跟其他族人一样，仍旧对他们客气有加，只是旁敲侧击林洛尘的身份。但青藤和白薇等人不想得罪林洛尘，都闭口不谈，顾左右而言他。白薇更是岔开话题道：玄印族长，不知这万族大会何时召开？玄印坦白道：其实能来的部族已经来得差不多了，你们是目前最远的部族，不过为了让更多的部落参与其中，我打算再等1个月左右，还请稍安勿躁。白薇点了点头道：玄印族长客气了，我也只是问问，这次自然是来的人越多越好。众人走在河边，发现果然有很多其他部族的人住在新建的临时木屋之中，见到他们到来，纷纷行注目礼，不少人还热情地跟玄印和白薇等人打招呼。白薇等人连忙回礼，看着河边众多新建的木屋，对这次万族大会也充满了期待。没准这次万族大会真能改变人族的未来，扭转人族目前的困境。林洛尘发现这些部族的首领大多很是年轻，但仔细一琢磨也就明白了。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长寿者本就罕有，年老体衰很容易死在与妖魔斗争中，所以年老者一般退居2线，让更年富力强者带领族人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玄印虽然没从白薇等人那打听出林洛尘的来历，但也知道他绝对身份不凡。他对林洛尘很是客气，不时与他攀谈，想得知他的来历和跟白薇的关系。但玄印的手段或许在这个时代很是高明，在林洛尘看来却是班门弄斧。他不动声色就将玄印的问题全部敷衍了过去，让他一无所得。玄印心中郁闷，却还是将白氏和青氏2族都安顿在早就搭建好的屋舍中，才告辞离去。虽然玄印接人待物令人如沐春风，的确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个领袖，但林洛尘还是有些不安。入夜后，他换上一身黑色的衣物，准备夜探玄鸟部落。林洛尘正准备出门之际，房门突然敲响了，白薇鬼鬼祟祟的声音传来：恩公，你睡了吗？林洛尘皱了皱眉头，坏了，这都直接来夜袭了吗？林洛尘还在犹豫，但外面白薇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恩公。林洛尘怕引来其他人注意，只能无奈打开房门，自己躲到木门后面进来再说。又换回一身麻衣的白薇走了进来，正打算说什么，看着一身黑衣的林洛尘不由有些懵。恩公，你怎么穿成这样？林洛尘无奈道：打算出去转转，你找我有什么事？白薇会过意来，尴尬道：我本想问问恩公对玄鸟部落的看法，现在看来好像不用问了。林洛尘若有所思，询问道：你来过此地，可知道此地的布局？白薇不好意思道：我就来过一次，当时不敢乱看，记不太清了。不过恩公你如果带上我一起去，只要再看到路我就能记得起来。林洛尘略微沉吟，点头道：行吧，一会你可得听我的。他虽然能发挥元婴境界的力量，但实际上还是筑基，还无法使用神识，一旦被人撞破，怕是就只有打出去这一条路了。白薇欣喜的点头，林洛尘拿出一身宽松黑袍递了过去：换上这身吧，你这身太显眼了。白薇拿着黑裙，尴尬对着林洛尘道：恩公，其实你这样更显眼啊。林洛尘这才反应过来，这边所有人都受皮麻衣，自己这是欲盖弥彰啊。见他尴尬的神色，白薇抿着红唇，一副憋笑的样子。林洛尘咳嗽一声，周身魔气涌动，将自己隐匿于魔气之中。你放心，他们看不到我的。白薇哦了一声，而后毫不避讳地当着他的面换衣服，吓得林洛尘连忙制止：你就不用换了，反正别人也看不到。片刻后，一道黑气在玄鸟部落内悄无声息掠过，没有惊动任何人。黑气之中，林洛尘搂着白薇裸露出来的小蛮腰，感受着少女充满活力的娇躯，不禁心猿意马。白薇整个人挂在他身上，沉甸甸的羊脂白玉压着他，让他有些不堪其辱。林洛尘不由疑惑，自己最近怎么好像定力越来越差了？难道是跟取灵婴神魂融合多了，被他同化了，又或者是被魔气干扰？林洛尘一边思索，一边按照白薇的指引，在玄鸟部落内东拐西弯。这玄鸟部落虽然布局已经算是很方正，但还是跟迷宫一样，还有不少守卫巡查。如果不是白薇指路，他怕是真找不到藏在后方的一回大厅。这座巨大的石屋里面隐约传出人声，显然有人在里面谈论着什么。林洛尘带着白薇悄然靠近，贴在墙边听墙角，只听一个陌生的声音传出。那白氏一族的白薇实在不知好歹，居然拒绝了玄鸟神的要求，万一玄鸟神怪罪下来，那可怎么办？族长，我们要不要再去与他交涉一下？实在不行就用抢的吧。另一个声音赞同道：就是他白氏一族都已经是丧家之犬，还傲气什么呢？玄印猛地一拍石桌，生气道：你们这样让其他部落怎么想？白薇愿不愿意交出衣物是他的自由，我们无权左右。我们若是恃强凌弱，与妖魔合意。刚刚还闹哄哄的众人顿时噤若寒蝉，一个女子的声音缓缓响起：
族长说的对，此次只在团结各方力量，改变人族目前的处境，不应只顾一己之私。但最近2位玄鸟神都有些暴躁，在这个节骨眼上激怒玄鸟神也是不妥。我会再去跟白薇谈谈，实在不行，我们再献上其他祭品给玄鸟神吧。玄印嗯了一声道：最近我忙得不行，此事就劳烦玄叔祭司多多费心了。那玄叔应了一声，玄印又语气沉重地提醒众人：最近各族前来，你们都看好族人，不要盛气凌人。事关人族未来，我们不要只顾一己之私，不妨把目光放长远一些。若是人族真能在我等手中强盛，未来的人们必定会牢记我等的恩情。其他玄鸟部族的人纷纷点头称是。玄叔的声音再次响起：族长，最近那鬼山和赤云一族经常闹事，族长你要多多。话音未落，外面传来喧闹声，有人大喝道：是谁在那里？站住，别跑，快来人啊，有人偷取秘术。外界整个玄鸟部落乱了起来，把林洛尘2人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并没有暴露，显然夜探此地的人不止他们2人。虽然不是他们暴露了，但2人被殃及池鱼，只能迅速往河边的临时营地赶回去。路上到处都是玄鸟部族的人，还有人驾驭飞鸟腾空，在天上巡查。林洛尘周身魔气缠绕，在玄鸟部落内乱窜，但到处都是人，让他很是头疼。白薇紧张地抱着他，虽然担心被抓到，但又隐隐有种刺激的感觉。就在此时，林洛尘发现另一道黑气向自己掠来，不由愣了一下。那黑气乍一看跟林洛尘的魔气有几分相似，但却鬼气森森，有些诡异。对方看到他，显然也愣住了，而后迅速把一个羊皮卷丢了过来。大哥，你快走，我帮你引开追兵。来人声音沙哑中又带着重稚嫩的感觉，显然不是真声。林洛尘暗骂一声，果断一挥手将羊皮卷吹了回去。你都叫我大哥了，大哥怎么忍心看你出事？那人再次将羊皮卷丢了回来，提醒道：大哥，你看清楚点，这是玄鸟族的秘术啊。林洛尘嗤之以鼻，再次将所谓的秘术丢了回去。不用了，这个你自己拿着吧。就在此时，一声鸟鸣传来，空中传来阵阵风声。2位还是别推辞了，都留下来再说吧。玄印立于白色巨鸟身上，双手猛地伸出，四周灵力被调用，化作2只巨手向2人抓来。这一手倒是有几分后世术法的雏形，而且散发出来的气息似乎摸到了元阴境的门槛。但这在林洛尘看来却完全不够格，吸收魔眼中的魔气，直接反手一挥，将那灵力巨手扇散。与此同时，一股狂风吹起，将那只巨鸟吹开，艰难地在半空中维持身形。林洛尘速度一提，瞬间将众人甩开，凝水成冰，踏着河面向对岸掠去。另一团黑雾此刻才从巨手中脱身，看着林洛尘离去的身影，连忙求救：大哥，你等等我啊！林洛尘充耳不闻，带着白薇飞快离去。等玄印稳住身形还想追，河上已经没了林洛尘的身影，只能看向另外一团黑雾。黑雾中隐隐是一个孩童一般的身影。玄印无奈一笑：黑莲祭司，别挣扎了吧。黑莲？谁啊？不认识。黑雾干笑一声，迅速向着另一个方向掠去。玄印无奈遇鸟而追。另一边，林洛尘兜了一个大圈，才从河的另一边回到自己房间。另外一人吸引了大量火力，倒是让他轻松不少。2人才刚刚回到房间，门外就传来了玄印的声音：族中有魔族混入，还请大家出来集合。林洛尘皱了皱眉头，白薇看着他，抬起小手捂着自己的眼睛：嫩公，你快换衣服吧，我不偷看。林洛尘看着他大大的指缝，不由嘴角抽了抽。眼看外面越来越嘈杂，林洛尘没办法，只能脱下外衫进行更换。白薇一眨不眨看着，俏脸不由微红，脸上露出一抹羞涩的笑意。林洛尘被看得浑身不自在，还真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女子逼成这样。这上古女子如狼似虎啊！就在这时候，外面突然吵闹了起来，似乎发现少了白薇和林洛尘。有人去白薇的房间敲门，也没见有人应答。就在想来找林洛尘的时候，2人从木屋内走出。白薇俏脸微红，有些不好意思的跟在林洛尘身后，满脑子还是刚刚所见。看不出来恩公居然穿衣显瘦，脱衣有肉，似乎是身怀大气之人啊。林洛尘整理了一下衣衫，淡然道：怎么了吗？见2人一副在房中论道的样子，众人顿时心领神会，意味深长地看着2人。玄印眼中闪过一丝疑惑，歉意道：没什么，只是有魔族闯入，无意惊扰贵客。林洛尘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不知可抓到贼人？玄印苦笑道：贼人狡猾，倒是不曾抓到，打扰诸位贵客，实在不好意思。他说完也没继续刨根问底，跟众人行了一礼以后转身，倒是干脆利落。众人散去后，白薇居然又跟着林洛尘走回房间中，让他头疼不已。白薇振振有词道：恩公，我现在要是直接走了，他们会起疑心的。林洛尘无奈道：你睡床上，
我在地上将就一晚就好。恩公，其实你可以睡床上的，我不介意。我介意。林若尘一句话把白薇堵死了，郁闷地嘟着嘴看着他。恩公，是我不好看吗？好看。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好看的人这么多，我总不能都喜欢吧？好了，快睡你的。林若尘说完，用灯罩将夜明珠罩住。白薇弱弱地哦了一声，美目在黑暗中亮晶晶的。恩公，这玄鸟不足，看来不像是心存不轨之意啊。林若尘想起来所听到的，若有所思道：还是多加小心吧。虽然玄印看上去没什么恶意，但他心中始终有些不安。但今夜已经打草惊蛇，倒是不好再去做其他事情。山顶上那株神树之上的巨大的鸟巢之中，两只玄鸟彼此交颈而眠，其中一只玄鸟气息有些萎靡。就在此时，阵阵咕噜咕噜的声音传来，如同车轮碾动一般。乌云遮天，一道诡异的身影张开双翼，带着阵阵不祥气息飞来。两只玄鸟顿时被这股气息惊醒，纷纷站了起来。那气息萎靡的玄鸟发出愤怒的鸣叫，全身妖气翻涌，一副要拼命的样子。另一只玄鸟挡在同伴身前，羽翼怒张，对着那道身影摆出攻击姿势。鬼车，我到处都找不到你，没想到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赶紧把我的孩子还回来，否则休怪我们夫妻不客气了。他张嘴怒鸣，说着有些拗口的妖族语言，全身羽毛微张，振翅欲飞。那道身影悬停在他们身前，却是一只九头怪鸟，周身带着阴森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他发出难听的笑声，嘲讽道：玄冥、玄月，你们是不是还搞不清楚情况？我虽然不是你们的对手，但还有魔云等人呢，还要怎么对我不客气？不过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们不会对你们的孩子怎么样的。林若尘见过的那只名为玄冥的雄性玄鸟，虽然气得怒发冲冠，却也只能忍了下来。鬼车，同为妖族，你居然跟魔族同流合污！鬼车嗤之以鼻道：魔族好歹是强族之一，总好过你们跟弱小的人族为伴吧。我本不想与你为敌，但你们放任麾下人族扩张，连我们麾下的肉食也想抢。另一只雌性玄鸟玄月怒气冲冲道：鬼车，那些都是人族自发而行，与我们夫妻何干？鬼车冷笑道：如果不是你们许可，他们敢搞什么万族大会？闻言玄月沉默了，玄冥则冷声问道：鬼车，你们想要怎么样？鬼车眼中凶光一闪，冷声道：我们想趁这次机会将这些不安分的人族一次性解决，以此警告所有人族，这就是反抗我们的下场。你们只要作弊上官就可以，等我们将这些人族都收拾了，自然就会将你们的孩子完好还给你们。玄冥犹豫了，玄月却果断点头答应下来。行，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完好，否则我们不死不休。鬼车点头道：我也不想与你们为敌，你们放心就是。最后，同为妖族，我也奉劝你们一句，人族野心勃勃，不要对他们抱有可笑的仁慈，否则日后必遭其殃。他说完展翅离去，两只玄鸟想追，却又投鼠忌器，只能目送着他离开。玄冥迟疑道：玄月，你真打算让他们将人族抹杀吗？玄月有些不忍，却狠下心来道：你不是一直不喜欢我帮他们吗？就这样吧，我为他们遮风挡雨这么多年，让他们休养生息，这次也该他们报答我了。玄冥叹息一声，他一直不喜欢玄月扶持人族，但玄月却不听劝。没想到事到临头，一直母性泛滥的玄月杀伐果断，他反倒是犹豫的那个。但考虑到自己的孩子，玄冥也只能狠下心来。人族好不容易崛起的苗头，真就要这样被掐灭了吗？玄冥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今天所见的那个人族男子，在那个人族男子身上，他感受到了一股魔气，还有阵阵的生死危机之感。如果不是感受到威胁，玄冥也不会这么轻易放弃。毕竟那件漂亮的衣物没准能让玄月高兴一点，不再追究他的无功而返。那个人族会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吗？林若尘并不知道玄冥对他寄以厚望，此刻正在提心吊胆地跟白薇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既担心虎视眈眈的白薇会强人所难，也担心自己把持不住兽性大发。白薇先是美目一眨不眨看着他，暗送秋波，但林若尘视若无睹，如老僧入定。白薇有些挫败，在床上翻来覆去，各种显山露水和给机会，可惜林若尘不为所动。最后白薇狠下心来，轻轻喘息起来，坐起身子，用小手扇风。恩公，你有没有感觉好热啊？他说着伸手往下一拉兽皮，从呼之欲出变成开门见山，对林若尘坦诚相待。果然真诚是最大的必杀技。看着他的奇耻大辱，林若尘瞬间呼吸急促，一个箭步扑了上来。恩公，白薇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感觉后颈一疼，无力的一头撞在枪口上。不是，恩公还喜欢这个调调。迷迷糊糊之际，他听到林若尘如释重负的声音。好险，差点晚节不保。
第二天，白薇迷迷糊糊醒来，发现林洛尘早已经不在房间内，自己身上衣物早被穿好，除了被打的脖子有些疼，并没有感觉到族中女子所说的疼痛。白薇不信邪地检查了一遍，终于发现胸前多了几块淤青，像被人掐了一样。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只有床边贴着一张黄纸，不知道用来干什么的。白薇一时之间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失望，不满地撅着嘴走出房间。族人对此见怪不怪，只有几个女子露出揶揄的笑容，冲他眨了眨眼睛。白薇顿时俏脸微红，倒不是害羞，而是对自己学艺不精没有精进的羞愧。他环顾一圈，看到正坐在河边反省自己借酒消愁的林洛尘。恩公。白薇欣喜地走了过去，林洛尘正跟屈灵英斗嘴，解释自己那是略施惩戒，此刻见到白薇过来也有些不自在，所幸他似乎完全没找他算账的想法。他撒娇道：恩公，你打得人家好痛。林洛尘口中的酒水瞬间喷了出去，你这话很让人误会啊，你下次再乱脱衣服我还打你。白薇不满哦了一声，狡辩道：人家是不小心的。两人谈话间，一个黑瘦的小孩子走了过来，探头探脑看着两人。小孩长得倒是精致，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格外明亮，只是又黑又瘦，加上衣品感人。看着他那乱糟糟扎起来的头发，林洛尘都想帮他理一下了。你们就是昨天刚来的白氏一族？是啊，我是白氏一族祭司白薇。白薇笑眯眯道：小弟弟，你是哪一族的？是迷路了吗？你才小弟弟，你才迷路了呢。少年抬头挺胸，傲然道：我是黑山族大祭司黑莲。白薇啊了一声，完全不敢相信这小不点是一族大祭司。你真是黑山族大祭司？黑莲散发周身气息，冷哼道：你少看不起人，如假包换。他审视地看着白薇，似乎在思考什么，最后摇了摇头。这傻女人怎么看都不像是昨夜的高手，据说是靠身旁男子上位的。黑莲看着林洛尘，而林洛尘也在看着他，在他身上察觉到了一丝诡气。原来是昨晚喊自己大哥的那人，居然也从玄印手中逃了。黑莲突然眼中寒光一闪，变手为爪，诡谲无比的直掏林洛尘心窝。林洛尘吓了一跳，飞快伸手将白薇护到身后，出手将黑莲的攻击给挡下。但黑莲目露凶光，攻击凶狠毒辣，不断变招，一副不死不休的样子。林洛尘发现他居然有金丹境界的力量，迫不得已吸收魔眼中的力量。他魔气流转全身，轻轻将黑莲推出去，冷漠道：够了。黑莲置若罔闻，身形鬼魅一般欺身而上，从各个刁钻的角度攻击两人。林洛尘有些恼怒，眼中寒光一闪，猛地抓住他的手，强大的魔力涌入他体内。黑莲顿时如遭雷击，感觉身体都要被这股魔力给撑炸一般，瞬间毫无还手之力。随着啪的一声轻响，黑莲只感觉屁股一疼，耳边响起林洛尘冷漠的声音：给我老实点。黑莲难以置信看着他，小脸涨红，张牙舞爪道：你敢打我？见他乱抓，林洛尘又是一巴掌打他屁股上，没好气道：我就打你咋地？我要杀了你！王八蛋！黑莲虽然灵力被锁，但还是跟小野猫一样对他又抓又挠，甚至还一口咬在他手上。林洛尘倒吸一口凉气，气得直接按他在大腿上，对着他屁股一顿招呼：你属兔子的，松口松口，快松口！你爹娘没教你别乱咬人吗？但黑莲只是死死咬着，发出呜呜的声音，眼中泪花盈盈，似乎是被打哭了。就在两人僵持之际，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族内禁止内斗，这位白氏一族的朋友还有黑莲祭司还请住手。两人抬头看去，却是一个俏丽的女子站在一旁，似乎是玄鸟一族的人。白薇连忙道：恩公，这是玄鸟一族的玄书祭司。林洛尘看了一眼那玄书，将手放下，冷声道：还不赶紧松口！黑莲却还是气呼呼咬着他，死活不肯松口，一副跟他杠上的样子。林洛尘气不打一处来，正打算抬手再打的时候，一个赤发老者走了过来：黑莲祭司，你给老头子我一个面子，还是放开这位朋友吧。黑莲似乎有几分敬畏老者，闻言这才缓缓松开了嘴，露出一个鲜血淋漓的牙印：哼，我给赤老一个面子，放你一马。众人啼笑皆非，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打赢的那个。林洛尘莫名其妙被咬，本就极为不爽，听到这话直接又给了他屁股一巴掌。黑莲本就被打肿屁股，更是雪上加霜，张牙舞爪道：我跟你拼了！玄叔连忙上前拉住他，好言相劝道：黑莲祭司，你冷静点。一旁的赤发老者也附和道：黑莲祭司，来者是客，别喧宾夺主了。黑莲也只是装装样子，毕竟他已经确定林洛尘就是昨晚那人了，怎么可能上去自取其辱？但输人不输阵，他傲然道：小子，我记住你了，你叫什么名字？你爹！混蛋，我跟你拼了！黑莲气急败坏，众人好说歹说才拉开了他，由老者将他带走。走的时候
他还气呼呼地看着林洛尘，显然这个梁子是结下了。玄叔一脸头疼道：“这位黑莲祭司脾气有些古怪，让两位贵客见笑了。他现在也有些郁闷，昨夜他们不仅网开一面放走黑莲，还让他带走了玄鸟一族秘书。谁知道这丫头还是不安分，到处找麻烦。不对，这是找自己的同伙。”林洛尘看着手上的牙印，琢磨自己这不会感染狂犬病吧？他郁闷地摇了摇头，无妨，小事而已。玄叔见他们想走，连忙道：“两位且慢，这位朋友，你手上可还有白薇祭司昨天所穿的衣物，能不能与我们交换？我们不会白拿，愿意以物易物，还请成全。”林洛尘眼睛一亮，嘴角划起一抹笑意，目光灼灼看着他：“你们有什么东西能换的？”玄叔被他看得有些毛骨悚然，这家伙不会打自己主意吧？他可是听说了，白薇祭司的衣裙是跟这家伙去野外苟合换的。那个，我是灵女，不能与你做那事。你乱想什么呢？我问你们有什么值钱的宝贝？林洛尘有些无语，这个时代的女子怎么都这么无？钱？那是什么？我们没有，只有龙血草、天金矿、赤凤羽。片刻后，林洛尘丢出一件白色衣裙，淡淡道东西回头送到我房间。玄叔看着手中云朵一般的衣裙，眼睛一亮，有种如坠梦中之感。这就到手了？他从哪里拿出来的？这件要送给玄鸟神，自己能不能再找他要一件？当天，玄叔便将那件白色衣裙送去给了两只玄鸟。玄冥看着献上来的礼物，神色复杂无比，得知是从林洛尘手中所得，更是若有所思。你让那人族过来一趟。玄叔不明所以，却还是点头称是，迅速转身离去。他刚刚离开，玄月便生气质问道：“你找那人族干什么？”玄冥呐道：“那人族有几分神意，没准有办法破局，助我们救回孩子。”玄月愤怒道：“你疯了，我们都没办法的事情，一个人族有什么办法？一旦他传出去，人族四散而逃，鬼车他们对孩子不利怎么办？”玄冥，我们这么多年就这一个孩子，你居然拿他的性命冒险！玄冥闻言顿时天人交战，迟疑道：“可我们受人族多年供奉。”玄月冷漠道：“但我们不也庇护他们多年了吗？没有我，他们早死了。”玄冥想要开口斥责玄月，但想到他已经够难过，只能悠悠叹息一声。之前玄月一意孤行要扶持人族，说要行善积德，他也就没有多说。也许真有因果报应，上百年过去，多年没有子嗣的他们居然产卵了。玄月心情大好，同意玄印庇护更多人族的请求，允许他们召开万族大会。谁料这一举动动了周围妖魔的利益，他们趁他不在掳走了孵化中的玄鸟蛋。如今玄月也不讲什么行善积德了，一心只想要回还在孕育中的孩子。玄冥则想要人意两全，看看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救出孩子。两只玄鸟再次产生了意见分歧，眼看玄叔驾驭飞鸟带着林洛尘飞来。玄月冷声道：“玄冥，我不管那么多，如果孩子有什么事情，我跟你没完。”玄冥还想说什么，玄叔已经带着林洛尘落下，恭敬行了一礼：“两位守护神，那位来客已经带到。”林洛尘扶着玄叔的纤腰，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两只一大一小的玄鸟。他倒是没想到，这玄鸟居然是一对，自己那天见过的玄鸟明显大一号，而且羽毛更加绚丽，似乎是雄性。两只玄鸟似乎有些不对付，那只雌性玄鸟冲着另一只怒目而视，隐隐还对自己两人流露出敌意和杀意。林洛尘对杀意很敏感，不由疑惑万分，随时准备动用魔眼一发入魂。玄冥犹豫许久，终究拗不过玄月，送出一根尾羽打发走林洛尘。林洛尘拿着那根绚丽至极的尾羽，想起两只玄鸟的表现，不由若有所思。两只玄鸟一直如此吗？为什么我感觉到那只雌性玄鸟似乎有些不高兴？玄叔被他扶着腰，有些不自在。他压低声音开口解释，平常他们感情很好的，最近月神情绪有些不稳定，对我们也有些敌意，你不用在意。林洛尘好奇道：“这是为何？”玄叔脸上露出一抹笑意，小声道：“据村中老人说，月神可能是在孵化子嗣。”林洛尘恍然大悟，但还是不明白那抹杀意的来源，心中更加警惕起来。毕竟对自己有杀意，为何对玄叔也有杀意？曲灵音，你看这两只玄鸟，莫不是凶鸟？曲灵音哑然失笑道：“怎么可能？玄鸟自古以来都是受人族供奉神鸟。”林洛尘又问道：“玄鸟孕育下一代的时候，会不会需要大量血食？”屈灵音若有所思道：“你想多了，玄鸟以天材地宝为食，不食荤腥。这两只玄鸟周身神光璀璨，并无怨气和血光缠身，不是凶手。”林洛尘闻言更加疑惑了，要不是有信心能对付两只玄鸟，怕是早就离去。他隐隐感觉，就算要发生什么事，也一定是在万族大会上，自己拭目以待就是了。接下来的1个月，林洛尘在玄鸟部落住下，天天以各种天材地宝炼体，
以魔气冲击体内窍穴。上古时期的灵力异常充足，这玄鸟所在的天云山更是罕见的洞天福地。在浓郁的灵力和无数天才地宝堆积下，林洛尘进步神速，都有些舍不得走了。事实上，他想走也走不了，青莲恢复极为缓慢，让林洛尘怀疑自己是不是要留在这里娶妻生子了。万族大会前夜，林洛尘坐在河边，看着天上明月，借酒消愁。哎，说好今人不见古时月呢。看着越来越少的酒水，他不由更郁闷了。曲灵音，我们不会困死在这个时代了吧？屈灵音若有所思道。没准你完成了自己历史使命，就能回到未来呢。林洛尘苦笑道。那我的历史使命是什么？拯救人族，力挽狂澜。曲灵音苦中作乐道。没准是在这里跟白薇生个胖娃娃。林洛尘翻了翻白眼，这1个月他可是被热情如火的白薇骚扰的苦不堪言，要不是怕扰乱因果，他都想一斩所长，杀个7进7出，让他一炮而红了。但随着时间推移，林洛尘的思想也开始滑坡起来了。就在他若有所思的时候，白薇小跑着向他跑来。恩公。林洛尘看着那一晃一荡的邪恶，心中也开始动摇起来。白薇好像也不错。就在他走神之际，一道鬼魅般的身影掠向林洛尘，手指泛着寒光。有破绽。林洛尘条件反射，一把抓住袭来的小手，熟练地按他在大腿上一顿暴揍。破绽是吧？我让你有破绽，有破绽。刹那间，破绽就变成了破腚。黑莲被打得嗷嗷直叫，锋利的手指乱挥。混蛋，你有种放开我！林洛尘一把抓住他另一只手，一手将2只细细的小手抓住，冷笑连连：小屁孩，你该剪指甲了。今天大哥心情好，帮你修一修。他说着拿出匕首来，开始削去黑莲又长又锋利的指甲，让黑莲心疼的不行。王八蛋，我跟你没完。没完是吧？林洛尘一巴掌拍他屁股上，冷笑道。再乱动，小心把你头削下来。他对这小屁孩的头疼不亚于白薇，这1个月来不断偷袭自己，屡败屡战。要不是看在他年纪小，也没真正的杀意，而且不想让白薇难办，他早就不客气了。不过林洛尘揍了黑莲1个月，除了把他屁股肉揍厚了点，也算揍出了点感情。毕竟要不是他，林洛尘怕是早已经思想滑坡，误入歪门邪道了。白薇一脸无奈的走了过来，又好气又好笑的看着黑莲。黑莲，你怎么还没学乖啊？黑莲连忙道。白薇，你少说风凉话，快拦住这混蛋啊！林洛尘冷笑道。混蛋，不叫大哥了。黑莲可怜兮兮道。大哥，我错了，别削了，我留了好久的。林洛尘不为所动，还顺手帮他把杂草一样的头发给割了。下次还敢来，我把你头都砍了。黑莲看着自己光秃秃的手指，感觉头上一阵发凉，边跑边回头放狠话。我记住你了，我还会回来的。林洛尘丢出一块石头，砸得他哎呦一声，迅速跑远了。黑莲这丫头没什么恶意，就是小时候没人管教，才会这么野。随着一阵苍老的声音，那红发老者走了过来，在林洛尘对面石头坐下，拿出一个10万。小友，能否再给一口那叫酒的东西给老头子尝尝？林洛尘无奈，只能给他倒了一小碗，没好气道。我也没多少了。老者名为赤峰，是叫赤云部落的大祭司，跟黑莲所在的黑山部落是邻居。虽然林洛尘没见过赤峰出手，但估计他实力比黑莲强上不少，否则也不会让黑莲如此忌惮。赤峰与人为善，见谁都笑呵呵的，而且自来熟，跟谁都能说上2句。自从发现林洛尘这边有酒以后，3天2头厚着脸皮来找他要酒喝，一来二去，2人也有了点交情。赤峰喝了一口酒，一脸陶醉道：能喝上这等佳酿，此生无憾啊。林洛尘笑了笑，而白薇则一脸不解，实在不明白这玩意有什么好喝的。赤峰喝过酒后，把手中10碗放下，语不惊人死不休。小友，天云山隐隐血光笼罩，明日怕是不太平啊。听到赤峰的话，林洛尘愣了一下，错愕地看着他。赤峰似乎知道他的疑惑，冲他笑了笑。老头子我活了大半辈子，别的本事没有，趋吉避凶倒是很擅长。如今大概是半截入土，神通阴阳，能看到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可变吉凶祸福。这天云群山隐隐泛着血光，哪怕那神树之上也有邪气环绕，大凶之兆啊！若非林洛尘用过旺气术，加上赤峰没叫他掏钱，不然怕是把这老头当成神棍了。既然如此，赤峰祭司为何不离开此地？赤峰曾跟不少人说过此事，但只有族人和黑莲相信，其他人都当他在捣乱。玄鸟部落的人更是对他颇有意见，觉得他是个人奸。此刻见林洛尘没有质疑，不禁咧嘴一笑，因为此事关乎人族未来，容不得老头子惜命，况且此事并非全无转机。他目光灼灼看着林洛尘，让林洛尘有些无语道：你说的转机不会是我吧？赤峰笑呵呵点头，正是，
我虽然看不透小友，也无法对小友进行推算，但这些时日，不知为何，心中却越发确认小友便是那化危为机的关键。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但我靠此多次转危为安，这次前所未有的清晰。林洛尘无奈一笑道：赤峰祭司，你有没有想过，你看不透我，只是因为我实力比你强，身怀宝物罢了。赤峰端起10碗喝了一口酒，笑道：自然有想过，但老头想拼上一把。反正老头我活了40多年也活够了，想以此贱命为人族博一线未来。林洛尘看着头发斑白行将就木的赤峰，错愕道：你才40多岁，这个时期的时间计算大抵与后世一致，但赤峰怎么看都不像40岁的人。赤峰哈哈笑道：我老得比较快，大概是上天要收我吧。所以老头想在临死前为人族做点事，不求后人铭记，只求不负此生。曲灵英叹息道：此人体质极为特殊，能很轻易与天地共鸣，陷入天人交感状态。他没有实力支撑，频频窥探和泄露天机，却只是寿元受损，体质逆天。若是在未来，这等人物少说也是地级的存在，甚至成圣也不是不可能。可惜了。林洛尘闻言百感交集，不仅是赤峰，如今能崭露头角的人族都资质不凡。白薇、青藤、黑莲等人放在自己所在时空，怕是妖孽一般的存在了。毕竟他们没有修炼之法，却能硬生生凭借自身体质驱动天地之力，堪称离谱。只可惜他们生不逢时，生于上古时期，诸法未兴，精彩绝艳的天资只能埋没。赤峰看着神色复杂的林洛尘，站起身来，郑重行了一礼。小友若真能力挽狂澜，还请念在同为人族的份上，为人族也出一份力。赤峰感激不尽。林洛尘苦笑道：赤峰祭司，我并非不想出力，只是有我的顾虑。赤峰皱眉道：可否一说？林洛尘叹息道：我怕扰乱天地运转，也怕影响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赤峰哑然失笑，豪迈道：天地自有纲常，万事万物皆有其自然发展规律。你看这大河，哪怕被山川堵塞，也会另寻出路，最终还是奔流到海。小友多虑了，就算你真能扰乱天地运转，天地也会回归本源，何忧之有？林洛尘闻言不由若有所思，山河改道也还是会奔流到海，结局不曾改变吗？赤峰拍了拍他肩膀，笑道：你有你的顾虑，若是不想出手，也不必勉强。人族的崛起是必然的，老夫只是想让他来得更快，让人族更早脱离苦海。就算明日我等尽数覆灭，他日仍有其他人带领人族崛起，这是天命。他将酒水一饮而尽，洒脱笑道：谢小友赠酒，愿日后还有机会共饮。看着赤峰转身离去的背影，林洛尘神色复杂，而白薇愣愣看着他。温公，明天真会出事吗？林洛尘摇了摇头道：不知道，还是小心为上。他叹息一声，也往回走去，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出手帮助人族。曲灵音，你怎么看？曲灵音也有些忐忑，毕竟这跟就白薇等人不一样，绝对是能改变人族走向的。哎，见机行事吧，会不会出事还不一定呢。林洛尘嗯了一声，走回房间中，默默地修炼起来，心中却乱成一团。当夜，很多人陪着他彻夜不眠，有人抬头望天，有人辗转反侧。不管如何，太阳仍旧照常升起，如赤峰所说，并没有因为谁而改变分毫。林洛尘洗漱一番，走出房门，白薇换上那一身白色衣裙，早已经在门口等着。温公，我们走吧。林洛尘嗯了一声，跟着白氏部族一起往玄鸟部落里面走去。路上，其他人部族的人也神色肃穆，纷纷走进了玄鸟部落里面。黑莲戴着个草帽，冲着林洛尘做了个鬼脸，完全不记打。林洛尘做了个打的姿势，吓得他条件反射地捂着屁股，惹得众人一阵笑话。玄鸟部落中间此刻已经搭起一个巨大的石头祭坛，一个个巨大的石椅半弧形摆在祭坛四周，一个个少男少女站在门口，引着各族的祭司和族长往自己所在的位置走去。林洛尘和部分部落的强者虽然不是两者之一，却也被请到石椅上落座。至于其他族人，则只能在祭坛四周席地而坐，一时之间里3层外3层，人山人海。整个祭坛四周虽然已经预留了足够的位置，但此刻还是显得拥挤无比。玄鸟部落本就有上万人，再加上前来的各族，场中足足有数万人汇聚。坐在台上，一眼望去人头攒动，颇为壮观。林洛尘坐在白薇旁边，另一边是赤峰，将他跟黑莲隔开，不然林洛尘大庭广众下暴揍黑莲，那就尴尬了。黑莲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此刻隔着赤峰对林洛尘挤眉弄眼，极为欠打。青氏一族也算是大族，青藤兄妹坐在白薇旁边，相熟的几人坐在一起。至于其他部族，大多都是不足100人的小族，或者零星的几个代表，真正跟青白二族一样举族而来的反而并不多，但也足足有数百个部族。虽然没能做到真正的万族大会，但规模也不小。
而能真正在场中落座的也就100来人，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林洛尘和白薇鹤立鸡群，自然吸引了绝大多数的目光，引来不少议论。这让两人都有些不自在，如坐针毡，白薇都想向林洛尘要个面具了。就在此时，人群突然闹哄哄的，却是玄印带着玄叔等人入场。众人纷纷起身，玄印和玄叔也点头示意，走上了石台上，冲众人行了一礼。承蒙诸位响应我玄鸟部族的号召，不远万里而来，玄印不胜感激。此次召集大家，主要是想集中众人智慧，改变我人族当前的困境。场中议论纷纷，却都是质疑声和不自信的声音，显然众人并不乐观。玄印笑道：我人族善智不善力，这是优点，却也是致命的缺点。但这并非不能改变，我们或许没有先天强大的力量，却能靠后天改变。他将手在身前石台一拍，石台瞬间4分5裂，这是大家大多都能做到的。他猛地抬手，四周顿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吹得众人都张不开眼睛。这是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因为这是我族秘术，只有族长能学。玄印身形在狂风中缓缓离地而起，震惊了场中众人。而他双手大张，接下来的话让场中众人一片哗然。而如今，我打算将此术传于场中所有人，乃至天下所有人族。听说玄印要将族长才能学的秘术传给所有人，场中一下子炸锅了。虽然众人早就听说玄鸟部落要传法天下，但本以为只是噱头，没想到居然来真的。玄印族长，传法有什么要求吗？对啊，可需加入玄鸟部落。玄印伸手虚压，众人都安静下来，认真侧耳倾听。传法没有任何要求，不需要加入玄鸟部落，也不需要立誓效忠，所有人都可以学。我们内部试验过，不知为何有些人无法修行此法，但这部分人也不用失望，我们还有玄鸟一族的炼体之法可供修行。若是还有其他部族愿意共享修行之法，没准也有适合你们的一套。我们玄鸟部落此举只为让人族不用受各族欺压，还请各族也能响应。话音刚落，场中沉默一瞬间，而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和掌声。玄鸟部落好样的，玄印族长大义，玄印族长真是人族的英雄，我们支持你。玄印看着场中欢呼雀跃的众人，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这一刻，他感觉自己的苦心没白费，没有白白背负族中的压力和质疑。只要人族能强大起来，他必将名留青史，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刻玄印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却转身向各族族长和祭司深深行了一礼。诸位身前的羊皮卷上，便是我玄鸟一族的功法，算是我族的诚意。如今人族危急存亡之际，还望诸位能响应玄印，让人族能在此界立足。林洛尘等人这才发现石碗下压着并不是装饰，而是画着图案和文字的功法。而场下众人纷纷看了上来，一道道目光灼灼，让各族的族长和祭司冷汗涔涔。林洛尘心中暗赞一声，这玄印先抛砖引玉，又用大势压迫，倒是把各族族长架火上烤了。曲灵英也不由感叹道：没想到上古还有这等人物，倒是刷新我的认知。林洛尘哑然失笑道：古人只是见识受限，又不是傻子。曲灵英打趣道：你这个古人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吗？滚！林洛尘对台下目光视若无睹，还有心思跟曲灵英打趣，其他族长却汗流浃背了。赤峰洒脱一笑道：玄印族长大义，老头我这身本事带入土中也是浪费，我愿意响应玄印族长的号召，将族中赤炎秘术献出，为人族出一份力。玄印连忙行礼道：我代人族谢过赤峰祭司传法。场中人族更是激动不已，各种恭维声不绝于耳，压力来到了其他人。林洛尘用胳膊碰了一下白薇，白薇回过意来，连忙站起身来。我白氏一族也愿意响应号召，将族中秘术献出，为人族出一份力。他人美声甜，本就让人心生好感，这一下更是让众人为之欢呼和起哄。玄印行了一礼，笑道：白薇妹子大义。白薇被众人的态度弄得有些不好意思，连忙回了一礼：大家客气了，我等既然有这个能力，自当为人族崛起献出一份力量。他这话一出，更是让众人掌声不息，只是把考其他各族族长的火烧得更旺了。有些聪明的族长，比如青藤，就连忙站起来：诸位如此大义，我青氏一族怎么能落于人后？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违背祖训，将祖宗传下来的秘术无偿贡献出来。其他各族族长也争先恐后起来慷慨陈词，让剩下的族长如坐针毡。毕竟这是越早响应，越容易拉一波好感，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管是热血上头，还是大势所迫，大部分的部族都表态献出自己的秘术，只有部分脸皮厚如城墙者扛住了压力，宁愿被人唾弃，也要敝帚自珍。玄印没有给众人反悔的机会，轻轻一拍手，马上就有少男少女拿着羊皮卷和羽毛笔上前。众人也只能硬着头皮将功法抄录下来，被直接公示在众人面前。
以往的无价之宝，如今数以百计展示在众人面前，让众人如梦似幻。不少人如饥似渴记着，更有甚者撕下麻衣，咬破手指，用血抄录着。玄印朗声道：“诸位不用急，这些功法我们会刻于4周石壁上，并署上来历。与此同时，我也会飞鸽传讯，将功法送去给那些没能前来的部族手中。”有人质疑道：“玄印族长，他们都不来，我们还要传法于他们？”玄印慷慨陈词道：“诸位不要有这种想法，不管如何，他们都是人族，只有所有人族都齐心协力，我们人族才能在这片蓝天下站稳脚跟，不受欺压。”众人钦佩道：“玄印族长真是目光远大，深明大义。”玄印微微一笑道：“哪怕有修行之法，想要踏上修行之路，也并非如此易事。我打算在祭坛上开坛论道，给大家讲解修行之道，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众人顿时感激涕零，场中不少人激动的胡言乱语。玄印族长，我爹对我都没这么好，功若不弃，愿拜义父。你想得到美，玄印族长，我要给你生猴子。林若尘没想到玄印还有这一手，看向他的目光不由有些忌惮和欣赏。这玄印还真是个人物啊，这传道之法算是道祖了吧？如此一来，场中众人都算是玄印的半个门徒。场中也有人想到这一点，但玄印大势所归，又有主场优势，没人敢跟他抢。玄印微微一笑，向着祭坛走去，打算坐实这道祖之名。就在此时，天空中风云突变，一阵阵咕噜咕噜的车轮声传来。姐，你们人族好生热闹啊，介不介意本座也来凑凑热闹？众人顿时脸色巨变，抬头看向天上，只见一只9头巨鸟带着黑云飞来。赤峰不由摇了摇头，扭头看向林洛尘，眼中略带询问之意：“你要出手吗？”林洛尘不由握紧了拳头，目光冰寒彻骨，心中悠悠一叹，该来的还是来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鬼车带着滚滚黑云而来，黑云上方似乎还有魔影闪动。还没等众人看清楚，鬼车已经俯冲落在场中，瞬间尘土飞扬，不少人族被他踩于脚下，其他人族惊慌失措的四散而开，彼此推搡踩踏。跑！谁都不许跑！鬼车怪笑着，脖子伸得长长的，9只鸟头伸展开来，像啄虫子一般在场中啄着。他将那些逃跑的人族吞食，似乎这些人对他来说特别美味一般，吓得众人面无血色。住手！玄印看得目眦尽裂，一边对玄叔眼神示意，一边开口警告：“这位妖仙，此地乃是玄鸟上仙的领地，还请尽快离去。”而玄叔直接拿出一个古埙吹响，声音清悦而嘹亮，直上9天，如凤鸣一般。玄鸟上仙！鬼车停下动作，任由他们吹响古埙，而后9只头颅同时怪笑起来：“你倒是睁大眼睛看看，你所谓的玄鸟上仙能不能救你？”天上的黑云之中，一个数丈高的魔族缓缓落下，声音冷漠无比：“鬼车，你跟他们废话什么呢？都杀了就是。”魔云，别急嘛，跟这些自以为是的小虫子好好玩玩。鬼车一脸享受的怪笑着，眼神嘲讽看着神色惊慌的众人，似乎以此为乐。半空中的魔族无奈摇了摇头，跟血石有什么好说的？这鬼车脑袋多，就是不太正常。不过他也明白，鬼车以人族的神魂和各种负面情绪为食，眼前人族的恐惧对他来说是美味。此刻场中的人族看见那尊凌空而立的魔族，不由大惊失色。魔猴，哪怕是赤峰，此刻也不由心生绝望，眼神暗淡几分。毕竟这可是跟玄鸟同级别的魔族强者，再加上场中的妖猴，难道真是天灭人族吗？白薇和青藤等人都下意识看向林洛尘，却见他看向四周，似乎在寻找着什么。曲灵英不由好奇道：“你在找逃命的路线吗？”“不，我再看看有没有魔尊、妖尊级别的妖魔。一个鬼车不至于让玄鸟忌惮，要么玄鸟便是帮凶，要么还有其他妖魔相助。”曲灵英问道：“若是没有呢？”林洛尘眼中杀意一闪，冷声道：“那便送他们一程。”曲灵英哦了一声，饶有兴致道：“终于决定要出手了吗？”林洛尘破罐子破摔道：“如果真会改变历史，我们的到来本就改变了历史，而且我这明显逃不掉了。既然如此，那还怕什么？杀他的天翻地覆呗。”曲灵英唯恐天下不乱道：“爽快，算我一个。不过此妖名为鬼车，是上古凶兽，必须10头尽灭才能灭杀。10头？这不是只有9个吗？总不能是那个头吧？呸！你想哪去了？是心头，心脏是他的第10个头。我说的就是这个啊！少插科打诨，鬼车生命力极强，但凡有一个头没被灭杀，也会迅速长回来。”屈灵英说着鬼车的弱点，林洛尘也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只见黑云上方，2道魔气向着玄鸟所在的神树飞去，天空中黑云散去。
林洛尘心中有数，看着到处是人的场中，心中盘算起来。毕竟他的魔眼虽然能发挥动虚境的力量，但终究不是自己的力量。对付众多敌人，他要么一直射，一直爽，要么将魔眼光线遍布场中，使用范围攻击灭杀。但这里人族众多，真这样动手，杀干净敌人，怕是人族也没几个了。而且远处的魔族还在，万一吓跑了，林洛尘可追不上。林洛尘要么不插手，既然插手了，就喜欢一管到底。不管哪个方面，他想一劳永逸，省得自己离开以后，人族再遭祸患。神树前方，两只玄鸟看着飞来的两只魔族，眼中满是不满。玄月传出神识，质问道：“我们按你们说的做了，我的孩子呢？”其中一只独角魔族以神识回应：“你放心，你们的孩子安全得很。等处理完这些不知死活的人族，我们就把他完好的还给你们。”玄冥冷声道：“你们最好言而有信，否则我们不死不休。”独角魔族点头道：“你放心，我们也不想与你们为敌。双方实力相仿，哪怕撕破脸了，想打赢容易，想杀却难得很。他们四人是临时组合，而玄鸟夫妇却是一向形影不离，谁单独遇到了都得虚。”玄冥听着山下传来的嘘声，眼中露出些许不忍和挣扎之色，但四周的两个魔族虎视眈眈盯着，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此刻玄鸟部落中，熏声响了许久，却一直没见玄鸟前来助阵，众人心中越来越沉。鬼车感受到那股恐惧之意，一脸的陶醉之色，而后猛地一脚踏下，怒张双翼：“卑微的人族虫子，乖乖跪下求饶，没准我心情好，还能饶你们一命。”不少人吓破了胆，扑通一声跪下，口中直呼妖仙饶命。鬼车九只长长的头颅凶厉地在场中巡视，吓得众人心惊胆战。对他而言，让这些有反抗之心的人族跪下，碾碎他们的自尊，能极大满足他的恶趣味。当然，他最后还是会杀掉他们，给了希望又陷入绝望的灵魂，吃起来特别美味。杀人必须先诛心。玄印脸色难看，一时之间陷入了两难之地，不知道该不该跪。一时之间，场中只剩下部分人还站着，如同鹤立鸡群一般。白薇和青藤等人看向了林洛尘，赤峰也看向他，目光带着些许询问之意。鬼车没想到还有人族敢站立在场中，挑衅自己的威严，顿时怒不可遏。卑微的虫子，跪下或者死！他九只头颅长鸣，尖锐的声音让众人脸色煞白，气血一阵翻涌。白薇突然感觉有人握着自己的手，下意识看向身旁的身影，却见林洛尘冲他微微一笑：“别怕，等我回来。”话音刚落，他松开了他的小手，转身头也不回向远处掠去。林洛尘踏空而起，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把场中众人都给惊呆了。鬼车先是一愣，而后眼中凶光一闪：“小虫子，哪里逃？”他口中吐出一团黑色的火焰，直奔半空中的林洛尘而去，想要杀鸡儆猴。但林洛尘回眸看了他一眼，脸上的面具瞬间崩坏，一道金光激射而出。他将力量控制在合体境的边缘，避免吓跑了鬼车他们，留下祸患。金光射出，鬼车当中的鸟头瞬间炸开，喷涌而来的火焰化作一团热浪四散。众人目瞪口呆，而林洛尘嚣张至极的声音传来：“九头虫，不用送了，小爷我走了。人族诸位也请放心走好，人族的功法我会代为传下去的。”鬼车当中的鸟头炸开，先是心有余悸，但察觉到林洛尘的气息后，瞬间被激怒了。他展开双翼，向着林洛尘追去，厉声叫道：“哪里逃！”半空中的魔云也神色一凝，向着林洛尘紧追而去。毕竟人族出现了合体强者，这可不得了。而且听他的意思，居然还想将人族功法传来，那绝对留他不得。与此同时，他还传出神念，让另外两个魔族迅速前来助阵。那两个魔族虽然不明所以，却还是卷起黑雾，向着林洛尘追击而去。临走，两尊魔族丢下一句话：“玄冥，你们盯着这些人族，别让他们跑了。”你！玄冥怒气冲冲，但玄月已经展翅飞出，他也只能紧跟其后。玄鸟部落中，玄印等人看着林洛尘和一众妖魔一前一后飞走，不由一脸茫然，不知所措。能与魔猴级别的妖兽交手，人族之中居然有这等强者吗？但想到林洛尘居然逃了，他们也不由眼神黯淡下来。连这等强者都得逃，看来这次自己等人凶多吉少啊。玄印强自镇定心神，飞快疏散场中众人，自己则打算前往神树上查看两只玄鸟的情况。就在此时，一声清越的鸟鸣响起，两只玄鸟一前一后落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场中人族见到玄鸟，又惊又喜，一脸劫后余生的样子。玄鸟神，太好了，是玄鸟神，我们有救了。玄冥眼中闪过一丝愧疚之色，用古老的妖族语言开口询问：“怎么回事？”玄印连忙开口将事情始末告知，而后祈求道：“
还请2位玄鸟神前去助我人族前辈一臂之力。玄冥迟疑了，玄月却眼神冰寒，用玄鸟特有的鸟语与他交谈。玄冥，你不会想帮他们吧？别忘了，我们孩子还在他们手中。在他看来，林洛尘在4个魔猴级别强者手中断然没有任何生还之力。如果贸然前去，能不能救人还不一定，还有可能因此得罪了魔云等人。就在此时，赤峰突然抬头看了看2只玄鸟，又看向了远处的神山。敢问2位上仙，可是在寻找什么？玄月一愣，不明白这人族怎么知道此事。而玄冥冲赤峰微微点头，赤峰顿时了然，连忙自我介绍：老朽赤云族祭司，擅长推演之术，没准能帮2位找到寻找之物。玄冥点了点头，玄月却冷声道：玄冥，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你信一个人族？玄冥黯然道：玄月，反正也只是等着，不碍事的，就当看在他们多年供奉的份上吧。玄月这才答应下来，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场中众人，又焦急地看向远处。一旁的玄印和玄叔2人跟玄鸟相处多年，其实早能听得懂玄鸟一族的语言。玄叔没想到2只玄鸟居然站在妖魔那边，此刻低着头，避免2只玄鸟发现自己的异样。玄印则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插入手中，握出血来却不自知。他心中一股无名的怒火升起，再次坚定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人的想法，只有自己强大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再也不要感受这种生死握于他人手中的感觉了。赤峰见2只玄鸟答应下来，拿出一块龟甲，在群山到处查看，嘴中念念有词，不时掐指。而另一边，林洛尘踏空离去，但速度却不是很快，除非他能打通全身经脉和窍穴，否则他只是一个移动缓慢的炮台，威力巨大，却只能站桩输出，稍有不慎就会炸膛。不过林洛尘本也不打算逃，只是想将鬼车等人引开人群，但他低估了魔族的谨慎，看到几个魔族都追来，不由大惊失色。林洛尘本想先解决了鬼车和魔云，再回去对付剩下的2只魔族，没想到他们居然一起过来了，这让他措手不及，不禁担心白薇等人的情况。毕竟那2只玄鸟虽然被魔族盯着，却曾经流露过敌意，目前敌我未明。想到这里，林洛尘心急如焚，果断道：灵音。曲灵音没好气道：哼，有事灵音，没事去灵音，你倒是现实的很。林洛尘陪笑道：哪里的话，我这不是怕冒昧吗？灵音，你先帮我处理了他们吧。他虽然也能驱动魔眼，但对魔力的控制远没有曲灵音来的精妙，杀招也少上不少。曲灵音冷哼一声，上前一步抱住他的神魂，与他神魂融合起来。哼，你这家伙有求于人的时候，倒是嘴甜得很。林洛尘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道：嘴甜不甜，你尝尝不知道了。看不出来你骨子里还是个色胚。曲灵音条件反射给他一记神魂攻击，却忘记2人在神魂融合，疼得自己龇牙咧嘴。林洛尘也倒吸一口凉气，镇定心神，停下脚步，回头看着追来的鬼车。鬼车怪笑道：人族小子，不逃了。林洛尘站在原地，淡然道：不逃了，因为该逃的并不是我。他眉心经文缓缓亮起，吓得鬼车毛骨悚然，连忙忽左忽右乱飞，避免被他射中。你射不中我，射不中我。别说林洛尘，魔云等人也有些无语，这傻娘脑子坏掉了。魔云看着林洛尘眉心的魔眼，谨慎道：小子，你是谁的后代？这小子看似人族，却有这等魔眼，难道是哪个大妖魔的后代不成？这引自己等人出来，难道是怕暴露身份？听说万魔山最近似乎被人覆灭了，不会是这小子干的好事吧？林洛尘看着严阵以待的4个妖魔，嘴角微微上扬。我啊，说出来怕吓死你，我倒是好奇，你们为什么要对此地的人族下手？魔云本不想回答，但鬼车却冷笑道：这些人族不知死活敢叛逃，自然要给他们教训。林洛尘恍然大悟，迟疑道：这么说，没有其他魔族安排和派遣你们？那独角魔族大大咧咧道：这犄角旮旯的没什么魔尊，哪有人能派遣我们？最近的天都魔尊还找了个人族道侣，对人族不错，又怎么可能对人族下手？林洛尘长舒一口气道：那我就放心了，我赶时间，诸位请上路吧。他周身魔气翻涌，眉心魔眼金光大炽，照亮了四周。鬼车等人察觉到这股气息，不由毛骨悚然。不好！魔云等人向前掠去，想杀死林洛尘，鬼车则向后飞去，想逃离金光范围。但一道道耀眼的金光以林洛尘为中心，在群山之间纵横交错，不断来回滑动，仿佛要将天地都切割开来。玄鸟部落，赤峰一手握着巴掌大的龟壳，一手握着玄鸟的羽毛，口中念念有词。眼看玄月越来越不耐烦，赤峰急得冷汗涔涔，更加心急地推算起来。就在此时，他突然眼睛一亮，惊喜道：你们要找的在东南方向。
1000里左右。话刚出口，赤峰便一口鲜血吐出来，赤发肉眼可见的枯白起来，仿佛苍老无数倍。黑莲连忙伸手扶着他，担忧道：“老疯子，你没事吧？”赤峰摇了摇头，玄月将信将疑，而玄冥则开口道：“我去找找，你在这里看着。”玄月还想说什么，但玄冥已经展开双翼，向着东南方向飞去。玄月冷声对玄叔道：“告诉他，他若是敢骗我，我饶不了他。”玄叔如实转告。赤峰闻言点了点头，心中暗叹一声，萌生了死志。他已经全力推算，哪怕没能找到，也算是拖延了点时间。其余众人虽然不明所以，却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一个个心中忐忑。白薇一脸担忧地看着远处，就在这时候，远处一股可怕的魔气涌动。玄月惊疑不定，魔云等人居然如此强大吗？那人族居然能让他们用出这种手段？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众人焦躁不安的时候，一道白衣染血的身影缓缓踏空而回。他脸上覆盖着一块残破的面具，露出来的眉眼冷冽无比，仿佛带着一股杀意一般。白薇惊喜道：“恩公！”林若尘咳嗽2声，强撑着身体看向了场中拦住众人去路的玄月。玄月一脸难以置信看着他，失声道：“怎么是你？魔云他们呢？”林若尘这才发现，这玄月并非不懂人族语言，只是不想使用罢了。他心思急转，快速道：“他们被我困住了，还请玄鸟上仙助我一臂之力。”玄月眼中露出思索之色，犹豫再三，心中天人交战。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留下这个人族。林若尘见状，眼神缓缓变冷，周身魔气涌动，正打算扛着反噬发动魔眼。此刻玄月拦在众人必经之路上，四周没有任何人，正好能直接一扫而空。玄月顿时毛骨悚然，感觉像是被天敌锁定一般，一股无形之力压在身上动弹不得。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难道刚刚那股气息不是魔云，而是这小子的？不好，自己要死在这里。但就在此时，一声清脆而着急的鸟鸣传来，只见一道青光闪电一般飞来。住手！林若尘犹豫片刻，仍旧站在半空中，只是气息牢牢锁定了玄月玄冥爪子下面抓着一颗闪烁着七彩光芒的鸟蛋，一个俯冲挡在了林若尘面前。他用蹩脚的人族语言道：“上仙息怒。”玄月也只是护犊心切，才一时糊涂。他按照赤峰所说，向东南方向飞去，果然在千里外的一座山中找到了这颗鸟蛋。这让玄冥又惊又喜，没想到那人族居然有这等本事。他破开魔气，取走自己的还未出世的孩子，赶了回来。没想到看到这一幕，这把玄冥吓得冷汗涔涔，连忙拦在玄月面前，敬畏地看着半空中的林若尘。林若尘凌空而立，白衣染血，衣袂飘飞间散发一抹凌冽的杀意，语气平淡：“此事你们应该也参与在内吧？给我一个不杀你们的理由。”玄月缩在了玄冥身后，被林若尘身上的强大气息吓得瑟瑟发抖。玄冥连忙道：“此次魔云等人以我们还未出世的孩子要挟，我们才不得已答应袖手旁观，还望上仙念在我们夫妻造福人族多年的份上，高抬贵手，我们绝不敢再犯。”林若尘用余光看了一眼身后的人族，又看了看形容枯槁的赤峰，他看得出赤峰又耗费寿元推演，怕是命不久矣了。赤峰冲他摇了摇头，使了个眼神道：“小友，杀戮并非解决之道。”玄印也连忙道：“玄鸟神罪不至死，还望上仙高抬贵手。”林若尘明白两人的意思，淡淡道：“看在你们多年辛苦，又事出有因，我饶你们不死。但我不放心你们，你们立誓成为人族守护神兽，此后庇护人族1000年，不得有任何疑心。虽然如今包括万魔山在内，四周强大的魔族都被他一扫而空，但迟早会再被强大的妖魔占领。而林若尘终究是要走的，一旦离开，人族怕是又沦为妖魔的血食。但只要有这2只玄鸟坐镇，人族应该能有一段稳定的发育期，而后将影响力扩大。只要这点火苗没有熄灭，终有一天，这星星之火会以燎原之势遍布整个清虚九州。玄冥犹豫片刻，迟疑道：“1000年吗？”林若尘嗯了一声，杀意越发浓厚起来，冷漠道：“你不愿意？”玄冥顿时羽毛微微炸起，连忙道：“上仙息怒，我夫妻2人愿意，只是万一有人对我们夫妻出手，若有人不敬，你们可以杀。”嘿嘿。林若尘咳嗽2声，开始压制不住伤势，眼神微寒，杀意越来越浓。现在以大道立誓，或者死。玄冥2鸟感觉到他身上那如海一般的杀意，连忙按他所说的以大道立誓。随着誓言立下，一股玄而又玄的气息落下，伴随着一股天道赐福和气运之力。2只玄鸟周身的五彩霞光化作七彩，发现自己的境界竟然有松动之意，而且似乎有福泽气运绕身。他们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撼，而后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情：天道赐福。
这岂不是说明天帝扶持人族，人族必将成为未来天帝的主角？他们立世后便算是成了人族的守护神兽，因此获得了人族气运和天道赐福。这个发现让两只玄鸟毛骨悚然，看向人族的目光也不再高高在上。毕竟天地的浪潮不可逆转，逆天而行终将被滚滚的时代洪流给吞噬，消散在历史长河中。这股天地赐福之力，只有林洛尘和赤峰能感受到，其他人都只能看到玄鸟身上的神光变化。赤峰激动的老泪纵横，一脸死而无憾之感，都有些语无伦次了。我就知道，人族不可能是血石，哈哈，未来一定是人族的。黑莲看着他，错愕道：“老疯子，你真疯了？”赤峰摇了摇头，擦了擦眼泪道：“我没疯，我只是高兴。”林洛尘见两只玄鸟立下誓言，也就放心下来，摆了摆手道：“你们回去吧。”他实在有些扛不住了，不想再时刻紧绷盯着他们。玄冥迟疑道：“那魔云他们死了，你们若是想占他们的地盘，尽管去。万魔山的群魔也死干净了。”林洛尘语气平淡，但在场中众人听来，却如同平地一声雷，让他们晕乎乎的。那4个魔猴级别的妖魔，这么一会都死了，一个都没逃掉。玄冥二鸟更是毛骨悚然，又敬又畏地看着林洛尘。玄月更是感觉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全身羽毛都炸起，后怕不已。人族到底哪里冒出来这么个强者？难道真的天佑人族不成？两只玄鸟患得患失的带着鸟蛋飞走了，玄印也开始患得患失了。这道祖之位，自己怕是坐不住了。林洛尘可不管玄印心中怎么想，在两只玄鸟离去后，马上一口血吐出来。恩公！白薇连忙上前扶着他，林洛尘也没办法装客气了，整个人压在他柔软的娇躯上。幸好这个时代的女子身体强健，换慕容秋芷来，还真撑不住她。白薇将林洛尘扶着回席位上，黑莲则扶着行将就木的赤峰回到位置上坐着。林洛尘看着赤峰，无语道：“老头，你到底推演了什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就推演了一下玄鸟子嗣的具体方位，只是急了点。赤峰乐呵呵道：“小友，你看老夫都快不行了，能再给一口酒否？”林洛尘递出一壶酒，哑然失笑道：“为了骗酒喝，你还真是拼命啊！”赤峰笑个不停，却又连连咳嗽，连忙打开酒喝了一口。没办法，不这样骗不了酒喝啊。林洛尘拿出自己的酒壶，笑道：“我敬你一杯。”赤峰看着伸出的酒壶，无师自通地跟他碰了一下，笑道：“此生无憾矣。”下方玄印已经重新聚拢人族众人，简单整理了一下场地，上前恭敬行了一礼。没想到我人族还有2位这等高人，真是天佑我人族，还请2位不吝传法。赤峰看向林洛尘，笑道：“小友，请吧，这是你应得的。刚刚玄鸟成为人族守护神，都有天道赐福，这传法人族的气运和赐福想必更加庞大。”林洛尘却摇了摇头，淡淡道：“赤峰道友，你去吧。”赤峰愣了一下，迟疑道：“我去的话，只是苟活几年罢了。”林洛尘洒脱笑道：“那也能多为人族做点事情。你也知道我的，你对人族比我有用。”曲灵英惊讶道：“小子，你考虑清楚了吗？这可是道祖啊！”林洛尘哑然失笑道：“你确定我合适当这人族道祖？时空道祖吗？”他不确定自己当这个第一个传道之人会不会有问题，也不想担起这个责任，所以选择将这个道祖之位让给真正应得和需要之人，而不是自己尸位素餐。赤峰还想说什么，林洛尘咳嗽2声，把他的那句话还了回去：“这是你应得的，你就当为我试试毒，让我在这里疗一下伤吧。”赤峰闻言沉思许久，突然大口大口地喝起酒来，而后豪气地站起身：“行，老头子我也不想死这么早，就承小友好意了。”他咳嗽着走上祭坛，冲众人行了一礼：“人族胜老夫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他们都谦让，老头子我脸皮厚，就厚着脸皮第一个站在这里为大家讲道。我说的不好，大家就当听个乐，有什么也可以尽管开口问，大家一起讨论。”众人都见识过他的本领，自然不会当真，纷纷坐下洗耳恭听。毕竟刚刚众人可是见识到了，他只是算了算，玄鸟便带了鸟蛋回来。赤峰也不客套，整理衣衫，强撑着坐在祭坛之上。我族先辈遍观妖魔2族，发现他们除了与生俱来的体魄，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吸收天地日月之精，才会越发强大。我人族不知为何无法自发吸收天地精华，体内经脉更是与他族不同，能承载的力量也有限，服用灵药稍有不慎便会爆体而亡。后经我族无数先辈验证，发现能炼神，以神念控制体内的力量，按特定规律运转。他侃侃而谈，说话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地讲解修行之道，不时回答众人的疑问。随着赤峰的讲道，天地间开始有一股股灵气凝聚，磅礴的气运从天而降。
他四周开始浮现一朵朵金花落下，同时地面一朵朵金莲涌现，大道之音响彻四周。赤峰愣了一下，身体开始恢复，思路也前所未有的清晰，明白是天地的馈赠。这次的异象众人也有目共睹，不由暗暗心惊，没想到还有这等好处。那些敝帚自珍的族长更是一脸错愕，心中后悔起来。玄印眼中闪过一抹遗憾，这些本应该都是他的，可惜自己还是缺了点气运。暗暗观察的两只玄鸟看到这等异象，更是确定了人族必将崛起，取林英打趣道：林洛尘有没有点后悔？林洛尘哑然失笑道：有什么好遗憾的，是我的终究是我的，不是我的强求不来。而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虽然不是第一个讲到的，却可以是第二个，终究会有机缘的。曲灵英赞许道：不错不错，不骄不馁，倒是有几分强者心态。林洛尘没有答话，而场中的赤峰镇定了一下心神，继续讲道起来。数万人的场中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如痴如醉地听着，更有人当场试炼起来。场中不时有人惊喜道：我察觉到所谓的灵气了，我也感觉到了一股冰凉的气流涌动，不是热乎乎的吗？为什么我还没有感觉到所谓气体？赤峰轻抚长须笑道：大家别急，个人天赋不同，入门时间会有所出入，而且我族修行之法未必适合所有人，大家可以听完其他功法再行决定。他继续讲解修行之道，包括玄印等人在内，所有人都如痴如醉听着，与自己所修之道印证。有人恍然大悟道：原来当气体足够是要凝气化液啊，我怎么没想到在后面呢？赤峰沉声道：化液凝丹，将液体压缩化作石头一般在体内，能增大容量。白薇震惊道：化液凝丹，那岂不是体内有一个石疙瘩？赤峰嗯了一声道：没错，只要能凝聚成团，也可以随时化液再化气，流转自如。林若尘发现赤峰所说的修行之道跟后世有所出入，却也略具雏形，只是修行之法格外粗糙，突破更是全靠误打误撞，加上服用特殊灵药强行突破，这样的后果自然是身体留下无数隐患，稍有不慎便会身死道消。不过作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先驱者，能摸索到如今的境界已经相当了不得。白薇好奇宝宝一样问道：那石头越来越大，岂不是顶着个大肚子？赤峰摇了摇头道：非也，石头并不会一直变大，极限大概是比眼珠大些许。黑莲好奇道：老疯子，那下一步呢？你总肯告诉我了吧？这个问题他之前问了好久，赤峰却一直不肯告诉他，不然他也不用去偷玄鸟一族的秘术了。赤峰老神在在，笑眯眯道：那就再凝聚一颗。黑莲眼睛一亮，惊喜道：靠，我怎么没想到？老疯子，那你凝聚了几颗？赤峰得意笑道：不多，也就9颗。林若尘目瞪口呆，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说好一粒金丹入腹，我命由我不由天呢，你居然有9颗金丹。曲灵英也不由为古人的脑洞大开而赞叹：牛逼，是我从未设想过的道路。黑莲总算明白为什么自己打不赢赤峰了，嘴上却还是不认输。老疯子，你等着，等我凝聚100颗到时，打得你满地找牙。赤峰摇了摇头道：久为急，第9颗到时圆满后，我再也无法凝聚第10颗了。白薇皱眉道：那接下来又该如何修行？赤峰叹息道：我也不知道，我尝试过破而后立，却仍旧只能凝聚9颗到时，但这只是我的极限，绝不是人族的极限，应该是我的修行之法有误。至于人族后续如何修炼，也许其他人能给你们指点迷津，我就不误人子弟了。他说着，目光灼灼地看着林洛尘，眼中寒意不言而喻。眼看赤峰要下场，场下有人喊道：谢赤峰上仙传法。其他人纷纷附和，赤峰连忙摆手道：我只是多修炼几年，当不得什么上仙。刚刚白氏一族的小友用了一个词，我觉得很恰当，道友。大家都是修行之人，在这条路上摸索前行，今后互称一句道友即可。有人笑道：道友还真是贴切，不过我等若是道友，赤峰祭司当是道祖才是。众人纷纷称是，纷纷起身整齐向赤峰行了一礼，齐声道：我等谢赤峰道祖传法。赤峰受宠若惊，正打算说什么的时候，一股磅礴的气运落下，他周身被霞光笼罩，整个人仿佛时光倒流一般，飞快变得年轻起来。只是这一转眼时间，赤峰便从行将就木的老人变回40多岁的壮汉模样，血气旺盛。与此同时，林若尘时海中青莲和2条锦鲤前所未有活跃，他们似乎吸收了不少汇聚而来的天地之力，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林若尘不由目瞪口呆，他们居然需要吸收天地之力和人族气运之力，可是自己在未来也没感觉他们这么挑食啊。林若尘还在想着，重回年轻的赤峰已经回了众人一礼，打算走下祭坛。场中有人壮着胆子问道：赤峰道友，
你刚刚所用的推算之法呢？众人也打起精神来，不知道这赤峰舍不舍得将这等妙法传于众人。赤峰笑了笑道：此法是我自己所悟，我也一知半解，便不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了。谁感兴趣可以私下找老头子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绝不藏私。他说完潇洒离开祭坛，走到台上冲林洛尘笑了笑：道友，该你上场了。林洛尘摇了摇头道：其他道友先上吧，我最后给大家总结便是。他这倒不是推让，而是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毕竟自己总不能将后世的功法传于如今的人族吧？那真不会乱套吗？思前想后，林洛尘决定最后上场，即各家所长来一个总结。反正除了第一个道祖，其他的顺序倒是不重要了，而是看具体的内容。比内容，自己可是知道正确答案的。既然如此，还不如先在一旁蹭吃蹭喝，让青莲混点气运。玄印见他真不上，也就当仁不让地上去讲解了玄鸟一族的功法。玄鸟一族的功法大概脱胎于妖族，妖族只有一颗内丹，所以没有向9个金丹发展。他们认为人族也是妖族的一员，所以他们也修炼出一颗内丹，并不断在上面刻画神纹。这祭炼内丹之法倒是跟后世的金丹9转差不多，而非赤峰的9颗金丹。不过由于脱胎妖族，他们的目的是跟妖族一样，吐出金丹杀人，稍有不慎就丹毁人亡。玄印讲完也获得满堂喝彩，天帝也为他赐福，只是没有赤峰所赠的多。其他人见状纷纷跃跃欲试，只是碍于林洛尘在，也就让白薇也上去讲解一番。白薇有些不好意思，但在林洛尘的鼓励下，也就硬着头皮上场。他白氏一族在炼气和天地共鸣上有独到之处，类似后世的术士。在白薇讲完以后，天帝也降下赐福，只是数量更少了。他下场后，青藤也厚着脸皮上去给众人讲道一番。可惜受限于自身半妖的体质，他所说对人族并没什么太大用处。天道只是一丝一丝赐下一点气运，青藤姑且算是镀了一层金。黑莲也上去凑热闹，他没有被赤峰误导，也开创了自己的修炼之法。他往内丹内汇聚神意，试图人丹合一，修炼之法已经有几分原因的雏形。只是可惜他的内丹没有刻画神纹，承受不了太多神魂力量，才导致迟迟无法人丹合一。黑莲讲完以后，天帝对他进行赐福，数量不逊色于玄印。其他也纷纷上场论道，可惜大部分一无所获，只有少数要赐福而下。众人不明所以，只有林洛尘才隐约明白其中规律。只有讲对了，并且是第一个讲的，才会获得天帝赐福。天道这是直接明牌告诉人族哪个是正确的修行之法了。眼看再也没有人上场，众人目光灼灼看着林洛尘。林洛尘此刻心中有数，大步走到台上，众人又敬又畏地看着他，场中一时之间落针可闻。毕竟这可是能斩杀4位魔猴，逼迫玄鸟效忠的强者。林洛尘站在场中，淡淡道：我的修行之法很特殊，不可复制，也不便外传。今日我便借花献佛，以各族功法为诸位讲解我对修道的见解，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裨益。众人虽然大失所望，却也不敢多说什么。林洛尘坐下，淡淡道：刚刚各位道友已经讲解了引气入体、炼气化液、凝液成丹，这3步各族都大差不多，说明这一步是正确的，只是在金丹意图上有所区别。赤峰赞叹道：道友当真不俗，金丹这词用得好啊，金灿灿的，倒是真像一颗丹药。说漏嘴的林洛尘忍不住老脸一红，继续道：我个人觉得贵精不贵多，并非越多越好。其实刚刚天道已经给予大家提示了，金丹之法应当以玄鸟一族的祭炼之法配合黑莲祭司的融魂之法。他侃侃而谈，众人闻言若有所思，特别是目前都走在正确道路上的玄印9转配合融魂之法，那最终凝聚什么？林洛尘笑了笑道：其实赤峰道友刚刚已经说了，不破不立，让内部神魂破丹而出。玄印若有所思，喃喃道：融合金丹，不破不立。他似乎陷入悟道之境，下意识盘膝而坐，运转黑莲所写出来的凝魂之法。四周灵力疯狂向他灌入，众人也不由看了过去，想知道这条路是否正确。片刻后，玄印眉头微皱，似乎触碰到了瓶颈，一直无法突破。他拿出一株形似凤尾的灵药，囫囵吞枣地服用下去，脸色一片涨红。很快，玄印周身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道韵，他欣喜若狂站起身来：我好像成了。话音刚落，天上风云突变，一阵阵雷云缠绕，四周狂风大作。林洛尘错愕道：天劫！他不由暗骂一声，这天道为了扶持人族，眼都不带眼了，这就突破原因了。不过林洛尘也明白，玄印算是厚积薄发，并不单纯是天道大开方便之门。赤峰看着来临的天劫，并未因自己走错路而伤心，反而为人族找到正确修炼之路而激动。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他深深冲林洛尘行了一礼道：道友，你才是真正的道祖。
玄印也由衷对林洛尘施了一礼，道：“谢道祖传法。”其余众人见状，也连忙起身行礼，齐声道：“谢道祖传法。”刹那间，一股磅礴的天地之力落下，灌入林洛尘体内，却尽数被青莲和2条锦鲤吸收。林洛尘沐浴在神光之中，身上的伤势飞快恢复，境界却不增反减。转眼间，他从筑基4层跌回筑基3层，但本来有些虚浮的道基却被夯实了。除了人族气运外，其他的天地馈赠都被青莲和2条锦鲤瓜分。青莲的花瓣肉眼可见的开始缓缓张开，2条锦鲤也长大了不少。林洛尘心中激动不已，因为青莲和2条锦鲤恢复，自己也就能回去了。与此同时，玄印的天雷落下，众人纷纷退让开去。玄印站在原地，沐浴在雷光之中，虽然被劈得焦黑一片，却一脸喜意。白薇不明所以道：“为什么会天降灾劫？难道我们做错了什么吗？”其他人也忧心忡忡，赤峰却乐呵呵道：“非也，这是天地的考验。妖魔等族突破之际，也会天降雷霆。我在凝结道时、金丹的时候也曾遇到。”黑莲点头道：“对，我在突破的时候也遇到了。”众人恍然大悟，白薇则忐忑不已，担心自己突破时候扛不住这天劫。毕竟玄印一看就有炼体，他这细胳膊细腿的，可扛不住这凶猛的天劫。万众瞩目下，玄印的天劫很快结束，属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类型，在他突破后，天空中一阵阵霞光照落，不断滋润着他焦黑的躯体。玄印缓缓腾空而起，整个人沐浴于霞光中，嘴角微微上扬。作为第一个突破元婴境界的修行者，他获得了特殊的天地馈赠。片刻后，玄印睁开眼睛，学着林洛尘的样子在空中走了几步，而后一脸欣喜。突破元婴境以后，他已经能凭借自身力量行走于半空中，只是速度并不快。玄印一脸惊喜地飞落而下，瞬间被众人围着，七嘴八舌询问他是如何突破。玄印也不藏私，告知众人突破之法，以及突破后自己体内内蕴一灵胎。白薇惊讶道：“石头里面蹦出个小娃娃，该不会也能生出来吧？自己还没跟恩公那个呢，就要怀个小娃娃吗？”黑莲更是惊恐道：“男人也能生孩子？”玄印尴尬道：“应该不会吧，这灵胎在体内根本动弹不得。”不过他自己也不明白，只能看向林洛尘，躬身行了一礼。玄印谢道祖指点。林洛尘摆了摆手笑道：“玄印道友不用客气，你我互称一声道友即可。”这玄印一看就是天命之子，天道钦定的人族未来领袖。他虽然感觉玄印有些功于心计，但也不想与他为敌。玄印哪知道这些，询问道：“敢问道友，接下来又该如何修行？”众人纷纷侧耳聆听。林洛尘微微一笑道：“有压迫就有反抗，被束缚就要挣脱。”他没有明说，只是将出窍境界的路影会指了出来，剩下全靠个人悟性了。玄印若有所思道：“灵胎挣脱束缚，跟我们之前想的祭出内丹一样吗？那再往后呢？灵胎离体而出，难道就不要具有躯体了吗？”林洛尘云淡风轻道：“再往后就靠你们自己摸索了，现在考虑还为时过早。谢道友指点迷津。”玄印恭敬的指礼道：“道友知识渊博，实力强大，玄印愿奉道友为人族共主，请道友带领我们人族。”他虽然突破了元婴，却更加意识到自己跟林洛尘的差距，选择退位让贤。比起赤峰，他更能接受林洛尘当这个人族的共主。众人也纷纷看向林洛尘，白薇更是美目亮晶晶的，一脸期待。只要恩公能成为人族共主，自己就可以一直跟在恩公身边了。林洛尘摇头道：“我无异于此，过2日便会离开，道友另请高明吧。”玄印顿时喜忧参半，白薇更是俏脸煞白，一脸难以置信。“恩公你要离开？”林洛尘嗯了一声，笑道：“我本是过路人，此间事了，也该离去了。如今青莲已经恢复，他已经准备离开这个时空，回归自己的时代。”玄印等人再三挽留，但林洛尘去意已决，也只能就此作罢。道友既然执意离去，我等也不好挽留，还请道友留下一个名讳。白薇等人也期待看着林洛尘，毕竟他一直不愿意告知名字，让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林洛尘。沉声道：“我的名字你们不必知道，甚至我的存在也不必让后人知晓，你们就当我从未来过，这样或许能减少点我带来的影响，知道了吗？”玄印不明所以，还以为他有什么仇敌，也只能点头应下。毕竟对玄印而言，如果林洛尘要离开，能削弱他的影响力，自然是求之不得。最终，玄印在众人的推举下，多次辞让后，才如愿以偿坐上人族共主之位。至此，这万族大会也算圆满落幕。大部分前来之人选择留下，选择回去的人，大部分是让族人举族迁徙至天云群山，也有还持续观望者。玄印也一如自己所说，将人族功法刻于碑上，用飞鸽传于四海八方的人族。别看这次万族大会看似声势浩大，甚至还引来了魔猴，
但其实还是小打小闹。毕竟人族遍布清虚九州，想要凭借如今的星星之火燎原，还任重道远。林洛尘对这些并不关心，此刻正跟赤峰在河边喝着小酒。赤峰看着石头上满满当当的美酒，叹息道：“小友，你是准备走了？”林洛尘嗯了一声，笑道：“明日便走，今夜我们不醉不归。”那老头，我就不客气了。赤峰乐呵呵拿起酒壶大口喝了一口，感叹道：“好酒，痛快。”他红光满面，看着林洛尘问道：“小友，未来的人族过得怎么样？”林洛尘差点一口酒吐出来，忍不住咳嗽连连，错愕地看着赤峰。赤峰笑呵呵道：“小友身上太多匪夷所思的东西，又不想干涉过多此见。你要么来自未来的时空，要么来自天外星域，你不想改变历史，更大可能是前者。”林洛尘看着这人老成精的老头，苦笑道：“老头，知道太多会死得很快的。”赤峰哈哈大笑道：“好吧，老头子我不问就是，本想跟你畅饮，但可惜没机会了。”林洛尘不解其意，赤峰指了指不远处的白薇，将石头上的酒水尽数抱在怀中：“你有美人作伴，没酒我就拿走了，你们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下次若是有缘再见，记得给老头子我带多点美酒啊。”看着这老头抱着酒屁颠走了，林洛尘笑骂一声，而后看着缓缓走近的白薇，为什么一副要哭的样子？白薇轻轻咬着红唇，渲然欲泣道：“温公，你能带我走吗？”林洛尘愣了一下，看着美目中泪光盈盈、满是不舍的白薇，不由哑然失笑：“小丫头，你知道我是谁吗？就想跟我走？”白薇低着头嘟囔道：“我不知道，可是我喜欢你啊。”林洛尘微微一笑，忍不住伸手揉了揉她的秀发：“小丫头，你才多大，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是好感吗？”白薇抬头挺胸，不服气道：“恩公，我不小了，分得清喜欢还是好感的。”林洛尘想反驳，看了看他胸前真理，顿时感觉他说的很有道理。他真的不小了。他叹息道：“我带不了你走，你也不要一时冲动，过个几年你就会忘记我了。”“不会的。”白薇斩钉截铁看着他，认真道：“恩公若是不信，我可以一直等你的。既然恩公现在不方便带我走，下次回来我若不便，你带我走可以吗？”林洛尘狠下心道：“你不必等我，我不值得你等，我也不会回来了。”白薇却咬着红唇，固执道：“你不回来，我就当一辈子的灵女，孤老一生。”林洛尘还想说什么，白薇突然揽住他的脖子，踮起脚尖，直接强吻了上来。饶是林洛尘见惯了大波大浪，也没见过这种场面，整个人脑袋都宕机了一回。靠，我被强吻了，真是防不胜防啊！男子出门在外，果然要保护好自己。白薇显然不懂男女之事，是个理论知识丰富、行动力拉满，但战斗力为零的直线型战士。他只懂亲上去，却不知道该干什么，只是傻愣愣动了动嘴唇。林洛尘顿时拳头都硬了，真是可忍孰不可忍，自己居然被上古女子欺负了。林洛尘果断抱了回去，此刻他抱玉握珠，再次勇登高峰。还不说，这大权在握的滋味，当真让人欲罢不能，爱不释手。白薇傻愣愣的瞪大了眼睛，整个人挂在他身上，一副任君采撷的样子。林洛尘狠狠捏了白薇一下，才松开他后退2步，看着跟受惊小鹿一样的他抬手轻嗅，邪魅的笑了起来：“小丫头，你连亲都不懂怎么亲，还说喜欢我？”他装出一副色中恶鬼的样子，吓唬道：“赶紧回去吧，不然我吃了你哦。”白薇却上去一步，直接把白晃晃的凶器抵在他胸前，傲然道：“我不怕。”他不好意思道：“我是不懂，你可以慢慢教我啊，只要你想，我都可以的。”林洛尘本想吓跑他，结果差点被他吓跑了，下意识后退2步。算了，我对小丫头没兴趣。白薇抬头挺胸，又逼近一步，振振有词道：“你不敢，你怕我，你肯定喜欢我。没有，少自作多情。就有。”敌人步步紧逼，林洛尘只能寸寸忍让，险些揭竿而起，与他在河边背水一战了。“我不跟你争，我回去休息了，你别等我，我不会回来的。”他转身落荒而逃。白薇大喊道：“我会等你的，我已经盖完章了，你是我的了。”林洛尘多想回一句自己还没戳硬呢，但又怕这彪悍的丫头拉自己去戳，还是算了。刚刚已经逞口舌之快了，吃人的嘴软，就不跟这丫头争了。白薇看着这家伙占完便宜就跑，气呼呼跺了跺脚，恨不得今晚就去夜袭了他。但想到他拒绝自己，眼神不由暗淡下来。难道谁会忘记呢？我们走着瞧。林洛尘快步走回房间，贴了张符在门口，才放心下来。屈灵英在识海中笑得花枝乱颤，打趣道：“林洛尘，你就这么怕这丫头吗？这小子要是轮回圣君，这丫头怕不是轮回圣君的一生之敌吧？”林洛尘嘴硬道：“谁怕他呢？那你跑这么快干什么？”我……
林洛尘正打算说什么，突然一声奶凶奶凶的声音从窗户传来，有破绽。他条件反射躲过攻击，反手抓住从窗户跃进来的黑莲，按在腿上一顿暴揍。你这小屁孩就不学乖，真是欠揍！欠揍！黑莲被揍得嗷嗷叫，嗷呜，杀人灭口了！快来人啊！非礼啊！你瞎说什么呢？林洛尘想捂住这丫头的嘴，省得她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话来，却反被她咬了一口。我没瞎说，我看见你们两个抱在那里啃，恶心死了！你一定是想杀人灭口！林洛尘杀气腾腾道：“你居然偷看！”黑莲毛骨悚然，连忙可怜兮兮陪笑，把手中羊皮卷扬了扬。大哥，道祖，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来送东西的。林洛尘皱眉道：“什么东西？”黑莲笑道：“我刚刚来的路上碰到老疯子，他说走得急，忘记给你这东西了。”林洛尘松开黑莲，打开一看，却是密密麻麻的文字，不由眉头紧皱起来。黑莲揉着屁股在一旁蹦蹦跳跳，探头探脑道：“怎么，你也觉得跟天书一样吗？”他来的路上早看过了，却看得头昏脑胀，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就不认识了。林洛尘神色凝重，点头道：“没错，因为我不识字。”黑莲看着他，使劲抿了抿嘴唇，终究还是憋不住，捶胸顿足爆笑起来：“哈哈，堂堂道祖不识字，我要去宣传一下，不行，我眼泪都笑出来了。很好笑吗？不，哈哈，不好笑。啊，你想干什么？救命啊！非礼啊！嗷嗷，痛痛痛！”门外想跟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的白微如遭雷击，整个人都不好了。恩公，你居然喜欢这一口，但自己办不到啊！片刻后，林洛尘大马金刀坐在房间之中，黑莲眼角带泪，可怜兮兮站在一旁，念着羊皮卷上的字。倒不是林洛尘不让他做，主要是屁股一碰凳子就疼。这该死的混蛋下手真狠啊！林洛尘听着他讲述的功法，不由若有所思。赤峰给他的正是他那神奇的望气和推演之术，以及赤峰多年的感悟。按赤峰所写，此法不仅能看人，更看山水地势，从天地星辰变化断天的走向。但此术的确如他所说，晦涩难懂，跟天书有的一拼。毕竟这等数法本就复杂无比，更何况还是这最原始的版本，难度更是直接拉满。赤峰完全是靠逆天的悟性和体质将这术法用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都如此了，付诸笔墨的更是云里雾里，让林洛尘一阵头大。曲灵音却惊叹不已，这赤峰大概便是术士的道祖了，可惜了，真的可惜了。林洛尘叹息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他的天命大概就是让人族振兴吧。”曲灵音嗯了一声，细细琢磨赤峰所写，越琢磨越觉得有味道。黑莲念完以后，可怜兮兮道：“我可以走了吧？”滚滚滚！黑莲如获大赦的跑出房门，还不忘回头做了个鬼脸：“王八蛋，你给我等着！今日之耻，他日必定百倍奉还！”林洛尘作势要打，他赶紧捂着屁股跑了，边跑还边喊疼，引得四周众人一阵神色古怪。这位不知名的道祖，好这口！白薇更是目瞪口呆，委屈巴巴的跑了，让林洛尘莫名其妙，怎么感觉他们在想什么不好的事情？当夜，白薇没来夜袭，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伤透心了。林洛尘也放下心来，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悄然离开。屈灵英问道：“就这么走了，就不给那丫头留下什么点功法或者其他东西？”林洛尘摇头道：“不了，这一路上能教的我都教了，他以后会明白的。”曲灵英哑然失笑道：“真是无情的男人。”林洛尘默不作声，悄然离开玄鸟部落，向着神树之上飞去。玄鸟部落众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赤峰看着那消失的气韵，怅然地喝了口酒。小友，希望此生能有缘能与你再喝一杯。哎，这喝完了酒，我可怎么办啊？林洛尘自然不知道赤峰的怨念，飞到神树边缘，悬于两只玄鸟身前。玄鸟，好生照看人族，不要动什么歪脑筋，否则休怪我不客气。玄冥连忙点头道：“上仙放心，我等自当竭尽全力，不敢丝毫懈怠。”林洛尘嗯了一声，负手而立，淡漠道：“如尔等所见，人族的崛起势不可当，你们只要别无二心，他日人族崛起，成仙做祖，当有尔等的一席之地。”他这恩威并施，两只玄鸟连连点头道：“我等明白。”林洛尘不再多说，踏空离去，走向不远处的群山。曲灵英感慨道：“终于要回去了，希望这一次能顺利回到未来。”林洛尘嗯了一声，跟曲灵英一起念诵宿命轮回诀的开篇总纲，激活逆命碑。逆命碑发出阵阵光芒，青莲也疯狂摇曳起来，两条锦鲤绕着青莲不断转动。四周传来了潮水的声音，滚滚灰雾从四面八方聚来，将林洛尘的身影笼罩。他的身影在灰雾中若隐若现，仿佛不在此界一般。但跟之前一样，
那河水仿佛被什么东西阻拦，始终无法破入此界之中。林洛尘无奈摘下面具，魔眼骤然睁开，一道金光瞬间冲天而起，两条锦鲤发出龙吟一般的声音，紧随其后。四周瞬间风云突变，山脚下的玄鸟部落众人被惊醒，只看到一道金光直冲云霄，两条锦鲤撞破苍穹。下一秒，仿佛天河涌落，又像黄泉大开，无尽的黑河倾泻而下。林洛尘回眸看向两只一直窥探此地的玄鸟，无声道：“记住我说的话。”转瞬之间，他被黑河给淹没，随着黑河消失在场中，四周的狂风也平息。那两只玄鸟不由毛骨悚然，到处东张西望，寻找林洛尘的踪迹。但不管怎么找，他们都没有找到林洛尘，全身汗毛都不由立起。玄月惊恐道：“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玄冥摇头道：“不清楚，那道金光内蕴含的力量极为可怕，魔神也不过如此。也许他不是此界之人，来自更高位面，甚至真是仙神下凡也有可能。”玄月一阵后怕，心中再也不敢有任何念头。玄鸟部落中，白薇看着消失的金光，突然意识到什么，猛地向着林洛尘房间冲去。恩公，恩公！房门轻易被推开了，里面空无一人，只有阵阵寒风吹入，恰如他空荡荡的心。他咬了咬红唇，难过道：“这就走了吗？哪怕留一个字条都好啊。”众人也意识到什么，黑莲安慰道：“白薇，你别难过，他不是不留字，他不识字。”白薇一脸错愕，自己目不识丁就算了，恩公居然也目不识丁。毕竟在他印象中，林洛尘是翩翩公子，学究天人，但发现林洛尘不是那么完美，他反而如释重负，嘴角划起一抹笑容。“我等你回来。”时间之河中，林洛尘踏着青莲从中冒出来，看着四周的景象，心有余悸。希望这回能平安回去吧，我可不想再进来这鬼地方了。屈灵英突然迟疑道：“等一下，回去，你不跟我去未来了？”林洛尘连忙道：“未来可不好去啊，那一路上那么多强者在路上。”曲灵英不由郁闷道：“那我怎么办？”林洛尘拍了拍胸口，振振有词道：“没事，我不嫌弃你，你跟着我吧。”“我嫌弃你，臭哄哄的。”林洛尘无奈笑了笑，却没有理会他，到处张望，似乎在找着什么。“灵英啊，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什么问题？”“如果我们真是被那青光撞过来的，你说我们会不会再遇到他？”曲灵英愣了一下，而后也想起所有进出时光之河的人都会同一时间出现，理论上我们顺流而下，如果真在他必经之路上，的确会碰到他。林洛尘忍不住拍了拍脑袋道：“那完了，我们岂不是永远回不去了？”他尝试催动青莲往一旁躲，但青莲却不为所动。他又尝试让锦鲤带自己躲开，可惜锦鲤也无动于衷，只是自顾自游着。“灵英，你有没有办法？”屈灵英也有些慌，跟林洛尘一起用出全身解数，也改变不了走向两人，只能无奈地站在青莲上随波逐流，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未来强者。一路上风平浪静，但林洛尘却总感觉如见悬梁，整个人都不好了。直到前方响起阵阵雷霆声，熟悉的红光掠来，他才如释重负。好吧，该来的还是来了。屈灵英也一阵绝望，忍不住骂道：“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没有人回答他。林洛尘先后被两道红光的余波卷入河中，而后眼睁睁看着那青光直直地撞了过来，但他却没有在上面看到3个多月前的自己，不由心中疑惑万千。怎么回事？按理说当时自己应该挂在上面才对啊，自己难道不是被这青光撞过来的？带着这个疑惑，林洛尘再次被青光迎面撞上，整个人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不知道过去多久，腰酸背痛的林洛尘再次被龙吟声吵醒，睁眼还是熟悉的一幕。2条锦鲤所化的巨龙带着他撞破空间屏障飞出，下方是一片荒山老林。林洛尘从天而降，忍不住骂道：“这特么又把我干哪里来了？”林洛尘迅速用出御风术，飘落在深山老林中，到处张望寻找自己所在。这次四周并没有什么妖魔出没，丛林静谧，一片祥和，而天地间的灵气也不似上古浓郁，反而跟林洛尘所在时空一模一样。这把我送哪里来了？林洛尘惊疑不定，尝试催动魔眼，却发现魔眼虽然打开，却再无那般汹涌力量。难道我回来了？他欣喜若狂，连忙向着一个方向腾跃而去，想找个人询问一二。半日后，兰州的一座小城中。你确定这是清虚历5202年5月初9？确定啊，小伙子，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林洛尘再三确认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回来了，终于回来了。那摊贩一脸同情看着他，长得这般俊俏，可惜是个傻子。林洛尘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跟摊贩道谢后离开，嘴角笑意却根本压不住。他没想到自己居然莫名其妙回来了，
一时之间是喜忧参半。因为回来的时间有些偏差，距离自己离开已经过去了4个多月。按理说登仙大会应该已经结束了，错过了这次的登仙大会，下一次登仙大会就得等3年以后了。林洛尘叹息一声，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取得的登仙令完全没派上用场。此刻曲灵英郁闷的声音悠悠传出：唉，怎么就又回来了呢？林洛尘也想不明白，看来自己2人并不是被青光撞回上古的，而是另有原因。不然的话，自己2人如今应该处于上古的某个时期，而不是自己所在的时空。时光之河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林洛尘想问青莲和2条锦鲤，可惜他们又是一副精疲力尽、萎靡不振的样子。他想不明白，也懒得深思，心有余悸倒不管了，反正能回来就好，我再也不想进那鬼地方了。曲灵英顿时急了：林洛尘，你是回来了，那我呢？林洛尘语重心长道：灵英啊，去未来太凶险了，你就留下来跟着我吧。这样吧，你要是实在闷得慌，我可以给你控制一下我的身体，解解闷的。之前他踏入时间之河是迫不得已，如今魔眼之患已经消失，自然不必再去什么未来。虽然对不起曲灵英，但他实在是怕了，不想再被莫名其妙送到不知名的时空。曲灵英气呼呼道：滚，谁要控制你的身体，臭烘烘的。林洛尘尴尬道：实在不行你就离开我，自己去找个身体重新修炼，只要你活得够久，最多1000年，你就能回到自己的时空了。曲灵英都被他气笑了，没好气道：到时我都出生了，你是要害我被抹除吗？林洛尘了一声道：你应该没这么快出生吧，我们先回去从长计议。曲灵英冷哼一声道：林洛尘，做人可不能忘恩负义。林洛尘无奈道：行了行了，去还不行吗？曲灵英这才满意道：这还差不多，不枉我帮你这么多次，你可别出工不出力啊。林洛尘苦笑不已，人情债不好还啊。知道了，等青莲和锦鲤恢复再说，先说好啊，要是再失败，我可不去了。曲灵英嗯了一声，看着萎靡不振的青莲和锦鲤，不由犯难了。这2玩意蔫巴巴的，这又没有天地赐福，这可怎么让他们恢复？林洛尘主打一个顺其自然，突然想起自己储物界中的上古之物，只见这些灵药和天材地宝都静静躺在他的储物界中，一如他当初放入之时。林洛尘小心翼翼拿出一株灵药，只见它仍旧灵气四溢，并没有任何变化。林洛尘顿时如释重负，看来此物只是相当于在历史长河之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他再次现世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时光之力作用其上，让他化作飞灰消散。不过也是，自己跨越了这么长时间回到过去，也没见被打回虚无，这些天材地宝又岂会变化？此刻一个念头在林洛尘心头浮现，如果自己带走了白薇，他是不是也能跟着朱灵药一样，跟自己来到未来？想到这里，林洛尘有些患得患失，却很快又将这个念头甩开。他属于他的世界，自己怎么能因为他的一时冲动带他离开他的世界呢？而且时光之河中没准还有其他凶险，自己都自身难保，更何况带他。林洛尘又询问了四周百姓一些历史常识，得到的答案都能跟他所知对得上，这让他长舒一口气，看来自己这次没有改变历史，或者说自己的穿越本就属于历史的一部分。曲灵英心中泛起嘀咕，历史没有变化，岂不是说明他就是轮回圣君？那接下来他岂不是还得多次穿越回去？时光之河里面那些青光，该不会都是这小子吧？想到青莲的颜色，曲灵英越想越可能，只是怎么也想不通他是怎么弄出那阵仗来的。这小子为什么能跟自己一起在时光之河逆行？自己两人晕了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他真是轮回圣君，自己跟他又该肩负什么使命？曲灵英脑中诸多疑问，一时之间乱成一团。好消息，找到轮回圣君了。坏消息，自己好像跟轮回圣君绑死了，或者说自己也是轮回圣君。林洛尘灯下黑，没往这个方向想，或者说他有意回避了这个想法。此刻他心中惦记着青石城的后续以及鼠鼠的去向，在城中到处打听。此地距离青石城不算太远，事情也没过去太久，百姓说起来眉飞色舞，仿佛亲眼所见。林洛尘从众多小道消息之中艰难地筛选出了几条有用信息。慕容秋芷被轮回圣殿的圣女夏九幽带走，据说带回了轮回圣殿。冷月霜没有暴露真实身份，跟慕容夏竹在夏九幽赶到之前消失，不知去向。反倒是妙音门因为冷月霜当时冒充妙音门妖女，惹了一身骚，百口莫辩。至于鼠鼠这个最大的功臣之一，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在流言蜚语之中。林洛尘得知这些消息以后，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大半。冷月霜他们应该安然无恙，想必是回玄州玉女宗了。至于慕容秋芷，她是天魔圣体，按理说轮回圣殿也不会怎么为难她，只有不知去向的鼠鼠令人担忧。林洛尘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再次前往青石城。如果鼠鼠没有被冷月霜他们带走，
他应该还在青石城中。无论如何，自己都得去一趟青石城，看看能不能找得到他。再然后便是前往轮回圣殿，打听慕容秋芷的消息，确认他的安危。与此同时，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机会能拜入宗门。林若尘当即买了一份地图，马不停蹄地向着青石城赶去。数日后，林若尘走在荒无人烟的青石城中，不由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此刻的青石城已经成了鬼城一座，到处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到处乱糟糟的。那日虽然有些百姓侥幸未死，但也形容枯槁，被魔气影响心智，很快魂归九泉。在外地侥幸逃过一劫的百姓也不敢回来，自此青石城彻底荒废。林若尘来到的时候正值黄昏时分，落日的余晖更增添一丝悲凉。他叹息一声，在城中到处寻找鼠鼠的踪迹。鼠鼠，鼠鼠！但城中并不小，只有一些山鼠和野兽在城中乱跑，并没有见到鼠鼠的身影。随着夜幕降临，城中开始冒出微弱的魔气，更显得阴森恐怖。林若尘皱了皱眉头，发现眉心的魔眼变得活跃起来，自发吸收四周魔气。他停不下来，见魔气都被眼睛吸收，没有侵染自身，也就不再理会鼠鼠。鼠鼠，鼠！林若尘突然猛地回头，四处张望，喝道：“谁？”身后空无一人，仿佛是他的错觉一般，只有些幸存百姓祭拜的纸钱飘飞，但那股有人窥探的感觉挥之不去，这让林若尘毛骨悚然。难道城中百姓怨念太深，化为鬼族了？他压下不适，继续在城中寻找，而他身后一道白色倩影悄无声息飘过。林若尘对此一无所知，在城中找了一圈都没找到鼠鼠，不由走到那口水井前。鼠鼠该不会是在上古魔神的尸体内吧？林若尘越想越觉得可能，此刻他已经筑基，在水中也能闭气许久。他深吸一口气，跳入水中，将外循环转为内循环，向着魔神躯体一路游去。这一次林若尘没有冷月霜相伴，但水下的魔物不知为何也消失殆尽。他在幽暗的地下河中游着，那股被人窥探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似乎有人就在身后。但林若尘怎么都找不到人，只能继续向前游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再次来到那地宫之中。地宫早已经崩塌，似乎是冷月霜跟梦魇交手导致，但地上不知为何多了一些黑色的纹路，似乎有人在摆弄什么东西。林若尘正蹲下身子研究的时候，突然看到一道白色身影躲在废墟之中，冲他比手画脚。鼠鼠！林若尘欣喜若狂，但鼠鼠惊恐的指他身后，便嗖的一声钻入废墟之中了。林若尘猛地回头，却没有看到人，心中正疑惑的时候，扭头就看到一个女子站在他面前。那女子一袭白衣，长发披散遮住面容，全身湿漉漉的，还在往下滴水，如同女鬼一般。小子，我死得好惨啊！什么玩意？林若尘头皮发麻，下意识便是一拳轰出，拳上带着一股狂暴无比的雷霆。白衣女子瞬间消失，动听而空灵的笑声在洞中回荡。小子，你下手倒是狠啊！林若尘四处张望，沉声问道：“你是人是鬼？”那女子出现在不远处，悠悠道：“是人又如何？是鬼又如何？”林若尘全身雷霆缠绕，沉声道：“那就得看你想要如何了。”女子阴森森道：“你害死了我，我想要你偿命。”林若尘定了定心神，意识到不对劲，冤有头债有主，你该找害死你的人，找我干什么？难道还是个糊涂鬼不成？女子猛地抬头，一双明眸在湿漉漉的长发后若隐若现。哼，害死我的不就是你吗？林若尘斩钉截铁道：“当然不是，你到底是什么人，在此装神弄鬼？”女子呵呵一笑，将湿漉漉的长发往后一撩，露出一张苍白而绝色的脸蛋。她脸色苍白，眼眸碧绿，带着些许鬼气，此刻娇嫩的粉唇勾起一抹笑意。“小子，如果我没猜错，你就是青石城出事潜入城的林公子吧？”林若尘心中咯噔一声，装疯卖傻到什么林公子？你认错人了吧？神秘女子看着眼前还在抵赖的男子，嘴角划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小子，别装了，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很好认吗？”林若尘不明所以道。“怎么说？”神秘女子认真道：“所有见过你的人都说你俊美无愁，如狄仙凌世，一见便知。”林若尘如遭雷击，摊了摊手苦笑道：“你要这样说，我好像没得抵赖了啊。”神秘女子咯咯直笑道：“我本以为是个玩笑话，没想到居然还是真的，果然很好认。传闻你获得上古魔神的传承后不知所踪，没想到居然被我碰到了，真是天助我也。”林若尘感觉眼前女子深不可测，连忙道：“仙子误会了，都是些谣言。我若真获得上古魔神传承，早就躲起来修炼了，还回来这里干什么呢？”神秘女子撇了撇嘴道：“撒谎之前，你先停止吸收此地的魔气好吗？”林若尘一阵无语，苦笑道：“
我发誓，我真没得到什么魔神传承，只是体质被影响了。神秘女子身形鬼魅般一闪，瞬间出现在他面前，素白的小手向他点来。林洛尘想动手，但还没来得出手，便被他制住，全身灵力被束缚。神秘女子伸手在他身上游走，神魂涌入其中，探查林洛尘身体的情况。是与不是，我一探便知。林洛尘连忙道：仙子，请矜持啊，我不是这种人，你别乱摸啊。这种时候我是不是该说点什么？神秘女子想了想，目露凶光，冲着林洛尘露出一抹邪笑。叫吧，你叫破喉咙也没人理你，你越叫我越兴奋。林洛尘张了张嘴，欲哭无泪，自己怎么老遇到这种女流氓啊？这才刚出狼窝又入虎穴啊！都怪爹娘给的这副皮囊，害自己遭受了太多不该遭受的罪。神秘女子在林洛尘身上摸索，发现这家伙身材还真不错，忍不住在胸膛上又摸了摸。啧，真是完美的躯体，仿佛雕刻出来的一般，这一看就是练。嗨，他心中暗暗后悔，太久没接触活人了，更何况是这么完美的男人，自己都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了。林洛尘连忙道：喂，仙子，男女授受不亲啊，你检查就检查，别乱摸啊。神秘女子充耳不闻，冰凉的小手不断在他身体摸索，眼神带着狂热。此刻的他仿佛禁欲数十年的色中恶鬼看到赤身裸体的绝色美人一般，但他眼中却没有任何情欲，仿佛在欣赏什么绝佳的材料一般。林一，救命啊！你有没有办法对付这女流氓？曲灵英无语道：这女子从刚刚出手来看，起码是合体境，我建议你用美男计，先从了她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林洛尘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没好气到他要是对我下手，我就把你推出去。曲灵英了一声，顿时跳脚道：你是变态吧？我是女子啊，就是因为你是女子，不会动情，我才放心推你出去啊。你不怕他吃不到，直接让你鸡飞蛋打啊？那个还能长回来吗？就你这境界，还想长回来？林洛尘天人交战之际，神秘女子的小手落在了他眉心的暗金色纹路上，好强大的力量！原来这上古魔神的魔眼在你这里。